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光凭一个穷人在凑巧的时间回了家，然后突然吃上了肉，并不能就此判定人家就和这件事有关。牡丹送走周八娘，吩咐顺侯去查探此事后，就和李花将一起领着雨禾等人继续善后，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只要没伤了根本，总归还有重新缓过气来的时候。喜郎瞅了个空子，凑到牡丹身边，小声道：娘子，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牡丹停下手，你说。喜郎带了几分决绝，瞟了周围的蛮子等人一眼，低声道：不怕您生气，其实小的觉得吕氏公子和康儿大概和这事儿也脱不掉干系的。这么多人，就没一个敢直截了当的当着他的面说是吕方，包括顺子他们也只是敢背里头，或者当着雨禾的面念叨几句，可是喜郎却做了这第一人。牡丹看着喜郎，他比刚来的时候长高了一大截，已经比他高了将近半个头，在这里吃得好，身板已经拉开了。倘若不看他的眼睛，乍一看会以为他是个大人。他不知道，其实他也脱不掉嫌疑的。这里面的多数人都脱不掉嫌疑。牡丹微微一笑，知道了。喜郎见他没什么特别的反应，胆子愈发大。那几日就是他主仆二人住在种苗园里，之后雨禾姐姐就发现了有花染病。平日里大家想进这种苗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他们有这机会。就算不是他们干的，他们也定然是知情不报，等着看方圆的笑话。等着看方圆的笑话，吕纯一定会，但吕方会吗？牡丹叹了口气，我知道了，现在你安安心心的做你自己的事情。接下来他看到喜郎回去后，蛮子他们每个人都轻轻拍了他的肩头一下，表示对他这种勇敢的赞同。看来他刚才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思，他通过这种出头进言的方式获得了蛮子等人的承认。但是他最想讨好的李花将却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牡丹走到李花将身边，低声道：李师傅，您觉得会不会是他们？李花将沉默地看了他一眼，轻轻摇了摇头。牡丹隐隐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还好还有个人和他一样不相信吕方是这样的人。假如他的朋友在背后捅他的刀子，借着他的信任给他致命一击，那将是一件多么悲催的事情。可是假如顺侯找不到那个翻墙而入的人，又该怎么办？到那时他也不得不从康儿的身上下手了。娘子，吕氏公子来了，您见不见？阿桃咋呼呼地跑进来，表情神秘兮兮的，仿佛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样。当然见，请他到正堂去坐，我马上过来。牡丹毫不犹豫地回答，准备洗手见客。见蛮子等人表情各异地看着他，便又提高声音交代阿桃，要以礼相待。吕方愁眉苦脸地站在方圆门口，康儿的嘴撅起老长，生气地对着立在一旁对自己主仆二人指指点点，或是拿鄙视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方圆的人做鬼脸公子，他们看我们的样子像看贼，难不成是咱们干的？吕方皱眉道，不得无礼，看看你那鬼样子。有人这样说了吗？有人骂你了？康儿撅嘴道，那倒没有。可是阿桃看到他们都没个笑脸的说，而且还没说让他们先进去。以往都是先让他们进去奉了茶汤，然后才慢慢禀告牡丹，现在却让他们站在大门口等，这算什么呀？要说方圆的人没有怀疑他们，打死他都不相信。他低声嘟囔着，真是好心没好报，要早知道会这样，您就该离这里远远的，这样有什么差错也扯不到你身上。你给我闭嘴！吕方阴沉着脸，固执地看着门口。他不信牡丹也会这样看他，纵然他的确就是那个最该被怀疑的人，但他就是觉得无论谁怀疑他都行，就是牡丹不能。他们原本是知音，在吕纯指使行会做了那样的事情之后，他都仍然能相信他，把花交给他照料，现在他也不该怀疑他。当看到阿桃从里面走出来时，吕方忍不住往前踏了一步，期待而担忧地看着阿桃，就生怕会从他的嘴里说出那句可怕的话来，牡丹不见他。假如真的他不见他，他就只有硬闯了。无论如何，这样的骂名他是绝对不能背负的。吕氏公子，我家娘子请您往正堂里吃茶，他净了手就来。阿桃的脸上看不出有多欢迎他，但也看不出有多鄙视他，行动举止间倒是和往日一样规矩。康儿当即不客气地对着那几个围观他们的人做了几个难看无比的鬼脸，吕方松了口气，欢喜中又多了几分兴奋，他愿意见他，还能以礼相待，说明他没有猜疑他。牡丹很快就来了，她穿着家常的半旧蓝色襦裙，头发挽得很紧实，包着块碎花绸子，一看就知道她适才在打理花。她望着吕方一笑，尽力语态如昔。
十郎，令尊的病好些了吗？他的病不算什么，是心病罢了。吕方见他看着自己笑，心里一热，脱口而出：丹娘，你不怪我。牡丹反而被他这句话给惊着了。怪你？哦，不是。吕方有些语无伦次，或者说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平缓了一下情绪。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怀疑我。牡丹没有说话，只抬眼看着吕方。吕方站在那里，姿势僵硬的扭着头盯着他看，眼睛黑黝黝的，表情很愁苦，又很委屈，还带着一股子害怕。他在害怕他说他怀疑他。牡丹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为什么要怀疑你？你是我的朋友啊。吕方的嘴一点一点地咧开，他冲动地往前行了2步，又犹如被火烫了一样退了回去，道：我终于放心了。可随即他又怀疑地看着牡丹，认真揣摩着她的表情，回忆着刚才牡丹说话的口气，他该不会是敷衍他，其实心里就怀疑他。于是他大声道：我是赶过来帮忙，以证明我的清白的，我不会做这样卑鄙的事情。说完这句话，他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仿佛这样，他就和牡丹又回到了原来的时候。牡丹笑道：我相信你。见到吕方的那一刻，他心里有的那一点点疑虑就全部都消失不见了。他脑子里有个声音坚定地告诉他，吕方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吕方几乎是活蹦乱跳地卷着袖子。那你安排我做事吧，我现在能做什么？牡丹道：既然你主动请缨，那我正好请你帮个忙。你能找到金不言吗？如果你能，请你替我告诉他，我不能履约了，我退他的钱，赔他的钱，请他将这钱去另外订一批货，省得耽搁了他的大事。吕方一愣，真的到了这个地步？牡丹叹道：几乎被毁得差不多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履约了。他本想试探一下吕方，问问他吕纯是不是早就准备了大量的嫁接苗，但话到嘴边绕了几绕，他终究是觉得说了相信他，还这样试探他，不厚道。你别难过，总能过去的。吕方的表情比他还难过。他听外面传得很凶，还以为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此刻听到牡丹亲口证实，他才相信这是真的。雨禾走进来，表情复杂地看了吕方一眼，低声禀告牡丹：李师傅在外头，他想见吕氏公子。吕方闻言，忙主动往外去扶李花匠，表现出12分的尊敬。李师傅，您的病好些了吗？李花匠摆摆手，示意不要他扶，然后就似一根经久风霜的木桩，瘦削而坚硬地立在那里，对着他比了几个手势，大意是，假如他真的想帮牡丹，不如利用金不言想邀请他去杭州管园子的心情，和金不言说，让金不言去订购他们吕家的牡丹，或者是去订曹家花园的牡丹。兴许金不言找到了货源，就不会那么责怪牡丹了。平息一下情绪，不要把事情闹大，这有何难？吕方爽快地回答，可随即他的表情渐渐凝固了。这么多的牡丹，而且是做了特别要求的，如果不是早有准备，谁突然拿得出来？能够拿得出来的，都和这件事脱不掉干系。他沉默片刻，看了看牡丹，又看了看李花匠，脸上露出一个苦笑来。我明白了，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随即埋着头飞快地走了。康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忙追了上去。公子，公子，你怎么又要走了？吕方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他不能原谅吕纯。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吕纯和这件事有关，但从吕纯装病，把他叫回去，不放他出门，又突然改变了对牡丹派去的人的态度，今日一听到他说要来方圆帮忙，就立刻答应了他的这些表现来看，实在是不正常。他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走出方圆，到了隐蔽处，他招手叫康儿过去。你过来。康儿气喘吁吁地靠过去。公子。话音未落，就挨了吕方狠狠一个耳光。康儿只觉一阵天昏的转，一屁股坐在地上，委屈的嚎啕大哭起来。您干嘛打我呀？他跟了吕方这么多年，可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吕方的手都打疼了，看着康儿迅速红肿起来的半边脸，他也心疼，仍然硬着心肠，疾言厉色地指着康儿。你说是不是你？康儿捂着脸哭。不是我，不是我，虽然您是公子，您也不能冤枉我。吕方冷着脸道。你敢发毒誓吗？康儿犹豫了一下，走到一旁跪下，举起手来发毒誓。如果我对公子有任何隐瞒，让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吕方定定地看了他一些，伸手将他拉起来。只要不是你就好。回去吧。想了想，又摸了些钱出来。你拿去买糖吃，算是我和你赔礼。康儿就又欢喜起来，忘了刚才的委屈，高高兴兴地给吕方牵马。吕方看到他心无芥蒂，兴高采烈的样子，心情越发沉重。康儿是只要不是他干的，就和他无关，可以轻轻松松的快活，可自己呢？
不是自己干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自家老爹呢？倘若真是自家老爹干的，他真是无颜去见牡丹了。想到此，他愤怒无比，怎能做这样的事情？怎能这样不顾他？这是要让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肯相信他了吗？吕方愤怒地使劲抽打着马，恨不得两肋生翅，飞到吕纯面前去问个究竟。吕纯坐在桌前，面前铺着纸，手里握着笔，却迟迟不曾落下去。听到外面传来的嘈杂声，他轻轻叹了口气，转过身来面对着门口，镇定地看着愤怒的吕方。你回来了。吕方满脸通红，满头是汗，原本有一股愤怒到无以复加的情绪在他胸中翻腾着，要喷泄出来，可看到吕纯这样的沉着冷静，他也跟着冷静下来，淡淡地道：回来了。吕纯指着面前的凳子，坐，先喝水。吕方哪里有什么心情喝水？他盯着吕纯的眼睛，缓缓道：方圆不能再做金不言那桩生意了，愿意把这桩生意转让给您。吕纯睁着一双死鱼眼，淡淡地道：你试探我？试探不试探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吕方烦躁无比，耐着性子道：总之他是做不成了，不是我家就是曹家，你不会要让给曹万荣吧？儿子是他养大的，屁股一撅他就知道要拉什么屎。吕纯冷笑了一声：你心里已经认定是我做的了吧？来问我这个，不过是为了证实你的猜想而已。父子走到这种地步，实是让人心寒。吕方不说话，谁让上次牡丹花会的时候，吕纯和曹万荣合谋干那种不光彩的事情的？而且不让人卖真木给牡丹，这种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吕纯有些悻悻然：我不服气他是真的，但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你明白吗？我怎么舍得让你的名声受污？你不听我的话，跑去人家那里瞎混，现在混出事来了吧？要叫你回家，还得装病才能把你逼回来。只要不是他就好了。吕方顿时觉得云开日出，情不自禁就露出了笑容，可一想到经过，又皱起眉头。那我是被人陷害了。爹，这次您一定要站出来，帮忙把这个人找出来，这是行业败类，不能容许他再这样下去。他还抱着一个希望通过这件事能让牡丹和吕纯化干戈为玉帛，但他注定要失望。吕纯淡淡地道：他和牡丹不是背景雄厚吗？他那个夫君自然会替他报仇雪恨，也会替你洗清罪名，我们就不要管这事儿了，你别扯进去，等着看戏就好。吕方听他这口气，似是知道些什么的，当下试探道：您是早就知道的？吕纯不说话，相当于默认。他不喜欢牡丹，讨厌牡丹，有人要对他动手，他乐见其成，害人的和被害的自己去斗好了，关他什么事？要不是因为吕方傻乎乎的掺杂在其中，被人栽赃使坏，他才懒得给和牡丹派来的人好脸色看。吕方瞪着吕纯：是谁做的？吕纯没好气的道：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是谁做的？吕方沉默片刻，沉声道：你的心眼比针尖还小，你明明知道有人要害他，却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现在也不肯把那个人说出来，看别人倒了霉，你很高兴吧？真丢脸。言罢恨地将面前的几案一推，转身就往外走。你怎么就判定我知道是谁？吕纯大怒，将手边的砚台朝吕方砸过去。他这是自找的，不懂尊重行会，不懂尊重前辈，一副天下第一志得意满的小人样子，还要独吞这样大的生意，这两京有几个看得惯他的？你以为就是我看不惯他？告诉你，看不惯他的人多的是，光凭这个我就知道他一定要出事，明白了吧？你以后少和他瞎混，你马上回房去，不许出去。上好的砚台把青砖的砸了个坑，墨汁四溅。吕方站定了，淡淡地道：我和他瞎混？爹，您几十岁的人了，说话还是要注意一下的。他是有夫之妇，德性无亏，您污了我的名声不要紧，可污了人家的名声就是缺德，您就不怕报应在我身上？他说着说着就难过起来。你这个孽障，你再说一遍。吕纯气得浑身发抖，这就是他最爱惜的小儿子，竟然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这样顶撞他，刺激他。吕方看到他气成这个样子，有些害怕不忍，心思转了几转，仍硬着心肠道：您做下的事情，儿子要替您去还的，那不是报应在我身上又是什么？话音未落，吕纯的双眼就往上一翻，人就软了下去。爹，你怎么了？吕方吓得冲上前去，将吕纯给扶住，大声喊人：来人，来人，快请大夫。人仰马翻的闹了一回，待到把吕纯安置好，已经是大半夜了。吕方守在吕纯的榻前，无限愁苦。吕纯从晕过去开始到现在，竟然就没醒来过。问了大夫，大夫明明都说吃点药，不要再被激怒就好了的，怎会如此？
他扶到吕纯耳边轻喊：爹爹爹。吕纯毫无生气。吕方重重地叹了口气，坐在一旁发呆。不知过了多久，灯花爆了一声，他被惊醒过来。他抬眼看着吕纯，咬了咬牙，悄悄将簪子取了，望着吕纯的脚底板就是一下。哎呦！吕纯从睡梦中被痛醒，大吼一声坐了起来，中气十足地骂道：哪个短命的？爹，你好啦！吕方迅速收起簪子，激动地看着他。看吧，就知道是装的。吕纯一愣，随即从半梦半醒状态中惊醒过来，他愤怒地抓起一旁的瓷枕去砸吕方。打死你这个不孝忤逆子！你要气死我是不是？我在你身上耗费了那么多心血，你却这样对我。说着说着，他竟然有些哽咽了。吕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任由瓷枕砸在自己的身上。吕纯却又骂起来了：你是死人啊，你就不会躲一下？到底是他最心爱的小儿子。父子二人都没说话，屋子里只能听见吕纯的喘息声。良久，吕纯困难地道：儿大不由爷，我管不了你，你要去就去吧，不过你要答应我娶柳家的舞娘。吕方沉默片刻，道：我答应您。他抬起头来看着吕纯，露出一排白牙。爹，其实您多虑了，我看何夫人就如同看到李师傅一样的，知己难寻，我敬重他的为人，佩服他的手艺，仅此而已。吕纯定定地看着他，但愿如此。你记得你说过的话？吕方微微一笑，记得。天色微亮，吕方就步履轻快地行走在前往曲江池蒋家别院的路上，他要去找蒋长阳，把这件事告诉蒋长阳。顺猴骑在树上，远远地看着草垛上仰面朝天，闭着眼睛晒太阳的那个叫肖二狗的人。肖二狗年纪不大，个子不高，身材清瘦，可是四肢很修长，看着就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已经守了肖二狗整整2天，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没想明白。他不可闻地叹了口气，随即又哑然失笑，像谁？这身板不就是像他自己的吗？他为什么会叫顺猴？因为他身材灵活清瘦，四肢纤长，动作敏捷轻快，所以才会叫顺猴。看来对方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好人才。可是一个在普通人家里长大，10来岁了才出去寻活干的人，能轻易就学到这个份上，轻轻松松就在方圆的围墙上，不惊动任何人的自由出入吗？顺猴私底下认为是不能的。他从小就是冬练3九，夏练3伏，从来没有一天松懈过，才练到这个地步。就算是学杂耍摆戏的，也是打小趁着骨头还软的时候就开学。再看这个人，他家里人说他之前是给一个在寺院里祭毒的举子打杂，因那举子生病，他耐心服侍救了那举子的命，得了一笔酬金，于是一家子终于可以吃上1个月肉的。可他那副懒散样，更像是个在街上瞎混的泼皮无赖还差不多。而且吧，做下这样的事情，还能这样安然的在草垛上晒太阳，高调的吃肉，真是好大胆。但不是他又是谁？顺猴眯缝着眼睛，犹如磐石一样，稳稳坐在树上，一动不动地盯着肖二狗。他相信自己直觉，多年来，这直觉救过他的命，帮过他的忙，几乎没有错觉。肖二狗一直不动，仿佛是睡死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终于动了。因为他面前的苍蝇太多了，吵得他睡不着。他睁开眼睛，盯着眼前一只不停地围着他嗡嗡作响的苍蝇，突然手一抡一抄，就将那只苍蝇给抓住了。他慢条斯理地将那只苍蝇给捏住，把它的翅膀和脚一点点地扯掉，然后对着那只剩身子和头的苍蝇露出一个淡笑，随手将它扔下草垛去了。接着他又是一抡一抄，又抓住了一只苍蝇，扯翅膀，扯脚，周而复始，无一失手。真恶心！顺猴觉得自己的喉咙好痒，同时他也觉得好兴奋。抓苍蝇不是难事，只要认真抓，使劲抓，一天里总能抓上那么几个的。可是要像肖二狗这样稳准很快，无一失手的就不容易了。什么人会有空苦练这种技术呢？一个给人打杂的人会有这样的空闲吗？有闲心，却不见得会有时间；有时间，不见得有这样变态。于是他继续坐在树上，含情脉脉地看着肖二狗。天色一点点地暗下来，太阳一寸寸地沉下去，肖二狗已经把面前的苍蝇给捉光了。他百无聊赖地继续睡觉，而且鼾声很长很大，抑扬顿挫。太夸张了，顺猴轻轻摇头。就在他以为他会这样无限期地等下去，陪肖二狗在这里过夜的时候，一个光着脚拖着鼻涕的孩子终于打破了这种沉默。孩子立在草垛下，仰着头，大着舌头喊：二哥，娘叫你回家吃饭。来了。肖二狗懒洋洋地起身。二哥，你变个戏法给我看。鼻涕孩子拉着肖二狗的手使劲地晃。顺猴的耳朵下意识地竖起来，变戏法。
肖二狗会变戏法。他饶有兴致地等着看肖二狗变戏法。肖二狗警觉地四处张望了一回，笑道：好，就变个不见了的戏法给你看。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半橘子来，对着那孩子晃了晃，然后扔进了他的嘴里。看吧，这就是不见了。那孩子先是一愣，随即嚎啕大哭，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使劲蹬脚。我要吃橘子，我要吃橘子。肖二狗叹了口气，又摸出一半来放进那孩子的口里。那孩子破涕为笑，又缠着他。我不看这个，我要看你飞。哟，揣着2瓣橘子睡觉，不怕被压坏，还会飞，看来身轻如燕呢。顺喉摩拳擦掌。肖二狗把那鼻涕孩子抱起来，大步往前投去。飞什么飞？哥哥哪里会飞？再乱说，以后就没肉吃了，你还会被卖掉，一辈子都没肉吃。快回家，不然三丫他们把肉都吃光了。那孩子就忘了要他飞的事情，满心想着要赶回去吃肉。吃肉，吃肉。顺喉摸着下巴想，小孩子想吃肉啊，这个好办得很。他溜下树梢，活动活动手脚，飞快地往前头去了。夜色沉沉，牡丹和雨禾坐在灯下统计损失，除了要退金不言的定金以外，还要倒赔500万钱，这就已经是将近2000万钱了，还不算他前期垫进去的人工和针木成本，略略一算，赔的真不少。这回亏大了，得多久才能把这钱赚回来啊？他心疼的滴血。林妈妈和宽儿、树儿都不敢发声，只在一旁不时添点水，拨拨灯，弄点吃食。良久，牡丹把手里的笔放下，轻轻叹了口气。赔钱不是难事，他还赔得起，就是不知道金不言会不会来闹事。金不言神神秘秘的，蒋长阳都找不到他，也不知道吕方能不能找到他。阿桃兴奋地在廊下低喊道：娘子，郎君和吕氏公子来了。这个时候赶来，一定都没吃饭。牡丹忙道：快去厨房里看看还有什么吃的，抓紧做了送上去。言罢放了账簿，对着镜子理了理衣服首饰，往外头去。蒋长阳和吕方正低声说话，听见门响，吕方立刻站起来与牡丹行礼问好，蒋长阳却是淡淡的瞥了牡丹一眼，表情似笑非笑的。你还没睡？牡丹下意识的就觉得他的眼神和表情有些不对劲，当下也笑道：我在算该赔多少钱呢？你们怎么碰到一起了？他讨好的看着蒋长阳笑，他猜他一定是生气了，生气他没有先和他说这事儿。蒋长阳瞅了他一眼，暂且放过了他，转而问道：厨下还有什么热食，快弄来我们吃，午饭都没吃的。牡丹笑答：只有糊饼和鸡汤，再下点面汤如何？只要能吃饱就行。吕方含着笑，有些高兴地道：丹娘，这件事不是我爹做的，他愿意按正常的市价出让我们家中嫁接好的种苗给你，你看看还差多少，我们清算一下，若是不够也好另外想办法。说到此，他有些尴尬，可老人家年纪大了，有些糊涂，纵然事情不是吕纯干的，但吕纯等着看好戏，而且抱着等方圆一出事就迅速补上的这种心思时，是让他开不得口。话已经说到这里，就无需再多说了。牡丹微微一笑，也没客气。也行，太感谢了。或者就和金不言说明了吧，一半由你们供，剩下的由我供。你们吕家的牡丹花也是名扬天下的，想来他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他想，且不论吕纯做了什么，终究是吕方替他解了燃眉之急，有些事情能够装糊涂的就装糊涂好了，能够联合吕纯，孤立曹万荣，那是最好的。我们什么都好说，只这个还得先和金不言商量，看他的意思。种花种到他们这个地步，贪图的就是那个名声了。现在的情形是，又有钱赚，还能名扬江南，吕方可以想象得到吕纯一定会很高兴，虽然他不会承认。金不言还是没找到。牡丹探寻的看着蒋长阳和吕方，蒋长阳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吕方很是失望。的确是，他看了蒋长阳一眼，不过程峰说他前2日曾经见过，想来也还会有机会再见到，大不了就是多赔他几百万钱，这笔生意不赚钱了。牡丹点头称是，想不到吕纯的不安好心，最后竟然成全了他，成了他的替补货源。其实吕方真是个好人。想到此，他望着吕方微微一笑，多亏认识了你。吕方有些羞窘，是我父亲给你添了许多麻烦，多亏你不和他计较。蒋长阳在一旁看着他2人，一个望着一个笑，分明一副知己模样，心里颇不是滋味，哼了一声：你们别在那里谢来谢去的了，这件事我必然要查个水落石出，该赔的赔，该进大牢的就进大牢，我要叫他从此不能再碰这牡丹花，休想在这京城立足。少卿，吃食送上来。2人吃了别过，各自安歇不提。宽儿和树儿利落地将屏风围上，把被子和枕头铺陈好，就退了下去。牡丹盥洗完毕，
一边梳头，一边看着游自歪在坐榻上翻看账簿的蒋长阳笑道：“洗了睡啦，当心水凉了。”蒋长阳不理他，牡丹便扔了梳子，厚着脸皮过去靠着他，拖长声音道：“叫你睡了，水凉了。”蒋长阳斜睨着他：“你叫我睡了？”牡丹点头：“嗯。”蒋长阳道：“你为何叫我睡了？”牡丹指着窗子：“因为天黑了，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蒋长阳收回目光，木着脸淡淡地道：“睡不着？不睡。我要看看你这个能干的人赚了多少，赔了多少，还有多少家底。”牡丹心知肚明他是在找茬，当下放软身段，钻入他怀里，紧紧抱着他的腰，低声道：“别生气了，我也是想着你太忙，不想让你分心，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自己做了。好几天不见，你不想我吗？”“不想。”蒋长阳将账簿一合，酸溜溜地道：“不想让我分心就不和我说，我自家的事情还要一个外人来和我说。算了，不想和你说。”随即将牡丹拉起来坐好：“你不想和我说没关系呀，我想和你说。”牡丹死皮赖脸的赖着趴在他身上不起来：“我累了，不想动。”蒋长阳沉着脸看着他，牡丹眨着眼睛无辜的看着他：“我也没想和他说，是他自己跑来的，他怕我们以为是他。”见蒋长阳没什么反应，他忙又道：“其实我们也查出点消息来了，现在至少知道不是吕家了。而且我知道是有人从围墙翻进来的，这个人身手很灵活，那个可疑的人也找到了。顺口说，再过2天就知道了。”蒋长阳沉默不语，就听他叽叽呱呱的说个不停，听他提到顺口，冷哼了一声：“你不提他我还忘记了，我决定打他10板子。”牡丹猛地打住话头：“为什么呀？”蒋长阳淡淡地道：“不为什么，就为了他没按我的吩咐办事。你也别替他求情，军令如山，一定要打。”牡丹咬着唇讪笑起来：“你骗我呢，你才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说着抱住他的胳膊不停地晃：“松手，骨头都被你给摇散了。”蒋长阳被他晃得头晕脑胀，伸手给了他一个暴力，板着脸道：“这次的事情就算了，下不为例。”牡丹忙笑道：“妾身伺候公子爷洗漱。”蒋长阳看了看他的小腹，叹道：“罢了，我就是苦命，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公道都不能讨回来的。”二人并肩躺好，蒋长阳轻声道：“明日把人都放了吧。”牡丹眼睛亮了：“你有安排了？得幸。”蒋长阳白了他一眼，很拽地道：“你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前几日一来是忙不过来，二来也是需要时间，现在你且等着看我怎么替你收拾这个残局。”夜色苍茫，整个世界漆黑静寂一片，连虫鸣之声都听不见。一条身影快捷而无声地行走在田间小埂上，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可以听见水流的潺潺声。靠近水流，就相当于接近了大路。他轻轻松了口气，加快了速度。即将转到大路上时，突然觉得一阵热风从他耳边轻轻吹过，他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敏捷地往旁一闪，迅速回头。这一看不要紧，一个全身白衣白裤的人站在他面前，他看不清脸，只能借着夜光看到那个人全身上下的白。那个人在笑，声音有些沙哑：“二狗，你要去哪里？”肖二狗沉默不语，警惕地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有热气，就是活人，不是死人。你别怕，我只是独自一人走夜路害怕，就想约个伴。那个人见肖二狗不说话，便伸手去拍他的肩头，肖二狗犹如一只受了惊的小鹿，飞快往旁边一闪，躲了开去。你是谁？你要做什么？躲得挺快的，身手不错。那人嘿嘿直笑。我不告诉你，除非你和我同路。肖二狗一言不发，转身就跑。你别跑啊，我不是鬼。那人拔足狂奔，咬得死紧。肖二狗咬着牙，不停地往前跑，他不用回头也能感觉到那个人就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只要他一停下就会被那人抓住。1炷香的时间过去了，2炷香的时间过去了，那个人丝毫没有停下来或是慢下去的迹象。见鬼了！肖二狗知道自己一定是撞上了对手，他皱了皱眉头，突然停住，转身往来时的方向，也就是村子里狂奔。咦！那人停住脚，发出一声惊异的感叹，随即又转身追了上来。肖二狗大声道：“别追我，我不会和你同路的，我不去了，我回家。”那个人说：“我正好也回家，咱们还是同路，做个伴吧。”肖二狗大声道：“我要喊人了，不怕的就只管追上来。”那个人笑道：“真是个好苗子，跑得这样快还能不停的废话，还敢跑回去，心思不错，真是舍不得。”肖二狗警觉地道：“舍不得什么？
话音未落，就听耳畔一阵凉风，一股极其冰凉的寒气贴着他的耳朵砍了下去。是刀！有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迅捷无比的一刀朝他劈了下来。啊！肖二狗一声惨叫起来，他的肩膀，他的胳膊，他的命。而那刀锋却恰到好处地停在了他的肩头上，没有往下。冰凉的刀背贴着他的脖颈和耳朵，在深秋的夜里显得寒彻心骨。刀的主人淡淡地道：是不是很怕？肖二狗死里逃生，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下意识地拼命点头，上牙和下牙磕成一片，却还记得抖着嘴唇道：你们两个欺负我一个，不要脸。出乎意料的回答，通常人都是不说话，或者直接晕过去了，或者拼命点头，他却是骂人不要脸。刀的主人轻笑了一声，将刀缓缓收回，对着早就停在他身后的那个人道：顺猴，他说你不要脸呢。顺猴笑道：公子爷，您确定他是说小的吗？蒋长阳笑了笑：我确定他说的人就是你。肖二狗听到这两人的对白，心里寒凉一片，一言不发，又换了个方向继续跑。蒋长阳眼疾手快，一弯腰将刀背一抡，狠狠砸在肖二狗的胫骨上。娘！肖二狗立时扑倒在地，抱着腿痛苦地呻吟起来。蒋长阳冷笑：想不想试试断腿的滋味？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认了就是死路一条。肖二狗豁出去了：我什么都没做，你们凭什么？他扯开嗓子要喊，却被人塞了一嘴的泥巴。那个新加进来的人恨恨地往他身上踢：爷踢死你个王八蛋，害得爷被人冤枉死了。顺猴儿叹道：别呀，吕氏公子，您这样让他怎么说话？言罢好心地替肖二狗掏口里的泥巴，顺带夹住他的舌头往外拖，变戏法似的从袖口摸出一把匕首放在上面，叹道：现在就看你说不说真话了。爷们要是想让你死，保证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包括你家等着你卖肉吃的小弟小妹。肖二狗全身颤抖成一片，他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提刀的那个公子爷，举起手来对着公子爷小心地比划求饶。公子爷冷漠地看着他，漫不经心地撩起袍子来擦了两下刀。你要去哪里？顺猴不等他回答，又自言自语地道：你是不是要赶早回城去买点啥？或者是要走亲戚家？肖二狗拼命点头。扑哧，顺猴一声笑起来，将刀在他的舌头上刮了两下，激起肖二狗一身的鸡皮疙瘩。顺猴轻声道：你太不爱惜你这条命了，既如此，我也不替你爱惜了。他手的匕首换了个方向，狠狠一刀插在肖二狗的大腿上，肖二狗的舌头被扯住，发出一声怪异的惨叫。吕方听见了，又是一把泥巴塞了过来。顺猴缩回手，似是有些埋怨吕方的道：怎么不塞个石头？一口崩了他几个牙。肖二狗疼得紧紧抱着伤腿抖成一片，却始终没有做出遍地打滚、哀声求饶之类的事。蒋长阳冷眼看着他，淡淡地道：还算一条硬汉。罢了，我也不为难你，你把你知道的都说了吧。如果你不说，刚才这个只是开胃小菜。肖二狗沉默不语，却又见蒋长阳将一团绳子扔在他脚旁，沉声道：记得这个被你埋在树下的飞毛吗？听说你的跳丸表演的不错，抓苍蝇也是个1等1的能手，还学过绳技。我看你是条汉子，才给你这个机会。我数3声，1、2，你们要保证别害我家里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肖二狗抢在他数第3声之前，一口气说了出来。华灯初上，平康坊内的一间酒楼内，灯红酒绿，衣香鬓影，丝竹管弦，嬉笑歌唱之声不绝于耳。曹万荣怀里抱着当季最红的歌姬，喝着10洞春酒，半眯着眼听对面醉眼迷离，正唾沫横飞的大胖子说话：曹兄弟，你听过曲无知肥羊吗？不等曹万荣开口回答，胖子又自顾自地道：不用问，你从那种地方来的，又是那样发的家，想来一定没听过，更不要说吃过。这样的富贵，若非皇家公卿，巨富大贾不要想。他从那种地方来的怎么啦？是那样发的家又怎么啦？他从小困苦都能够走到今天，比这个给人做奴仆的死胖子强上100倍1000倍都不止。可是他现在需要这死胖子。曹万荣压下心头的怒气，恭敬地道：胡爷您说的对，似我这样的人怎会见得着这样的繁华富贵呢？您说给兄弟听听，让兄弟也长长见识。胡爷却不急着说了，他抽动着油汪汪的鼻翼，把手里的半只鸡腿放下，将那油汪汪的胖手在怀里歌姬丰满的胸脯上使劲捏了几把。歌姬尖叫起来，粉拳娇媚地捶打着他。讨厌，死胖子，你弄疼人家了啦！看吧，人家刚做的春水绿缎子抹胸，又给你这油手给糟污了。你赔人家？赔？你曹大爷多的是钱，难道会嫌你这小小的抹胸贵？
胖子不以为意，哈哈大笑，全身的肥肉都抖动起来。歌姬一边斜眼看着金主曹万荣，一边娇媚地揉着胖子胸前的肥肉笑道：胡爷，奴家最爱胖人儿，您这身肉挨着真舒服呢，特别是在这深秋的夜里，让人心里身上都不觉得冷了。瞧这小嘴儿多甜多会说。胡爷撅着油汪汪的紫色厚唇，在歌姬涂成大红唇样式的朱唇上香了一口，回头对着曹万荣继续刚才的话题。殿下府中大宴宾客时会上无脂肥羊。何为无脂肥羊？先取50只上等肥羊，一一当着其他羊的面杀死。胡爷并掌为刀，使劲砍了桌子一下，激动地颤抖着下巴上稀稀拉拉的几根鼠须。知道吗？当羊看到同伴在自己面前惨叫流血而亡，就会吓得全身颤抖，哀鸣不已。这还是次要的。胡爷停下来饮了一大口酒，才又继续道：这只是表面，实际上奥妙在里头。他们害怕肥脂就会融化流入肉中，待到剩下最后一只羊的时候，便是极度的肥而且没有油脂的。他眯缝着眼睛，以极其夸张的声调道：50只肥羊才能有一只啊，当今之世有几个人能吃得起？这是何等的富贵！曹万荣心动了，他带着12分的恭敬道：不知道是何等的美味。可你算是问对人了。胡爷骄傲地道：当时我正伺候殿下，殿下喜我伶俐，把他盘子里吃剩的肉赏了我。他陶醉地眯缝着眼睛，那味道则难以言表啊，难以言表。却听有人在门口淡淡地道：其实这味道在下也曾经有幸尝过，不过就是比普通羊肉肥嫩一点而已。胡爷和曹万荣一起回过头去，只见门口立着一个长得比他们怀里的歌姬还要美丽10分的男子，斜靠在门口，淡淡的笑着，笑得风情万种。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炫耀行为被打断，胡爷眯起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斜睨着门口的人，非常不高兴。在下名不见经传，人称顺猴。那人笑嘻嘻的走到胡爷身边坐下，自顾自的拿了酒壶，直接就往口里倒酒，笑道：胡爷，我和曹兄有点事要办，要委屈您回避一下了。胡爷您别理他。曹万荣的眼皮有些控制不住的跳起来，他重重的哼了一声，冷笑道：哪里来的贱奴，竟然敢跑进来胡言乱语？这也是你来的地方。来人呐，把这个不知轻重的东西给我插出去。这人他见过的，是何牡丹的随从。插出去。曹万荣，你找了条恶犬做干爹，就把自己也当人家豢养的小犬了，看叫得多欢呀。顺猴将酒壶一扔，冷声道：来人，把这个敬酒不吃罚酒的东西给我带走。门口呼啦啦的奔进来3、4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冷着脸如狼似虎的朝曹万荣扑过去。他们推翻了桌子，酒菜杯盘碗盏跌得满地都是，歌姬们吓得鬼哭狼嚎，一起往外奔逃。他留在外面的人呢？曹万荣全身出了一层薄汗，一颗心似要跳出胸腔，他拼命挣扎着大喊：凭什么？你们是什么人？胡爷，您不能看着别人这样欺负我呀！敢在我面前横的人还没有几个。来人！胡爷冷笑着拍了拍胖手：我倒是要看看，这是谁家养的小狗，竟敢在这种地方汪汪叫，不要命了！6、7个带刀的灰衣豪奴奔将进来，见状一言不发，提起刀就朝那几个壮汉身上招呼过去。曹万荣顺着墙角往外溜，却见那顺猴身形一动，一把锋利的小刀就放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正想挣扎，腰窝里就被重重地砸了一下，疼得他全身酸软，半点力气都没有。顺猴大声喊道：那位办案不怕死不怕麻烦的只管上来。那位！曹万荣的眼皮抽动了几下，什么时候和牡丹和那位扯上关系了？他求救地看着胡爷，嘶声道：胡爷，他骗人的，他是蒋家的奴才，我亲眼看到的。胡爷却微微一摆手，令手下的停住，眯缝着眼睛看着顺猴：你是那位的人，可有凭证？顺猴给一个壮汉丢了个眼色，那壮汉会意，摸了块腰牌扔过去。胡爷验过无误，淡淡地道：不知我们闵王府的人怎么招惹到那位了？你不说清楚，我没法和殿下交差，殿下问将起来，叫我怎么回答？曹万荣听到他说自己是闵王府的人，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就不信这些人敢和闵王府对上。却听顺侯微微一笑：不是招惹，而是办案。殿下若是问起，就请胡爷实话实说好了。我们怀疑他和前些日子的那5条命案有关，请他去协助一下。胡爷的脸色微变，轻轻往后退了一步：你们瞎说什么？你们这是陷害忠良，挟私报复。曹万荣大惊失色，挣扎去求胡爷：胡爷，我冤枉，我的为人您最清楚不过的。胡爷却看着他淡淡地道：你若是没做，不会冤枉你的，安心的去吧。
那位也是讲道理的，上头还有圣人呢。曹万荣接到他的眼色，心里有了底，遂不再挣扎，推了顺侯一把。放开，我自己会走。顺侯也不生气，笑嘻嘻的朝胡爷做了个揖。得罪啦，承让，承让。一转眼就恶狠狠地咬着牙道：把疑犯给我绑起来。眼看着顺侯等人将曹万荣给推了出去，噔噔噔下楼去了。胡爷眯着眼睛想了想，道：走，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闵王去，就等着抓蒋长阳的小辫子吧。以公谋私，挟私报复，这就是他蒋长阳干的好事。冷风夹着细雨，绵延不停，很快将夹衣给浸湿，雨水顺着头发淌下来，又落入衣衫里，如此反复，若是平常人，早就冷得全身发颤了。曹万荣却半点都不冷，他全身冒着热气，拼命地跟在顺侯的马后头奔跑。顺侯的马跑得并不快，但单靠他的2条腿是跑不过4条腿的马的，而且又是在这该死的泥泞中，稍微一松懈，就意味着更大的苦难。曹万荣心里把蒋长阳和牡丹咒骂了无数遍，却也无法从中获得更多的力量，让他的肺和腿轻松一点，跑得快一点。体力还真不错。顺侯等几人对视了一眼，嘻嘻一笑，抽了马屁股一鞭子，马儿突然加快了速度。曹万荣不防，也没应对这种事情的经验，一下跌倒在泥地里，糊了满口的泥浆，门牙也断了半颗。曹园主，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天黑路滑，畜生又不听话。我本想请你上马骑着，可这又不合规矩，是不是？顺侯好心地停下，等他爬起来站好。曹万荣想破口大骂，却想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硬生生将这口气给咽了。他以为最坏不过是挨顿打，果然也挨打了，却没想到这顿打挨得如此实在，花样如此之多。最可怕的是，他除了断了的那半颗门牙以外，其他地方都看不出伤痕来，只是指头轻轻一触，全身就疼得要命。半夜时分，当他疼得只能出气不能进气，痛苦的几乎想把他们想给他安的任何罪名都承认的时候，他终于见着了蒋长阳。看到蒋长阳的身边站着的肖二狗和另外几个人，他大骂起来：姓蒋的，你挟私报复，你会后悔的。蒋长阳根本不理睬他，一抬下巴，一人上前道：是他，命案发生那日就是他给付的钱。另一人道：看到他和死了的那位客人说过话。又有一人道：那天看到他在附近晃悠，看着就不是个好人，果然不是好人。听到没有？蒋长阳阴险地笑着：谁还敢沾染你？估计你是不知道死的那个是什么人。他贴在曹万荣耳边低声说了2句，见曹万荣的瞳孔骤然缩小，随即别有意味地看了身边的肖二狗一眼，缓缓道：当然，我想你是认得这个人的，是死是活，2选1。天刚亮，曹万荣便和他的供词被移送到了京兆府。蒋长阳的原话是：这事儿是通过另一桩案子带出来的，是关他家里的人和事，他不好处置，请京兆府的人依法处置。当着京兆尹的面，曹万荣承认因为嫉妒，一直伺机报复牡丹。在金不言向方圆购买了大量牡丹之后，他就一直物色人选，准备叫牡丹吃个大亏，摔个大跟头。他和街上的泼皮无赖一直有来往，于是通过他们买通了学杂耍的肖二狗，让肖二狗借着飞毛偷偷爬进方圆的种苗园里，恶意毁坏里面的牡丹，还试图嫁祸给吕方主仆，下药迷昏雨禾，趁着郑花匠回家的机会煽动收买郑花匠散布流言等等。人证物证俱全，以偷盗罪论，曹万荣除了被判赔偿方圆所有的损失以外，剩余的家产没关，流3千里。而他一直苦苦期盼着的闵王府的人则销声匿迹了。消息传出，吕纯立即跳出来宣布，曹万荣是牡丹种植行业中的败类，他自己从前受了他许多挑拨蒙骗，对牡丹多有误会，愿意和牡丹冰释前嫌，请牡丹入行会，做副行头。牡丹含笑翻看着面前那张散发着馨香的金泥帖子，轻轻摇头。这个吕纯真是老奸巨猾，这个什么行头他是不会做的，也不感兴趣，只要能和平共处就是最好的了。林妈妈不由感叹，真是没有想到曹万荣会有这么大的胆子，阴损至此。从前也就罢了，现在牡丹可是嫁了官家呢，他怎么还这么大胆？顺侯笑道，因为他认为闵王府会给他撑腰。那个胡胖子是闵王身边最得力的人之一，他塞给了那个不少好处，甚至送过女人，求的就是一个庇护。至于那些人吗，自然也是各有想法，等着看热闹的也有，想借机抓点错处的也有。许多人都以为蒋长阳会利用手里的权力把曹万荣给弄死，偏偏蒋长阳就没有，最终选择了正当的途径，这让很多人十分失望。但从曹万荣这方面来看，他最不该的就是不知道蒋长阳是内卫，显然他是被人故意隐瞒了。
牡丹轻轻出了一口气，现在方圆这里的事情，除了金不言还没联系上以外，其他一切都终于顺当起来了。曹万荣倒了，吕纯和行会终于接受了他，以后他再不用苦思冥想怎么杀出重围了。雨禾笑道：那个叫萧二狗的小毛贼呢？怎么没听说要怎么处置他？顺猴儿道：他不过就是个有一手技艺的穷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的人可以吃肉，弟妹不会被卖。关他1-2年，让他吃点苦头，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会是个可用的人才。倘若不是因为遇上了他，萧二狗很有可能跑得掉。没过2日，吴玉贵的死也有了些端倪，各种迹象竟然都指向宁王。秋雨结束，接着一连晴了6-7天，街道上的泥泞全都干了，可槐树的叶子也落得差不多了。放眼看过去，四处都是光秃秃的枝丫，风一吹过，就看到那些枝丫颤抖着，让人也觉得跟着冷。这意味着冬天就要来了。何家这2天在分家，或者是说分家不分业，大郎薛氏留下来和何志忠、岑夫人住在一起，其余以下全都搬走。最先搬走的人是二郎一家，白氏嘴里虽然不说，心情却非常好，力所能干地指挥着下人搬东西，妯娌折侄女们来自请帮忙，他也老实不客气地接受了，把一应事务安排得妥妥当当。遇到这种事情，最欢喜的就是孩子们，兴奋地跑进跑出，问午间做什么吃，晚上又吃什么，都有些什么客人来，忙得不亦乐乎。其余人都出去帮忙了，只剩岑夫人这个老人和牡丹这个特殊人坐着喝茶吃零食说闲话。岑夫人一手撑着下巴，眼神有些迷离。之前嫌这家里窄挤，以后就要嫌宽冷清了。一大家子20-30口人突然散得只剩几个，哪怕就是夜里也会觉得身上要冷许多。牡丹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便笑道：又不是去多远，经常都可以回家陪你的。待到何红、何如成了亲，自然就又热闹起来了，只怕到时候您又觉得吵了呢。岑夫人轻轻摇头，再孝顺的儿子，只要单独有了自己的家，就不会经常回家了。逢年过节10天半月肯来一趟的，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承认或是不承认，心里记挂小家和自己的妻儿总是要多一些的，哪怕就是他自己也是如此。老人的这种心情没有亲身经历过，无法体会，就算是怎么安慰，也会觉得安慰的话很苍白空洞。牡丹索性绕开这个话题，听说朱国公府给你们送了请柬来。谁送来的？岑夫人淡淡地道：是他家大总管送来的。牡丹心情很不爽，何家和蒋家是理论上的亲家，但蒋仲等人就从来没有亲自上过门。蒋长义要成亲，这样的大事按理怎么也该家里的正式成员上门来请才对，就让个管事送来，这是不把何家看在眼里呢。说不定送这请柬，他家还觉着是给何家人赏脸了。牡丹越想越不舒坦，既然这么不懂礼节，就不必去了。荒唐！何志忠烦躁地从外头走进来，先轻轻瞪了牡丹一眼，随即夺了岑夫人的茶杯，把里头的茶汤一饮而尽，然后坐着生闷气。岑夫人拍了他的手一下，嗔道：又不是没杯子了，干嘛抢我的？我渴得紧了。何志忠压下心头因为儿女散去而引起的伤心和难过，道：他家不懂礼节，我们却不能让人笑话我们，我们要给你和程风撑这个脸面。我们商量好了，礼后后递送，人就不去了。他家不肯见面，他们自然也用不着赶着去见面。礼数到了，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行。牡丹不值，没必要送多厚的礼，随大流，过得去就行。多送了人家也不会觉得咱们好，那和肉包子打狗没什么区别。朱国公府这样对何家，比10倍这样对他还要让他生气。但是送少了一定会觉得咱们不好。何志忠淡淡地道：我不是为了让他们心里舒服，我是为了让外面的人不轻看程风，不轻看你。牡丹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他心里就是不舒坦。岑夫人见状，微笑着磨砂牡丹的手背，轻言细语地道：别为这种小事情生气，你现在最紧要的是修身养性，敢善则善，敢恶则恶，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跛，不识邪位，不履左道，歌不正不实，席不正不坐，目不视恶色，耳不听迷声，口不出傲言，手不执邪气，夜则诵经书，朝则讲礼乐。这样生出来的孩子才会形容端正，才得过人。虽然咱们没那么讲究，但你好歹也得多注意一下。你别不信，娘这是过来人了，娘怀着你们兄妹的时候都是这样。从前张氏怀着孩子的时候就特别重视胎教，一听到六郎说读怎样的时候，都是不动声色的就走了开去。当时他还觉得张氏真谨慎，现在轮到他自己了，果然也该谨慎。牡丹笑起来，自己宽自己的心。我不生气啊，不生气，不值当，就当是丢了。
何志忠见他母女二人不说了，方道：最近程峰还那么忙吗？语气中透着几分亲昵。他自听说那日六郎离家之后，蒋长阳追了去，和六郎说了好一些的话，心里就觉得对蒋长阳又亲近了几分。难得这孩子不骄傲体贴，真心把他们当亲人看待。牡丹点头，还是忙得很，要不然我也不会还留着英娘和荣娘，今天她也不能来，让我给二哥二嫂赔礼了。二哥和二嫂都说不怨他。何志忠叹了口气，我们都帮不上他什么忙，只能是让他多注意身体。说起来，我昨日遇到刘畅了，他对我竟然比从前还恭敬几分。他轻笑一声，这人真会变吗？不过再怎么变也没程峰好。岑夫人责怪地看了他一眼，糊涂了，提那种人做什么？还拿程峰和他比，能比吗？是糊涂了。何志忠抹了一把额头，他也知道不该总拿这二人相提并论，但总是不自觉的就会比较了。忽听薛氏在外头笑道：吉时快到了，二郎和二弟妹他们已经先过去了，咱们也赶紧走吧。于是众人坐车的坐车，骑马的骑马，把搬家需要的东西一一抬着，浩浩荡荡的往二郎的新家而去。到的门口，早见好些亲戚好友都在外头候着了。李满娘热情地招呼着众人，安排年轻人和孩子们要怎么按规矩办事。岑夫人看到他心情就极好，笑道：你李家表姨从来就是这样热情的脾气，我都说了有这么多人操心，她和我只需要等着玩就好，偏她不听，跑进跑出的忙。罢了，我们这些老骨头又还有几日能忙的。于是下了车去和李满娘等几个熟识的亲戚好友一道站了，说笑起来。牡丹上前问了好，就退到一旁看热闹。他不由得想起当初李满娘搬家之时的场景，那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他现在的日子，也没想到第二年他的肚子里就会揣上了这么一个。他轻抚着小腹，脸上浮出一个甜蜜的微笑来。忽听有人在一旁笑道：丹娘，却是59娘。她穿着香色的夹襦，佩淡紫色的巴弗罗裙，头发挽得高高的，妆容精致，风度天成。虽然小腹微凸，可整个人看上去却很是赏心悦目。你也来了。牡丹高兴地拉起他的手，你身子不便，就该在家好好养着的。59娘反手握住牡丹的手，亲昵地道：这是喜事呢，我怎么都要来的。行之本来也要来，可他临时有差事，来不了。他没提李元和崔夫人，牡丹也就识趣的没问，转而笑道：我看你的脸又圆了，白里透红的，是不是吃得特别好？59娘笑着打量了牡丹还什么都看不出来的小腹一眼，贴着他的耳朵轻声道：我都听说了，你还打趣我，你就不怕我也打趣你？想到那日听李满娘说牡丹有了身孕，自家公婆非常吃惊，想说什么，可当着他的面又不好说，理性却是埋头吃饭，一言不发，他的心情就微微有些复杂。不过他自己也是要做母亲的人，看到牡丹也遇到这样的好事，还是打心里为牡丹高兴。牡丹抿唇笑起来：我不是关心表嫂吗？你干嘛还要打趣我？我不打趣你，我恭喜你。59娘看了看牡丹的周围，状似无意地问：怎么不见程峰？他有事。牡丹不欲多谈，便扯着59娘看热闹。看啊，吉时到了，水竹入户了呢。59娘轻轻道：你还记得去年公母搬家吗？那时候还请了我们来做客，我就是在那一次认识你的。当然记得。牡丹微微一笑，调笑道：我也正在回忆当时的情形，要是知道你会是我表嫂，我早该对你更好一点的。59娘轻轻叹了口气，欲言又止。牡丹见他仿佛满腹心事一般，也担心会和自己有关，问都不敢问，只陪着他站在那里看热闹，不敢多话。不多时，搬家仪式完成，二郎夫妇摆上席面，隆重招待众人。岑夫人和几个老人家朝牡丹招手，示意他往那边去坐。牡丹刚挪了挪步子，59娘就拉住他：丹娘，咱们说说话好吗？我有话想和你说。牡丹见他眉间微蹙，看着似是十分忧虑的样子，不敢大意，忙朝岑夫人摆了摆手，表示他不过去了，笑道：表嫂你请说。59娘轻轻咬了咬唇：我有事要请托你。不过在说之前，我要先声明，这事和你表哥无关，他什么都不知道。牡丹叹了口气：你说。我们那边去说。59娘指指不远处的一棵树，又平退了身边的丫鬟婆子：你们在这里候着。牡丹心里七上八下的，也只好平退林妈妈和树儿，与59娘手挽着手一道往那树下去。真是牵着亲戚家的一个小孩子过来，见状便道：开席了呢，你们还要去哪里？人也不带一个。59娘笑着敷衍道：我有些不舒服，在那边去站一会儿。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不要人多问的样子。真是的，眼珠子转了两转，
便笑。那丹娘好好照顾你表嫂。牡丹点点头，与19娘往树下站定了。吴19娘温和的一笑，有些不自在地道：丹娘，我想求你帮个忙。原本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但是没其他办法。你知道你表哥的脾气，他常说你特别不容易，最不愿意给你添麻烦，若知晓我来寻你，定然不喜，要发脾气，所以你若是能帮就帮，不能帮，忘了就是。李姓说自己特别不容易，最不愿意就是给自己添麻烦。吴19娘这是间接的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李姓的情，只是她很会说话，不至于让人听了心生反感，反而有些感慨。其实她不用提，只要能帮自己，必然会尽力的帮，这事想来她也是很清楚的。这样说，定是这事儿不好办。牡丹微微一笑，表嫂，有什么话你不妨直说，能够帮的，我不会推辞。吴19娘闻言笑了，轻声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前些日子宁王府一个要紧的奴才和殿下的一方印章不见了，你表哥追查了许久也没找到任何踪迹，怕流落出去惹出什么大事儿来。他要强，不许和你们求助，只顾自己没日没夜的苦拼，不过10多天功夫就瘦了一圈。我想着咱们是亲戚，能帮不能帮的，问问也不会怎样，不知程峰可不可以帮忙找一下一个要紧的奴才和宁王的一方印章。牡丹直觉这事儿不会这么简单，不知是吴19娘因为心疼李姓而自己生的主意，还是李元只是他来问的，又或者是那位即将成为宁王正妃的秦阿兰。毕竟吴19娘和2任宁王妃的关系都很好，他拿不准这中间有什么机锋，只是下意识的觉得不是什么轻松事，不然吴19娘也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和自己提这件事。但不管怎么说，是关宁王府，就由不得他不小心作答。他记得很清楚，当初李姓曾经替宁王传过话，被蒋长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牡丹看向吴19娘，19娘的眼睛亮亮的，带着几许期待，几许忧虑，还有些微试探，轻轻道：丹娘，你觉得我这话对不对？能帮不能帮，你让程峰直接给我回话，不能帮我也不会有想法。他觑着牡丹的神色，添了一句：不方便帮忙找，帮忙打听点消息也是一样。牡丹沉默片刻，道：表嫂你说的对，我们是亲戚，能帮的都要尽力，不能帮的也要互相理解，我会尽早给你回话。虽是这样说，但牡丹并没有大包大揽，而是留了很大的余地，特别是说了不能帮的要互相理解，这说明不会达成愿望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话已经说到这里，确实不能再穷追不舍了。吴19娘有些失望，轻轻叹了口气，随即又笑起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给牡丹行礼：我先谢谢你了。牡丹也还了他一礼，自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当初表哥也帮过我们不少忙呢。走，先吃饭去。席间的欢乐热闹自不必细说，见牡丹与吴19娘坐在一处，好几个长辈长嫂便都拿他2人开玩笑，又教他们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牡丹也就罢了，和这些长辈长嫂惯常都是相熟的，吴19娘则是一一谦虚有礼的应了，又语调欢快地夸奖其他的小孩子，表现得很是大方，讨人喜欢，半点五姓女的架子都没有，于是又得到众人交口称赞。饭吃了一半，吴19娘突然捂着嘴迅速背过身去，表情很是痛苦。牡丹知她是有了反应，忙递水给她，替她抚背。吴19娘忍了忍，起身赔罪道：对不住，我不能陪各位长辈嫂嫂妹妹们吃饭了，我往后头去坐坐。牡丹忙道：你想吃什么？我让厨房给你单独做。吴19娘摇着手：人多是多的，不必给他们添麻烦，我忍过这一头就好，我也不饿。随即抱歉的一笑，扶着丫鬟的手往后头去了。牡丹便招手叫淑儿上来：你去厨下问问有什么清淡爽口的，做了给李家少夫人送过去。淑儿领命去了，没多少时候回来复命，却道：夫人请您去一趟吴19娘中途退席，那是没办法，自己这会儿要是再退席就太不礼貌了。牡丹便道：你去和夫人说，若不是急事就再等等，等席散了再说。岑夫人那里也就没了回音。少卿席散，牡丹这才往后头去见岑夫人，薛氏等人正围着岑夫人说话，一家子笑嘻嘻的。牡丹便道：说什么好玩的，这么高兴？李氏细声细气地道：再说以后大家每逢1、5、9都要回家陪爹和娘吃饭呢。牡丹便笑：那是好事儿呀，我要是有空也要回家来凑这个热闹。左右一张望，李满娘和吴19娘都不见了，便道：李家表姨和表嫂往哪里去了？我让厨下给表嫂单独做吃的呢。岑夫人道：她不舒服，你李家表姨先送她回去了。随即给薛氏等人使了个眼色：丹娘，过这边来坐，我有话要问你。
薛氏等人便都纷纷往外头去了，只留母女二人说话。岑夫人道：我本待些会子散了席才和你说，但又怕你被事儿耽搁了，先走了。我听说19娘要请程峰帮忙。牡丹苦笑道：是有这回事。19娘和您说的，中途退席是因为担忧自己不肯尽力，所以又特意来寻岑夫人再上一道保险吧。可见他是多么希望蒋长阳能帮这个忙，或者说他和他身后的人是多么希望蒋长阳能站在宁王这一边。李元和崔夫人给李姓挑的这个妻子真是挑得很好，出身高贵而无傲气，文雅大方又知书达理，并且真能在李姓的前途和事业上给李姓很大的帮助。岑夫人叹了口气，我听他略略提了提，也没说详细，但我想他们家还是第一次开这种口，你们若是能帮的就帮一把，到底李行之也曾经帮过我们那么多的忙呢。撇开这层亲戚关系不谈，咱们也不能让人说忘恩负义。主要是19娘的这个要求和李姓曾经帮过牡丹的那些忙比起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不就是帮忙找个人和一方印吗？道理是这样，但这个忙不只是找个人那么简单的，我也希望能帮得上这个忙，可我不知道这中间有些什么事，他们那些关系搅来搅去的，复杂得很，我得先问问程峰的意思才好回话的。但我想他若是能帮的，也不会推辞的。牡丹为难得很，吴19娘其实有些偷换概念了。现在看着似是李姓办差办不好，需要帮助，其实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宁王，当然宁王倒霉李家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可这个忙却不是那么好帮的，也不是谁欠谁的人情来讨人情就能办到的。虽然为难，他也并不愿19娘假借孕土偷偷跑来找岑夫人，毕竟事关全家和好友的利益，当然该想尽一切办法，这是人之常情，非常正常。岑夫人见他一脸的为难，语重心长地道：话是这样说，但你要记着，你得还情。牡丹也不好和他说的太细，只好道：我们会尽力的。岑夫人叹了口气，轻轻拍拍他的手，累了一整日，你先回去歇着吧，就不必在这里守着了，我会和你二哥他们说。牡丹午间没有午睡，果然也觉得困了，也就不再强撑，起身告辞。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便让人去问蒋长阳今夜可要归家，顺后便往连下去回话。这2日听说忙得很，大概忙完房门也关闭了。娘子若是有话要带过去，不妨和小的说，小的立刻就去。牡丹想了想，道：你和公子说，我今日遇着了吴19娘，她有事想求我帮忙，我拿不定主意，要请公子帮我定夺。若是那桩事果然和宁王府有关，果然紧要，想必蒋长阳立刻就会明白了。顺猴自去送信不提。白天是越来越短，数时还未到，外头就开始朦胧了。林妈妈指挥着众人刚把饭桌摆好，小栗子就跑来道：郎君回来了。接着蒋长阳快步进来，见饭桌已经摆好，菜香四溢，不由舒坦地吸了一口气，往桌前坐了。运气真好，刚好赶上饭点。大家都挺好的吧？热闹吗？你和二哥二嫂说了我不能去的原因没有？说了，他们很喜欢你送的银烛台。牡丹顺口提了几句，将林妈妈等人打发出去，缓缓将吴19娘的请求说出来。蒋长阳割了一块烤羊腿，细细地切着，微微摇头。他是这样和你说的，一颗印章和一个奴仆。牡丹看他的神情有些不对，忙道：怎么了？难道他果然是骗我的？宁王府这是急了。蒋长阳把切好的羊肉放到他面前的盘子里，低声道：也倒不是骗，不过试探的成分居多罢了。怎么说呢？他们现在有要紧的把柄落在了旁人手里，但是拿不准那东西到底是在我手里，还是在其他人手里。但不管怎么样，都想通过和你的情分，或多或少的争取一点支持。他分析给牡丹听，帮忙找东西，其实就是希望，假如东西在他手里，他能高抬贵手；若是不在他手里，也希望他能帮忙给个确切的消息。假如能站在他们这边，替他们行事，就更好了。牡丹叹道：我早想着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不然也不会和我说了，又跑去和我娘说。事情当然不简单，吴玉贵现在身份不明，顶着的皮就是和昙花楼那个人有关。当初皇后就是那件事的幕后操作者，现在宁王和皇后一起动手消除后患，正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没有那印章和奴仆，那位就已经先入为主了，若是再有这些物证人证，几乎就是确凿了。蒋长阳挑了挑眉，那岳母怎么说？牡丹苦笑道：他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能帮的要帮，也没说要帮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不能让人说我们忘恩负义。毕竟按着吴19娘的说法，就是请你帮忙打听一下消息罢了。我们若是半点表示都没有，就好似我们太过冷漠。
这世间最难还的就是人情。就算是他，也把握不住这中间蒋长阳能帮多少忙，根本不敢和他提任何要求，只把这意思说道。他相信他若是能帮，就一定会帮。岑夫人提醒得很对，他这样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假如李家因此而倒霉，将来牡丹就会落下一个见死不救的名声。毕竟当初李姓为了他的事情得罪了多少人，出了多少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蒋长阳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道：你和他说这件事我听说过，但无缘的见。不过让他们不必担忧，不过是一颗印章和一个奴才罢了，若是心中无愧，翻不了天。虽然如今各为其主，但稍微提点一下也是可以的。牡丹轻轻出了口气，那我寻个合适的机会和他说。蒋长阳将他拥入怀中，轻声道：以后你可能会遇到更多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人，我把这件事说给你听一下，你好做到心中有数。当年皇帝未曾登位之前，有一个心爱的女子，出于各种原因，那女子一直都住在外头。先前她一直无孕，虽然备受宠爱，但在皇后看来，也不过就是男人天性爱风流中的一件小事，只要她没有子嗣，不能证明，就永远都见不得光。天长日久，红颜衰逝，自会有人来代替她的位置，所以没人在意。可是过了好几年，皇帝仍对那女子不改初衷，随着她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形势对她也越来越有利，那女子突然有了身孕，这让很多人都着了慌，就生怕她会生下儿子。毕竟现在皇帝是受身份地位和形势的限制，也更多的要依赖皇后身后的王家，可没人能说得准以后她若是荣登大宝会怎样，威胁了许多人利益又没有自保能力的人下场会怎样，可以想象得到，似乎除了死就再也没有其他去处。蒋长阳说到这里顿了顿，低声道：在这件事中，国公爷做了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他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或者说他其实不是有意的，他只是在受了人的蒙蔽诱哄之后，明明已经看出端倪，却因为害怕卷得太深丢了命，而故意假作没有识破，拖延了一定的时间，避开了某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做了帮凶。他冷哼了一声，这还不算，他最蠢的是做了这种事，却还天真的以为别人也会跟着认为他的掩耳盗铃是真的受了蒙蔽，能够体谅他的。虽然就算是当时他在场，那女子最后可能还是会死，但在皇帝看来，假如他真的尽了心力，就会是另外一回事。可笑他却不自知，到现在还在做着重新起复的美梦。他记得少公公曾经不经意地提点过他一句，圣上是为明君，蒋仲之所以能做到诸国公，到现在还安然享受着衣食无虞的生活，是因为圣上顾念他这些年来奋勇杀敌，低调做人，尽量不掺和那些事，对圣上百般顺从，也立下不少功劳的缘故。其实也就意味着皇帝赏功，但是也会罚过。现在蒋仲就是到了尽头，能够平安养老就已经不错了，他不该再痴心妄想，在胡乱上跳下窜，就是挑战极限。牡丹皱眉道：那个人是皇后吗？蒋长阳摇头，直接下手的人不是皇后，而是太后。但皇后在这件事中一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毕竟那女子和她的儿子死了，对她的好处最大。只是她没有想到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太子会英年早逝。他话锋一转，这些都是陈年旧案，圣上和皇后自有一本账要算，不是我们能管得着的。圣上现在就是想找到当年还有些什么事是他所不知晓的，也不希望再有人借这件事来搅乱朝局。比如说这块突然冒出来的玉佩，还有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吴玉贵是怎么回事？牡丹低声道：是不是吴玉贵的死和宁王走失的这个奴仆，还有那颗印鉴有关系？蒋长阳轻声道：无风不起浪，宁王的确是在中间掺杂了一脚。因为当年那女人死了，她肚里的胎儿却不见影踪，虽然都说是早产死了，埋在了昙花楼后头，那里也的确挖出了东西，但没有人亲眼目睹，不能证明这就是那个孩子。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吴玉贵就是那个女人的孩子，这许多人中自然也包含了皇后。可是他却知道吴玉贵只是闵王抛出来的一枚棋子，只有金不言，他现在还拿不准金不言到底是个什么人，去了杭州的人现在也还没回来。牡丹听得心惊肉跳，许多话涌到嘴边，却也只得一句：你小心。蒋长阳微微一笑：我没事儿，你放心，这些事我本可以不和你说，但就是怕你胡思乱想才和你说，你若是因此更担忧，可就违背我的初衷了。牡丹轻轻叹了口气，将热酒注满他的酒杯。吃了早些休息吧。一夜无话。第二日早晨，牡丹送走蒋长阳，自己也准备出门去，却听林妈妈道：李家表少夫人命人送了4盆菊花来，都是案头菊，那花可养得好，朵朵都似拳头般大小。
接着几个婆子鱼罐抬了4盆花进来，一对用的青瓷盆，配的金狮头，一对用的白瓷盆，配的红虎球，果然美丽。看得出吴十九娘很是花了一番心思。送菊花是假，打听消息催促她是真。牡丹当下便让人把那对红虎球送去给袁十九，把那金狮头放在了蒋长阳书房的案头上。来的是吴十九娘身边的乳娘李妈妈，李妈妈一见着牡丹就赶紧起身行礼问好，笑容和动作都显得十分恭谨，却没有半分奴媚，明明很急，看上去却很闲适，仿佛真就是来送花的，很好的维持着世家名门的风范。牡丹不由暗自点头，笑着问了吴十九娘的好，不知表嫂可安好了些？昨日我让人去厨房里另外给她做了吃食，端到后头才知晓她原来早已经走了。我二哥和二嫂都说招待不周，很是惭愧呢。李妈妈听她提起这事儿，先就心虚了，觉得牡丹是意有所指，说吴十九娘借着孕土偷偷跑去求岑夫人，这做法不地道。当下就有些不自在，干笑道：是我们少夫人给你们添了麻烦，失了礼。她本想与您亲自道别，还是李夫人说都是自家人，您一定能体谅她的。没有狡辩，而是直接就道歉求原谅了，这还算好。牡丹微微一笑，我自来不是讲究这些虚礼的人，我只怕是粗心大意，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会让亲戚们笑话。虽然他也很想帮李姓的忙，但是他和蒋长阳能力有限，能做的就只有那么多。李妈妈一听这话要到点上了，忙站起身来，真心实意地道：怎会？何家讲究信义礼仪是自来出名的，和那些名门望族也不遑多让。我们少夫人和公子也是经常夸赞的，夫人您太过自谦了。牡丹也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故意包养的，只笑道：听妈妈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今日送来的4盆花实在是清雅美丽之极，我很感谢表嫂。我这里没什么稀罕物，就是有些他们从安西都护府那边带来的胡桃极好，听他们老辈人说孕妇吃了对胎儿有好处，就带些回去给表嫂尝尝。李妈妈屈膝行礼谢了，站着静候牡丹回话。牡丹对着林妈妈使了个眼色，妈妈去看看那胡桃准备妥了没有。林妈妈便领着其他人退了下去，牡丹这才把蒋长阳的话说给李妈妈听。这件事她听说过，但无缘的见那东西。不过她让表哥表嫂他们不必担忧，不过是一颗印章和一个奴才罢了，若是心中无愧，翻不了天。李妈妈恰到好处的做出一个感激万分的表情来。听您这样一说，我们少夫人一定能睡得着觉了，不然她这些日子来一直都吃不好睡不好。天生公子爷又是个倔强好强的，遇到事儿只愿意自己背着，少夫人多问2句都说是他身子重，不要操这些心。实际上夫妻一体，怎能不操心呢？夫人您说是不是这个理？我表哥是挺倔强的，不过他也是因为关心表嫂的缘故。牡丹明白李妈妈的意思，或者说是吴十九娘的意思，是希望自己不要说给李姓知道，不然李姓会不饶吴十九娘，夫妻难免失和，当下表示理解。李妈妈见牡丹没有表示不高兴，笑容越发灿烂起来，因见林妈妈也送了胡桃进来，也就不再多耽搁，起身告辞离去。驴车到了李家，李妈妈快步入了中门，碧水接着她。妈妈终于来了，已然让人去门口看了3、4遍了呢。李妈妈点点头，并不多语，只越发加快了脚步。到的院里，只见吴十九娘坐在廊下打理一株10丈垂帘，金灿灿的菊瓣自枝头倾斜而下，层层叠叠，犹如一道金色的水帘。愈发印的19娘十指纤纤，人如菊花。崔夫人坐在一旁捧着一盏茶，唇边含着微笑，不停地提醒她2句，虽然多动动是好事，但也不要累着了。没事儿，我是坐着的。听见声响，19娘抬眼看着李妈妈，回来了。李妈妈忙上前行礼请安，崔夫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焦急来。怎么才回来？可是她借故不肯见你。她心中一直觉得牡丹最恨的人大概是她和19娘，不肯帮忙，故意刁难李家派去的人也是在情理之中。李妈妈忙道：见着了，就是去得早了，不好意思进门，就在外头略微等了一会儿，看到蒋将军出了门，才让人去通传的。其实这又是他的私心之处，去得早了，亲眼看到蒋长阳出的门，那么牡丹回话的时候，就能很轻松地弄清牡丹到底有没有说假话，有没有敷衍。崔夫人松了一口气。怎么说？李妈妈把话复述了一遍，把胡桃递上。吴十九娘看着那一篮子个大皮薄的胡桃，沉吟不语，暗自揣度蒋长阳这话的意思。崔夫人却是有些愤愤，不必担忧，心中无愧。这话不是和没说一样的吗？也没点实质性的内容。果然是野鸡上枝头，变了凤凰就看不起人了。怎么就忘了当初何家求他们的时候？
不，当初甚至不用何家求，李姓都是自动送上门去尽力相帮的，这会儿却这样拿枪拿掉的。吴十九娘见状，知他对牡丹有心结，事关牡丹的事总爱往窄处坏处想，便微微一笑，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蒋家表妹夫是个念情的人，蒋长阳虽然不肯站在他们这一边，但还是给了2个消息，一是东西不在他手里，二是只要问心无愧，就不会有大问题。那么什么叫做问心无愧呢？就是间接的提醒他们不要过火，就不会有大事。那么现在就算是很困难，但只要小心一点，咬着牙就挺过去了。他笑看着崔夫人，用商量的口吻道，还是把这话赶紧让人告诉父亲吧。崔夫人相信这个出身名门的儿媳目光一定比自己高远，为人处事也一定比她厉害的，当下就无条件赞同。你看着办就好。吴十九娘便找来受信任的奴仆，让把这个消息立刻送去给李元，却不告诉李姓。崔夫人本想问他为何不告诉李姓，何必让李姓一直瞎忙，可看到吴十九娘那笃定自信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吴十九娘一定比她做得更好。从吴十九娘嫁进来之后，明显的他们家更受其重信赖了，她出门也更受人尊敬，李姓也没有似她担心的那般做出出格的事情来，就是李元也常常夸赞吴十九娘的。他把目光落在吴十九娘的小腹上，这一定是个儿子。吴十九娘一定要多生几个，让李家的人丁越来越兴旺才好。傍晚，李元父子归家，李姓进屋就看了吴十九娘一眼，然后与崔夫人行礼问过好，就自回了房。吴十九娘见状，忙和公婆告了罪，跟了李姓回房。崔夫人忙体贴的叫人把饭菜给他们小夫妻送到房里去吃。吴十九娘亲自洗手给李姓热了酒，含笑道，饿了吗？这酒是5年乌城若夏，你尝尝。李姓拉他坐下。十九娘，我们是夫妻，况且你身子不便，就不必这么客气手礼了，你坐下，我有话要和你说。吴十九娘见他的表情很是严肃认真，一点笑意都没有，心里就有些毛毛的，脸上堆了笑容，亲昵地挨着他坐下，笑道，行之有什么话要同妾身说的？李姓认真道，十九娘，多谢你一直对我和我家里的人这么好，这么包容，也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家是商贾出身，我的亲戚朋友都是商贾，从嫁进门来的时候开始，就一直不停地操劳，几乎是力所能及的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情。吴十九娘的笑容僵硬起来，她垂了眼，淡淡地道，这些都是身为人妻者该尽的责任。我既然嫁给了你，就与你血肉相连，该共同进退。行之这样和妾身说，倒让妾身觉得惭愧且很委屈了。李姓看着他，我知道你委屈，虽然我已经尽力不让你委屈了，但还是让你委屈，我很抱歉。有些事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但他已经很努力的去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十九娘才是他的妻子，他要珍惜她，爱护她。吴十九娘轻轻道，你不必说抱歉，我觉得委屈也不是为了这个，我是因为你向我道谢而让我觉得委屈，我就没有向你道过谢，因为你所做的都是你应该做的。谁不会有过去呢？他更在乎的是以后，而不是从前。如果有一天他得到他的全部，将会比得到这世上最极致的荣华富贵更要来得让人激动。李姓愣了愣，随即握住他的手，低声道，这样说来是我不对，我向你赔礼道歉。他略微停了停，十九娘，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为了大家好，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掺杂这件事了，安安心心养好身子，静心待产就好。吴十九娘的脸色有一瞬间的苍白，她抬眼看着李姓，试图把手从他的掌心抽出来。你什么意思？李姓紧握着他的手不放。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孩儿，还要操劳这些事情，太过辛苦。当然，这都是因为我没本事的缘故，才让你受了累。他究竟是不肯接受他的帮助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吴十九娘的眼睛一下子酸涩起来，她紧紧咬住嘴唇，含着泪花看着李姓。李姓仿佛知道他心中所想，轻声道，你让人去给父亲送信的时候，我刚好在父亲那里议事，所以不小心知道了这件事。吴十九娘负气道，那又如何？妻子替丈夫分忧，难道错了吗？不告诉你，就是因为不想让你胡思乱想。可是你……李姓温和而有力地打断他的话，十九娘，你是个好妻子，我能娶到你是三生有幸，此生我必不会负你，但是我想让你明白一件事，人情是相互的，从来没有一边倒的交往，那样的交往就算是有，也不会长久。风雨10-20年，何家并没有欠我们的，我们两家的关系也不是外人所以为的那么简单。这件事也不是单纯的谁欠谁的情，讨个人情就能弄清爽的。我从前曾经游说过蒋长阳，
但被他拒绝了，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尝试，再为难人家了。他能给你这个答复，只是因为他还算厚道，倘若他是个不怀好意的，给你一个错误的答复，那就会害死人。你明白吗？我不希望你有朝一日做下我母亲那样的事情。吴十九娘自进门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李姓对她说这样的重话。从她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她始终就是轻言细语、体贴周到的。今日她却这样说她的自尊心接受不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只是想尽力的帮助她。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身边的人和情，达成自己的目的。可是分寸她也还知道，她怎么可能就做下崔夫人曾经做过的那种事呢？她也太轻看了她。她抽噎着道：我怎会分不清黑白？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们的为人，所以才敢问他的。他们要是不肯，我也不会硬逼着他们去做。行之，你对我太不了解了。既然风雨20年，我问上一问，寻求帮助难道错了吗？李姓并不安慰吴十九娘，只递了块帕子给她，见她不流泪了，方缓缓道：你向亲戚好友寻求帮助的心没有错，错的是你的方式和想法，你不该强人所难。这不是小事，如今我们各为其主，你不能因为人家脾气好，心肠好，就故意为难人家呀。你是我的妻子，我有责任教导你不要做错误的事情。不逼不催，还有几分人情在，能拉一把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我们，但若是逼了催了太多次，人情就全没了。将心比心，换了你是不是这样？吴十九娘无言以对，半晌方道：我也是想让你立功，若是蒋家妹夫能够靠过来，以后不是不可能了。蒋长阳和我们走的路不同。李姓叹了口气，体贴地给他舀了半碗鸡汤。喝吧，你既然知道他们的为人，以后就不要再提这种事，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吴十九娘含着泪靠在他怀里喝汤。我以后做事之前会更谨慎，更为人着想的。他明白了一件事，求人也要分人分方式的。李姓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低声道：我知道你很聪明能干，嫁进来以后也帮了我不少忙，但我娶你并不是因为你能在仕途上给我多大的帮助，所以你不必把这个当做责任和义务，你只要做我的妻子就好。快别哭了，哭伤心，对身体不好。2滴袋晶莹的泪珠从吴十九娘的眼眶里滴落出来，她飞快地擦了，望着李姓甜甜一笑行之。其实我有时候真的是觉得有点累的，好多时候就有些羡慕丹娘了。但是今日我觉着我其实也能过得很好，很轻松的。不管怎么样，行之都不会让我吃苦，是不是？李姓微微一笑，怜惜而肯定地道：是。日子呼呼过去2、3日，这一日牡丹正在研究吴十九娘送来的案头菊，寻思着是不是也在方圆弄点名品菊花来摆设摆设，不至于秋天太无趣。忽听宽儿来报，汾王府派了一位嬷嬷来送帖子，却是邀请牡丹去看参军戏的。那送帖子的嬷嬷姓臧，牡丹认得她是汾王妃身边比较的脸的，也曾看到过她私底下和王夫人说话，二人表现得尚算亲热，知是王夫人的故人。于是便请臧嬷嬷吃茶，问汾王妃好，又同她打听汾王妃此番都请了谁。臧嬷嬷笑道：客人不多，就是几个往昔相熟的。又小声提醒牡丹，其实是平阳郡公的生日，王妃不想叫太多人知晓，却又希望能热闹热闹，夫人不妨多备下几件稀罕的玩意儿。万一席中王妃主动提起，您就把它拿出来，若是不提也就算了。提前准备2件稀罕的小玩意做礼物，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不算是投机取巧讨好人吧。牡丹便谢了臧嬷嬷。臧嬷嬷却又笑道：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讲。牡丹讶异地道：什么事？她有一种直觉，仿佛这才是臧嬷嬷此来的真正目的。臧嬷嬷的表情有些不自在，笑道：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算是一个意外吧。奴婢和您说，是希望您心中有数，您可别有其他想法。牡丹被他吊起胃口来，急道：嬷嬷您快说啊。臧嬷嬷便看了他身后的人一眼，牡丹忙示意林妈妈等人退下，臧嬷嬷这才低声道：你们这段日子没有回国公府吧？国公府？这是又出什么幺蛾子了？牡丹心里一沉，轻轻摇了摇头。我这段日子身子不适，就没有过去，只隔3差5让人送些东西过去，请安什么的。不知嬷嬷可是有什么事？送东西过去的人也没听说那边有什么事。臧嬷嬷便道：那想必您也不知道这件事。原来那平阳郡公小四自从跟着陈氏去游了一回曲江池后，就总想出门，再不肯待在家里了。但他性子又怪，不许人跟着，跟着的人只能远远吊着，看到他拿了人家的东西后，就赶紧跟上去付钱，或是赔罪。饶是如此，他还是惹了祸。
说到这里，臧嬷嬷看了牡丹一眼，她在曲江池边抢了一位姑娘的东西，被那位姑娘的同伴给打了。那位打了郡公的姑娘，恰好是国公府上的娘子。然后呢？牡丹吸了一口气，不用问她也知道，被抢东西的人一定是高端叔，打人的却是蒋云清。蒋云清这是不但她自己不肯嫁给小四，而且也不想让国公府的其他人得逞，抱着这样的心态，彻底断了国公府的念头，可见她心里有多恨，只是牡丹不知道。前段日子老夫人尚且不肯放蒋云清出门，为何此番却又愿意放蒋云清和高端叔出门？这二人撞上小四，小四去抢东西，这一系列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故意设计的？这些他都不敢肯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蒋云清敢动手打人，绝对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果是小四还了蒋云清一巴掌，把蒋云清给打哭了，于是他又使劲扇了小四一巴掌，接着众人也就反应过来，赶上前来拉开，国公府的护着蒋云清上车，汾王府的则去劝小四。但小四则不依，一直就跟着蒋云清的马车到了国公府，蒋崇出来请他进去，向他赔礼道歉，他进去了。看到向他赔礼道歉的蒋云清，伸手要打，蒋云清闭着眼睛随便他却不打了，轻轻拍了蒋云清的脸一下，随即转身走了。牡丹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不过他估计当时蒋家众人肯定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但总体说来，假如蒋云清和高端叔是被安排了故意巧遇小四的，国公府就真是越来越自轻自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云清这一巴掌总算是挣回了点脸面和自尊，只不知道蒋云清这回受的惩罚又是什么。但他相信蒋云清一定不会绝食了。臧嬷嬷看着牡丹，所以这次王妃也和国公夫人还有那位娘子下了帖子，其实也是想和他赔礼道歉。毕竟这件事是郡公不懂事，自己惹出来的，挨了那一巴掌也是，情有可原。牡丹有些意外，这回汾王妃算是亲自给蒋云清下了帖子，老夫人定然又要豁出血本，大力包装蒋云清了吧？但她就不知道蒋云清彼时会不会会采取什么方法反抗。臧嬷嬷却笑着起身，今日叨扰得够久的了，老奴要告辞了。牡丹忙叫林妈妈送她出去，随即抱着头哀叹，她拿不准汾王妃到底想怎样，只能猜汾王妃大概是听说了小四最终没有打蒋云清，而是轻轻拍了一拍，所以才对蒋云清生出了些兴趣。让蒋云清去，怕是想试探一下双方的反应，比如说小四对蒋云清是不是真的不同，蒋云清真正又是什么态度。毕竟小四这亲事与众不同，想找一个传宗接代的不难，但要找到一个他喜欢或者是感兴趣的人又不太容易了。汾王妃尚且好办，不是个难缠的，那么陈氏呢？他那日看陈氏的样子，为了儿子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作为母亲，对一个动手打自己儿子的人，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吧？虽然给杜夫人也下了帖子，但杜夫人现在正装病中，定然不会去，最后还是要他领着蒋云清，那么蒋云清在汾王府遇到什么事，做了什么事，都要他来负责。所谓验无好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他没有猜错，沉寂许久的国公府很快也会有动静了。果然到了傍晚时分，就有婆子过来传话，请牡丹明日过去一趟，帮着选蒋长义新房里要用的东西。理由是老夫人老了，不认得年轻人爱什么，而杜夫人又称病不回，蒋云清太嫩，也不懂，所以还是要请牡丹过去。牡丹想着也有一段日子没有过去了，左右也是逃不过的。汾王妃故意使臧嬷嬷过来说这件事，想必也是希望她别不闻不问，便应了下来。是夜，蒋长阳归家，牡丹与他说了此事。蒋长阳半晌无语，和牡丹不同，他果断认定这事儿就是老夫人设计的，只不过是被蒋云清毫不留情的给破坏了。虽然心理上隔得远，他还是觉得脸红羞愧，最终叹道：我和你一起去，正好我也有话要同国公爷说，他该好好劝劝蒋仲了，再不听劝就是自取灭亡。牡丹见他满面疲惫，忙站到他身后，给他轻轻揉肩。怎么了？早知道我就不该和你说这些。蒋长阳反手抱住他，把头靠在他胸前，有意无意地蹭了几下，轻声道：不，你要说。牡丹被他蹭得痒痒的，便捧着他的头轻轻吻下去，二人唇齿相依，纠缠良久。蒋长阳微微喘气，手便缠住了牡丹的腰肢，一直往下探去，咬着他的耳朵轻声说了几句。牡丹一愣，随即打了他的手背一巴掌，然后又红了脸，不敢看他，只轻轻点了点头。蒋长阳嘿嘿傻笑起来，在他脸上使劲啵了一口，猛地弹起。我去沐浴。车声林林，马车慢吞吞地往前行着，摇摆来摇摆去，仿若摇篮一般。牡丹舒服到昏昏欲睡。林妈妈不许她睡，丹娘您忍忍，别睡着，要不若是冷着了，可及得不偿失。
牡丹觉得他的唠叨声也仿佛是催眠曲一般，索性翻了个身躺在他的膝盖上，含含糊糊地道：我就眯一会儿，到了妈妈叫我。林妈妈无奈，只好拉了薄被给牡丹盖上，暗里嘀咕昨晚明明睡得那么早，怎么还这样困呢？忽听蒋长阳在窗外道：又想睡了。妈妈推醒他，别让他睡。林妈妈乐了，便推牡丹：这可不是老奴不让您睡，是主君不叫您睡，忍忍吧。牡丹眯缝着眼往外看去，蒋长阳穿着件暗金色的圆领锦袍，高高端坐在紫流马上，腰板挺得笔直，看着意气风发，精神抖擞的。见他看来，就朝他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来。牡丹不禁想起昨夜来，不由脸一热，瞅了他一眼。蒋长阳越发笑得欢，趁着众人不注意，对着他比了2个口型。牡丹翻了个身，背对着他，暗里却笑了。夫妻间的有些事情和方式，他是知道的，但他不想自己主动提出来。他觉得由他提出来，让他慢慢的去发掘，也许会更好一些。这就好比是吃饭，一下子把所有的珍馐美味都放在你面前，你还没吃就已经失去了神秘感和兴趣，没了期待，吃到嘴里的时候美味也要减半。若是循序渐进，永远都有好吃的，永远都有期待，吃到嘴里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一句话，东西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人的心情。蒋长阳见牡丹翻身又睡，当着下人的面不好意思，总是唠叨个不停，便多的话也不说，只不停用马鞭敲打着车壁。牡丹无奈，只好仰面躺着，直瞪瞪地看着他，瞌睡却是跑得无影无踪了。到的国公府，蒋长阳又特意交代了一番，让牡丹千万小心，又对着林妈妈说耳提面命了一回。牡丹都觉得他有些啰嗦了，其余人等脸上都带了意味不明的微笑。他方住了口，照例是先去给老夫人请安，蒋仲也在老夫人那里坐着。见他夫妻2人一同前来，有些高兴，却装模作样的训了2人一顿，说什么不回家，不请就不回来，甚至请了也不来，大不孝啦之类的话。接着又说要牡丹怎样遵守妇德，要蒋长阳怎样办好差，怎样和同僚上司之间把关系处理好了云云。牡丹左耳进右耳出，只当他是在家待的时间太长，找不到人可以训，寂寞的发了霉。蒋长阳端坐着，没什么表情，看着好似在聆听，但牡丹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根本没听，而是在想别的事情。老夫人有事要求牡丹，态度一直就很好，几乎从进门开始就一直望着牡丹微笑。见状便阻止蒋仲：不要再说了，大郎忙着办差，你又不是不知道。丹娘听说这些日子身子也有些不妥，他们难得回来，你却一直不停的骂，当真是扫兴。蒋仲这才有些悻悻的闭了嘴，转而问蒋长阳：你的差事办得如何了？我昨日遇到闵王，他似是对你极其不满意。蒋长阳淡淡地道：想要办好差事，总是要得罪人的。我有事要和您说。蒋仲见他神色严肃，默了一默，起身道：去书房里谈。老夫人忙道：快走，快走，你们父子俩赶紧去说你们的正事，我们女人也要说悄悄话了。随即就叫人去请蒋云清过来。蒋长阳临走前看了牡丹一眼，牡丹给了他个放心的眼神。国公府的人至今不知道他有孕，他也不是吃素的，自然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蒋崇看在眼里，非常看不惯，不高兴地哼了一声，淡淡地道：他和你祖母在一起，难道还会有谁给他气受？话音未落，蒋长阳已经自顾自地往外头去了，他也只得跟着出去，却还顾着他为父的尊严，慢吞吞地拿捏着架子，故意放慢了脚步。蒋长阳却不等他，轻车熟路地往前头去了，转瞬就不见了影踪。蒋仲气得倒仰，脸色黑如锅底。且不说这父子2人如何斗法，这里老夫人马上把话引入正题。丹娘叫你过来有2桩事，一桩是给你3弟挑东西，这个你知道了吧？牡丹道：知道的。让人把册子和东西拿出来吧。老夫人道：这个暂且不急，去新房里看一眼，对着册子看一遍就能办好，咱们先说事。他咳了一声，微微有些不自在。你这段日子可曾去了汾王府？牡丹知他是要引出蒋云清的事情，便道：没去，孙媳妇身子不太妥当，就没怎么出门。可是汾王府有什么事？老夫人一心记挂着与汾王府联姻的事情，自动忽略了牡丹说身子不妥的事情。反正和牡丹身子不好是正常的，问与不问都是那么一回事。他轻轻咳了一声，反问道：汾王妃要办个宴会，你有没有收到帖子？牡丹点头：收了。那我就放心了，我正为难着呢。老夫人的脸上露出欢快的笑容来。也给咱们府里下了2张帖子，一张帖子指明要给云清的，另一张是给夫人的。但是夫人生病不能出门见客，云清没人陪着也不妥当。
我正担忧一个都不去要得罪人，得罪人还是其次，辜负了王妃的美意才是最不该的。听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正好由你来领着云清去，你稳重细心，把她交给你，我最放心。等会儿你和我一起给她挑2身衣饰。牡丹故作吃了一惊，然后又掩饰了情绪，笑道：这个宴会也不知是要做什么，我想备礼，却不知什么才合适。老夫人眨了眨眼睛，我也正让人去打听呢，刚才还想问你知不知道，却不和牡丹说关于蒋云清的实话，也不知他是防着牡丹，还是不好意思说。牡丹暗里撇了撇嘴。老夫人说完正事，就再也找不到什么多余的话可和牡丹说，二人就闲扯天气。这天气越来越冷了。是呀，这天气黑得越来越早了。前段日子的天气可真糟糕，下了那么久的雨，多亏这些天都是晴天。红儿打起帘子，笑道：娘子来了。接着蒋云清从门口走了进来，她穿着件银蓝色的宝香花夹襦，系的墨蓝色巴服暗花长裙，腰间系了条翠蓝的织金裙带，皮肤带着些不正常的白，眼下带着些轻盈，看着身体是有些不太妥当，精神却很好。她阴沉着脸走进来，下巴的线条因为人瘦了显得更是凌厉强势，一副随你怎么办，我该干嘛还是干嘛的样子，看着倒似有了几分气势。她径直走到老夫人面前行礼问好，声音平板无变化：云清给老夫人请安。不再是从前的孙女给祖母请安。老夫人淡淡地道：起来吧，你大哥大嫂来了。蒋云清安静地转身给牡丹行礼问好：嫂嫂安好。她抬起头来看着牡丹，眼睛比刚才要亮了几分。老夫人便命令道：我刚才和你大嫂说过了，汾王府的宴会由她陪着你一起去。现在咱们先挑布料、首饰和香。蒋云清拧起眉毛来，声音硬邦邦的：不是说要先给三哥挑新房里的摆什么，表现得十分不愿意去参加汾王府的这个宴会，却出于不知名的原因，他不敢公然反抗。老夫人冷冷地看着他，声音比他还硬：那个可以缓一缓，宴会就在当前，你先做了衣裳，若是不妥也好改。蒋云清倔强地站着不动，老夫人提高声音：坐下，你又犯什么倔？多少人想要这个机会都没有，你……蒋云清的脸色越发苍白，唇边露出一丝冷笑来，原来卖女儿都是需要抢破头才能抢到机会的。牡丹起身打圆场：祖母是去哪里挑？老夫人这才把目光从蒋云清身上收回来，换了张笑脸道：就在这里挑。丹娘你也挑2身吧，这些可都是我的积年珍藏。说罢叫红儿带人去后头抬箱子。箱子才抬来，就听绿娇在外面笑道：五娘您来啦。接着高端叔的声音从外面响起：我过来瞧瞧姑祖母。咦，可是有客在？绿娇笑道：不是客，是少夫人过来了，您稍后奴婢进去通传。高端叔笑道：不必啦，怕是有事要商量，我稍后再过来给表嫂请安好了。蒋云清的脸上就露出鄙夷的神色来，既然知道有客来，知道人家有事要商量，眼巴巴的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却听老夫人扬声道：是淑儿吗？你表嫂不是外人，进来吧，正好的，你也来挑1身衣裳穿穿。高端叔就大大方方的走了进来，一边屈膝行礼，一边笑道：那怎么好意思，在这里住着已经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他看向蒋云清，轻声道：云清妹妹，你不怨我了吧？蒋云清脸色微变，冷笑起来。高端叔难过的看着冷笑不语的蒋云清，低声道：你还是怨我了。蒋云清撇过脸，一言不发。老夫人冷眼看着，并不在中间打圆场，只做没有看见。高端叔极为尴尬，难堪的一笑，转身给牡丹行礼问好：大表嫂，许久不见，甚是想念。牡丹还了礼，请她坐下。因见高端叔的衣饰装扮相比上一次见着又华丽精致了许多，有些款式正是京中最流行的样子，便猜着大概也是老夫人赏的。高端叔挨着牡丹坐了下来，笑眯眯地看着众人挑选衣饰，不时给2句中肯的建议。意料到也罢了，看到老夫人那一大匣子，或是金矿宝殿、娇盛金粟，或是精雕细琢的各式首饰时，他的眼睛就有些挪不开，羡慕地看着一脸苦大仇深状的蒋云清。人他们也看到过了，不是什么傻子，不就是不通人情世故吗？那样的家世原也不需要怎么精通实务的，不懂反而是福。再说了，女儿为家族分忧，那是天经地义的，蒋云清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老夫人卖弄的拿那些首饰一样一样讲解给众人听，什么是她年轻时候戴的，什么是谁给她的，那上面的宝石又是从哪里来的，哪根玉簪又是哪位民工巧匠琢的。等到替蒋云清定了衣饰之后，随手就给了高端叔2对赤金双股钗。高端叔不要，
推辞再三，蒋云清在一旁冷眼看了一会儿，突然从匣子里抓了2个宝电花出来，道：老夫人，这双股钗固定头发好，但装饰作用是没什么的，要加上这宝电花才有点意思。我看这颜色花饰又嫩又耀眼，最配高家表姐。戴上以后8分的容色都会有10分，要赶得上我嫂嫂了。那宝电花亦是赤金打造，底子上用细如粟米的金珠粘成花饰，正中一粒指尖大小的圆润珍珠，周围用红宝石琢成的片镶嵌成花瓣，对着光一晃，金碧辉煌，流光溢彩的，一看就很值钱。老夫人的脸色有些发青，分明舍不得，一时却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可以拒绝。蒋云清一脸不怀好意的故作不懂，高端书极度想要，却又惴，拼命掩饰。看着这几人瞬间精彩的表情，牡丹顿时有些想发笑，且忍住了静坐一旁看这戏怎么往下演。却见高端书很快就回过神来，主动推辞道：谢姑祖母和表妹的美意，东西很美，但太过珍贵，端书绝对不能要。他的表情和语气都非常坚决，表现得很有骨气。老夫人偏偏还和蒋云清赌上了气，有些心疼的拿了那宝电花套装上双股钗，硬给高端书戴上，然后笑道：多美啊，就是你的了，长辈给小辈东西，不许你推辞，再推辞就是不懂事，我要生气。高端书默然坐了一会儿，泪花一点点地进出来，脸上还带着笑，声音却有些暗哑了。姑祖母，端书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才好。老夫人很满意她的反应。不要你报答，老人家我对听话懂事的乖孩子总是最好的。这话是说给蒋云清听的，似蒋云清这般不知好歹的，若非冯王妃特意点了名，看他怎么收拾他。蒋云清看不下去，回头央求的看着牡丹道：嫂嫂，时候不早，我们是不是先去看看三哥的新房，然后挑选东西？老夫人见赴宴的东西准备妥当了，便放他2人离开。你们先挑着，然后让人造个册，拿来我看。带出了门，蒋云清突然顿住，掀起门帘，示意牡丹回头看。牡丹回头，但见高端书已经蹲在了老夫人面前，扬起拳头给老夫人捶上了腿，脸上含着如沐之情，轻言细语地说了一句什么话，老夫人听得眉开眼笑。蒋云清轻轻放下门帘，与牡丹一同走出老夫人的院子，轻声吩咐身后的牛妈妈和武妈妈等人：我把账册落在房里了，你们去取来。天气凉了，赶早去把炉子火盆热茶汤弄好。牛妈妈一言退后，武妈妈却不听。蒋云清阴下脸来，死死瞪着她：你敢以下犯上，可要家法伺候。武妈妈硬撑了一会儿，到底是抵不住，灰溜溜的去了。牡丹看在眼里，觉着蒋云清的变化真是大。从前她对武妈妈是什么话都不敢说的，现在明显厉害了许多。虽然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意思在里面，但好歹比那闷声不敢出气的好。蒋云清见身边没了耳目，方才低声道：嫂嫂，谢谢你上次来看我。牡丹忙道：我也没做什么，就只能看看你。蒋云清轻轻叹息了一声：只有你是不杂私心的。他苦笑起来：以前我真傻，还自以为很聪明，现在以为自己聪明点了，结果还是很笨。你大概还不知道冯王府为何给咱们家发帖子吧？我先和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心中才有数。原来老夫人一直就没死过心，自从知道平阳郡公这些日子经常出门，又爱抢人东西后，便有了计较。之前高端书一直是他重点培养推介的对象，这样的事情当然要高端书出面的，但如果只是高端书一个人出门去偶遇，那还是不妥，没个说辞，所以还是要蒋云清陪衬一下，用的理由还是陪高端书逛街。蒋云清冷笑道：嫂嫂看着他很端庄是不是？你却不知道遇到那个人时他是什么样子。他举着个花哨的傀儡子在那里大笑，娇声慢呼。他学着高端书的声音：咦，他的脚会动呀，他的手也会动，哎呀，他怎么这么好玩？高端书一边扯着傀儡子的身后的绳索，让傀儡子摆出各式各样的姿势，不单是吸引了小四的目光，还吸引了一大群人的目光。我就不信他没看到过傀儡戏，装给谁看？我当时没想到他们要做什么，见到那个人我才明白过来。蒋云清愤愤不平：嫂嫂你以后离他远点，他不是个好人。为了荣华富贵，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看到他打了小四，跑上前去拉的时候，都有意无意的往小四身前凑。牡丹一直沉默的听着，听他说完方道：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怎会知晓那个人是平阳郡公？蒋云清的表情有些僵硬，半晌方道：我和你说了，你别说出去。牡丹淡淡地道：我可以保证我不会和你大哥之外的人说，但如果你不太放心，就不必说了。蒋云清踌躇片刻，低声道：是三哥告诉我的。
我和他一直相处得很好，汾王府的事情是他打听了告诉我的，平阳郡公是那个样子，也是他告诉我的。我当时也没想到真人是这样子，可看到背后有一群人咋咋呼呼地冲上来喊郡公爷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牡丹不对他的行为做任何评价，只道：你是因为讨厌平阳郡公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你这次是运气好，难道你没想过另一种可能吗？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国公府其他人所厌弃，成为永远的弃子。蒋云清叹了口气，我讨厌他做什么？他脑子不明白，也怪可怜的。另一种可能，我是想过的，最坏的结果就是闹大了，汾王府不饶我，然后声名狼藉，我去做女官，大家就都清静了，我姨娘也用不着再为我死一次。梦碎之后的不平不甘，对亲人的失望和怨恨，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宁愿一次就毁掉自己那本来就不算虔诚的虔诚。所以在被小四打的时候，他所哭泣的并不是因为疼，也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因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牡丹轻轻道：你愿意和我说这些，我很高兴，但我还有话要问你，你要和我说实话。这次你和我去汾王府赴宴，假如再遇到平阳郡公，你会怎么办？蒋云清苦笑道：您放心，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我会好好说。当时我打了他，他的表情有些古怪，眼中有泪，嗤笑了一声。他最后没打我，大概在他眼里，我是个最可怜不过的可怜虫。就连一个傻子都会觉得他可怜，他的亲人怎么就没人觉得他可怜？他们都不是他的亲人。牡丹正想安慰他几句，却见武妈妈抱着几本账簿，气喘吁吁的大步奔来，一副生怕落了什么话没听见的样子，虽不再言语，拉了蒋云清：咱们还是先去看看你三哥的新房吧。蒋云清会意，板了脸往前走。蒋长义的院子是将他现在的院子和旁边一个小院子打通了连在一起的，看着挺开阔，粉饰一新之后颇有些气派，看得出国公府真是花了心思的。其实牡丹和蒋云清都很清楚，说给蒋长义挑东西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这屋子里要摆什么，老夫人心中早有定论，他们只需要在这里坐着喝喝水，烤烤火，随便挑几样出来交差就行。饶是如此，蒋云清还是很认真的给蒋长义挑东西，尽他自己的一份力。牡丹想着，这兄妹二人大概果然是感情很好。二人用了近半个时辰，挑了10多件摆设，命人造了册，一起拿去找老夫人才到的门外。就听高端书道：大表哥，秋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一直很向往，却没有机会去。只听蒋长阳淡淡地道：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个小城，人没京城多，也没京城繁华。高端书笑道：风土人情总不一样吧？蒋云清啪地一下掀起帘子，冷冷地扫了巧笑嫣然的高端书一眼，对着蒋长阳道：大哥，大嫂有些不舒服。蒋长阳立刻起身迎上去扶着牡丹：什么地方不舒服？牡丹朝他眨了眨眼睛，他也就明白了，没有多问，扶着牡丹同老夫人道：丹娘不舒服，我们先回去了。老夫人上下打量了牡丹一眼，有些不高兴地道：什么地方不舒服？就在这里歇着，请个太医过来看。牡丹胡乱道：头痛，回去睡一觉就好了。他果然也是头痛，被国公府这一摊子烂事给搅的。国公府就像是和蒋长阳这桩婚事中附赠的臭鸭蛋，不得不要，还扔不掉。老夫人便道：好生将养着，别误了大事。他口里的大事，就是陪蒋云清去赴汾王府的宴会。蒋长阳厌恶地竖起眉毛来，很凶地道：什么大事都没他的身体重要，以后这些琐事不要找他了，他累不得。说完牵着牡丹的手就往外头去了，都不曾告辞。老夫人气得直喘粗气，倘若不是如今国公府正在危难之中，依着他的性子，非得把这对不知天高地厚、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夫妻给逐出去，从此与国公府断了所有关系。蒋云清幸灾乐祸的扇凉风：老夫人您别生气，大哥这个脾气怕是改不掉了，不过他对大嫂真是好的没话说。说着瞟了高端书一眼，高端书无辜而莫名地看着他一笑。蒋云清倏地沉下脸，把脸撇开，把册子递给老夫人。老夫人随手将那册子一扔，厌恶地朝蒋云清摆手：下去，下去。他现在看到蒋云清就倒胃口，要说现在这家里他看着谁最舒服，那就是蒋长义了。蒋长义的优点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又孝顺又乖巧，又听话又懂事，还能干起来了。让他办的事情，不说十全十美，但实践中总有7、8件是办得十分的他心意的。出了门，牡丹便问蒋长阳：谈得怎样？国公府少闹腾点，蒋长阳和他都要少很多事。虽说这父子俩是这样的情形，可外人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再怎么闹都还是父子。
蒋长阳始终也是朱国公府的嫡长子。蒋长阳道：他不甘心，但答应不再闹腾了。蒋仲当时表现得很痛苦很委屈，坐在榻上几乎起不来，所有的精气神全都没了，反反复复的只说一句话：我不相信单是为了这个，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什么原因他又不敢说出来，只是愣愣地看着他的手。他还年轻，还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去边疆杀敌，他还能立功，他不比方伯辉差，可是怎么这么对他？我觉着他又可悲又可恶。蒋长阳扶牡丹上车，细心地给他拿了一个靠枕塞在他腰后，坐稳，咱们走了。牡丹揪着他的袖子：那还去汾王府吗？蒋长阳道：应该还会去，只是可能态度会不同。比如说原本打算让蒋云清花枝招展去的，这回大概会低调端庄的去。他看着牡丹：你要是不想去，就让人推了吧。牡丹轻轻摇头：不能，就算是不为国公府，他也不能推脱汾王妃。车行到修行坊附近，马车突然停了下来，蒋长阳在窗外道：有2个熟人，我和他们说句话。牡丹从窗帘缝里看出去，只见窗外阳光灿烂，车来车往，行人如织，有2个穿着皂色袍子的人站在蒋长阳的马前，眼睛正瞟着自己这个方向。他忙把窗帘放下，靠在车壁上，交代车夫赶到路边去。车尚未停稳，前面就突然骚乱起来，接着有人惊呼了一声：小心！紧接着一阵喧哗，他们的马车也剧烈地晃动起来。牡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林妈妈一把搂入怀中，牢牢护住。宽儿也爬过来，紧紧抱着牡丹。舒儿扒着车窗，颤抖着声音大声喊：主君，主君！蒋长阳亦在外面大声喊道：别慌，我在，护着你们娘子。接着听见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拉住马，稳着车，出了事我要你们的命。牡丹紧紧护着小腹蜷在林妈妈怀里，心跳如鼓，眼泪都吓出来。她从来没这么害怕过，因为从前只是她一人，现在却还有个宝宝需要她保护。马车很快就平稳下来，喧嚣声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去了。有很多人大声地喊牛疯了，又有人喊救命。顺猴在外头大声道：娘子，您还好吗？您莫慌，没事了，我很好。牡丹稳住心神，扶着林妈妈坐起来，示意舒儿拉开车帘。车帘刚拉开一条缝，就被顺猴一把扯了下去，竟然是不许他们拉开帘子。顺猴大吼道：谁叫你打开车帘的？外面这么乱，给我块帕子！舒儿又惊又吓，闻言哭出声来，反吼回去：你吼什么吼？是娘子叫我拉开的。虽然很生气，还是扔了块帕子出去。顺猴安静了片刻，低声道：娘子，外头太乱，您还是安心养着，别看了。牡丹示意舒儿坐回去，道：公子爷呢？顺猴道：您别担忧，那牛疯了，难免伤到人，他带了人去处置，很快就回来了。牡丹的心揪起来，她控制不住地想要不停地说话。他带的人多吗？你去帮他的忙吧。好端端的什么牛会突然发疯？有没有伤到人？有人在外面慢条斯理地道：夫人不必替蒋将军担忧，蒋将军神勇，收拾一头疯牛什么的根本不在话下。倒是夫人，您可还安好？有没有被吓着？要不要请个太医过来看看？这声音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听着阴阳怪气的，还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倨傲和目中无人。牡丹一愣，光凭这声音，他认不得这人。又听顺猴儿道：小的见过闵王殿下。闵王咦了一声，惊讶地道：哎呀，你的脸怎么了？为何满脸是血？来人呀，请个太医来替他瞧瞧。顺猴儿道：谢殿下，不过就是一点皮肉伤，不妨事。顺猴受伤了，难怪的，他不让他们拉开车帘，也不知道伤着了哪里。严重不严重？牡丹紧张的冷汗都浸透了里衣，他听见仿佛不是他的声音，却又是他的声音，轻松而平静地道：给殿下请安。有劳殿下费心，太医就不必请了。只是妾身适才被惊吓了一回，妆容不整，有失体统，不敢出迎，还请恕罪。闵王哈哈一笑：没吓着就好，没吓着就好。姑还真替蒋将军担心呢，本想过来看看需不需要帮助，请个太医什么的，既然不需要就更好了。要说这京中每年总会发生几起金牛金马事件，总是会出点伤残意外什么的，伤者无辜，实是让人同情。牡丹笑道：殿下仁慈。闵王笑道：哪里哪里，姑只是见不得血。咦，大郎你来了，那牛怎样了？蒋长阳淡淡地道：谢殿下关心，那牛已然倒闭了。牡丹听见蒋长阳的声音，全身松懈下来，靠在林妈妈的怀里，轻出了一口气。这会儿她才发现她全身都在微微颤抖。啪！
的一声轻响，似是谁拍了谁的肩头一下。闵王道：果然神勇，明日这京中又要传将军独立引开疯牛，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故事了。不过这牛也真是稀奇呀，走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发了狂？多亏今日是你陪在夫人身边，若是夫人独自出门，那可怎么好？京兆府应该好好整治一下了。皆是你，明日说不定又是谁呢？这话里的威胁，牡丹听得明明白白，这不是意外，而是警告。他听见蒋长阳的声音平淡无波：殿下说的对，今日是我，明日说不定又是谁，京兆府是该好好整治一下了。闵王又道：是谁家的牛查出来没有？要好好给他个教训。疯牛怎敢让他上街？蒋长阳笑了一声，没说话。接着闵王就要拉蒋长阳去喝酒，蒋长阳拒绝，闵王笑了2声，笑得很难听。既然将军这么忙，姑也就不勉强了。蒋长阳恭送他：殿下慢走。牡丹一听到马蹄声响起来了，立刻拉开车帘子，看着蒋长阳：你还好吗？你还好吗？蒋长阳的声音几乎与他同时响起。牡丹看到蒋长阳的身上有血，便指了指：你牛血。蒋长阳轻轻摇头，递手给他看，只是手背上破了些皮，然后活动了一下四肢关节给牡丹看，沉声道：顺猴他们几个倒是被车辕给砸了刮了一下，顺猴怕是要破相了。牡丹看过去，只见顺猴立在那里，用舒儿扔出去的那块帕子捂着眉骨，脸上果然血淋淋的。他见他看过来，立刻就背过身去：娘子您别看了，怪吓人的。蒋长阳阴沉着脸道：走吧，回去再说。疼吗？牡丹将一块洁净的帕子轻轻把蒋长阳手上的血迹擦去，待得擦净了，方才发现有一处伤口即可见骨。他不由心疼不已，捧着那只手眼里就有了泪。丹娘，对不起。蒋长阳抬起手来给他擦泪，牡丹扑进他怀里，紧紧揪住他的衣服，把头埋在他的颈窝里，咬着唇尽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当时尚且不觉得，这会儿他发现他真的是很害怕，他怕他出事，他也怕自己出事，更怕肚子里的宝宝会出事，他非常非常害怕。蒋长阳叹了口气，轻轻拍着他的背，低声哄道：没事啦，没事啦，别哭别哭，你一哭我就心慌。事情只发生在须臾之间，他和人说着话，就看见一辆牛车发疯似的横冲直闯过来，看着牡丹的车是怎么都躲不过那一下的。当时他心都凉了半截，幸亏是顺猴和车夫还有跟车的人机灵，马是上过战场的战马，轻易经不得，这才没有造成大的损伤。事后他越想越害怕，假如真的出事，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自己。我才没哭。牡丹伏在蒋长阳怀里好一些，才放开了他，取了药给他上药。蒋长阳默默看着他，半晌方道：你怕不怕？丹娘。牡丹抬起头来看着他，认真道：非常怕，不过听到你的声音，我就不怕了。可后来听说你去引开牛，我又害怕了。是不是闵王做的？今天他遇到这种事，不曾亲眼看见就已经怕成这种样子，那么往日他没见到的时候呢，他遇到的事情铁定更凶险百倍。想到这里，他不禁又握紧了蒋长阳的手，这是他要牵一辈子的手，他不想放开，也不能放开。是他做的，他在警告我。蒋长阳注意到他的小动作，心里一暖，也握紧了他的手。我想我能保护你，结果还是让你涉险了。他的声音有些苦涩：丹娘对不起。不要说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注意别浸湿了。牡丹把绷带打上结。那条疯狗太张狂了，有没有办法收拾他一顿？可不可以和他老爹说？蒋长阳摇头：不能说，任务交到我手里，办好了是应该的，办不好总告状，还拿我有什么用？凡事都要拿出证据，光凭闵王说那几句话做不得数。退一万步讲，他就是找到证据又如何？皇帝会放着正事不做，去替他儿子和臣下打官司吗？这个道理牡丹也懂，领导把任务交给下级，就是要下级把任务完成的，总是告状且搞不定工作的下级是无能的，不配拿薪水，也会被人鄙视瞧不起。只是这道理搁在自己人身上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愁肠百结。你说你的事情很快就要办好了，是故意让我心安骗我的吧？你平日里遇到的事情铁定比这个凶险百倍，是不是？要不然闵王也不会来找我的麻烦。蒋长阳出了一口气：丹娘，我不想要你担心，但还是让你担惊受怕了。所谓的内卫，就是专干这些麻烦活的，大多数人的身份都没有公开，似我这等面临的麻烦就更多，所以我才不愿意再做内卫。你忍忍，再忍段日子就好了，真的。他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来，用鼓励的语气道：闵王为什么会这样？说明他急了，他怕了，知道不？
狗急跳墙是要咬人的。牡丹沉默许久，没有再追问他其他的事情，只低声道：请你一定要小心。他抚着小腹，还有他也要你小心。我们娘俩都要你千万小心。他的脸一半隐藏在暗影里，一半迎着阳光，透出健康的半透明的瓷白色，眼睛亮亮的，黑色的瞳仁里有2个他。他的表情非常认真，用的语气有些柔软娇嗲，又带着些强横霸道，总之是不容许他拒绝。蒋长阳心里一软，猛地将牡丹拥入怀中，沉声道：我答应你们，我不会有事。说的不算，要做的。牡丹闷闷地道：以后我会尽量少出门。汾王府那里我明日就使人去推了。想来这事儿已经传出去了，他老人家应当能体谅我的难处。他希望的是，就算是不能通过汾王妃把这事儿传给里头知道，也希望能让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知道，从而叫闵王不敢再这样明目张胆的猖狂。现在不要说他不去汾王府了，就是他说他要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想吃龙肝凤髓，他也依得他，想方设法给他弄来。蒋长阳轻轻吻了他的额头一下。好。牡丹咬牙切齿，恶狠狠地道：你答应我，一定要让他不得好死，身败名裂。蒋长阳一愣，随即笑起来：我答应你。他和潘荣与闵王本来就是死敌，牡丹这句话最合他心意了。二人依偎着坐了一会儿，蒋长阳扶牡丹起来：咱们去看看顺猴他们，今日多亏了他们。太医刚走，顺猴就拿着面镜子在那里对着自己的伤处左照右照的，舒儿领着2个粗使婆子在廊下熬药，见状对着他冷笑：你应该觉得高兴，以后再不会有人把你当女郎看待了。顺猴将镜子一扔，笑道：舒儿，我问你，你以前是不是觉得我好看得太不像话了？舒儿白了他一眼：男生女相，竟然也好意思说自己好看。在我眼中可从没觉得娘娘腔好看，虽然他是比他和这府里的许多丫鬟都好看，但他是男人啊，长成这样子就是不对的。没有。顺猴拍着窗台笑道：既然没有，你何来这么大的怨气？我怎么听都觉得你是认为我这个男人比你这个女人还生得好看是件不对的事情，所以特别生气，是不是？呸！舒儿冷笑一声，将手里的蒲扇一扔，双手叉腰：你耳朵怎么生的？你脸皮也怪厚的呀，好听话难听话都分不出来。他拉开架势，正要开始数落顺猴，突然听到牡丹道：舒儿，你的药熬好了。却是蒋长阳和牡丹走了过来，把他的一席话全都听了进去。顺猴立刻站好，恭恭敬敬地道：公子娘子。舒儿满腹的话堵在喉咙口，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悻悻地白了顺猴一眼，样样地道：还没呢，奴婢这就熬。然后捡起蒲扇，走到药炉旁，发狠似的使劲扇起来。在蒋长阳面前，顺猴跟变了个人似的，端正了神色，把从最初发现牛发狂，再到闵王出现，说了些什么，表情是什么，一一都说给蒋长阳听，表演的活灵活现的，连闵王的那种猖狂和目中无人假惺惺都全都再现了一遍，看得牡丹叹为观止。顺猴表演完毕，气哼哼地道：公子爷，难道咱们就吃了这个暗亏，就这样咽了这口气？蒋长阳不答他的话，只同牡丹道：让厨房里今晚给大家添菜，你也去歇一会儿。虽然他早就命人给厨房传过话了，但牡丹还是点了点头，转身往后头去。他不想要他在面前听这些事，他就听他的安排，安安心心的享受安宁。这一夜，牡丹全在蒋长阳的怀里，八爪鱼似的紧紧揪着他的衣服，贴着他，搂着他，就像是一个离不开父母的孩子。蒋长阳伸着手臂由他压着，酥麻的感觉从指尖一点点地顺着手臂往上爬，犹如蚂蚁钻咬一样，难受得很。他却没有收回手臂的打算，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盯着绣了白子细细涂的帐顶，默默地盘算着。翌日，林妈妈坐了驴车，掐着点到了汾王府，请人通传进去没多久，就有人出来请他进去。王妃这会儿刚好有空，让妈妈进去。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其实也说明王妃真是喜欢牡丹的。林妈妈因为昨日遭遇惊险而显得有些灰暗的心情终于有了一丝亮色，她认真地打理了一遍衣饰，端正了神色，稳稳重重地跟着来人往里走，目不斜视，耳不旁听，一言一行千般谨慎，万般小心，只怕一不小心就给牡丹丢了脸。王妃刚用完早膳，正在廊下逗趣儿，身边诸围翠绕的一大群中年的、年轻的、年幼的美人儿，个个欢声笑语，香味老远就能闻得见。看到林妈妈过来，都笑说有客人来了，接着就纷纷告退，只留了林妈妈见过的陈氏在一旁陪着。给王妃请安，给夫人请安。林妈妈稳重地行下礼去，把要同汾王妃说的话又暗自在心里过了一遍。汾王妃和颜悦色地道：
起来吧，你是丹娘的乳母吧？又吩咐婴儿，给他个坐。谢王妃赏。林妈妈不敢坐，拘束地站了，把来意说明，按着牡丹的话，只字不提闵王，只着重形容当时的凶险。冯王妃沉静地听他说完，道我昨日听人说有牛发狂在街上伤人，却没想到你们也碰上了。你家夫人没什么大碍吧？没什么。林妈妈含笑隐晦地提了下牡丹有身孕了，所以要将养一下的意思。冯王妃表现得很欣喜，说了恭喜的话，打发林妈妈回去，又说稍后会让人去看牡丹。林妈妈的任务圆满完成，高高兴兴地告退。冯王妃摸了摸头上的钗子，叹道：又来了吗？又要开始了，这一次不知道又会死多少人。好端端的会遇上这种事，说不得与蒋长阳这段时间做的事情有着莫大的关系。陈氏莫名其妙，娘，什么又来了？冯王妃这才想起身边的人不是精通时务的大儿媳，而是不理世事的陈氏，便笑了笑。没什么，我在想，丹娘来不了，不知国公府会让谁陪蒋云清来？兴许高老夫人会亲自出马，也不一定。陈氏听到蒋云清的名字，脸色微沉，却不愿意当着冯王妃的面表现得太明显，毕竟他知道冯王妃对小四的关心爱惜丝毫不亚于他。冯王妃道：高氏花样太多，我是不希望他来。陈氏便道：那不如改个时候。这一改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原来他对蒋云清印象还不错，可后来又听家里人说国公府怎样，心里就有些不舒坦，带上了些成见，可那也还不至于到讨厌的地步。但自从蒋云清打过小四之后，他是真正的讨厌起蒋云清和国公府的人来了，就当别人都是傻子，就他国公府的人聪明呀。蒋云清今日敢动手打小四，也难保日后不会。冯王妃知他心中所思，便笑道：小四的生日一年只有一次，其他机会也不太适当。也不是家里不好，就生不出好女儿来的，让他来，咱们好好观察一下，再做定论。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小四长这么大，你见过他对谁这样吗？没有吧？冯王妃呵呵地笑起来。我们的小四竟然会怜惜人了，而且也不会吃亏呢。这倒是实情，小四仿佛没有多余的情感，一直都和所有人隔着一层，包括他这个亲娘也是如此。长这么大，的确是第一次见到有这种事情发生。作为母亲，她不喜欢任何对小四不好、动手伤害过小四的人，但作为母亲，她却也希望能够有人帮忙改变小四，帮助小四长大。想到此，陈氏微笑起来。那母亲说怎么办才好？冯王妃道：还是要落在丹娘身上，你看这样如何？你替我跑一趟，去看看她，看她的身体如何。如果真的是需要将养，那也就算了，恭喜她有喜。若不是，而是别的原因，你就说到时候我派车来接她，我的车舒适，最适合他这样的人坐了。若是因为旁的原因，坐了冯王府的车，谁还敢多事？陈氏愁兮兮地道：这样不太好吧？他的乳母已经说了他不好，咱们还这样，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冯王妃道：你是听说他受了惊，有了喜才去看他的，又不是硬逼着他来参加宴会。你按我说的去做，他不会生气。陈氏只好抱着姑且试试的心情道：那儿媳去命人备礼。冯王妃点了点头，宜早不宜迟，收拾好就去吧。陈氏到了曲江池蒋家别院，温和地把冯王妃的问候传道，恭喜了牡丹，有些结巴地问牡丹的身体状况如何，需要休养多久。牡丹心知肚明，冯王妃果然知道事出有因了，也就改了主意，顺水推舟，由着陈氏把话说完，顺着他的意思倒是兴许那日也休养得差不多了，谢了冯王妃的好意，答应那一日由冯王府的马车来接自己去赴宴。陈氏见他应了，高兴的和什么似的，随即担忧的看着牡丹的肚子，有些犹豫地道：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认得一个高僧，带我去求他给件开过光的东西给你带着，求佛祖保佑你们母子平安顺利。陈氏的性子也许有些古怪，但本性却是个很善良的人，牡丹很感激的谢了他的好意，送他出门。陈氏刚走没多久，又来了访客。秦三娘坐着一张朴素的不能再朴素的毡车，只领了阿慧并2个跟车的仆从登门拜访。牡丹晓得他多半是收到了消息，少不得打起精神接待他。秦三娘已经迅速恢复了产前的身材，容光焕发的，看上去更添了几分光彩。她梳着最时髦的绸来髻，画月棱眉，眉间贴了款式最新的花钿，绯色长裙配弹色披袍，明艳却又稳重，一路笑盈盈，风情万种的行来，叫牡丹都看得有些晃眼了。秦三娘很得意牡丹的反应，笑嘻嘻地做小儿女态，在她面前转了一圈。怎么样？和从前没什么区别了吧？牡丹笑赞道：比之从前更美上几分。你瘦了，
我倒是要开始胖了。秦三娘闻言小吃了一惊，随即笑着做恭喜状。恭喜恭喜，我可以和你分享许多美颜心得。牡丹见他表现得如此亲热轻松，打起12分精神，饶有兴致地道：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瘦下来的。秦三娘笑了一声，这个最简单不过，少吃少喝，她自家就瘦了。林妈妈大惊小怪：那怎么行？多饿呀，忍得了吗？奴婢看三娘子是天生的美人，就是不饿也会自己瘦下来。牡丹忍笑，原来林妈妈也会讨好人。秦三娘笑起来：妈妈真会说话，听得我眉开眼笑的，但真是忍下来的。这就和其他事情一样呀，想要如愿就得忍，再难也得忍。牡丹觉着他是别有所指，便笑道：同道中人，我也忍得。秦三娘会意的一笑：我替人传信来的。前些日子我们府里一个奴仆跟过我那外甥卢五郎几日的，他也见过那金不言，他在街上遇到金不言，金不言让他传句话给你，方圆的事情他都知晓了。怎样？牡丹抬眼看着秦三娘，蒋长阳等人到处找金不言都找不到，偏巧景王府的一个小小的奴仆在街上就能遇到金不言，真是太巧了。秦三娘对视着牡丹，缓缓绽开一个灿烂的笑脸。他说他不管是谁家的，只要能按着契书上写的条款按时按质按量交货就行。你这笔生意稳赚了。牡丹叹了口气，生意是稳赚了，但我想着昨日就心有余悸，害怕极了，都不敢出门了呢。秦三娘叹道：金不言这事儿本打算让阿慧过来和你说一声，我就是听说了昨日的事情，这才特意登门来看你的，不然我那里也丢不开手。牡丹就问他的孩子可好，可取了名。秦三娘轻描淡写地道：有个小名叫全儿，他说等孩子满了周岁，就正式取名上宗蝶。说到这里，他轻轻一笑，这个小名的意思是福寿双全。这孩子果然也长得壮实，就没生过病，乖巧得很，几乎不怎么哭闹，就爱笑，很讨人喜欢。恭喜啊！牡丹笑道：我对我孩子的要求也只是福寿双全。他猜秦三娘口中这个讨人喜欢，大约就是讨景王喜欢，能够上宗蝶，这说明秦三娘母子到时候就能得到正式承认了吧？同喜同喜。秦三娘微微一笑，做母亲的心情都差不多。好了，知道你安好，我就放心了。我那里还有事急着要处理，就不久留了。牡丹见他去意坚决，便也不再留他，送他出了门，看他登车而去，立刻就叫顺侯过来。烦劳你带伤跑一趟，就说冯王妃派了陈夫人过来看我，彼时派车来接我去赴宴，我已经答应了。还有就是秦三娘上门来瞧我，替金不言传话。他顿了顿，又添上一句，他说金不言是景王府的奴仆，在街上撞见的。还有就是他说家里有急事要处理，只在我这里待了一盏茶的功夫。顺侯闻言知道耽搁不得，忙迅速去了。下午时分回来道：公子爷说他知晓了，让您多休息。要是来得及，请您准备些好的素点心送去福元大师那里，若是来不及，小的出门去买。来得及，来得及。牡丹忙忙的叫人去厨下收拾做点心，又叫林妈妈把干果挑4样好的出来，准备装盒一并带过去。这里刚收拾妥当，又有人说蒋仲来了，牡丹只好又迎了出去。蒋仲皱着眉头看了他一回，道：你们都还好吧？大郎又去办差了，原来也是听说了那事儿，上门来探望的。只是他不知是不是受了严重打击的缘故，整个人看着都蔫蔫的，没什么精神。他能想到主动上门来探望二人，牡丹还是觉得高兴，便简要的说明了一下情况。听到蒋长阳受了点轻伤后，蒋仲长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站着发了一会儿呆，游魂似的又走了。走到门口才又突然想起来似的，交代牡丹，既然受了惊吓，就去将养着，你劝劝他不要太拼命了。是。牡丹探着脖子看着蒋仲游魂般的飘了出去。蒋长阳说的对，因为没有希望，所以蒋仲没有精气神了。傍晚时分，蒋长阳和潘荣一起回来，潘荣替白夫人把对牡丹的问候传达道，就与蒋长阳、袁十九一同关在一起，到半夜时分才散。蒋长阳轻手轻脚地摸上床，牡丹翻身将他抱住。今日国公爷过来了，说让你不要太拼命。蒋长阳一愣，随即一笑，咬着他的耳朵道，我下午去找了景王，他也被闵王咬了一口。牡丹笑道，你找金不言这么多天，景王府也不见知无一声，咱们这里刚出了事，秦三娘突然就来了，我就猜着没这要巧的，是不是用金不言的事情来交换？蒋长阳点点头，是有点那个意思。一个谈花楼可以做的文章太多，他估摸着皇帝并不是要清算什么，而是借这事件试探各方的反应。
待到真相查出，皇帝得到了所想要的，他自己却是一个不小心就要得罪许多人。查出真相不难，难的是他如何全身而退。一夜无话，转眼到了焚王府宴会这日，国公府一大清早就把蒋云清给送了过来。果然不出蒋长阳所料，蒋云清穿的不是那日挑出来的华贵衣饰，而是本着大方的体为原则，穿了浅鹅黄色短如佩豆青色巴弗罗裙，披压黄色披帛，再配了2件精致贵重的饰品，熏了清幽稳重的衣香，看上去清新不失稳重，的确像是个公府女儿了。她只带了五婆子和丫鬟相承，没带牛婆子。牡丹猜着，大概是因为老夫人还是希望能够促成这门亲事，不希望属于杜夫人一派的牛婆子在中间坏事的缘故。未时，焚王府果然派了车来，蒋云清见状惊讶万分，他就没想到焚王府会派车来接牡丹，表情就有些犹疑。他如今是惊弓之鸟，牡丹和焚王府走得太近，对他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拿不准牡丹在焚王府和他之间会选择谁。牡丹故作不经意地给他解释，我那日受了惊，见着马车就心慌，他的脸有些微红，你哥哥本是不许我出门了的。我使人去焚王府告罪，王妃便让陈夫人来瞧我，倒是他的车又宽又软，马儿也温顺，我推辞不得，只好舔着脸受了这份好意。焚王妃为何会一定要他过去，还不是为了蒋云清的缘故。蒋云清听出些端倪来，也就收了犹疑的神色，转而笑道，嫂嫂，您又如何了？林妈妈笑道，我们少夫人有些面皮薄，说起来总不好意思的，娘子您就别打趣她了，也是时候传话到国公府去了。蒋云清看着牡丹和林妈妈等人的神色，越发确定了心中猜想，不由笑道，恭喜大哥大嫂，这真是太好了，便许诺要给他未来的小侄子做小衣裳之类的东西。五婆子在一旁听着，先是惊讶万分，随即也跟着拉了香橙磕头贺喜，牡丹也就让林妈妈赏了他2人，欢欢喜喜一起登车前往焚王府。果然如同臧嬷嬷所言，客人真的不多，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夫人们，也有几个年龄与蒋云清相仿的年轻姑娘，这些人牡丹都认识，都是和王夫人比较谈得来的，算是熟人。蒋云清到底是出席这样的宴会少了，极其不自在，与众人见过礼后，就紧紧跟在牡丹身边坐着，一动不动。陈氏和王府的下人偷偷打量他，他都没什么反应，只目不斜视地看着前面的戏台子。台子上先演的参军戏，后来又演傀儡戏，两者请的都是京中最有名的艺人，焚王府给的酬金丰厚，这些人表演的极其卖力，引得众人欢笑一片。见无人刁难自己，戏也着实演得好瞧，蒋云清僵硬的表情也跟着渐渐放松下来，时不时的也会主动和牡丹说上几句笑话了。席面分了男女，中间用刑杖隔着，这边女人们虽然笑得灿烂，却还顾忌，不敢大笑，隔壁的男人们却是肆无忌惮的，笑声震天。焚王妃听见那边热闹，便招手唤了婴儿过来，吩咐道，你去瞅瞅，小四可欢喜？少卿，婴儿含笑来回话，看得目不转睛的，连最爱吃的果子都顾不上吃。焚王妃也就欢喜起来，叫演傀儡戏的再多演2个节目。自听说小四去抢高端书的傀儡子，他就猜着他大概会喜欢这个，这才弄来讨他欢喜的。现下听说他喜欢，就和3伏天吃了冰镇酸梅汤一样的高兴。蒋云清在一旁看着，若有所思。小四本就不通人事，又是高端书故意去招惹小四，他打小四那一巴掌时是他不对。焚王府没有与他计较，其实也算是大度了。一连看了几场戏，焚王妃有些累了，便起身叫四王妃陪着众人，他自己让陈氏扶着，招了牡丹过去。你身子不同寻常，坐了这大会儿，想必也累了，与我一同到后头去歇歇。牡丹猜他是有话要同自己说，也就谢了。蒋云清生怕他把自己一人扔在这群陌生人里，不由惊慌起来，悄悄扯住牡丹的衣襟，低低喊了声嫂嫂。焚王妃便看了蒋云清一眼，笑道，你若是不想看戏，不嫌里头闷，也同你嫂嫂一起来吧。回王妃的话，戏虽然好看，但嫂嫂也需要照顾，我不嫌闷。蒋云清大喜，忙起身谢了。他是长期在杜夫人手下讨生活的人，行礼的动作和说话时的语气表情都很是得体。几人相携一同往后头去，焚王妃认真地打量着蒋云清的一举一动，亲切地道，亲娘平时很少出门。蒋云清谨慎地道，祖母年迈，母亲也不爱出门。说到这里，他又给焚王妃和陈氏行了一礼，请恕小女无礼，轻慢了平阳郡公。牡丹便在一旁道，府里都说王妃与夫人心胸宽阔，不计较呢。刚才亲娘一路行来都很担忧，我就劝她不必，见了王妃和夫人就知道都是好人了，好听话人人都爱听，
何况冯王妃也认为他自己果然是心胸广阔的，便哈哈一笑。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有什么可计较的？今日我让你过来，是觉着你也受了委屈，希望你别和我家小四计较，你倒是先给我们赔上礼了。蒋云清的眼圈微微一红，随即掩去，低声道：是我不对，是他不对，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事情拿小四做法。先前他什么都没想，只想着要如何摆脱自己可悲的命运，如何报复家里的人，根本不管其他人如何。真正羞愧是在小四饶了他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委屈不干旁人的事，只和家里人有关系。只是这许多话他都说不出来，也无法说出来，只能承认是他不对。陈氏叹了口气道：好了，既然误会解开，就不要再提此事了。风有些大，都往里头去歇着吧。众人也就嘻嘻哈哈地说起其他事情来，不再提此事。蒋云清仍然很沉默，只不过非常照顾牡丹，表现得很细心周到。到的后院，冯王妃示意牡丹与他一同去说话。你来与我说说王夫人最近写信给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我与她在一起，总觉得日子过得太快，怎么也相处不够。这还没说完话呢，她匆匆的又要走了。蒋云清情知自己不合适再跟在牡丹身边，便主动道：我看着这外头的菊花开得真好，我就在这外面看看花。嫂嫂陪王妃说完话，让人来寻我。冯王妃就叫陈氏，你陪着亲娘在这园子里走走看看。牡丹看了蒋云清一眼，示意他不要走远。蒋云清回他一个让他安心的眼神，随即乖顺地跟着陈氏去了。入得内室，冯王妃示意牡丹在他身边坐了，笑道：刚才人多，我不好多说，这会儿却是要好好恭喜你们小两口。可给你婆婆写信报喜了？写了。牡丹微微一笑，母亲她是早就准备妥当了的，走之前就做了好些衣服鞋袜。冯王妃叹了口气，她算是苦尽甘来了，你们刚成亲那会儿，她是无比担忧你二人。她没有继续往下说，牡丹却是晓得王夫人担忧什么，无非就是怕自己如同外头谣传的一般不能生。若是自己果真不能生，不要说外头的风言风语，就是国公府那里，她都要穷于应付。冯王妃沉默了一会儿，道：你的车被疯牛冲撞，接着遇到了闵王。牡丹实话实说，当时是遇到了闵王，他说要帮着找太医，后来又要请程峰去喝酒，程峰都拒绝了。他无比希望冯王妃能够给他一个中肯的建议，但却不好开口。这种事情和从前求的那些事情完全不同，牵扯太大，除非冯王妃肯主动帮他们，不然他都不好提。冯王妃笑着摇头：闵王啊，这孩子刚发生这样的事情，程峰怎会有心情陪他去喝酒？还是景王稳重细心的多。今日是小四的生辰，只有他一个人记得，让人备了礼送过来，我也是那日才听臧嬷嬷说了的，也备了几样小东西给平阳郡公闲时玩耍。适才您没提，我也就没拿出来。牡丹心中一动，这景王真是面面俱到，什么地方都有他插一脚。冯王妃笑道：这个臧嬷嬷嘴巴真多，我只是想着总归就是那么个意思，图个热闹就好，原也不必让大家破费劳心。不过你不是外人，我就收了。忽听外头传来一阵笑声，却是个年轻男子的。牡丹想到留在外面的蒋云清，就有些发急。冯王妃也大吃一惊，谁会跑到这里来？胆敢这样的笑？那笑声响了2声也就没了，疏忽来疏忽去。牡丹与冯王妃面面相觑，冯王妃便指使婴儿：你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外头喧闹？谁放进来的？半点规矩都没有。牡丹见他很生气的样子，猜他的确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将心放了下去，静观其变。婴儿出去没多会儿，陈氏就快步进来，欢天喜地的道：娘，您怎么也想不到，刚才您听见人笑了吗？冯王妃皱眉道：自然是听见了，到底是谁？陈氏也觉着自己有些失态，便也就顿住了，只是语气里的欢喜怎么都掩不住。是小四在笑，虽然只笑了2声，但他到底是在笑了。冯王妃猛地站了起来，声音有些颤抖：你说什么？陈氏反复道：小四在笑。我陪着亲娘在外头看花，走到悬崖局那里时，黄里有事要回禀，我便让亲娘在那里等我，谁知回来就看到3个孩子互相扔泥巴玩。陈氏有些语无伦次，牡丹听他说了好一会儿，才算是明白了事情的梗概。大意是蒋云清独自在悬崖局那里看花，等陈氏等自己，小四和四王最小的一个儿子，才有10岁的小15一起进来寻冯王妃。本是15郎自己爱上了傀儡戏，想借着小四的名头求冯王妃在府里养个演傀儡戏的小戏班子，哪成想就看到了蒋云清。小四没什么反应，15郎却恨蒋云清打了小四，于是便从池塘边挖了稀泥，丢去扔在蒋云清的身上。
蒋云清刚开始还忍气吞声，尽量躲避，打算往其他地方去，后来被一块稀泥砸在脸上，狼狈万分，于是暴怒，也抓了泥反击，双方都是闷声不响的互相扔泥，谁也不让谁。五婆子和香橙见状，不敢声张，只能在中间阻挡，一来二去，反而是他二人挨的泥巴最多。小四先前只在一旁看，看着看着也抓了泥巴加入战团。他打了蒋云清一下，蒋云清也扔了他一脸，他却突然笑了起来。陈氏接着兴奋地道：我听见声音不对劲，赶过去一看，几个孩子都和猕猴似的。难得的是小四他竟然笑了。牡丹的脸色微微有些难看，王府里这么多人，他就不信小四和那什么15郎身边没人跟着伺候，却放任他们这样欺负蒋云清。还有陈氏，他一直就在外头，难道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非得他儿子高兴了，笑出声音来了，他才满意的出面。再说小四和15郎是孩子心性，但蒋云清不是，蒋云清是已经到了婚配年龄的姑娘。她是来做客的，不是来给谁出气，给谁当猴子耍的。遇到这样的事情，蒋云清会怎么想？人是他带来的，他自然要把人平平安安、完好无缺地带回去。牡丹便起身道：现在还闹着吗？我去看看。青娘她性子有些拘谨，爱钻牛角尖，又倔强，不是很放得开的人。年纪又轻，不知轻重，怕伤了人。陈氏听其音便其意，知道牡丹不高兴，细细一想，他只顾着让小四欢喜，就没有想到会轻慢客人欺负客人，的确是他处理不当，就有些尴尬，避而不答牡丹的话，只喊身边的人赶紧去将几人给隔开，叫他们不要再玩了，伤着谁都不好。去把青娘子请进来梳洗换衣。丹娘你莫去，臭小子们不知轻重伤着你怎么办？婴儿你去扶青娘子进来，叫小15在廊下给我跪着等赏。这臭小子越来越无法无天，该请家法好好训诫一顿了。冯王妃拦住牡丹，责怪地看了陈氏一眼，又吩咐身边的嬷嬷去备热水脂粉等物，准备供蒋云清主仆几人梳洗。陈氏有些心虚，躲了开去。我去寻2身衣服过来。见陈氏和婴儿都去了，冯王妃方笑看着牡丹道：丹娘你莫生气，他心眼不坏，只是心里眼里都只有这孩子，不通时务，难免失了分寸，等会儿我让他给青娘赔礼，这也是意外。陈夫人说到底也是做母亲的一片心。牡丹微微叹了口气，让陈氏给蒋云清赔礼，这不现实。怪小四，小四明显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那什么15郎呢，已经被罚了，在廊下跪着了。冯王妃说了，要请家法就是要请家法，绝无当着他们一套背着他们一套的可能。蒋云清打了小四，冯王府没有计较，现在是15郎不懂事，陈氏虽有不妥之处，冯王妃也亲自开了口，他还能要求什么？无非就是安慰蒋云清罢了。冯王妃就点点头，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就好了。他为了这个孩子耗尽了心血，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这孩子笑，平安富足。平安富足，在我们这样的家很容易就能做得到，难得的是看到这孩子真的高兴。我是没有想到小四会真的，这实在是太难得了。有些话他不好明说，他是真的没想到小四的2个第一次都和蒋云清有关系，这就叫缘分。他也曾打听过蒋云清的事情，知道蒋云清在家不受宠，生母的地位也很低，基本上可以说是前途渺茫。庶女不受宠，不美貌，不能干，这些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蒋云清本人没任何恶名，而小四对他感兴趣，这一点就已经可以了。牡丹知道冯王妃要提蒋云清的事了，却不愿意应承冯王妃，她和蒋长阳的确多有仰仗冯王府的地方，冯王妃对他们也的确很不错，但小四的确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将心比心，倘若他身处蒋云清这样的身份地位，会不会选择这样一桩婚姻？答案很明显，同情是一回事，爱情和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他是不会的。平阳郡公很聪明，也很善良，王妃和陈夫人把他教得很好。牡丹轻轻接上冯王妃的话头，大胆地看着冯王妃。冯王妃皱着眉头看着牡丹，牡丹尽量让自己的笑容和眼神温和一些，有所为有所不为，她可以领蒋云清来参加这个宴会，却绝对不会替冯王妃在中间传这个话。不管最后蒋云清和小四会是什么结局，冯王妃会不会因此生气，她都不。二人对视片刻，冯王妃轻轻叹了口气，垂下眼睑，扶着额头道：罢了，我不勉强你，这本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问他。他苦笑起来，不再掩盖他的意图。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国公府同意，他就没法子。但我自家清楚，倘若他不肯，不是真心实意的，娶进门来不过是害了2个人。
一家子都不得安宁，又有什么意思？牡丹见他如此爽快，反而又有些过意不去了，便道：天越来越冷了，我前些日子得了一张白狐皮，若是您不嫌弃，我让人拿过来给您做个取暖的小物件吧。呵。焚王妃轻笑一声，抬手抚抚牡丹的脸颊，好吧，我就接受你的歉意。牡丹开心地笑起来，眼睛亮亮的。王妃，谢谢您。我去接云清，小姑娘脸皮薄，怕是会羞哭了。遂起身到门口去接蒋云清。他往门前站定，果见不远处的廊下跪着个泥猴，身上和一张脸上全是泥浆，只有2个眼珠子还灵活地转动，看到他看过去，便对着他做鬼脸。牡丹猜他便是那小15了，懒得理睬他，抬眼去看蒋云清。见着被婴儿扶着的蒋云清，牡丹不由大吃一惊。蒋云清的头发上、身上、脸上到处都是稀泥，散发着一股子淤泥的臭味儿，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唇咬得发白，显见的是气得不轻，却还能镇定地给焚王妃行礼，语气淡淡的，没显出多少愤怒。云清失礼了，请王妃莫要怪责。焚王妃看到他的样子，有些想笑，却又不敢笑，只温和地道：都是我们不好，让你受了罪，我一定会重罚15郎，给你出气。又一叠声的叫人给蒋云清收拾，蒋云清谢了他，还记着五婆子和香橙。我有2个下人也需要盥洗，烦劳王妃借个地方给他们梳洗一下。焚王妃见他不急不缓，不哭不闹的，行事也周到，心里又有几分稀罕。他的想法有些不同，若是蒋云清挨了欺负的时候只会哭，只会躲，不会还手，他反倒瞧不上了。大家子里面怎会没有点龌龊事呢？能够有点脾气，被人欺负的时候敢还手，那才好。可是千金易得，真心难得，总要蒋云清愿意才行。想到此，焚王妃又难过起来。这时噔噔噔一阵脚步声响，小四冲了进来，他根本不看其他人，径直往蒋云清面前站了，把脏兮兮的手往他面前摊开，眼睛直直地看着蒋云清。众人都平生静气地看他到底要做什么。蒋云清呆呆地看着小四的手，他的掌心里爬着一只个头稍比其他蚂蚁大一些的黑蚂蚁。蒋云清皱眉看着那只蚂蚁不动，他把它当成什么玩伴？小四，焚王妃小心翼翼地喊道，亲娘不喜欢蚂蚁。小四仿佛没听见焚王妃的声音，固执地一直抬着手放在蒋云清面前，每当那蚂蚁要爬出去的时候，他又把它拨回去，如此反复再三。蒋云清吸了一口气，大着胆子捉住那只蚂蚁。看到蒋云清拿起那只蚂蚁，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小四的眼睛里露出几分快活来，眼巴巴地一直看着蒋云清。蒋云清僵硬地拿着那只蚂蚁，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便求救地看着牡丹。小四等了一会儿，见他拿着蚂蚁不动，便又把手摊开放在他面前。蒋云清赶紧把那只蚂蚁放回他手里，他便小心翼翼地拖着那只蚂蚁走出去，把那只蚂蚁放在了门外，然后自顾自地转身走了。虽然小四没有在这里待得太久，就是几个简单的动作，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他喜欢蒋云清。不管是把蒋云清当作玩伴，还是当作什么，他对蒋云清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关注，这十分难得。焚王妃看着满脸迷茫之色的蒋云清，轻轻叹了口气，暗自命人去备礼，准备改日登门拜访诸国公府。不多时，蒋云清收拾妥当，换上了他自己备着的衣服，便低声同牡丹商量：嫂嫂，您的事情办完没有？我想回家了。牡丹便和焚王妃告辞：谢谢您的盛情款待，我们先回去了。焚王妃也不多留他们，只再次同蒋云清道歉，让他不要把今天的事情放在心上。蒋云清轻轻摇头，并不多话。说话间，陈氏带着人捧了2套十分华贵的衣裙过来，笑道：这个给亲娘穿的。一转眼看到蒋云清已经换了衣裙，知是自备有衣裙，又见2人告辞，就有些舍不得。他无比希望蒋云清能多留一会儿，谁知道下一次小四又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他想开口挽留，却又知道不合规矩，便从腕上褪下一串精雕细琢的檀香木佛珠，要送给蒋云清。蒋云清坚决不要，脸都急红了。牡丹便劝道：夫人请收回吧，他不要就算了。焚王妃便朝陈氏使眼色，意思是急不得。陈氏只好收回东西，亲自送牡丹和蒋云清出去。途中遇到还在廊下跪着的猕猴15郎，便没好气的轻轻打了15郎一下，骂道：你个臭小子，越来越无法无天，看我不叫你娘打你板子，还不给客人赔礼。15郎懒洋洋的朝蒋云清行了个礼，道：对不起，我错了，请客人莫怪。蒋云清板着脸没理睬他，显得很有性格。15郎撇了撇嘴，蔫巴巴的又跪回原处去，又偷偷的回过头来看蒋云清。陈氏看着姑嫂2人登了车，还依依不舍地道：
以后你们经常来玩。蒋云清沉默着点了点头。待到车帘一放下，他就委委屈屈地靠着牡丹的肩头，咬着唇，眼泪一颗一颗地滴下来。牡丹知他忍着眼泪已然忍了很久，便递了块帕子给他，轻轻拍着他的背，指指车外，示意他别让焚王府赶车的人听见了。蒋云清默默流了一会儿泪，擦干了眼泪，坐直起来，看着车上的金泥凤纹锦缎帘子发呆。牡丹轻声道：难为你了，一直忍到现在。蒋云清轻轻摇头，没人疼的人没资格流泪。敢在牡丹面前流泪，是因为他知道牡丹不会笑话他，不会表面同情背里嘲笑。牡丹听得心头一酸，回头再看蒋云清，蒋云清的眼神很迷茫。今日焚王妃和陈氏的态度他已经很明白了，但他梦想中的婚姻不是这样的。不多时，车到了朱国公府门前，牡丹便请焚王府赶车的人稍微等一会儿，他领了蒋云清进门去。蒋云清跟他一同出的门，回家的时候却换了衣服，他必须得跟去说清楚。才进中门，红儿就迎了上来，笑嘻嘻地给牡丹行礼问了好，笑道：老夫人等着呢。随即眼尖地发现蒋云清换了衣服，便探寻地看向五婆子。五婆子不敢发声，只是眨眼睛。红儿不知想到了什么，看着牡丹和蒋云清的表情就有些古怪，却也不敢多问，一径引着二人往前走。蒋云清已经恢复了神气，敏感地发现府里的气氛不太一样，便道：今日家里的人怎么变多起来了？红儿笑道：夫人病好回来了，事前半点风声都没有。蒋云清一怔，杜夫人搬出去养病也有些时日了，从没提过要回来，老夫人几次派人去探，都说并不见起色，怎会突然不声不响的就回来了？想到从此以后，自己的头上除了老夫人以外，又多了一尊佛压着，他心里压着的那块石头更沉了。二人行至老夫人的门前，果然听到杜夫人在里头不疾不徐，语气温柔地说话。说来也奇怪，我做了这个梦，一觉醒来就一身轻松，病就去了7、8分。也不知道杜夫人做的什么梦，可以在梦中医病。蒋长义再过几日就要成亲，要准备的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选在这个时候出现，是打算既不担责，又要正他国公府女主人的名。牡丹微微一笑，稳步入了房中，但见老夫人、杜夫人、高端叔以及高端叔的娘都在屋里坐着，每个人脸上都堆着笑，笑容的含义都不一样。唯一相同的是，看到他和蒋云清入内后的反应都很关心今日焚王府之行，结果如何不等牡丹和蒋云清见礼，老夫人就眼尖地发现蒋云清的衣裙换过了，神色就有些晦暗不明，严厉地瞪着蒋云清和牡丹，只苦于当着高端叔母女的面不好，立时就发作出来。勉强忍到牡丹和蒋云清与众人见过礼，落了座，他方才道：今日还好玩吗？蒋云清淡淡地道：好。然后就没了其他话。高端叔母女便是相地起身告辞。一等到这二人走远，老夫人就怒发冲冠：怎地换了衣服？杜夫人不怀好意地笑起来。老夫人别急，云清胆子自来就小，别吓着了她，反而说不清楚了。云清、丹娘，你们好好说，这是怎么了？蒋云清淡淡地道：弄脏了。牡丹忙道：焚王府的15郎因为上次的事情，心中对云清不满，扔了稀泥在云清的身上，衣裙都弄脏了，所以不得不换了。老夫人一听，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这意思就是焚王府的人不待见蒋云清了吗？白白浪费了这一番心力，反倒是送上门去给人羞辱的，气死他了。再看蒋云清，就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起来，不但没用，还竟给家里丢脸惹麻烦。杜夫人却缓缓道：那么焚王府就这样算了。牡丹回道：赔了礼，我们来的时候15郎还在廊下跪着的。因见老夫人那副仿佛与蒋云清有仇的模样，便重点加了一句：是焚王府的马车送我们回来的，车还在外头候着，不便让他们久等，我这就去了。老夫人的眼睛果然一亮：焚王府的马车送你们回来的？是谁的马车？蒋云清淡淡地道：是焚王妃的马车，不单送我们回来，去的时候也去接嫂嫂了。老夫人有些呐喊，随即便猜是因为王夫人的缘故，焚王妃故意给牡丹长脸，便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来。丹娘，你真是不懂事，你自家有车，为何还要给王妃添麻烦？当心人家说你轻狂。杜夫人却是默然看着牡丹，一言不发。牡丹那日在街上险些被疯牛撞，蒋长阳和闵王有矛盾的事情，她已然知晓，这也是她心情好的原因之一。但焚王妃此举似是别有深意，最起码就表明一点，她愿意罩着牡丹。是王阿优和焚王妃真的就好到这个地步了呢，还是有别的因由？蒋云清见老夫人说的难听，便道：嫂嫂家里的马车坏了，
他又有了喜。那日受了惊吓，哥哥本来是不许他出门的，王妃这才使人派了车来接的他。屋子里静悄悄一片，杜夫人和老夫人都大吃一惊，不是说牡丹不会生吗？怎么不声不响的就怀上了？婆媳二人甚至怀疑的看着牡丹的小腹，别不是又玩弄什么花样吧？什么时候的事？有多久了？老夫人抢先发问。杜夫人捏紧了手里的帕子，皱着眉头盯着牡丹看，嫡长孙要出事了呀。牡丹微微一笑，就是前几日被惊吓了之后才诊出来的，大概是中秋前后点吧。老夫人观察牡丹的表情，见她不似是装出来的，便默默算了算，现在已然是10月16，那也就是说将近2个月了。女人家又是结过一次婚的，怎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分明就是刻意隐瞒。心里顿时就不舒坦起来，便疾言厉色地道：你也太不小心了，自己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清楚，还四处乱走，多亏的是那日没有出意外，否则岂不是犯下大错了？牡丹嫣然笑道：您老说的是，孙媳妇这就告辞了，以后也自当小心，不会出来乱走的。言罢行礼告退。林妈妈忙战兢兢地上前将她牢牢扶定。您走慢一点。走到门口，牡丹还能感觉到杜夫人如火如荼的目光落在她的背上。她是盘算过的，再过几天就是蒋长义结婚的日子，到时候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已经有了身孕的事情说出来，不如提前几天说一声，到时他才好合情合理的偷懒。牡丹已经走了好一会儿，屋里的3个人还面面相觑的坐着，对着冷血无情的祖母和伪善恶毒的嫡母，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蒋云清索性也起身告退。老夫人却不放他走，要他把在汾王府中遇到的事情从头到尾不厌其烦的一一说来听。老夫人关心的是汾王妃和陈氏对蒋云清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看是否能抓住任何一丝联姻的可能性。杜夫人却趁隙追问蒋云清：你嫂嫂和汾王妃都谈了些什么？蒋云清强忍下心头的不耐烦，低声道：我没在跟前，不知道。王妃留嫂嫂的时候说的是想问问王夫人的情况。杜夫人垂下眼岸，自冷笑起来：还是和王阿优有关，这王阿优怎么去了那么远，还这么阴魂不散的呢？没关系，很快国公府就要双喜临门了。他的目光飘过蒋云清，透过窗子一直飘往院子里，停在反射着阳光的白墙上。阳光有些刺眼，他微微眯起眼睛，唇边露出一丝笑容，很快他就会扬眉吐气的。牡丹回到家中，刚准备好晚饭，蒋长阳就回来了。牡丹便把今日的事情一一说给他听。当说到老夫人呵斥他时，蒋长阳淡淡地道：既然他让你不要到处乱走，过2日你就别去了。牡丹微笑：当真不去了？蒋长阳斩钉截铁地道：当真不去了。原本也没指望牡丹有运国公府的人会替他们高兴，但果然听到这反应的时候，心里还是不舒坦了。再说比时人多势杂，若是谁不小心推牡丹一把，简直就是得不偿失。牡丹便指着他笑：你说的话你自己负责，你记好了。蒋长阳笑道：你不就是想听这一句话吗？我说给你听，我负责。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怕他们中的谁？牡丹抿嘴一笑，重回正题：事情有进展吗？蒋长阳道：今日午间找到金不言了，大概过几天就能结案。牡丹笑起来：这么快？他真的是昙花楼的那个死里逃生的人？蒋长阳看到他一脸的八卦样，不由笑了。现在还说不定。他指了指天上，一切都得看那个人怎么打算。事情的真相从来不是最后的真相，最后的真相往往都是当权者的一句话，是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过了没2日，林妈妈去国公府送东西，回来笑道：汾王妃第2日就备了礼物，亲自去了国公府赔礼道歉，也带了平阳郡公和15郎一起去，让15郎当众给亲娘子做了2个揖。王妃盛赞了亲娘子一回，在府里留了将近1个时辰，当天晚上雪姨娘就放出来了。国公府的人到现在说起这件事都是高兴的。牡丹挑了挑眉：是不是把话挑明了？林妈妈道：那倒也没有，但是已经放了话，倒是等到冬天还要请了亲娘子去府里赏梅的。牡丹不由暗忖，那就是说汾王妃此行的目的是给国公府一个暗示，同时也是为了让蒋云清慢慢见识到嫁进王府的好处有些什么。比如说一直被关着的雪姨娘一下就被放了出来，让15郎当众给蒋云清赔礼，也是为了告诉他汾王府很重视，不会让人欺负他。之所以没有挑明话头，约莫是想徐徐图之，希望蒋云清想通了，有朝一日心甘情愿。蒋云清会心甘情愿吗？不知道，但可以想见的是，老夫人一定欣喜若狂，蒋仲也一定充满了期望。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一门好的姻亲给家族带来的实惠是可以预见的，是极难得的。那么在这段日子里，蒋云清的日子至少不会难过。闲话少说，转眼到了10月20这一日，第二日萧家要使人去铺房，国公府那边果然派人过来让牡丹过去帮着招呼，牡丹根本没露面。林妈妈好酒好菜招待来人，口气却半点不含糊。我们少夫人这2日害喜厉害，去不得了。这子嗣可是大事呢，若是不小心出了什么差错，休要说老夫人怪罪，就是大公子也不饶，谁敢冒险？来人才不管这些，只管回去把话带到。老夫人一听，一跳8丈高，子嗣是大事。哼，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是个女人都会生，她和牡丹侥幸怀上了，就开始翘尾巴了。前些天还活蹦乱跳的，被牛车撞了也都还好好的，这会儿要做事就开始害喜了。装什么装？老夫人自己心中不服气，却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直接和牡丹对上，便让人去对着杜夫人唠叨，意思是杜夫人这个婆婆不管事，也不管教儿媳妇，放纵的无法无天，不来请安也就算了，有事叫了也不来。谁家的媳妇敢这样？杜夫人冷笑，这会儿知道她是牡丹的婆婆了。那会儿老妖婆还想着让蒋长阳和牡丹去看她的笑话呢，怎么就没想着给她留几分体面？当下便轻飘飘一句话打发了来人，子嗣是大事呀，是该休息的。我也怕出事呢，去和国公爷说说，看来人也是妙人，果然就去和蒋仲说。蒋仲听说，发怒把来人轰了出去。子嗣是大事，既然害喜，硬逼他来做什么？大郎办的是紧要差事，他要操心的事情本来就多，这家里又不是没人了，这些小事找他做甚？找我做甚？人都死绝了，一群不知轻重的人，这些女人管的琐事都要来问他。当下对老夫人和杜夫人之间这种无休止的争斗和耍小心衍生出12分的厌烦来。老夫人听说蒋仲发怒生气，到底还是心疼儿子，虽不再提此事，只骂杜夫人不知轻重，不管事，是个吃闲饭的。杜夫人自动把老夫人的反应忽略，至暗里想，看来蒋仲还挺看重这个嫡长孙的。然后也觉着牡丹太小题大做了，尾巴都翘上天了，看她生出个女儿来怎么办。铺房这一日，萧家浩浩荡荡的去了一大群衣饰华贵的人，极尽排场。去了以后，任何一丝一毫的事情都严格要求遵照古礼来，绝对不容许任何差错。就连国公府这边事先准备好的，也不厌其烦的要求按照他们的要求重新再来，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百年世家的与众不同和重礼守礼，也充分显示了对诸国公府这个莫腊府地的鄙视和轻慢。心腹尚未进门就开始卖弄，要压婆家一头，待到进了门那还得了。国公府上下明里暗里怨声载道，老夫人气得脸青嘴乌，差点没把老毛病给气得发作了。杜夫人冷眼相看，连连冷笑，自命手下的人认着萧家去做，还挑着人闹上一闹，只怕他们闹腾得不够欢，架子摆得不够大。临了，折腾了一整日，已经收工，摆酒席请萧家人吃饭的时候，杜夫人又使人给萧家人心里埋了一大根刺。萧月熙的妻子吴氏身边一个得力的嬷嬷去解手，听到有人在外头低声议论，今日萧家的排场倒是极大，可惜也不过是嫁给3公子这个养在夫人名下的庶子。嫁了庶子就这么闹腾，若是嫁了嫡子还不得翻上天去？翻上天去又如何？任他怎么跳，也不过就是配了个丫头生的庶子。然后是一阵讥笑，世家大族的嫡长女嫁了个名不见经传的庶子，还是丫头生的，那嬷嬷气的办事的心情都没有，飞快完事，飞也似的去找吴氏。吴氏出身于柏林吴氏，也是武姓7家的嫡女，最是看重这些，听说此事，气得脸都绿了。当下就让人去请杜夫人过来说话。杜夫人看到萧家人一脸的愤慨之色，心里快意之极，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热情洋溢地问吴氏，可是还有什么地方不满意的，让他们说出来，国公府一定照办，务必要这桩亲事办得圆圆满满的。吴氏含着脸让那嬷嬷把听来的话说给杜夫人听，意思是要杜夫人给个明确的答复。杜夫人嫣然一笑，矢口否认。这是什么人乱嚼舌头？这种话都能传出来，嬷嬷指给我看，看我不严惩他。其他话却不说了，也不做任何保证。就是丫头生的庶子又如何？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萧家还能不嫁女儿了？不嫁行呀，那残花败柳还有谁要？不嫁更好呢。吴氏也明白这个道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谁叫自家先就矮了一截的。倘若蒋3是嫡子，那还好办，娘家撑腰，萧雪溪也不至于就难过到什么地步去。可怎么也没想到，算来算去，算着了个丫头生的庶子，还行3。但这口气是怎么也咽不下去的，叫杜夫人来问的意思，
其实就是想让国公府给个保证，保证蒋长义这身份不会变，不会传到外头去。但杜夫人这态度明显就是滑溜溜的，根本靠不住。吴氏竟然就被杜夫人给噎着了。待要质问蒋家欺瞒，不说实话吧，明明这个女婿是自家人去调来的，待要强求国公府给个什么保证吧，杜夫人来了个矢口否认，滑不溜手，无从下手。但这口气真的是咽不下去啊。萧家跟去的人见吴氏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给暗示，一时不知接下来该如何办才好。萧雪溪的婶娘便猜着吴氏这是对这种事情见识少了，应对无方，索性站出来道：这件事好办得很，都是下人在乱嚼舌头。既然夫人说了要严惩那不知事的奴才，我们就等着。他这样一说，吴氏就明白过来，赌气不嫁是不可能的，但不追究这事儿，忍气吞声也是不行的。这还没进门呢，就给人这么糟蹋，待到心腹进门，还不得被人给糟蹋死了。如今只能是这么处理最妥当，蒋三是庶子还是嫡子都只有认了，假作不知，姑且当他是嫡子。既然杜夫人推到下人身上去，他们就找下人的麻烦，搬回这一局来，为难一下国公府。当下吴氏就道：按说今日是大喜的日子，是不该生这些嫌弃的。但是我们听到这种没由头的话时是非常生气的，做亲家也要互相尊敬，这样的闲话传了一次还可能传二次，得把根由断了才好。言下之意就是要杀鸡儆猴，未进门先立威，重惩那说闲话的下人。杜夫人早就料到会这样，当下笑道：多谢众位贵客不计较，原是我们府上的下人失了礼。但我重病刚刚归家，有些事情还没理清，不得不舔言请客人帮忙告诉我是哪个大胆的奴才干的好事，我好处置了他，替贵客出气，断了这个根由。一碧香又给金珠使了个眼色，金珠得令，立刻往里头去禀告老夫人，禀告蒋仲。只说吴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闲话，非得说蒋长义不是嫡子，是丫头生的庶子，闹腾着不结亲了。吴氏听杜夫人这话，心里十分不舒坦，明明是国公府的下人，自己失了分寸，这样的情形在哪个府里都该被严惩的，轻则赶出去，重则悄悄打死了的都有，怎么现在听杜夫人这话，倒只是为了替他们出气才要找下人麻烦的？难道倘若不是为了替他们出气，就不严惩这挑事的下人了，让他们去帮着指认？那嬷嬷本来就是在里头听见外面的人说闲话，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难不成还能把国公府的下人全都叫到面前来一一指认，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日后萧雪溪怎么做人？吴氏此时是看出杜夫人不怀好意了，当下便淡淡地道：夫人说这话我不敢受，倘若夫人是为了让我们出气，那不必了。夫人事多，府上忙碌，我们就不打扰了，走吧。于是酒席也不吃了，站起身来就要走。萧家众人见状，也都纷纷扔了杯盏碗筷，闹嚷嚷的要走，讥笑嘲讽一片。杜夫人稳坐钓鱼台，面上却做出十分惊慌的样子来。好端端的，怎么要走？可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妥当？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说出来好商量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绝对不含糊。又叫百香去通知蒋长义。吴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下十分得意，表情却越发冰冷倨傲。不必了，就不给府上添麻烦了。一场好戏刚刚开头，杜夫人怎肯放他们走？当下也肃了神色，淡淡地道：如今两京的人都知道我们两府已然做了姻亲，好日子就在明日，要来做客的人不说多，但也绝对不会少。若是府上有什么不满意的，只管开诚布公的说出来，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我已然说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少夫人不肯吃酒席，也不肯说什么地方不满意，非得一定要走，就不怕我们心里有想法，传出去人家笑话我们两府的人戏吗？被人笑话是小，耽搁了孩子们却是大事。他这话说的义正辞严的，让人无从反驳。毕竟一开始他的姿态摆的就低，并没有明着和萧家人对着干，众人要驳也不好驳。吴氏就动了心思，这事情事关两府，不是小事，他不是萧雪溪的父兄，只是长嫂，做不得这些主。做好了没功劳，做不好却要讨埋怨，前头做得好的全都没了。萧雪溪的婚事若是因此受损，过后还不知怎么埋怨他呢。当下便有些犹豫，动了心，想要留下来，可是又觉着杜夫人最后甩脸给他看，而不是软声说好话，面子没捞回来，没台阶下，便也不说话，也不走，板着脸不动。杜夫人一看这情形，就知道吴氏的小心思，于是越发迫着吴氏说话。少夫人你倒是说啊，别让我急，好说好商量，这是办喜事呢，就要大家伙心里都舒坦才好。又是萧雪溪的婶娘站出来道：这是办喜事呢，大家都坐下，有话好好说，夫人已经说了，好说好商量。
咱们请老夫人出来，敬老夫人一杯酒，听老夫人和大家说，既然是嫡母而非生母，哪会有那么好心？说不定巴不得这事别成才满意呢，还是得越过杜夫人，直接找老夫人才妥当。杜夫人才不拦着呢，含笑道：适才已经让人去请了，马上就来，请诸位稍后。来，吃着喝着。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叫厨房重新换热菜。却说老夫人在里头听见这事儿，气得当场就砸了杯子，一边怀疑是杜夫人使坏，又对萧家12分的讨厌，连带着厌憎上了萧雪溪。她原本就觉得萧雪溪不守妇道，只是这门亲事到了这个地步，念着能替家里捞回些好处也就算了，萧家这样的闹腾分明是不把人放在眼里。蒋家是娶媳妇，可不是请菩萨。其余人见他大发雷霆，都不敢上前去劝，只有金珠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懵懂不知事的催，请老夫人示下该怎么办才好。那萧家许多人围着夫人一个人说个不休呢。夫人连连赔小心，说他们要怎样都好商量，还是不饶，怕是支持不住了。老夫人瞪着金珠喘气，又听外头来报，萧家人要走了，酒席也不吃了。夫人苦劝，萧家少夫人刁难夫人呢。接着又传话进来，好了，夫人拦住了，但是萧家人非得要见老夫人，要您给他们个交代。要他给交代？给什么交代？一个不要脸的小娼妇也值当吗？老夫人气得颤抖起来，硬是不想去了，这亲别结了。却又听人说三公子来了。接着蒋长义大步走进来，脸沉如水，猛地往他面前一跪，泣不成声。都是孙儿不孝，给家里蒙羞，让祖母操劳。然后伏地痛哭不起。蒋长义这里哭声未落，蒋仲又板着脸走进来，母亲您莫操心，带我去。然后长长叹息一声。老夫人将这门亲事的利弊分析了一回，将手里的拐杖使劲一顿，恨声道：好，我忍。于是不许蒋仲出面，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种丢脸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处理好了。蒋长义吗？他恨恨地道：义儿，你要好生记住今日的耻辱，他们无非就是欺负我家失势，你官职低微罢了。想当日，当着下人的面，老夫人顾及脸面，没继续说下去。但众人都明白他的想当日是什么意思，就是蒋仲还风光之时，萧家算计这门亲的丑样。于是蒋长义默默收了眼泪，重重磕了一个头。孙儿不孝，这门亲他无论如何都是要结的，现在忍忍算什么？老夫人噔噔噔出了门，扶着拐杖赶到宴席场所，却不忙进去，只听杜夫人和萧家人怎么打的交道。只听的都是萧家人在说话，杜夫人很沉默，偶尔一句都是催厨房快上菜。一个一直在一旁守着的仆妇上前来回话，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给老夫人听。老夫人虽然讨厌杜夫人，却觉着她对着萧家人说的那席话说的真好，当下便让人进去通传，说她老人家大驾光临了。见着老夫人来了，萧家人一改先前的冷脸，笑眯眯的上前行礼问好，然后软悠悠的拿话逼老夫人。老夫人暗恨，笑得无比慈祥地道：义儿本来就是养在他嫡母名下的呀，而且也一直就是他嫡母和我亲手养大的，这事儿我们可从未有过故意隐瞒，难道府上不知吗？这亲事可不比其他亲事，先打听清楚才下的定论，这是先成了才定的，是什么都得接着。萧家人的脸色就难看起来。杜夫人快意无比，这可不是他撕破的，而是老夫人自己撕破的。第一个目的达到。接着老夫人又冷笑，虽然事实如此，但是说那话的人果然是没规矩，不但轻慢了客人，也丢了国公府的脸面，不能轻饶，势必要断了这个根由。来人，马上给我查。哼哼，分明是杜氏搞鬼，等他借着这机会好好收拾一顿。从来真的想查就没有查不出来的，更何况是有人早就做好准备等着老夫人去查的。半个时辰都不到，就有两个婆子给绑了来，扔在众人面前。老夫人看了这两人，不由微微吃了一惊，这两人是他自己的人，并不是他以为的杜夫人的人。那两个人自然不肯认，说他们只是在那外头待过而已，根本不可能说出这样不知轻重、不懂规矩的话来。老夫人却是想好了的，便皱着眉头吩咐道：每个人打40军棍，赶出去。杜夫人忙道：太重了，大喜的日子不好这样。大喜的日子谁家愿意见着血光？除非是不想这门亲事好了。萧家人想得到，却是故意逼蒋家；老夫人想到了，却是故意做给萧家看。此时听杜夫人把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萧家人倒也罢了，没什么其他表示。老夫人仍然是气呼呼的道：不行，必须得严惩，不然以后要乱套了。
于是便要把这两个婆子拖下去严惩。那两个婆子没口子地喊冤，一脸的不服。萧家人低声商量了一会儿，既然现在老夫人已经表态，就没必要再硬追究下去，无事便出来做好人。算了，我替这两位妈妈讨个人情，说不定中间有什么不知道的误会。且先记下，办完喜事又再说。按着他的猜测，老夫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多半是杜氏指使。不如把人留下来，就等于给杜氏添了两个敌人。杜夫人目光如利剑，中间有什么不知道的误会？呵呵，这不是指的就是他吗？当下却不做出来，跟着笑道：少夫人仁慈，我也是这么个意思。老夫人您看是不是暂且先这样？依着老夫人的性格，这一放就是不了了之。过后萧雪溪还有得受。老夫人并不是真心想收拾这二人，当下也就顺水推舟，勉为其难地道：好吧，不能为了这两个东西误了大事，影响大伙的心情，先拖下去关在柴房里，等喜事过了之后再慢慢发落。然后皮笑肉不笑地望着吴氏道：少夫人，你放心，雪溪嫁过来，我们不会亏待于她。吴氏连任行礼，开始说客气话：那我们就放心了，她自幼娇生惯养的，若是有失礼不得当的地方，还请老夫人和夫人莫要与她计较，该骂的骂，该叫的叫。于是众人都忘了刚才的事情，开始虚伪的客套，气氛渐渐热烈起来。蒋长义在后头脖子都伸得酸了，听到传来好消息，方把一颗心放回胸中去。忽听丫头采莲在外头道：姨娘来了。接着县姨娘愁眉不展，眼里含着泪花，病歪歪地走了进来。三公子，您还好吗？蒋长义听到县姨娘称自己为三公子，心里一酸，忙抢上前去扶着县姨娘在榻上坐了，低声责怪道：姨娘您不好好躺着，怎么来了？县姨娘如同受了惊的小鹿：我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该过来给您添乱，可是我担心您不好受，不看到您不放心。蒋长义叹了口气：姨娘，没人在的时候，您不要和我这么生分了，谁家的，称自己的，是叫您的。县姨娘的脸上就露出甜蜜满足的微笑来，她轻轻抚着蒋长义的衣服：都是我不好，让你受这种气。你若是运气好，投生在夫人肚子里，怎会受这种冤枉气？蒋长义有些微不耐烦：和您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再提这个，提这个没有用，让人家听见还麻烦。县姨娘忙捂住了嘴，害怕地看着采莲。采莲微微一笑，退了出去。蒋长义便道：采莲不怕，是自己人。他看到县姨娘的样子，放软了声音道：姨娘，你放心的养病，不要替我担忧，你等着，我会好好孝敬你的。县姨娘小声道：我等着，但是萧家这姑娘还没进门就这么厉害，我怕你将来受气。这是肯定的，但不会太长。除了她的亲娘会担心她会受萧雪溪的气，这家里其他人就没谁会替她担心。她存在的意义和蒋云清是一样的，对家族有用才会受重视，否则就什么都不是。蒋长义暗里叹了口气，笃定地道：您放心，不会的。姨娘，你回去吧，让人看见了不好。县姨娘也就起身要走，蒋长义又叫住她：听说大嫂有了身孕，你有精神的时候帮她做点针线活。蒋长阳昨日命人给他送了好些财物来，出手挺大方的。县姨娘犹豫道：我这病着呢，人家会嫌弃的。蒋长义摇头轻笑：他哪会缺这个，重要的是心意，你只管做就是了。于是从箱子最深处翻出半只餐来，用块帕子包了塞进县姨娘的袖子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道：拿回去用，没人看见的时候切一片含着。县姨娘含着泪走了。蒋长义又默然坐了片刻，起身去找蒋仲，到了蒋仲的书房外，却不见蒋仲的踪影，便问守门的人，守门的道从老夫人那里出来后就出去了，看见换了大衣裳，披了披风的，大概是骑马去了哪里。蒋长义想了一会儿，猜不出蒋仲会去哪里，便又往杜夫人的院子里去。院子里只有松香一个人坐着在做针线活，见他来，笑道：恭喜三公子，三公子是要见夫人吗？夫人在外头陪萧家的客人呢。蒋长义道：我知道，我就在这里等夫人。天气冷了，你去给我煎茶来喝。松香不敢放他一个人在这里独坐，忙快步往门口去交代小丫头，随即又回来陪了他说话，一会儿在炭盆里捅捅，一会儿又递点果子什么的。蒋长义知道他防着自己，只装作不懂，自顾自地和松香唠到今日的事情，多谢杜夫人。不多时，外头散了，杜夫人满脸疲惫地走了进来，才到院门口，就听小丫头报说蒋长义来了，不由暗自思忖，他来做什么？他的翅膀是越来越硬了，迟早不会把自己这个嫡母放在眼里的，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个，所以他才懒得和萧家虚与委蛇。想归想，
他还是满脸堆笑的走进去，亲切地道：“义儿，你怎么来了？”蒋长义老老实实的站起身来，垂着手恭敬地道：“母亲，义儿给您添了麻烦，是来赔礼的。今日多亏的您。”杜夫人听他这话，没来由地心里一惊，总觉得他是亏破了自己的一切，随即很快掩去，笑道：“说什么傻话？”他加重了语气：“义儿，你是我养大的，除了钟儿，就是你和我最亲，你明白了吗？”蒋长义感激地道：“母亲，您的恩情儿子从来不敢相忘。”杜夫人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叹道：“今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萧家是怎么想的，兴许是想让他们家姑娘多长点威信，可这实在是过分了些。萧家是5姓7家之一，萧尚书又是当朝栋梁，嫁进来谁也不会轻慢她。我也打算把手头的家事给她管，我好享享福，这样闹腾有什么好处啊？”他主动提起这事儿来，到底是打的什么主意？蒋长义垂下头不语，半晌方道：“就冲着这性子，他就管不了家事，母亲就不必抬举他了。他哪能有您管得好？”杜夫人摇头：“不，她到底是大家女儿，不可能差到哪里去。就算是有什么地方不懂的，我和你祖母慢慢教她，总能教好的。”随即又笑道：“你是不信我吧？我知道你不是我生的，隔着一层，若是有人在中间挑拨几句，这情分很快就没了。但你且等着看，我是真的不想管家了。等他过了门，回门礼成以后，我就教。你大哥大嫂不回家，又是那样的情形，你二哥隔得远，娶亲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就指望着你们孝敬我了。咱们当着你父亲的面说。”便叫人去请蒋仲。蒋长义明知蒋仲不在，却也不说，默默坐着等候。不多时，去请蒋仲的人回来道：“国公爷骑马出去了，家里的车也一并叫了去，还让人在上头多垫了几层褥子，又叫人把映雪堂也收拾出来了，现下正在烧炭盆呢。”杜夫人微微皱起眉头来，随即淡然一笑：“大概是去接你大哥大嫂了。”亲自去接蒋长阳和牡丹回来住，这般隆重，却都没和他这个当家主母说一声，把他当成什么了？这个嫡长孙真的就这么重要？蒋长义善解人意的低声宽慰他道：“约莫是怕大哥大嫂明日来不了，让人笑话。”杜夫人不置可否，揉着额头道：“我给县姨娘请了一个刚来的太医，听说治他那个病很有一手，过几日事情过了，就让他来试试。”蒋长义嗫嚅片刻，小心的拿捏了分寸，小声道：“谢谢母亲。”“谢什么？这本就是我分内的事情。”杜夫人叹了口气：“我累了，你下去吧。”蒋长义规规矩矩退了出去。百香垂着头不敢看他，只从睫毛缝里偷看他的靴子，却听杜夫人道：“松香，你送三公子。”松香犹豫了一下，放下手里的东西，陪着蒋长义走了出去。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三公子马上就要成亲，萧雪溪和夫人势必成敌，夫人一定会在三公子身边安插一个人的，这当口让松香去送三公子，莫非？百香一时脑子里空白一片，难过得气都喘不过来。杜夫人静静地看着他，低低地道：“百香，如果我让你去伺候三公子，你可愿意？”百香的一颗心顿时提到嗓子眼，她惊慌地四处乱看，看到蒋长义黑色的靴子在帘子外停顿了一个呼吸的时间，然后又毫不停留地走了。她镇定了片刻，抬眼看着杜夫人，大声道：“夫人，奴婢不愿意。”杜夫人一双眼睛黑黝黝的，唇边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来：“不愿意啊？”百香静听他接下来会有什么吩咐，等了好一些，才听他话锋一转，道：“你去映雪堂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的，务必收拾妥当。”牡丹为难地看着蒋仲，他没想到蒋仲竟然会亲自上门来接他回去。谁会想得到呢？一向看他不顺眼，总觉得他高攀，阻碍了蒋长阳前程的朱国公，有朝一日竟然会亲自带着马车来接他。不管这是因为他腹中那个尚未成型、不知男女的胎儿，还是因为蒋仲觉得自己完全没了指望，想收买一下蒋长阳这个还算有点出息的长子的心，他如此隆重，实是不好随便打发。蒋长阳在还好说，可是他不在，他只有自己上阵。牡丹左思右想，只得采用拖字诀：“父亲，儿媳有许多东西要收拾，现下已然天晚，家里也没安置妥当，来不及了，不如明日我和程峰一起赶早过来，您看如何？”蒋仲带着一种早就看透他不想回去的表情，淡淡地道：“家里什么都有，不过就是去1-2天，也没隔多远，有事随时可以找到，方便得很，就算是家里没有的，让人明日送过去就是了。”牡丹干笑一声：“您说的是，但大郎一大清早就出去，说是要进宫，现在也没见回来，半点音信都没有。儿媳心中甚是挂念，也没心思做其他事。”蒋仲却是与他拧上了：“
那你就更该和我一起过去，我派人去宫城外头候着，一有消息就会送回去，见着他就让他直接回家。那不必了，已然着人去候着了的。牡丹无奈之极，林妈妈便暗示她装害喜运土，牡丹没采纳林妈妈的建议。装了有什么用？蒋仲铁了心一定要他们过去的，见状也一定会说蒋云清等人可以照料他，还不如趁这机会自己给自己争取点福利。于是便道，不瞒父亲，儿媳这2日都不怎么吃得下东西，只爱吃林妈妈做的几样清粥小菜，过去怕给厨房添麻烦。蒋仲的神色顿时变得很难看，不就是防着府里的其他人吗？要说这个，府里还没出过这种丢丑的事情，闹得最大的无非就是杜夫人算计蒋长阳不孝那件事，此外还真没出过什么当面出人命的事情。大郎媳妇果然是从刘家出来的，心思太多太复杂。牡丹见他不说话，只继续装糊涂。三弟成亲是大事，成风无论如何都要去的。我也想去，但就是怕我这1日3餐没个顿头，给家里添麻烦。蒋仲咬了咬牙，忍住不愉快，道：既然如此，就让人在映雪堂弄个临时的小厨房好了，你想吃什么，什么时候想吃就让你身边的人做，这样可以了吧？说到底，他就是怕蒋长阳和牡丹找各种借口临时缺席。如今国公府江河日下，若是少了蒋长阳去撑门面，只怕是那场面都会冷清的丢死人。牡丹也就不客气的应下，虽让林妈妈去收拾东西，但还是坚持要等蒋长阳回来。蒋仲忍的脖子上的青筋都胀了起来，却也只有忍着。二人一直等到酉时3刻，犹自不见任何音信。不要说牡丹焦急，蒋仲也担忧起来。他把前事后事一联系，突然就觉得皇帝让蒋长阳办这差事是不安好心的。倘若皇帝真的因为昙花楼的事情憎恨他，那么一定连带着蒋长阳也不会受待见。所有的恩宠大概都是表面功夫，不然怎会恰恰就让蒋长阳去办这差事呢？看看闵王那嚣张恶毒样，皇帝真的会不知道？他才不信。但也不见闵王受了什么惩罚，还是一样的咄咄逼人，不见有任何收敛，可见自己的猜测果然有道理。蒋仲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越想越坐立不安。倘若蒋长阳被揪了错处，下一个就是国公府。他索性站起来，命令牡丹：大郎媳妇，跟我回去。如今只好让牡丹跟他先回国公府是最好的，万一出了什么事，总比他一个妇人独门独户的在外头妥当。牡丹不知他心中所想，推道：我等大郎回来。蒋仲发怒：我的话你都胆敢不听，你可知道什么叫做孝道？却听蒋长阳的声音在门口凉凉的响起：国公爷来了，怎不提前使人来说一声，儿子也好在家恭候。好威风，跑他家里来耍威风了。蒋仲看到蒋长阳完好无缺，衣着光鲜，那根紧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松了一松，脸色却极其难看。明日是你三弟的正日子，我亲自来接你们回去。他把亲自2个字咬得重重的，谁家的父亲会亲自来接不孝的儿子儿媳？也只有他了。他要不是想着怕又遇到什么疯牛疯马的，他也不耐烦。蒋长阳淡淡地道：不是明日吗？我记着的，到时候自然会去。说着接了牡丹地上的茶汤一饮而尽，喝了一盅又要一盅。牡丹猜他怕是1天都没喝水，便低声问：饿吗？蒋长阳点点头，抓起旁边的糕点就往嘴里喂。那糕点是牡丹特意为他弄的椒盐味，吃着倒还顺口。于是便把因为饥饿而产生的烦躁渐渐压了下去。他舒畅了，蒋仲却不舒坦了。蒋仲想着自己为了他焦虑了这许久，好容易见着了人，也不见他把事情经过和自己说一声，来了就是冷冰冰的，专和自己对着干，心里越发恼怒。可想着当牡丹的面吵僵起来，最后丢脸的还是自己这个做父亲的，便生生忍下，用越发冷淡生硬的口气道：记得就好，你家的马车不能用，我把府里的车带过来了，映雪堂也收拾妥当了，你们马上跟我回去。牡丹见蒋长阳垂着眼不语，记得他一饿肚子就会烦躁，便低声问他：先让人给你弄完热面汤？不必了，就吃这个垫垫底，稍后吃晚饭。蒋长阳微微一抬下巴，看着蒋仲：也行，正好我手里的差事交了，过几日便要去兵部。牡丹一愣，随即回头盯着他看，是不是真的？蒋仲也一愣，皱起眉头看着蒋长阳。蒋长阳无比淡定地道：听说是兵部职方司郎中，今日已经拜见过张尚书和2位侍郎了，正式的任命过2日就下。蒋仲一喜，兵部职方司郎中，从五品上阶，掌地图、城隍、镇戍、封后、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规划之事，也是要职了。以蒋长阳的资历和功劳来看，得到这个职位其实是很恰当。
可随即他的眉头又一皱，我记得原来在这个职位上的人是韩世昭。蒋长阳打断他的话，他的祖父死了，逆不举哀，已然被革职。这韩世昭是闵王那一派的人，逆不举哀绝对不会是最近的事情。可恰恰就在蒋长阳要去兵部的关口刚好出事，蒋长阳又刚好顶上，这中间绝对不会是偶然和碰巧这么简单。蒋仲惊疑不定地看着蒋长阳，蒋长阳的神色淡淡的，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来。蒋仲情知他不会和自己透露半点情由，只得叹了口气，只怕你这个差事不好办，单是闵王只怕就会更疯狂。蒋长阳无所谓地道，这个你就无需操心了，我吃得下。那个差事，蒋仲心情复杂的看着自己这个不在身边长大，可以说是半个陌生人的长子。蒋长阳的行事风格和他完全不同，想要的就一定要拿到手，这个性格其实是很令人担忧的。蒋长阳不想多说，天色晚了，走吧，硬生生的将蒋仲的后半截话给堵在了嗓子眼里。简单的吩咐过乌三几句后，父子二人沉默着各自上了马，护着牡丹的车，踏着暮色往朱国公府而去。到的朱国公府，早有人去报给府中众人知晓，当时又正值饭点，于是所有人都凑到老夫人房里吃饭。牡丹不想动桌上的东西，又不想做得太明显，便起身伺候老夫人用饭。杜夫人见状，暗自嗤笑不已，那是个什么老货，任人怎么伺候怎么尽心，都别想得到他的真心。蒋云清倒是有些心疼牡丹，怀着身孕，害喜还厉害，被接回来还要伺候老夫人。蒋长阳也不说话，也不吃饭，就淡淡的看着老夫人。老夫人被他看得不自在，偏还赌上这口气了，就要牡丹伺候咋滴了。蒋崇看不下去，低低的咳了一声，道：大郎媳妇，你不是身子不妥吗？不想吃就在一旁歇着，还有夫人和云清呢。然后又趁机宣布了蒋长阳的事情。大郎过2日要去兵部直方司任郎中。众人都小吃了一惊，心思各异，杜夫人一时之间竟然似被掩着了似的，傻傻的坐着反应不过来。只有蒋长义反应最快，立刻就起身恭喜蒋长阳，提议上点酒。这个消息算是风雨飘摇中的国公府最好的消息了。老夫人挑了挑眼皮子，放过了牡丹，你身子不妥就别折腾了，想吃什么让厨房另外给你做。牡丹轻声道，家里事多，厨房还要准备明日的宴席，我让林妈妈给我单独做点就好了。言下之意就是要开小灶。蒋仲也就想起自己许诺过牡丹的话，便吩咐杜夫人让人弄几个行灶和几筐好炭送到映雪堂去，吩咐厨下他们要什么食材只管供给。这府里只有老夫人有，她自己都没弄小厨房呢。杜夫人一时怒火中烧，愤懑不已，脸上却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来。好。牡丹心满意足地吃着林妈妈用从自己家里带出来的食材做的吃食，不时快乐地晃2下头，轻轻推一下躺在她身边一动不动地想事情的蒋长阳。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再吃点？蒋长阳宠溺地拍拍她的背。不吃，你快吃吧。牡丹放下碗筷，趴在她身边轻声道，你说的都是真的，以后你都可以按时回家了，不会再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了吧？相比蒋长阳进兵部做了直方司郎中，他更关注他能不能按时回家，安全不安全。蒋长阳失笑，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情，乱说。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真的可以按时回家了。他对视着牡丹的眼睛，丹娘，这些日子苦了你啦？牡丹轻笑着摇头，没有啦。他翻身躺在蒋长阳身边，轻声哼歌，今天天气好晴朗。蒋长阳听不清他在唱什么，好奇地道，你在唱什么？怎么都听不清的。牡丹摇头晃脑，做得意状，不告诉你，自己听。哪能和他说呢，反正他心情很好就是了。蒋长阳翻身坐起，伸手去喝他的歌汁哦。哟嚯，3天不打上房揭瓦，还和我对上了。牡丹笑得喘，伸腿去踢他的屁股。我看你才是欠揍。娘子。林妈妈在外面咳嗽了一声，二人立即停住，坐起身来互相整理了一下衣服，确认妥当了。蒋长阳方板着脸道，进来。林妈妈走进来，目不斜视。夫人那边的百香送了东西过来。杜夫人非常精明，不会送那些伤伤水水的，送的都是些米面和油之类的东西。牡丹便道，收下就是了，让人给他拿点赏钱。林妈妈低声道，百香想求见您。牡丹一怔，随即想也不想地道，不见，就说我乏了，已然躺下了。林妈妈也拿不准百香要做什么，只知道百香是杜夫人身边数一数二的心腹亲信大丫头，一准幺蛾子极多，无论听她说什么都是浪费牡丹的精神，便点头应下，自出去回绝百香。
百香忐忑不安地坐在旁边的茶水房里等候林妈妈，一时见了林妈妈，充满希望地站起来。妈妈，林妈妈笑着把个荷包递给她，辛苦姐姐了，这是少夫人赏你的。百香心里就明白了，牡丹不见她，不然这赏钱怎么也该是牡丹当着她的面说赏，而不是先就命人给了赏钱。百香的脸上露出几分哀求的神色来。妈妈，请帮我通融一下，我有话要同少夫人说。林妈妈的笑容不变，语气却是半点不妥协。少夫人已经睡下了，大公子也在里头，姐姐有什么话要同少夫人说的，可以和老奴说，老奴一准儿给您传道。他这话怎可能通过旁人传给牡丹知晓？多一个人知晓都是了不得的大事。百香绝望地喘息了2声，带着豁出去的决绝道：这话说给大公子听也是一样。林妈妈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一字一顿地道：大公子也睡下了，他今日面圣，可辛苦呢。百香顾不上去理解林妈妈眼里的含义，她茫然无措地走出映雪堂，漫无边际地走了一会儿，把手里的气死风灯灭了，幽魂似的走到空无一人的园子里，爬上最高的那座假山，看着远处的蒋长义院子里的大红宫灯，眼泪渐渐模糊了他的双眼。今日家宴散了以后，杜夫人就真的把松香给了蒋长义，虽然口头上说的是蒋长义那屋子里伺候的人少，心腹进门诸事不便，要个妥当的人去看顾着，待到日后有了合适的才又让松香回来，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个好听点的话头罢了，松香从此以后就是蒋长义的人了，而他只怕永远都不会再有那个机会。心腹能容许婆婆给的一个丫头，却不能容忍2个，好吧，就算是心腹能容忍她，杜夫人也不会放过她。百香缩进石头夹缝里，低声哭泣起来。她回想着当时蒋长义僵硬的笑容，看向她时的那种无奈而悲凉的眼神，又想着松香明明有些欢喜，却又故意装着很惶恐的样子，心里恨透了杜夫人。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恨过杜夫人，她替杜夫人做牛做马，到头来却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得不到。没错，杜夫人当时是好心的问过她愿不愿意跟了蒋长义去，但她心里比谁都清楚明白，不能答是。如果杜夫人真的有意让她跟了蒋长义去，就不会问她愿不愿意，而是像指派松香一样的直截了当的就指派了。如今她能接触到的重要的事情越来越少，说明杜夫人已经在防范她了。不行，她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只要大公子知道了那些事情，则能容得下杜夫人才怪。百香狠狠地擦干眼泪，少夫人不是不见他吗？没关系，少夫人这会儿又不走，还有明天，还有后天。总之，总会给他找到机会的。想到此，百香的身上又充满了力量。她轻轻摩挲着藏在胸前的那个小小的平安扣，心里充满了甜蜜。她正在臆想，就听有人在假山石下喊道：是百香姐姐吗？你怎会在这里？是金珠的声音，百香的冷汗都吓出来，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平生静气，不说话，不动弹。却见自己提来的那盏气死风灯又被点燃，并且往她面前晃了晃，灯笼后头是金珠那张娇憨天真的笑脸。百香姐姐，夫人让我来看看，你怎会一去不复返？她还等着你给她上夜妆呢。我刚还想，难不成你是被少夫人留在映雪堂了？谁知道你却躲在这里哭。你哭什么？百香记不得自己和金珠有仇，金珠也是第一次做出这种攻击状态。她迅速的反击：我没哭，我就是突然想起那天听扫地的婆子说，在这上头可以看到平日看不到的好景色，心之所至，走上来看看。说着提了裙子准备往下走。金珠扫了一眼，掩着嘴笑，果然好风景，从这里看过去，恰好就能看到三公子的院子，这红彤彤的一片，看着真是喜庆。她天真娇憨的脸上闪着恶毒的光芒。百香全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是吗？我还真没注意。三少夫人真是出身名门世家，我今日看了铺房用的那些东西，真是太华贵了。金珠笑道：我刚才去找你，听说一件事，不知真假，和你有关哦，你要不要听听啊？百香姐姐，被人威胁的滋味不好受，特别是不知道对方手里到底握了自己多少事情，不知道对方任何底细的时候。百香口干舌燥的干笑，说来听听。谁会说我什么？金珠靠近他，呵气如兰。有人说你恨夫人，想出卖夫人，投靠大公子和大少夫人。你胡说什么？百香心跳如鼓，脚趾都险些把鞋底抠破。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一种平时从不曾有过的冰冷坚硬。小姑娘不要乱说话，当心风大闪了舌头。她冷冷地看着金珠，我打小就服侍夫人，我的忠心夫人最是知晓。我知道你迫不及待想坐我这个位子，但你也不用这么急，迫得太急了会摔跟头的。
金珠的瞳孔一缩，今夜无风，我不怕闪舌头。百香姐姐，你记得去年被活活打死的那个魏婆子吗？那是老夫人扔了蒋长阳拿回家的御赐之物后被揪出来的替罪羊，是杜夫人亲自下令打死的，事后又让人去念经超度，给那几家人的家人寻了差事，但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差事，而且离国公府远远的，主子们不可能蠢到把结了仇的人放在身边。这个金珠是从哪里钻出来的？百香皱起眉头，你是他什么人？那事不关我的事，我是他什么人不重要。金珠摇头，重要的是那差事就是你一手操办的，今天你也会尝到那种滋味的。你猜夫人要是知道你今晚做的事情会怎样？这丫头多半是讹诈。百香挺直腰杆冷笑，我做什么了？你去说啊。走，咱们一起去见夫人。金珠的眼里却露出十分惊恐的神色来，她看着百香的身后，惊慌失措地道：夫人，您怎么来了？百香同样惊恐地回头，却没看到杜夫人的身影，接着她飞了起来。她看到假山石下的那个冰冷的池塘离她越来越近，黑洞洞的，就像是巨兽的口，冰冷的水汽如同怪兽的触手，把她缠住缚住，半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当头撞向水面的那一刻，她艰难地扭头，看到金珠挑着那盏气死风灯，高高地站在假山石上，冷漠而无情地看着她。她不想死，百香爆发出一声大喊：救命！接着呛了一口森寒刺骨的冷水，她拼命挣扎着，竭力喊着。这样寒冷的夜晚，空旷无人的园子里，谁又能听到她的呼救声呢？在沉下去的那一刻，她浑浑噩噩地想，金珠，你也会有这一天的。金珠把那盏气死风灯随手扔在了假山石上，任由它燃烧燃尽。她淡淡的转身，迈着坚定的步伐，借着树木阴影的掩蔽，走回了杜夫人的院子。林妈妈瞅着蒋长阳和牡丹的房里灯灭了，却不敢就此躺下，要等牡丹二人熟睡才好去睡。忽听院门被人轻轻叩了几下，接着看门的婆子立在廊下小心地道：妈妈，是夫人院子里的。林妈妈皱起眉头来，这深更半夜的来回折腾什么？却不敢怠慢，迎了出去。只见一个10来岁的小丫头挑着盏灯笼站在门口，冷得缩脖缩脚的。妈妈，我来接百香姐姐。林妈妈一愣，随即道：百香不是早就回去了吗？那小丫头一惊，忙道：没有呀，她来这里后就一直不见回去，兴许是去了其他地方，你去其他地方问问。林妈妈不高兴起来，这么个大活人，腿长在她自己身上，难不成整个国公府就只有映雪堂一个地方可以去？莫名其妙。小丫头可怜兮兮的道：妈妈容禀都不敢来这里打扰大公子和少夫人的，先前也想着是去了其他地方，可是一路问来都说不在，便想着她大概是在这里和姐姐们说笑话，忘记时候了。若是不在，那也就算了。边说边往里探头，口气却是确定人一定就在他们这里了。林妈妈便侧开半边身子给她看，皮笑肉不笑地道：她就算是想留，我们少夫人也不敢留她。谁不知道她是夫人面前最得力的，夫人随时都要用。你要实在找不到，去回了管事的，各房各处问一问，一准很快就找到了。那到底是去哪儿了呢？那小丫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才想起面前的林妈妈来，打扰妈妈了。林妈妈命看门的婆子掩上门，走回房中，又坐僵下来。顺儿和宽儿早听了个仔细，都道：真是稀奇，一个大活人竟然活生生的就不见了，怕是故意挑事，要不要和娘子说？夫人房里的长侍大丫头不见了，可不是小事。林妈妈看了看牡丹和蒋长阳的房间，轻声道：挑什么事都不干咱们的事儿，他扯得上吗？何必为了这种事把人给叫醒？明日慢慢再说也不迟。顺儿和宽儿想着也有道理，便都一言洗了，各自睡下，不提第二日蒋长义去迎亲前照例要祭祖。牡丹和蒋长阳早早就起了身，林妈妈这才把昨夜的事情说出来。牡丹也没放在心上，一个大活人能去哪里？多半也是找到了的。可这里才刚梳洗完毕，一个管事婆子就来了，也不敢说要找牡丹和蒋长阳，只问宽儿和舒儿昨夜见着百香没有。这是明知故问了，左一遍右一遍的问，宽儿和舒儿这才惊觉事情不一般，便去同牡丹说。牡丹略微想了想，便叫那婆子进去回话。那婆子表现得诚惶诚恐的，昨夜就找了半宿，一直不见人，因着映雪堂是最后见着他的地方，只得再来问一回。又再三表示，不单是映雪堂这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询问查探，毕竟一个大活人突然就不见了，真是蹊跷。意思是他是办差的，不是故意来找谁的麻烦。一个丫头不见了，也要跑到主子的屋子里来寻，若是逃了，便要往外头去寻，若是没逃，他也不可能藏匿。
分明就是故意找茬了，有人要叫他在这里住得不舒坦。牡丹索性道，既然如此，领这位妈妈在这屋里转一圈。那婆子偷眼去着一旁面无表情的蒋长阳，陪笑道，怎么敢，怎么敢，少夫人说了不在就是不在。牡丹微微一笑，这屋子不是我的，我也是暂住的，里头的犄角旮旯都不清楚，趁便一起看看罢。大家都放心。那婆子怎敢真的挨着看，随便瞟了几眼，便道不敢耽搁二人，忙忙地退了下去。牡丹便问蒋长阳，人大概是真的不见了，你说这是要做什么？想着昨夜百香一定要见他，也不知是有什么事，心里就有些不安。蒋长阳淡淡地道，管他做什么，且等着看就是了。摆饭，二人一同用了早饭，到的老夫人处，迎面就看到蒋长义衣衫簇新的立在门边，眼神有些飘忽。里头老夫人正在骂杜夫人，这当口出这种事，一个大活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真是好笑。若是白日里人多事多的时候不见的，还有个响头，深更半夜不见，还无影无踪，可真是好笑。把看门的拿来重重拷问，他一连说了2个好笑，眼神锋利如刀。他倒也不是关心百香，甚至早就巴不得拔了百香，可是这当口出事，却是他不能容忍的，心里早就认定了就是杜夫人主仆搞的鬼。杜夫人垂着头道，是，又有些难过。昨日还好好的，我待他也不薄，他怎会逃了？看见牡丹和蒋长阳进去，便回头问牡丹，丹娘，你昨日见着百香，可见他有什么反常？牡丹淡淡地道，我不曾见着他，我是过后才知他去过的，是林妈妈接待的他，今早我也问了，只交割了东西就走了，统共在映雪堂待了不到1盏茶的功夫。夫人过后可以问林妈妈。一个管事婆子在外头晃了晃，红儿出去片刻后回来，低声道在园子里的假山上头找到一个被烧了的灯笼，有人说昨夜看到百香从映雪堂出来后就进了园子，可园子里除了这个灯笼，不见他的踪迹。众人面面相觑，都觉得有些不妙。蒋仲当机立断，还能插翅膀飞了，过后再说，现下先祭祖，办了大事才是最紧要的。于是众人纷纷往外头走，牡丹瞧见红儿趁着众人不注意，飞快地贴着老夫人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老夫人便抬眼朝他看了过来，牡丹心中坦荡，便回了老夫人一个微笑。老夫人便又垂下了眼睛。接下来祭祖、结亲、新人到家、拜堂一系列事情都很顺利。萧雪溪被引着认亲的时候，来了一位客人，先恭喜过后，把蒋长中送来的一匣子礼物和一封书信交给蒋仲。蒋仲不在意蒋长中送了什么东西给蒋长义贺喜，也忙不过来看那书信中写了什么，只忙着应付客人。客人来的比他想象中的多，虽然许多是蒋长阳的朋友，但好歹没有出现他最害怕的冷场。杜夫人却不同，急急忙忙地同身边的女客告了罪，撕了书信开看。一看之下，她满脸喜色，控制不住地捂着嘴笑出了声。如此明显的作为，由不得身边之人不好奇，纷纷都问他有什么喜事。杜夫人抿着嘴只是笑，命人把书信拿去给蒋重看。他越是不说，众人越是好奇，都缠着要他说。杜夫人这才勉为其难地道，钟儿立了一个小功。可众人看他那样子，怎么都不可能是个小功的样子。他却是不说了，只道办正事，办正事，这个改日又再说。意思是此刻是蒋长义的好日子，不谈其他事抢风头。那边蒋仲看了书信，也是喜上眉梢。他深深地觉得，他把蒋长中送到军营里去是最正确的决定。蒋家的男儿果然最适合那种地方。这才去了1年多的时间，又立功了，坏毛病改了不少，也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这次做了云骑尉，虽然官职不大，但他年纪小，若是这样一直下去，前途自不必说，重振家风也指日可待。于是蒋仲有意无意地拿给宾客们看，就有人说是三喜临门，大家都凑去恭喜主人家。蒋长义一整天都有些心神不宁，萧雪溪脸上也不见有多少喜色。二人都是按着司仪的指示，4个牵线木偶一般的行礼，问候，行礼。特别是萧雪溪愤恨不已，他的心还没从刚才给蒋长阳和牡丹行礼问候，那二人郎情妾意，呲了他眼的伤痛中回过味来。再看着蒋家这些需要他行礼问候，好奇地打量着他的亲眷们，心中充满了轻蔑和鄙视。老天待他何其不公！可突然间，众人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了，好多人都在低声向询蒋长中如何，恭喜的对象也不是他和蒋长义，而换了旁人。这是他的婚礼，而不是蒋家其他的庆功宴。萧雪溪愤怒地看着蒋长义，却见自己的丈夫满脸都是讨好的笑，对着亲眷们认认真真的行礼，
有人问的时候，还不忘夸赞上自己的2位兄长一回。再看看满面春风的杜夫人和甜甜微笑的牡丹，萧雪溪不由悲从中来。是了，蒋长义是什么？一个数字。他在这家里什么都不是，他不讨好这些人还能怎么办？而他就是这个数字的妻子，老天待他何其不公，他怎么就会摊上这个灰兔子？蒋长义正向族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行礼问候，却迟迟听不见萧雪溪的问好声，不由回头去看他的新婚妻子，可得到的却是2道充满了轻视和愤怒伤心的目光。他的心中那点微薄的喜悦顿时丝毫不见，变得冷硬起来。蒋长义含着笑，温柔地看着萧雪溪，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该行礼了。萧雪溪身后的嬷嬷用力推了萧雪溪一把，这是什么时候？是所有人都盯着看的时候，萧家的女儿不懂规矩，岂不是要被人笑掉了大牙？再不满意也得把规矩礼数给做足了。再说萧家的女儿不愁嫁，可这名声也是要的，她后头还有那么多待嫁的女儿呢。萧雪溪恍然惊醒过来，心不甘情不愿地行了礼，尽力想把周遭他不想听不想看的一切都隔绝在耳朵和眼睛之外。虽然在来之前，家里人早就和他说了许多，分析了许多利弊，可是知道道理是一回事，真的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到底意难平。要说拜客这一关萧雪溪就不满意，那么最后的弄心妇更是让他不满意，乃至于让他感到一种深深屈辱。他觉得他就像是一只猴，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弄来弄去，一旁的蒋长阳和牡丹却在那里看他的笑话。他想哭又想喊，可是却哭不出来，喊不出来，他只能把蒋长义恨了一遍又一遍，都是这个不要脸的下贱男人毁了他的一生。他却要奉他为夫，赐奉他的家人，为了他在这里被人嘲笑戏弄。那许多的人上前来围着调笑戏弄心腹，为的是讨个热闹欢喜。可这位心腹虽然没有发脾气，却也绝对不配合，一直就板着脸，嘴抿得紧紧的，下巴抬着，目光冰冷不耐烦，全身都散发着疏离与倨傲，还有轻慢。宾客们都看出些意思来，谁肯去看他的脸子？于是冷了场。有人不忿，冷笑：什么东西？怪有脸面装的。声音不大，却如同一根尖刺，深深地刺入了萧雪溪的心口。他紧紧握着拳头，一刃指甲刺入雪白的掌心，抬起眼来望着那个人，灿然一笑。他看到那个人讶然而有些胆怯地缩回了人群之中，他笑得更灿烂了。他还要活下去，他不能被这些人给吃了。蒋云清站在牡丹身边，同情地看着笑容越来越僵硬的蒋长义，先前阴沉着脸，此刻却笑得古怪嚣张的萧雪溪，不由轻轻叹了口气。这不相称的婚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有多幸福，那么他自己呢？蒋云清陷入沉思中。见冷了场，司仪忙领着进入下一个流程，引着新人入青炉，饮喝锦酒，结发，去烛，下帘，礼成，众人退出。黑暗中，蒋长义闷声不响地去解那根将2人的脚趾拴在一起的丝线。他的手指不可避免地摸到萧雪溪的脚，萧雪溪厌恶的一缩脚，蒋长义却死死压着他的脚不动。他一扯，钻心的疼，再扯，还是疼。他并没有如同他所想象的那样迁就他。这是萧雪溪认识到的第一个真相。这个男人沉默而灵巧地将那根把2人束缚在一起的丝线很轻易地就解开，然后径自在他身边躺了下来。他没有化身野兽扑在他身上，也没有哀怜哭求他与他行敦伦之礼，成就夫妻。他对他从始至终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这和他所想象的新婚之夜相差太远，这个男人和他印象中的那个男人相差太远。10月底的夜，青炉中阴嗖嗖的冷，被一心以为很爱自己的新婚丈夫漠视了一夜的萧雪溪，抱着他残存的尊严，扶着双腿在榻上坐了一夜。他听见蒋长义的呼吸轻缓而平静，也听见外面的风声一阵急过一阵。蒋长义睡得很熟，他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这个认知让他控制不住地流泪了。他不敢出声，只是使劲咬着唇，拼命地忍。模糊的晨曦中，一块帕子递到了他的面前，他任性地把它挥落，那块帕子又被捡起递在了他的面前，他又挥落。私心里，他是希望蒋长义重新捡起来再递给他一次的。他想，如果他再捡起来递给他，他就原谅他。尉迟是曾经和他说过的，他这辈子就是这样了，他得认命。好在蒋长义真心爱他，要真是过不下去，和离也是将来的事，反正不会是现在。他自己也清楚，婚前失贞，那可和再嫁不同，再怎样也配不到好的姻缘。倘若不是因为父母疼爱他，兄长疼爱他，他早就是家族的弃子。最好的结局就是把蒋长义扶起来，让他得到该有的尊荣。而这件事，父兄都已经在做，而且对蒋长义的表现还很满意。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他在几年之内，他都要在国公府待着，他要活得好，就得把他牢牢地握在掌心里。这新婚之初，就是树立威信的时候。萧雪溪已经不哭了，他就等着从心理上以绝对的优势压倒蒋长义。他要做到，他让他往东，他绝对不敢往西；让他往西，他绝对不敢往东。但是蒋长义让他失望了，他没有再给他剪帕子，他轻轻笑了一声，异常温柔地道：“你心里不高兴？这还用说吗？”萧雪溪决定不回答这么白痴的问题，却听到蒋长义轻声道：“我也不高兴。你昨日让我丢尽了脸，也丢尽了萧家的脸面，你的父母一定不会高兴。”萧雪溪的第一个反应是愤怒，他也有资格教训他，他有什么脸面？他恰恰就是这世上最不要脸的人。却听蒋长义心平气和地继续道：“我知道你觉得我不要脸，可是我心里觉得你也是不要脸的。比如原帕，你能拿得出来吗？还不是他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干的好事，他怎么可以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来？”萧雪溪猛地抬头，愤憎地瞪着蒋长义，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蒋长义侧对着他，晨光把他的侧影照得线条分明，最分明是他唇边那缕笑容。他回头温柔地注视着他：“你别生气，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心里一定非常不服气吧？我也是。马上就要天亮了，我们商量商量以后这日子怎么过。我呢，我不想就这样一辈子屈居人下，我猜你一定也是。”他的目光很温柔，声音很柔和，但是无一不透露着一种彻骨的冷，是真的冷，冷静，冷漠。反正萧雪溪是真的觉得冷。那一瞬间，他明白一件事，他的眼里心里丝毫没有他，所以他才会如此的冷静。他的冷静奇异地传给了他，他抬起下巴，刺猬似的冷冷地道：“怎么过？你不想屈居人下，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蒋长义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脸，萧雪溪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猛地甩了一下头：“别碰我。”蒋长义点点头：“你看，你讨厌我碰你，我就不会勉强你。这是相安无事的第一个条件。”萧雪溪从里头听出另外一层意思来：“如果我不怎样，你就要勉强我。”蒋长义镇定地道：“不是勉强，而是行使丈夫应尽的职责。想来岳父岳母一定不会乐意我不碰你的，也不会乐意我多出许多妾室和通房，你大概也不乐意。”萧雪溪冷笑：“你敢把我怎样？”他应该求着他，国公府已经示威，他得在他面前摇尾乞怜才能得到前程，不是吗？否则单靠着他自己，靠着这灰扑扑的诸国公府，他能得到什么？蒋长义却一句话不说，抬腿往他身上一压，一手捂住他的嘴，一手去撕他的衣服。萧雪溪这才发现，他以前那些骑马拉弓啥的锻炼出来的力气半点都不见了，这个斯文瘦弱的人像极了一个力大无穷的魔鬼，他根本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外面传来下人们弄出的沙沙的扫地声和收拾东西的声音，他顾及着脸面，不敢出声，只是忍。他却松开了他的嘴，越来越得劲。良久，他终于停止了动作，从他身上下来。他觉得他被100辆马车从身上碾过般的痛，可是先前那种被漠视、被忽略的挫败感却当然无存。尽管他不肯承认，他的内心深处却觉得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他到底还是想要他，百般手段不过是想得到他。于是他响亮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蒋长义没有还手，而是把一块帕子扔在冰冷的水中，拧起附在他身上，温柔地替他擦拭，边擦边低声道：“冷吧？我的心里比这还冷。你心里想着我大哥，是不是？你从前对我好，都只是在利用我，骗我。你今日不过是罪有应得罢了。”萧雪溪冷地打了个寒战，他弓起身子：“我……”蒋长义的一根冰冷的手指压在他的唇上：“嘘，听我说完。以后你想过什么日子，你自己决定。要么和我一起，我把你当仙女，当眼珠子；要么任人践踏，直到一拍两散的那一日。说到一拍两散呢，要破我和离，得等到国公府撑不下去的时候，不然我倒是想放你，国公府也不会放你。”萧雪溪愣愣地看着他，他第一次认识他。蒋长义温和地对着外头喊：“采莲，拿热水来。”热水被送进来，蒋长义呵呵地笑着，换了热水给他擦拭。“你别闹，我就真心待你好。”不然，他用力在他的臀部甩了一巴掌，疼得萧雪溪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以后不要再轻易打我耳光，我对你好不过是因为我愿意。”蒋长义命人进来给他穿衣服，温柔地笑：“弄快点，家里人等着的，不许再失礼。”天不过蒙蒙亮，屋里却已经挤满了人。牡丹坐在蒋长阳身边，垂着眼听大管事在帘外回老夫人的话：“人找到了，是在池塘，已经捞出来了。
没几个人知晓。老夫人瞅着脸色十分难看，看似十分伤心的杜夫人，淡淡地道：怎会想到去池塘里捞的？大管事道：因着进了园子就没出去过，又在假山上发现了那灯笼，其他地方都找过了，就那池塘里没找过，使了挖淤泥的小船进去，用叉子和网。别说了。老夫人皱了皱眉头，先把人埋了，好生安抚他家的娘老子，不要叫我听见任何流言蜚语。杜夫人在一旁喃喃地道：好端端的，他为何深更半夜去那种地方？老夫人便扫了牡丹一眼，淡淡地道：谁知道他怎会突然想不开，没得污了我的园子。大管事小心翼翼地道：从他身上搜出些东西来，那里有个物件，怕是他有不起的，不过兴许是主子们赏的也不一定，不知该不该一并给了他娘老子。老夫人皱着眉头道：拿上来，死人的东西谁愿意碰？红儿站着不动，只看向绿娇，绿娇忍了一忍，上前在大管事手里接过了那个小漆盘。牡丹看了一眼，漆盘里放着个品质上佳的羊脂白玉平安扣，上面系着大红色的梅花结，丝绳已经被泡得褪了色，惨淡的红配着那漂亮的羊脂白玉，硬生生显出几分凄冷来。老夫人厌弃地缩了缩脖子，回头看着杜夫人：这是你赏的？杜夫人毫不犹豫地摇头：不是。老夫人便看向屋子里的其他所有人，人人摇头，最后落到牡丹身上就不动了。蒋长阳淡淡地道：要查出这玉是从哪里来的，其实非常简单，悄悄儿拿到外头铺子里去一打听，总能知道点什么。老夫人便收回了目光，淡淡地道：先问问他身边的几个人吧，看看他们都知道些什么。杜夫人还想说什么，老夫人已经不高兴地道：怎么一儿和他新媳妇还不来？这便是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大管事便行了礼，接过绿娇手里的托盘，退了出去。行到院门处，正好遇到蒋长义和萧雪溪，大管事赶紧行礼问好：三公子、三少夫人安。蒋长义点了点头，目光落在那漆盘上，有一瞬间的错愕，随即笑道：这是做什么？大管事谨慎地瞟了萧雪溪一眼，低声道：是百香。蒋长义的瞳孔一缩，对着大管事挥了挥手。萧雪溪便问蒋长义：百香是谁？蒋长义淡淡地道：是夫人身边的大丫鬟。他有些心不在焉地替萧雪溪扶了扶花钗，笑道：我祖母的年纪大了，脾气有些不太好，你可要宽宏大量一点啊。萧雪溪抿着嘴没吭声。二人一前一后走到帘下，只听老夫人气呼呼地道：真是晦气。蒋仲低声道：罢了，兴许是意外。萧雪溪一听，立刻上了精神头，什么事儿大清早的就喊晦气？什么意外？却听身边有条银铃般的声音欢快地道：三公子和三少夫人来了，奴婢请三公子、三少夫人安，大喜。接着帘子被打起，一个圆脸圆眼睛的大丫鬟笑眯眯地看着二人。蒋长义好心的介绍：这是祖母身边的绿娇。萧雪溪便点了点头，示意身后的嬷嬷稍后准备看赏，然后仰着头进了屋子，一一扫过面前的众人。照例的，他率先看到的还是坐在蒋仲下手的蒋长阳。蒋长阳穿着件加长的棕红色圆领缺胯袍，沉静地坐在那里，目光淡淡地扫过他的脸，落在他身旁的蒋长义身上，微微露出一个笑。而牡丹穿着丁香色的披袍，配着裙青色的抹胸罗裙，腰间系着条银呢裙带，发间挽着一对紫玉钗，笑吟吟地坐在蒋长阳身边，犹如小鸟依人。萧雪溪自动忽略了牡丹，看着蒋长阳，他说不出心里的感受，他是最恨蒋长阳的，可是他笑得真好看。蒋长义不轻不重地拉了他一把，他回过神来，挺起腰杆，笑眯眯的，温柔大方地，端庄典雅，夫唱妇随的跟在蒋长义的身后，对着老夫人拜了下去。老夫人还记恨着昨日的事情，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命红儿给了他一对玉钗做见面礼。老不死的，摆什么架子？萧雪溪忍着。蒋仲倒还亲切，但重点说的是要他如何严守妇道，温厚端方，约莫是因为做贼心虚的缘故。萧雪溪硬生生听出了许多针对性的讽刺来，一时说不出的难堪和厌恨。杜夫人倒是没什么多话，笑盈盈地赏了他一对玉蜻蜓赤金结条钗，倒是从宫里投出来的款式，然后让他早日为蒋家开枝散叶。但萧雪溪记着前日自家嫂嫂回家后说的那些事情，又想着就是这个女人会一直压在自己的头上，会害蒋长义和自己，于是自动把杜夫人划入敌对阵营，于是不咸不淡地笑着盈盈谢过。轮到蒋长阳和牡丹，蒋长阳只和蒋长义说话，牡丹也只有一句话：恭喜。送的礼物更是没什么出巧之处，就是一对做工精美的银镶珍珠镯子，不曾越过老夫人和杜夫人去，却也拿得出手。
倘若是从前，萧雪溪对蒋云清这样的小庶女只会面子情，但她却不敢不认真对待这个小姑子，因为出门前蒋长义特意问了她给蒋云清准备的是什么见面礼。于是她僵硬地笑着，和蒋云清说了几句亲切话，送了蒋云清一对花钗。蒋云清稳稳重重地谢过，恭喜之后就静静地退到了牡丹身边。萧雪溪立刻看出来，这个庶女姑子喜欢牡丹胜过她，当下就不服气起来。暗想蒋云清一定是嫌她送的见面礼轻了，也不知道和牡丹这个全身铜锈的商贾之女送了什么贵重的，便盘算着过后要去打听清楚才好。却听杜夫人呵呵笑道：“还有2个人，你也一并来见见。”一个面黄肌瘦，看着比杜夫人还老许多的病歪歪的女人讨好的看着她笑，一个额头上有个疤瘦唧唧的可是精神抖擞的女人模式化的看着她笑。这2个人都规规矩矩的站在杜夫人的身后，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不似主子又不似下人。萧雪溪瞬间明白了，这是蒋仲的2个妾，其中一个还是蒋长义的亲娘，不由鄙视起蒋重来，堂堂一个国公竟然有这么2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哪像他父亲家里送人的妾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比这2个好上10倍。杜夫人指着那病歪歪的老女人道：“这是县姨娘，她常年病着，今日特意出来见你的。”县姨娘的脸上那个讨好的笑容更明显了，她热情地把用绣帕包着的一对金耳坠递给萧雪溪，忐忑不安地道：“三少夫人大喜。”萧雪溪本不知道这女人是不是蒋长义的生母，可看到这样子，心里就明白了7、8分，忍着行了个礼，接了过去。妾是什么？特别是丫头出身的贱妾，猪狗一样的存在。可是她却要给这人行礼，她好难受。倘若蒋长义不是庶出，她又怎会？她听见自己的内心深处轻轻叹息了一声。杜夫人继续热情地把那个额头上有疤可是精神抖擞的女人介绍给她，这是雪姨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重重地咬着那个雪字，听得萧雪溪一个机灵，随即愤恨不已。一个贱妾竟然和她用了一个名字，脸上就有些不好看。雪姨娘恍若未见，送了她一对银耳坠，说了几句恭喜的话，表现得比县姨娘还大方得多。萧雪溪勉强忍着，表情说不上好看，却也比昨日好多了，因为她知道老夫人一直在盯着她看。待到吃饭的时候，她悲哀地发现牡丹坐着不动，应景似的挑了2筷子就放下了，可是她却要伺候着，这是什么规矩？她悲愤了。杜夫人微微一笑：“雪娘啊。”萧雪溪根本没反应过来是在叫她，只当是在叫雪姨娘，直到一家子都盯着她看，她才反应过来是在叫她，顿时差点没炸毛，咬着牙笑道：“对不起母亲，儿媳一时没反应过来是在叫儿媳，儿媳家里人都叫儿媳新娘的。”杜夫人点了点头：“哦，我记得了。”随即从善如流：“新娘啊，你大嫂有了身孕，你巴拉巴拉说了一串，反正意思是要她照顾着牡丹点，不要和牡丹比。”萧雪溪感觉到她随时随地都不忘在提醒自己嫁的是个庶子，又觉着分外酸楚。萧雪溪一点东西都没吃下去，没其他原因，又累又堵得慌，气得差点没发疯。好容易回了2人的新房，她甚至不耐烦看新房里的摆设如何，直接就甩了鞋爬到床上去睡着生闷气。陪嫁丫头过来问她蒋家人给的见面礼怎么收拾，她怒气冲冲地把牡丹送的镯子砸在了地上，正要砸其他东西时，蒋长义走了进来，目光如水，温柔地道：“捡起来。”她竟然就砸不下去了。她憋着气就是不捡，还是采莲善解人意的捡起来替她收好。蒋长义挥手叫丫头们出去后，走到她身边轻轻道：“这滋味不好受，很委屈，想不想这样过一辈子？”萧雪溪抬眼看着他，许久才轻轻摇头：“一天也不想过。”蒋长义笑了：“采莲，端饭菜进来。”夫妻2人和和睦睦地吃了一顿饭，喝了几盅酒。碗筷尚未放下，就听见松香在帘外轻声道：“公子，夫人来了。”一听说杜夫人来了，蒋长义立刻起身，规规矩矩地迎到门口，看着仿佛是突然变了个人。萧雪溪诧异不已，却也只得耐着性子慢吞吞地走上前去相迎。杜夫人含笑看着这对新婚夫妻，她看得很分明。蒋长义还是一如既往的小心谨慎，萧雪溪却是不以为然，一脸的愤愤不平。他再看看桌上吃剩的饭菜，微微笑了：“怎么，是才没吃好？饭菜不合胃口？”蒋长义尴尬地道：“是儿子，他没想到杜夫人会跑到他的新房里来，要不然他宁肯让萧雪溪饿着。”萧雪溪听他似是要替自己遮挡，便淡淡的抢了一句：“以后会慢慢习惯的，在自己家里吃顿饭都要小心翼翼的，这过的什么日子？”
杜夫人体贴地道：“你刚来，不习惯也是有的，就是要这样，有什么不妥帖的地方要和你大嫂一样，记得说出来，别闷在心里，饿着了不好。”萧雪溪听这话似是话里有话，便细细琢磨起来，这意思是和牡丹在府里竟是横着走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过后得让人好生打听一下才是。萧雪溪和牡丹本来就不和，这杜夫人今日总拿牡丹挑着萧雪溪，居心实在险恶。蒋长义按捺下心中的不喜，打岔道：“不知母亲有何吩咐？”杜夫人笑着坐了，道：“我来是有2件事。第一件，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位太医已经说好了，他过2日会来替县姨娘诊断，但我彼时不在家，要去烧香，到时候就由新娘来招呼县姨娘了。母亲太过操劳了，新娘一定会把这事做好的。”蒋长义戳了萧雪溪一下，萧雪溪听这意思就是要自己去伺候蒋仲的妾了吗？心中非常不满，却又不能不忍着，只得含糊应了一声。蒋长义不满地偷偷瞟了萧雪溪一眼，随即又有些黯然地垂下了眼帘。哪个高门大户出来的嫡女肯纡尊降贵去伺候一个丫头出身的小妾？就算是夫君的生母也不行。这是正是和嫡出之人心中恪守和千方百计维护的礼法，不容乱套。萧雪溪一定非常难过。杜夫人看在眼里，心里十分舒坦，继续道：“不知新娘对这屋子可还满意？你去看看，若是有什么不喜欢的，就和我说。”萧雪溪便知他要背着自己和蒋长义说第2件事，便行了个礼，退了出去。转眼就给身边的丫头使了个眼色，他自己则跟了采莲和松香一起去参观自己的新家，一路向这2人打听牡丹在家都是怎样的。松香才等他一问就说了，牡丹在映雪堂设了个小厨房，单独开火，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又羡慕地说，这府里只有老夫人有这待遇云云。萧雪溪便盘算着，他也要弄这样一个厨房才好。萧雪溪一出了门，杜夫人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板着脸道：“百香死了。”蒋长义早有准备，沉稳地道：“儿子听说了，好好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真是可怜。”杜夫人盯着他，沉痛地叹了口气：“你有什么要和我说的没有？怎么没的？你自己最清楚不过，还问什么？”蒋长义的心里有点乱，还有些恨，他想冷笑，可对上杜夫人的眼睛后，他又平静下来，坦然自若地轻轻摇头：“儿子没有。”杜夫人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你没有？事到如今你还狡辩？”见蒋长义脸色变了，方恨铁不成钢地道：“你还不知吧？是才百香的家人闹起来了，说你对百香始乱终弃，你还不认？”他有些说不下去，轻轻叹了口气：“多亏的是在我面前闹腾，若是在你父亲面前闹腾，你父亲那个脾气，你才成亲就闹出这种事。”蒋长义立刻跪在地上喊冤：“母亲替儿子做主，不过一个丫头，儿子若是有那心思，早就禀明母亲了，又怎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让仵作去验？”蒋长义喊出这句话，就有些后悔。虽然他和百香之间是清白的，但让仵作去验，万一真验出点什么来呢？他岂不是说不清了？你糊涂了，让仵作进了门，什么难听的话传不出去。杜夫人淡淡地道：“我也是觉得你不会，可是别人不这么说。有人说那平安扣是你给百香的，你还曾经给过百香一瓶药。”他的袖子里露出一个小小的瓷瓶来，探究地看着蒋长义，一滴冷汗沁出来。蒋长义顾不上擦：“母亲明鉴，这是上次他被父亲惩罚了打板子时，儿子看他一心为您，这才给的。儿子再怎么不孝，也不敢往您屋里伸手。”话说到这个份上，杜夫人也就沉默下来，片刻后才道：“你祖母让人盘问了金珠他们几个，估计很快也会叫松香去。”他顿了顿，就连你大嫂屋里的人都被叫去问了。蒋长义不明白这事儿和牡丹、蒋长阳又扯上了什么关系，便沉默着不说话，以不变应万变。他只明白一件事，以后这样的母慈子孝扮演不了多久了。杜夫人见他冷静如斯，便也站了起来：“罢了，我就是问问你，到底和这事儿有关系没有？若是没有，便是一种处理方法；若是，那又不同。现在我放心了，儿子没有。”蒋长义坚决否认，刚把杜夫人送出去，一回头就看到了站在门口怒气冲冲地瞪着自己的萧雪溪。蒋长义看着萧雪溪不说话，他心里本来没有他，不过是狗护食罢了，一直被他压着气都喘不过来，这回总算是找到点发泄的理由了。萧雪溪连连冷笑，就近推翻了一个花架子，丫头们见状都躲了开去。蒋长义一言不发，把另外一个花架子也给推翻了，还连带着把一套茶具给砸了。他明明做了亏心事，怎么比自己的脾气还要大？萧雪溪吃了一惊，探究地看着蒋长义，蒋长义扫了他一眼：“你信了？”
那他就如意了，他就是来给你添堵，想要我们互相憎恨的。随即大声喊彩莲进来收拾东西，待到彩莲进来，却又压低了声音让彩莲去打听消息，让去问老夫人那里怎么说，大管事那里又是怎么一回事，和大房又有什么关系，百香的家人什么时候来的，怎么闹的，赏了些什么，百香的屋子是谁收拾的，都得了些什么，还不算是个窝囊废，见他在那里有条不紊的安排。萧雪溪心里那股气渐渐的就平息了下来，他决定先收拾杜夫人这个毒妇，不要他过好日子的人，他也要他过不上好日子。杜夫人立在院子门口，听到里头大呼小叫，噼里啪啦的砸东西的声音，若无其事的同身边的仆妇道：看看坏了些什么，给他们添上。眼看着只等第二日萧雪溪拜祭了家庙这事儿就算了结了，牡丹便让人收拾东西，准备事情一完结就回家。蒋云清只带了香橙走了进来，见林妈妈在收拾东西，便默默往一旁坐了，道：大嫂什么时候回去？牡丹笑道：明日祭庙以后就走。蒋云清犹豫了一会儿，道：那你以后会经常过来吗？话说出口又觉得有些不太现实，轻轻叹了口气：我犯傻了，你身子不便。牡丹知他是不愿意在这家里久待，便道：你想不想跟我去住2日？若是想，过了这几日，我便让你大哥来和老夫人说，接你去住。老夫人一定不会拒绝。好。蒋云清的脸上露出些笑容来，想说什么又犹豫着没说出来，转而问牡丹：大哥呢？牡丹笑道：他去书房了。因见蒋云清一脸的为难，便道：你有什么话就和我说吧。蒋云清吞吞吐吐地道：那您听了别往心里去，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他看了一眼门外，低声道：外面都在传百香遇到什么事，想求您帮忙，结果您不但不见他，还让林妈妈痛骂了他一顿，说他不要脸，百香想不通，这才跳湖似的。林妈妈的脸一下子绿了，她什么时候骂过百香了？传这话的人才不要脸，可真能扯，什么都能往牡丹身上扯。可当着蒋云清的面，她不能没规矩，只得生生忍着，气得不行。牡丹也被噎住了，沉默片刻才道：那他是想求我什么呢？外面人可传了。蒋云清红着脸道：有人说他得罪了夫人，也有人说他是和三哥，那玉扣就是三哥送的，他家里的人也在闹，夫人给压住了。余下的话他再也不好意思说，讹传就是讹传，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牡丹用猜也想得到下头怎么说，无非就是蒋长义始乱终弃，百香赶在他成亲前来求自己，自己不愿意找事，狠心拒绝，百香走投无路，于是带着蒋长义送的信物，遥遥看着蒋长义的新房跳湖自尽。不然无法解释百香怎会死在那里。蒋云清到底是个大姑娘，一口气说了这些事，脸绯红，自己先就有些讪讪的。三哥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那样的人，百香是杜夫人的人，他家的人说什么话，还不是看着杜夫人的意思办。他觉着一定是杜夫人逼死了百香，然后趁机嫁祸给蒋长义，然后还趁带泼点脏水在牡丹身上。虽然只是死个丫头，京中的公卿人家谁家不会死人，可他却感到十分不安，这样不停的闹腾，杜夫人的有多恨他们。他打了个寒战。蒋云清刚走不久，蒋长阳就从外踱了进来，牡丹便让板着脸又气又委屈的林妈妈退下去，自家端了茶过去给蒋长阳。云清适才来过了，和我说了2件事。蒋长阳道：我已然知晓了，杜夫人无非就是不想要他们在这里继续住下去罢了，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给牡丹找麻烦，怕麻烦搬走就好啦，不然以后的麻烦事还多的是。牡丹笑道：多亏的明日咱们就走了，不然对胎教可不好。蒋长阳脸上的线条柔和了些，把手轻轻放在他的小腹上，低声道：虽然马上就走，眼不见心不烦，可是也不能让他太嚣张了，不然他都要忘记自己姓什么了。他不肯住在这里是他自己的事情，可不是因为怕谁才搬走，想往牡丹身上泼脏水，有那么容易吗？得让老杜知道这个事实才行。牡丹笑：恰恰相反，他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而是因为记得太牢靠了，所以才会这般目中无人，你打算怎么办？蒋长阳微微一笑：适才三弟来找过我了，他是真冤枉。虽然未必真冤枉，但他说冤枉就是冤枉。牡丹挑眉：你要帮他？云清也说他不是那样的人。蒋长阳的脸上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来：丹娘，说给我听听，在你眼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牡丹揉着眉头：太模糊了，就是感觉挺老实挺谨慎的，对你我还算尊敬吧。知人知面不知心，连蒋云清都觉着蒋长义是个好人，他这个只接触过2、3次的人还能知道些什么？蒋长阳把他的手拉开：
别揉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吧，怀了孩子操太多心不好的。你只管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看到热闹，感兴趣就多看2眼，不感兴趣就当没看见。走，吃晚饭去。这顿晚饭吃得很沉闷，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了百香家里人来闹腾的事情以及在下人间流传的传言，但没有一个人主动提起，不管心腹如何讨人厌，出了这样的事情都是丢国公府的脸。萧雪溪立刻就意识到了众人的态度，当下便肆无忌惮地甩脸子给众人看，大着胆子要了2样他自己喜欢吃的菜，伺候老夫人也不是那么上心。用蒋长义的话来说，他一个人低头拂晓就够了，萧雪溪完全没必要再跟着他无事，总要低头拂晓。一家人总要有一个硬得起来的才行。既然人家都内疚了，他乐得自由自在的肆意一回。老夫人忍了几回，终究都没吭气。第2日，萧雪溪拜了家庙就要回门，总不能让他回去后乱说一气吧，面子都是互相给的，刚成亲就出这种事，让萧家怎么想？蒋仲则是恶狠狠地瞪了蒋长义好几回，最后终是化作无声一叹，眼看着蒋长义就要成个人了，到底还是在这男女之事上又栽跟头了。这个儿子看着斯文谨慎的，怎么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性呢？上次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原本就不该轻饶才对。杜夫人是最平静的，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端庄文雅的用饭，该吃吃，该喝喝。当事人蒋长义还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只随便用了半碗饭就放下了筷子。待到饭毕，蒋长义夫妻2人告退，蒋仲板着脸道：“义儿你留下。”蒋长义唯唯诺诺的应了，萧雪溪沈笑了一声，扬长而去。蒋云清不由替蒋长义担忧极了，这2人看着似是关系更差了，只苦于没法子替他们居中转还，却听蒋仲也道：“亲娘你也回去。”蒋云清只好担忧地看了蒋长义一眼，心事重重的告退。杜夫人这才提起百香的事情来，儿媳打算赏给百香的家人10千钱，再加2匹缎子。好歹也是伺候了我这么多年的人，突然这样没了，别说他娘老子，就是我心里也难过。还赏他？老夫人猛地发作起来，你房里出来的好丫头竟做出这种不要脸皮的事情，没得把孩子们给教坏了，家里还住着客人呢，这事儿传到萧家耳朵里，那得有多丢脸？就是你纵着的，都是儿媳疏于管教。杜夫人的表情沉默而冷静，怎么就断定是她房里的丫头不要脸呢？死老太婆还是一贯的作风，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对的一定是旁的女人，而绝对不是蒋家的男人。她迅速扫了蒋长义一眼，不要脸的是这个不知感恩的臭男人，他是怎么才能来到这世上的？若非是他根本就不可能存活于这世上，一直欺骗他，还竟敢把手伸到他的房里去。百香原来多聪明多能干的一个好丫头呀，生生给弄得没了命。想到这里，他抬眼看着蒋长义：“义儿，新娘知不知道这事儿？你和他说说，明日回去休药。”杜夫人的话成功地挑起了蒋仲心中的怒火。蒋仲再看蒋长义那卑微畏缩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抬手就给了蒋长义一巴掌，打得蒋长义跌跌撞撞的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站稳了。看得牡丹皱眉不已，蒋长阳淡定地握了握他的手，稳坐不动。蒋长义抬起头来，也不擦唇角的血迹，直愣愣地看着蒋仲，一脸的委屈。父亲为何打儿子？蒋仲气得倒仰，指着他道：“为何打你？你还有脸问我？”蒋长义难过而虚弱的一笑，想来父亲是为了外头的流言吧。儿子也听到那些流言了，母亲尚且还问过儿子到底有没有做这种事，可是您却问都不问就给儿子定了罪。杜夫人没想到蒋长义会和蒋仲对上，听他这样说，忙道：“是呀，是呀，我问过了的，不干义儿的事。”蒋仲望着杜夫人冷笑，他说不干他的事情就不干他的事了。遇事只管推得一干二净，和老二一样的性子都是你教出来的，你这个母亲做的可真是好。狗改不了吃屎的性，他敢对着削。说到这里，蒋仲这才想起牡丹还在场，便气呼呼的止住了，抬脚又要去踢蒋长义。蒋长义敢对着萧雪溪做那种事，怎么就不敢对着百香做那种事情呢？杜夫人面无表情，国公爷嫌弃妾身不好，怨怪妾身没有教导好孩子，也不是1日2日的事情，您也莫要再打孩子了，孩子是我教出来的，丫头也是我身边的人，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想怎样才能解气？不如给我一纸休书，就大家都解气了。蒋仲又气又恨，脸都气白了，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着杜夫人，话都说不出来。牡丹旁观着，觉着杜夫人这话实在是太有水平，听着是和蒋仲置气，也是在护着蒋长义，
可是再仔细一琢磨，其实就是间接的认定百香的死和蒋长义就是有关系，只是压着不说而已。蒋长阳轻轻咳嗽了一声，道：都少说两句吧，既然三弟说和他没关系，听他怎么说。兴许中间真有什么误会。蒋长义感激地看了蒋长阳一眼，道：父亲，儿子做过的事情儿子会认，但没做的儿子坚决不认。随即一五一十地把杜夫人问过他的话说了出来，送药之事实有，但平安扣之事儿子绝对不知。儿子和他清清白白的，没有任何苟且之事，若有半句谎言，叫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眼看着蒋仲的表情要软些了，他再接再厉地道：儿子若真是和他有私，还不趁着母亲赏儿子松香的时候讨了他。母亲待人一向宽厚，难道还会苛刻人吗？是不是？母亲。杜夫人点了点头，她没想到这个都能做辩白的借口了，暗自内伤。老夫人却是深知其中的弯弯绕绕，嫡母要赏人给庶子，哪里轮得到庶子挑三拣四的？可是蒋长义这样说，却等于间接地告诉人，百香的死和杜夫人脱不了干系。当下便瞅着杜夫人冷笑了一下，既然和一儿没关系就好，这些流言是从哪里起来的？给我扑下去，再叫我听见谁乱嚼舌头，一家子都打出去。祖母说的是，竟然还有人把这事儿都扯到夫人和丹娘身上去了，说是夫人逼死百香的，还说丹娘见死不救，可见府里有些乱了。蒋长阳淡淡地道：依我看，那玉扣来的不明不白，人也死的不明不白，不当放任这事就此糊涂了账，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彻查，叫这些不知轻重的奴才们晓得厉害才好。彻查？杜夫人犹如被针戳了一下，看向蒋长阳：谁敢这样乱说？说我和一儿倒也罢了，莫名其妙地扯上丹娘做什么？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蒋长阳道：是呀，逮着谁要谁，丧心病狂，这种奴才留着就是祸害。把玉扣给我吧，掘地三尺也要找出百香是怎么死的，堵住这些人的嘴，不然百香的娘老子再闹上几次，还不知会攀扯上谁呢。杜夫人暗自心惊，有些后悔起来，想了想，道：是该这样才对，先让仵作来验尸吧。蒋仲怒发冲冠：让仵作来验尸，亏你想得出来，经理还不知怎么传呢。杜夫人要的就是蒋仲这句话，她很忧愁地道：还是把事情弄清楚吧，我也担着逼死人的罪名呢。我还没死，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蒋仲一口截断他，怒道：要怎么办都是我们自家的事情，用不着给外人看笑话。你听着，百香是你的人，他的娘老子和身后事都是你的事，我不管你怎么办，反正再有任何不利于府里的话传出来，我都唯你是问。他的目光很严厉，口气很强硬，不要和我说你做不到。国公府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唯有快刀斩乱麻最妥当。老夫人见状，连忙帮腔：对，现在就是要赶紧把这些嚼舌头和挑事儿的给处置了。不过一个区区奴才，竟然搅得何府不安，真是笑话了。从前我们府里哪里会有这种事，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话里话外都在暗指杜夫人故意放纵奴才闹事，这个帮腔做事的老东西，有你后悔的时候。杜夫人几乎冷笑起来，淡淡地道：我尽力。老夫人拧着眉毛，重重地道：不是尽力，是非得做好不可。杜夫人恨得牙痒。蒋仲和老夫人从来都是要什么就只管张口，什么馊事烂事都是他去做，凭什么？好呀，他就按着他们的吩咐去把这事儿给做彻底了。蒋长义悠悠地道：父亲，还是让大哥贝里也查一下吧，万一咱们府里有坏人，就绝对不能轻饶。这次还只是扯进夫人、大嫂和我去，下次还不知会扯进谁去呢。蒋仲沉默片刻，道：把那玉扣给大郎。竟然是同意蒋长义的意见了，那我先去处理。杜夫人略微站了一站，和老夫人行了个礼，默默退了出去。屋里几人各怀心思，相对无言。蒋仲叹道：都散了吧。大郎，你随我来。牡丹走出老夫人的房门，但见外头已经全然黑了，相比适才老夫人屋里那股沉闷的热香味儿，院子里的空气格外冷冽清新。她不由得舒服地吸了口气，真是够冷的，这样下去怕是要下雪了吧。宽儿打起灯笼，舒儿小心地扶着牡丹，笑道：小雪已过，再冷几日可能真是要下了。主仆几人行往映雪堂外，宽儿上前叫门，却不似往常那般一叫就开。宽儿有些不高兴，杨婆子是跑到哪里去了，便大声叫门。这回才听见脚步声，林妈妈来开了门，见着几人就道：我在小厨房里头做吃食，一直竖着耳朵听，到底还是错过了。牡丹扫了一眼，但见映雪堂里头安静得很，往日拨过来伺候的丫头婆子一个都不见，便问：人呢？
怎是妈妈来开门？林妈妈道：都被叫到前头去了，一个都不剩，也不知要做什么。丹娘您冷吗？先往屋子里去捂着，火盆烧得旺旺的，老奴去把吃食端过来。牡丹暗想，蒋仲不是要杜夫人把传小话挑事的都压下去吗？多半是杜夫人又要借机整治这群丫头婆子，清除异己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又要遭殃。他这里吃完东西才盥洗完毕，外头众人就回来了，超乎意外的安静，那种沉闷的气氛牡丹在屋子里都能感受到。林妈妈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后同牡丹禀告，看门的杨婆子和老夫人那边拨过来的采薇没回来，听说百香在这里挨骂的话就是他们传出去的。那位事先就声明是奉了老夫人和国公爷之命来的，各房的人都有，青娘子身边的武妈妈也在里头，一并处置了10多个丫头婆子，这些人打的打，罚的罚，卖的卖，样样有理有据，只等心腹见庙和回门后就要全都处置干净。牡丹微微叹了口气，杜夫人真是厉害，总是能在对她不利的情况下找出对她有利的事情来，并加以实施。可以想象，经过这件事，前段日子老夫人安插进去的那些人多半又被拔出了大半，老夫人事后必然要寻机会反击，这婆媳二人斗法怕是不死不休了。却说蒋仲父子二人一前一后入了书房，蒋仲示意蒋长阳坐下，黯然道：你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此刻他心中无比的难过，他已经厌倦这种生活了。家里各种事情层出不穷，不管是萧家挑事也好，百香之死惹出的风波也好，究其根由，无非就是他失了势，个人都在为各自的私利打算。杜夫人也好，蒋长义也好，只怕都不是清白的。蒋长阳还被他给问住了，因见他阴阴地看着自己，仿佛无比信赖期盼的模样，不由心情格外复杂。你有什么看法？去了祸根就好了，但这祸根岂是轻易去得掉的？他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蒋仲愁苦地看着桌上的灯烛，轻轻道：你查到结果后和我说一声，尽量不要让外人知道。蒋长阳有些讥讽地挑了挑眉：我查到什么就是什么。蒋仲缓缓点头，仿佛魔怔了一般，他问了蒋长阳一个从来没有问过的话题：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蒋长阳没有回答，只问：知道了结果你会怎么办？若是从前蒋仲问他这个问题，他一定是非常愤怒的。可是现在听蒋仲问起这个来，他只是觉得好笑，连气都懒得生了。他不知道蒋仲这个时候问起这个来是什么心思，但他觉得他们之间剩下的大概只有一个姓和一个称谓，自己该怎么办？无论是杜夫人还是蒋长义都不能怎么办。若是蒋长义失德，自己最多就是严加管教，加以惩处；若是杜夫人，自己还能怎么办？休了他，皇帝会饶他吗？蒋仲愣住，不知该怎么回答。难怪的杜氏会如此嚣张，肆无忌惮，原来是早把他看透了，拿住了他的7寸。蒋长阳的好笑又变成了轻蔑。我其实并不想掺杂到这件事中去，之所以会多嘴，是因为不想有人无事总给丹娘添堵。事实的真相如何，难道你真的半点都想不到？百香果是意外倒也罢了，倘若是有人要了他的命，要么就是他知道的太多，威胁太大，他不死不能安心，要么就是他招了人的恨，不死不能平恨。我去帮你查玉蔻的事情，府里的其他事情你自己料理。蒋仲目送着蒋长阳的背影，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耷拉下肩头，头脑一片混沌。百香是杜夫人的丫头，她知道的最多的就是杜夫人的事，她为什么会死呢？一阵寒凉从她的脚底处升起，渐渐浸透全身，冷入骨髓，冷得她不停地打颤。她大声喊着：来人，来人，给我上火盆！回答她的是窗外呜咽的风声。他愤怒起来，难不成连下人也在看不起他？他气冲冲地走出门去，大声暴喝：人都死哪里去了？还是没有人回答。大红宫灯在寒风中来回转着圈，显得空旷的长廊上越发冷寂。蒋长阳穿过重重树影楼阁，行至映雪堂附近的一个转角处，忽见蒋长义从斜刺里走将出来，一把将他拉进阴影里去，倒头便要拜倒。多谢大哥救命之恩。蒋长阳一把提住他的胳膊，不让他拜下去，淡淡地道：三弟严重了，何来救命之恩？蒋长义沉默片刻，低声道：大哥待我好，我会一直记着的。我有事瞒了大哥，玉蔻是我送百香的，但人真不是我害死的。蒋长阳的语气很平淡，半点惊奇都没有。我知道，过几日我把玉蔻还你。言罢径自走了。蒋长义的唇边露出一个微笑来，他用不着骗蒋长阳，骗也骗不了，不如趁早自己说了更好。他和蒋长阳有什么仇呢？没有，他们没有利益冲突。蒋长阳会不会帮一个曾经帮着杜夫人害过他和牡丹丫头呢？不会。
相反，和蒋长阳有仇的人是杜夫人。但百香是怎么死的？因何而死？百香还知道什么她不知道的要紧事情？她一定要知道。不过刚成亲，杜夫人就这样逼迫，长此以往，她在这府中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要想好过起来，必须得搬掉杜夫人这座大山。怎么才能把这座大山搬掉呢？杜夫人现在靠的无非就是娘家和儿子。杜家她是碰不着也惹不上，那么蒋长忠呢？她摸不着蒋长忠，萧家可以啊。剩下的就是如何打动萧家了。萧家兄妹都不是甘居人下的人，只差一个合适的契机。等到那个时候，没有了依靠的杜夫人会怎样？她想着就很愉快。第二日清早，新妇见庙，礼仪完毕后，老夫人拉着萧雪溪，难得亲热地问好问歹，然后又暗示让萧雪溪回家去以后不要乱说。萧雪溪的脸色不好看，却委委屈屈地答应了下来。应这一声并不难，反正他和蒋长义昨夜就商量好了的，他一定要把这些事说给尉迟氏听，让尉迟氏知道杜氏是怎么欺负他，挑拨离间他们夫妻感情，不要他过好日子的。于是心腹登车往萧家而去，牡丹和蒋长阳自回自家。牡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了个热水澡，洗去从国公府带回来的一身晦气。日子呼呼过去，转眼到了腊月底，家家户户都忙着做过节的准备。牡丹也命人准备了许多春书和桃符，赏给家中的奴仆，以便除夕那日备用，图个热闹。从蒋长义成亲之后到现在的这段时日，是他过得最轻松惬意的。方圆，他和腹中的胎儿一切都很好，蒋长阳在新职位上做得很顺利，不再似从前那般忙得昏天黑地的，除了隔三差五会和潘荣、袁十九出去会友外，在家待着的时间远比从前更长，更有规律。而何家自个房分开居住之后，家和生意旺，基本没什么不满意的。至于国公府，对于牡丹来说，不过就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只有当蒋云清过来小住的时候，他才会从蒋云清的口里知道些国公府的事情，例如说百香之死在蒋仲放出重话，杜夫人毫不留情的打压下，很快就没有人再敢提起。可是并不算完，萧家在半个月后设宴招待蒋仲，席间萧尚书亲自给蒋仲斟酒赔礼，请他多多包涵萧雪溪。闻音之雅意，蒋仲回到家中，和杜夫人关在屋里半宿，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第二日，萧雪溪就得了一个庄子，分了杜夫人的小半权利去，还做得有模有样的，早晚在老夫人面前伺候，和蒋长义之间也不吵了，相安无事。那位高端叔表妹吹捧萧雪溪这位新进门的、出身高贵的三表嫂很有一手，于是得以参加萧雪溪的各种社交活动，渐渐的也有了些名气，看似是有了嫁个好夫婿的一些资本了。他和萧雪溪、老夫人三个处得很好很融洽，倒显着杜夫人和蒋云清是外人似的。杜夫人显得很沉默，也不和谁争，还大方地免了萧雪溪早晚的请安，在把她手里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就经常和她的娘家嫂子和侄女、侄媳妇们去各处寺院道观上香听俗讲看戏场，又和从前闺中的一些姐妹以及一些宗室贵眷重新开始交往。一会儿赏梅，一会儿赏雪，过得悠哉乐哉，据说比从前还略微胖了些。而蒋仲出门的时候也越来越多，除了正式的会友之外，通常都是一袭青衣，带着3-2个小厮往灞桥边去垂钓，一坐就是半天。他的技术并不好，有时候坐半天也不见得就有多少收获，可他偏偏就像是上了瘾一般，下着雪也不归家，谁说都不听，我行我素。国公府的这些事情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实际上私底下却暗潮涌动。每当冯王妃邀请蒋云清去做客的时候，显得格外明显，打听的、撺掇的、好奇的，做什么都有，说什么的都有。蒋云清格外厌烦，却又不得不应对，只事后和牡丹抱怨而已。牡丹眼睛不看着，就觉得离他非常遥远，仿佛就是2个世界。只除了蒋仲钓着了鱼，让人送来给他补身子的时候，他才会想起这人是他腹中孩子的祖父。要说有什么让牡丹不太安心的地方，就是他的肚子自进入腊月中旬以后就开始吹气球似地长，而且很明显，他问了好几个经产妇，都说第一次没他这么显怀的，他就有些担忧。尽管孙老太医说一切正常，他还是怀疑自己吃的太多太好了。于是他每天都在怎样吃和吃多少之间纠结，吃多了吧，怕孩子太大生不出来。这个时候可没有剖腹产，虽然死过一次，但他还是很怕死，舍不得死，吃少点吧，又担心孩子营养不够，影响发育，那多心疼啊。岑夫人和白夫人来看他，总是笑他太过紧张，都劝他顺其自然，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不必如此。他当时听了觉得是这么一回事，可一到饭点还是又开始纠结。他就想，
如果什么都不懂，也许还会更轻松一些，一知半解的最是害人，好吧？其实万里长征才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害怕了。腊月28这日，蒋长阳在忍了他好几天后，终于忍不住，说他是庸人自扰，劝他道：我骑在马上冲锋陷阵的时候，从来就不去想我是不是会死，因为我知道如果老天爷要我死，我一定跑不掉，如果他不要我死，我就一定死不了。剩下要操心的事情就是怎么控制好我的马，使好我的刀，用好我的人，尽量让自己少受伤。而你呢，如果觉得你吃得过好了，你就加点粗的，如果觉得这顿吃多了，下顿就适当减少一点。天下孕育的妇人何其多，我实在想不明白你为何如此。他所见过的怀孕的女人中间，确实就没他这么纠结的人。牡丹也觉着自己这样反复的担忧纠结没道理，可却不愿意承认，便嚷嚷道：不是你生你当然不怕，按着你的意思，如果老天爷要我死，我就一定跑不掉，不管我吃多少都是这样，是不是？林妈妈听他说这个话，一下子就脸都吓白了，不顾尊卑的呸了2声，道：百无禁忌，百无禁忌。说着急急忙忙地跑去给他供着的观音大士上香祷告求平安去了。不是我生，可是我的媳妇生。蒋长阳皱起眉头来，严厉地看着牡丹，不高兴地道：你怎么不讲道理？干嘛要说这种话？牡丹自知他们非常忌讳说那个字，撇了撇嘴，嘴硬道：还不是你先说起来的，我就是跟着你说的。话音未落，就见蒋长阳重重地将手里的筷子一放，板着脸道：跟着我说的？你是跟着我说的？我说什么了？你说。牡丹咬着筷子盯着他看，本来还想再狡辩几句，可看到他黑着脸的样子，不知怎地有些心虚，便伸手往他面前晃了晃，嬉皮笑脸的改口道：生气了呀？脸拉得这么长？有什么呀？不就是说说而已吗？难道说了就真的死了呀？蒋长阳听他又说，气得一把拨开他的手，把他咬着的筷子扯下来。哪有你这样说话的？你觉着你没错是不是？要不要我去请岳父岳母来评评理？咬筷子？咬筷子利于胎教吗？牡丹被他这一下扯得嘴唇生疼，再看着他拿黑脸对着他，不由气不打一处来，将手里的筷子一扔，瞪着眼道：你这样子难看极了，你在瞪我？我叫你在瞪？你对着我大呼小叫，动手动脚的，难道就有利于胎教啊？我就瞪了怎么了？要不是你怀着孩子，我还……蒋长阳吼得比他还大声，哪有这样不忌讳的人？这马上就是年关了呢。他下意识地看了看牡丹的小腹，越发有些烦躁。你还怎样？你还敢打我呀？牡丹气鼓鼓地撅了会儿嘴，突然挤眉弄眼地看着蒋长阳笑起来。你怕我会死？话音刚落，就被蒋长阳拉过手去在手心重重地打了一下。你再说一遍。手心火辣辣的疼，牡丹大吼了一声：你打疼我了？也去抓他要打了还掉这一掌之仇。蒋长阳抓住他的手，恶狠狠地瞪着他：你再说一遍。你打疼我了？牡丹见他当了真，到底不敢再说那个字，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很大度地道：算了，为了我儿，我不和你生气。你今日火气大，也不惹你，我才不会那么容易我多生几个来折磨你。来，笑一个。蒋长阳拉不下脸，犹自瞪着他，牡丹便对着他做了个怪动作，把眼睛鼓起来，腮帮子鼓得老大。蒋长阳的眼里露出一丝笑意来，还强忍着板着脸装严肃。牡丹见他的表情柔和下来了，便得寸进尺，拉他去摸自己的小腹。你不能怪我呀，我问了好几个人了，他真的有点大。蒋长阳见他的肌肤又粉又嫩，一双眼睛睁得溜圆，黑白分明的，表情狡黠中还带着几分讨好和耍无赖。本来还有许多话要同他说，到底叹了口气，只说了句：以后不许随便提这个字，说这种话。你在家说，家里人听了伤心担忧，说习惯了，去外头不小心说出来，人家就会讨厌你。牡丹见好就收，郑重其事的点头。知道了，以后再也不说了。他不喜欢，他从此就不说了，开玩笑也不说。蒋长阳便又把筷子塞进他手里。我打听过了，人人都说孙老太医说了，没事就是没事。我看着你吃的也不是太多。他略微顿了顿，瞟了牡丹的小腹一眼，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比寻常的要大，便改口道：如果真的有点大，不然你就稍微少吃一点点吧。牡丹抱住他的脸，啵了一口，笑道：那我就听你的，稍微少吃一点。又作怪地指着一碗鱼：夫君，你说妾身该不该吃这个？你说给吃，妾身就吃，不给吃，妾身就不吃。这个准你多吃点。蒋长阳终于忍不住翘起唇角来，看你这样子，真是讨人厌。牡丹斜睨着他：你真的觉得我讨人厌？蒋长阳不答他的话，只道：和你说个事，二公子又立功了。
他会称呼蒋长义为三弟，却从来不称呼蒋长忠为二弟，都是称的二公子。牡丹笑道：二公子看来真是适合待在军营里啊，短短1年多的时间，不停的立功，要是早点送去，只怕不比你差。蒋长阳笑了笑，马上就是除夕，元日外命妇要进宫朝贺，你是第一次，须得和祖母一道去才妥当，他不会让你有闪失的。牡丹叹了口气，我早知道了，今早府里派人来说过，正要和你说呢。牡丹和蒋长阳第2日傍晚便又去了朱国公府。萧雪溪一心想在自己当了小半个家的头1年里做出个样子来，花了12分的力气摆弄除夕家宴。酒菜精致自不必说，庭院里燃起燎火，四处灯火通明，又弄了些色艺双绝的歌姬来弹唱跳舞，好不热闹繁华。老夫人觉着这1年多以来府里多有晦气，正应该这样热闹一番才能冲冲晦气，于是便大力支持。他喜欢蒋仲自然要跟着凑去，蒋长义自不必说，他们夫妻如今就是穿了一条裤子共同进退，萧雪溪要强势出头，他自然要跟进。杜夫人呢，虽没人知道她在高兴什么，可她真的是十分高兴。蒋长阳和牡丹是来过节的，不是来和谁吵架的，乐得吃顿轻松饭。于是一家子看着都是其乐融融，喜上眉梢的样子。家宴未完，淑儿就给牡丹使眼色，表示驱挪的人群马上就要来了。牡丹坐不住，便朝蒋长阳使眼色，蒋长阳便寻了个借口，准备带他去看热闹。蒋云清可怜巴巴地看过来，牡丹便也心软了，与他使了个眼色，各个寻借口躲了出去。老夫人喝得多了些，有些糊涂了，不曾瞧见，蒋崇看到了，睁只眼闭只眼。多管闲事从来不是杜夫人爱做的事情，她只管让人扯着萧雪溪，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缠得萧雪溪没机会躲懒。于是这个家宴所有人都过得轻松舒服极了，最累最憋气的人就是萧雪溪。蒋长阳命人把马车赶出去，停靠在国公府门附近，众人就在马车里头看热闹。过了盏茶的功夫，驱挪人笑闹着过去了。蒋云清看够了热闹，欢天喜地，托了大哥大嫂的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热闹。说着眼睛就停在街对面不动了，眼神有些惊慌。牡丹往外瞟了一眼，只见朱国公府附近立着4、5个人，都在拉扯居中一个穿红袍的人，低声劝慰。那人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国公府的大门，一动不动，仿佛周围人都是木石一样的存在。那人分明是小四。蒋长阳也看到了，便道：约莫是随着驱挪的人看热闹，恰好到了这里就犯了痴。你们先回去，我去看看。言罢便下了车，让人把车赶回去，他自己朝着小四去了。小四身边的跟随都认得他，见状忙上前行礼问好说话，小四却是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听到车响，迅速回头看着马车。牡丹从帘缝里看到小四直勾勾地看着这边，觉着十分不自在。蒋云清是缩在马车里头的，小四自然看不到蒋云清，可是他却朝这边走过来了。他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仿佛小四就是知道蒋云清在里头。女眷的车岂能让一个男人乱拦？汾王府众人连忙拉住小四，蒋长阳也挡在他前头，不让他过去。小四眼睁睁看着马车驶进国公府，使劲推了蒋长阳2把，满脸的焦急之色。众人都以为他会抱起打人，谁知却没有。他推不动蒋长阳后，就立在那里，一直目送马车进了门。蒋长阳请他进去，他也不理，一脸的沉思状。众人陪笑，都请蒋长阳回去，不必管他。他吃劲醒过来，冷了乏了，自然会回府。蒋长阳本就是不想要他去拦车，免得扯出不必要的麻烦来。见状也就吩咐了汾王府的下人几句，自跟着马车回了国公府。牡丹见蒋长阳也跟进了门，方才回头看向蒋云清。蒋云清这几个月以来，虽然不曾松口，可也不曾拒绝过汾王妃的邀请。他猜蒋云清大抵也是出于生存压力，可就不知道蒋云清最后的打算是什么。拒绝之于蒋云清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接受也同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总之都是两难。蒋云清垂着头默默想心事，直到马车快到中门了，他方才如梦初醒一般，低声道：嫂嫂，你觉得他是不是来找我的？他的脸上没有寻常女子提起这种事情的羞涩之情，而是冷静严肃的表情，仿若在探讨一个学术问题。牡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蒋云清的问题，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小四眼里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蒋云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知道小四不排斥蒋云清，而且在这许多人中唯独对蒋云清轻言有加，可是他是专程来找蒋云清的吗？是不是因为出于思念？他不确定。蒋云清却不要牡丹回答，自顾自地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我猜他一定是。他相信小四心里眼里是有他的，除此之外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
牡丹沉默着看了蒋云清一回，低声道：大概。他犹豫片刻，终是道：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冯王妃不会勉强你，至于家里总还有其他办法的。蒋云清轻轻叹了口气，伸手扶住牡丹，到中门了，嫂嫂下车吧。只要老夫人、蒋仲、杜夫人还在一日，就谁都帮不了她。她不是牡丹，没有那么多的斗志和坚韧的心性，嫁入汾王府，照顾小四，不求别的，只求一世安稳和富足，妥当照顾雪姨娘的下半生，那是足够了。蒋长阳见他姑嫂二人下了车，快步赶过来扶住牡丹，明日要早起，都歇了吧。蒋云清轻轻摇头，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我还要去见祖母，我有事要和她说。他给蒋长阳和牡丹郑重行了个礼，笑道：大哥大嫂，谢谢你们。然后挺着胸膛，稳稳当当地朝着老夫人的居处去了。蒋长阳看他这样子，也猜出了几分，便问牡丹：他和你说什么了？牡丹道：他问我小四是不是来找他的，我还没回答，他就说一定是。蒋长阳听他的语气，知道他不忍，便道：他既然这样说，那便是都想好了的。姻缘由天定，他和小四兴许真是有缘。况且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许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挺好，实际上却不见得就好。我觉着他是个有福气的。牡丹轻轻叹了口气，扶着蒋长阳的手臂慢慢走回映雪堂。果然二人盥洗才毕，外头就传来了消息，倒是蒋仲跑到外头去把小四请进来了，让蒋长阳去陪客。蒋长阳只得吩咐牡丹先睡，他自己重新又穿戴好了衣物，往前头去接待小四。牡丹也试着时困了，悠悠就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已然是到了点，里里外外都灯火通明。蒋长阳也起了身，正在穿戴。牡丹赶紧起身穿衣盥洗，又再三问蒋长阳，他前些日子命人给他做的不怕贵，可穿戴好了？这冷天冬地的，跪来跪去也着实折磨人。蒋长阳笑道：好了好了，你的带过来了吗？牡丹让舒儿把一对熊皮护膝递给他看。有的。蒋长阳便放了心，一边正衣冠，一边道：昨日夜里汾王府的长乐郡公过来接小四，就近把亲娘和小四的亲事说了。过些日子媒人就要上门。他说的这个长乐郡公是汾王第三子，小四的三叔父，虽也是长辈，可是小四有生母在，还有祖父母在，怎会轮到他一个叔父来做主？牡丹把手里的粉扑放下，讶异道：这么急？怎会和他说？会不会国公府表现得太那个了？蒋云清过去受其他人的歧视欺负。蒋长阳叹道：你想不明白了，汾王府早就盘算了许久的，无时无刻不在等着机会，不然这次随便派个体面的大管事或是年轻这一辈中的谁来都行，怎会特使长乐郡公来接他？分明就是来试探的。小四这样，人家不想等了。牡丹对着镜子端正自己头上的花钿，那皆大欢喜了吧？蒋长阳挑了挑眉，岂止是皆大欢喜，简直就是笑得合不拢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暗品大妆的牡丹看了一回，轻笑道：没想到你盛装之后别有一番风味。正是一朵富丽端庄到了极致的牡丹花，耀眼得很。牡丹便喜滋滋地拉着他问：是不是挺好看的？蒋长阳便笑：如果肚子小点更好看。牡丹掐了他一把，磨着牙道：你当心别长胖，否则比我还难看。却见林妈妈从外头疾步进来道：老夫人命人来催了。萧雪溪天不亮就将长义从温暖的被窝里拖了起来，伺候他穿衣盥洗，又与他一同到门口送要去参加朝贺的男人和女人们，心里十分不平衡。他先看着蒋长阳身上的深绯色朝服银鱼带，再看着蒋长义的绿色袍子梅鱼带，心里已是非常酸楚。回头又看到暗品大妆的牡丹，更是又嫉妒又痛恨，只恨老天爷不公平，让这样的一个商女压在他头上。蒋长义看在眼里，只做不知他心里难受，还与他低声夸赞牡丹：大嫂这般装扮真是好看。萧雪溪被他刺得心里滴血，偏生杜夫人还十分温和地拉着他的手道：我们都要去朝贺，就留你在家，你要多辛苦了。全家都去了，只剩他一个，就是那个小庶女蒋云清，一嫁过去兴许就能有诰命的，还是只剩他一个。萧雪溪的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老夫人害怕牡丹会给国公府丢脸，少不得耳提面命一回牡丹一一记在心中不提。待到众外命妇的车衣着时刻在宫门外集结之后，并不立刻下车，而是往专门下车的地方往西边停了，车头向着东方，按着各自的品级依次停下，这才下车，由着内典隐隐至肃章门外殿庭中早就设好的板位处。宗亲在东，异姓在西。牡丹一看，好些熟悉的身影，
焚王妃等人自不必说了，还有雪娘的母亲窦夫人、李满娘等人，就是自家身边也有几个说过话的，心里就安定下来。乐声响起，皇后盛装就坐，乐声停下。乐起、司宾引外命妇依次入门就位，众人立定后，乐停、司赞曰再拜，众人拜过。牡丹同身边众人一般，只是低垂着头，不敢东张西望，连皇后是个什么样子都没看到。只听到乐声又响起来了，知道此时司宾领了为首的人往前头去跪贺了。果不其然，乐声停下，只听得那人在前头朗朗称贺。贺毕，乐起、司宾又将人领回原处，乐声停住，司赞又让再拜，牡丹又跟着众人一起拜倒。站定之后，又有司言称领旨，于是又拜，只听那人道：履新之庆，与夫人等同知。又有人称再拜，牡丹只好又跟着拜倒。他月份不算大，手脚虽还算灵活，只是起身时尽量小心罢了，周围众人也会偷偷扶他一把，所以还不算是有多费力。接着司宾又一次把众人引出，于是又奏乐，待到所有人都出了门，乐声方才停住。朝贺之后又要领宴，照例是宗室在一边，外姓在一边，又是没完没了的一通折腾，一举一动都有定论，菜端到众人面前也早就是冷的，很是无趣。牡丹给弄得腰酸背痛，不由暗暗叫苦，简直度日如年啊，不，度秒如年。他便盘算着，从今日开始，蒋长阳有整整7天的假期，他该怎么剥削他呢？他在那里低着头装规矩扮老实，却不知有人在盯着他看。清华郡主阴阴地看着牡丹凸起的小腹，心情很是郁足。谁都有了，为何他就总也没有？从那日给白阿欣贺喜之后，他也曾成功的得手好几次，可就是不见动静，这是怎么了？平康郡主恰巧就坐在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一瞧，就看到了牡丹，不由轻笑一声。喏，和牡丹真是个有福气的，他应该感激你的，不然这会儿还不知过得有多惨呢。接着推了清华一把，低声道：你还记得我那个表妹吗？她嫁了人，也有孕了，倒是你这个嫁在前头的，恰巧就落在后头了呢。什么时候也让姐妹们给你恭喜一回啊？刘家现在可等着要儿子继承香火呢，你得抓紧了。人说脚疼莫踩人的脚，可这平康是和他一辈子都死磕上了，前仇未报又添新恨。清华郡主的脸一下子变得清白，狠狠攥着酒杯，差点没给平康郡主泼到脸上去。好歹记得这是在皇后面前，他也不再比得从前，方勉强忍住了，算是没有发作出来。平康看到他的样子很是开心，又低声道：听说姐姐你又养了个可人儿，和你从前那个胡杏儿相比如何？刘子舒真是大度，连这个都不计较了，可见为你改了性子了。清华冷笑不语，只等到最后第12巡酒毕，司赞称可起。众人起立，列队下阶行礼，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杯中残酒泼了平康一头一脸。众人讶然，魏王府众人都怕清华惹事儿，偏偏他就惹事儿了，于是都又担忧又厌弃。他的嫂子立刻上前去劝，亲自拿了帕子给平康擦脸赔罪。平康微微一笑，刻薄的道：没事儿，他如今诸事不顺，心情不好，难免有些失常，我不和他计较。言毕，高高仰着头往下头行最后的参拜礼去了。清华对上魏王府众人失望中又带了几分厌憎的目光，不由悲从中来，寒透心凉。他忍耐着强作不在乎的抬着下巴回过头，却又看到对面的人，包括牡丹在内，都听到了动静，都在看他，于是更把那点痛苦不快都抛之脑后，一瘸一拐的高高仰着头下了台阶，往下而去。行礼完毕，众人依次退出，个人都在找自家的人相聚归家，于是熟识的人便都凑到一处，互相说起了话。牡丹与窦夫人、李满娘等人说过话，左右张望，寻着老夫人和焚王妃、陈氏等人在一旁说话，个个都是眉开眼笑的，便也跟了过去，挨着老夫人站定了。焚王妃和陈氏便都问他可还耐得住，老夫人也关怀地道：你累了这半日不容易，先去车里坐着歇歇，我和王妃说几句话就来。说完看了四周几眼，不见杜夫人的影子，便微微皱起眉头来。你见着夫人了吗？牡丹摇头，不曾，约莫是先回车里了。从肃章门出来的时候，他还曾经看到过杜夫人的背影，可是出来后就再也没见到了。老夫人便不再追问，只道：你先回去吧。焚王妃便让身边紧跟着的臧嬷嬷送牡丹，你送何夫人过去，人多，怕不小心扯了撞了，那可不好。牡丹给焚王妃行礼道谢，却听不远处有人笑道：戚夫人。接着就见戚夫人和清华郡主婆媳二人一前一后的走来，俱都是黑着一张脸，一个不看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二人之间怨气极大。听到有人喊
戚夫人抬眼看过来，一眼看到牡丹就愣了一愣，目光落在牡丹的肚腹上，一时表情格外复杂。牡丹见他盯着自己看，便大大方方地向他点了点头。1年多不见，戚夫人老了瘦了许多，看着日子也不是太好过。戚夫人见牡丹和自己打招呼，本来是又恨又讨厌，不想理睬的，可看到他身边的冯王妃等人，不由鬼使神差的也和牡丹点了点头。头刚点下，就听见身边的清华冷笑了一声，戚夫人不由火冒三丈，回头瞪了清华郡主一眼，也不和熟人打招呼，怒气冲冲的自往前头去了。清华郡主略站了一站，怨毒的瞪了牡丹一眼，也径自离去。途中撞着好几个人，他都丝毫不理会，显得十分暴怒乖僻的样子。牡丹被他瞪得莫名其妙，可接下来他就明白为什么了。命妇们都是消息灵通的八卦者，清华郡主刚去了没多远，就有人低声议论。适才皇后派人同清华郡主说了，她腿脚不便，身子也不舒坦，恩准她以后不必来朝会。魏王妃也被留下说话了，多半是为了适才她酒泼平康郡主的事情吧。她也太跋扈了，敢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巡视，实在太过失礼，没有被当场严惩就已经是给魏王府留了脸面。原来如此，牡丹这才明白何以戚夫人和清华郡主的怨气会那么大。皇后这话虽然说得好听，是为了体恤清华郡主腿脚不便，其实就是变相的剥夺了她来参加朝会的资格。对于已经出嫁了的宗室贵女们来说，不受皇后待见，不但是她本人颜面无光，就是夫家也会跟着受累。所以戚夫人怎么讨厌清华，清华多么生气都不为过。清华恶名在外，越来越失势，刘畅到底打算怎么办？腹中犹如冒气泡似的咕嘟嘟地动了一下，疏忽不见，胎动了。牡丹惊醒过来，伸手轻轻抚摸着小腹，唇边露出一丝甜蜜的微笑。不管刘畅打算怎么办，清华会成什么样子，戚夫人和刘成才有多么痛苦难过，都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他的生命从此就与腹中的这个宝贝和蒋长阳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才是他的生活。牡丹抬起头，扶着臧嬷嬷递过来的手，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朝自家的马车走去。途中若是遇到相熟的亲切的人，就停下打几声招呼，若是遇到看不起他，不屑于与他这个商女出身的打招呼的，他也就一笑而过。他有他的路要走，别人也有别人的路要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准则和好恶，他不能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别人也不能勉强他喜欢不喜欢的人，那么就各自尽量按着自己的心意活着吧，就是这么简单。牡丹到了自家车前，早有林妈妈和淑儿上前迎着，重赏谢过臧嬷嬷后，问明杜夫人不曾回来，便自上车去等候老夫人不提。车中备有火盆，林妈妈把一杯热汤递给牡丹，心疼地替她轻轻揉起膝盖来，笑道：可见着皇后娘娘了，是个什么样子呀？宫宴如何？牡丹一怔，随即轻笑，说起来惭愧，我先前是不敢看，后来是隔得太远了，不曾看清楚。宫宴吗？是冷菜。林妈妈和淑儿很是失望，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呀，这皇家也真是的，起心动意的拜一回，磕了那么多个头，怎地连热菜也舍不得呢？却听有人在车旁脆声道：是丹娘吗？牡丹忙叫淑儿拉开车帘子，只见平康郡主志得意满地立在车前，笑得和朵花似的。听李夫人说你有喜了，特意来恭喜你的。人家特意来恭喜她，她自然要把礼数做足。牡丹要下车，平康郡主拦住她：不必啦，我今日心情很好，与人约了要打马球，这就走了。于是径自去了。不多时，老夫人回来，皱着眉头道：夫人还没回来。不等牡丹回答，老夫人便已然知道了答案，气哼哼地道：这个当口，她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也不使人来说一声，多大年纪的人了，还这般贪玩。口里说得轻巧，心中却忍不住猜疑，杜夫人从前是常年出入宫中的，与许多人都相熟，朝会过后就突然不见，只怕是又去寻什么人诉苦，给府里添麻烦去了吧。心中就有些惴惴，却也不敢四处嚷嚷，只让人去问杜家。谁知杜家人早就走了，那仆从也不敢多问旁人，只得回来回话。老夫人很生气，她年纪大了，早就又累又乏，就是凭着那口气一直撑着的，无奈的等了一回，见多数人都走了，始终不见杜夫人。又见天色阴沉，竟然飘起大雪来，不耐烦之极，皱着眉头道：留张车给他，我们先走。牡丹早就巴不得赶紧回去的，听他发了话，自然不会表示异议，而且以实际行动来配合他。老夫人却又多了个心眼，把身边一位惯用的常嬷嬷留下来，美其名曰不放心杜夫人，留这个候着，其实就是要常嬷嬷看清楚杜夫人是从哪里回来的。此外，又使了人去前头和蒋仲的贴身长随说这事儿，只等蒋仲一出来，就第一时间告诉他。
一切都安置妥当了，方才带着牡丹一起回家。到了国公府，国公府的院子里已经竖起杆子悬起了幡。萧雪溪忍下委屈，在门口迎着了二人，抢上前去扶住了老夫人，笑道：交酒和五星盘都已经准备好了的，就等国公爷他们归家就可以献寿。老夫人满意地点了点头，夸赞了他几句。萧雪溪却又贼惊的，立刻就发现杜夫人没回来，便故意小心翼翼地问起老夫人：母亲呢？老夫人现在最怕就是这婆媳间又闹出什么事来添乱，始终也是防着萧雪溪的，便淡淡地道：她有事儿从后缓行一步。因见牡丹也下了车，便叮嘱道：快回去换衣服吧，他们回来还有些时候，你就先躺一躺，小憩一回，今日可把你折腾够了。说着又扫了牡丹的小腹一眼，冯王妃今日不说，她还真没注意，真是有点大。牡丹听到她难得关心自己，心里略微有些诧异，随即又明白过来，怕是为了蒋云清的事情，她心里愉快着，看在冯王妃的面子上也要对自己好几分，便心安理得地接了她这份关怀，辞过老夫人，自回应雪堂。到底是嫡长孙又是孕妇不一样，萧雪溪见着又是一阵发酸，勉强收回心思，自讨好老夫人不提。不管怎么说，蒋长义说的对，做了媳妇就和女儿不一样了，不管做什么都得把理给占全了，才是他们只是庶出还行三。现在是杜夫人失了老夫人和蒋仲的欢心，蒋长阳和牡丹不愿意搭理国公府这边，蒋长中没在家也没娶亲，这才让他有机可乘。若是将来有一天蒋长中娶了亲还出息了，哪里还有他们的半点位置？但愿今日自家的父亲能把那件事给办妥了。他想到能把杜夫人加在他身上的事情原封不动地还给杜夫人，就感到一阵发自内心的愉快。天上虽然飘着大雪，映雪堂门口却是早就用了稻草垫子铺上的。林妈妈便同牡丹夸赞在家留守的宽儿，还是宽儿细心，这样不管下多少雪，什么时候想出门都不怕滑。牡丹点头称是，这雪薄薄一层落到光滑的石面上，最是滑得紧。她不比从前，现下最怕的就是摔跤。住在曲江池那边的时候，下了雪她就不出门，老老实实在屋里坐着，遛弯也在屋里遛。可是到了这边就不同，总逃不离要隔三差五的出门往老夫人那里走走。林妈妈絮絮叨叨的，老天爷也是疼好人的，若是在宫里头的时候下江起来，把衣衫给浸透了，还不知道冷成什么样呢。牡丹抿嘴笑起来，这样说来，自己的运气还真是好。上了马车，老夫人来了，正好想走才下的雪，这雪下得很及时。想着便又想到了安康郡主要打马球，怕是也打不成了。他这一觉十分好睡，一觉醒来，只觉全身都暖洋洋的，雪光映着窗户，照得屋里亮堂堂的，安静而舒适，由不得人没有好心情。他刚想伸手，就听到耳边传来细细的呼吸声，抬眼一瞧，不由笑了。蒋长阳正歪在他身边瞌睡呢，长长的睫毛翘着，鼻梁挺直，嘴唇红润，微微嘟着，看着怎么也不像平时那副严肃没表情的模样，倒有几分可爱样了。他昨夜陪同小四到半夜，天不亮就起身，是没睡好。牡丹心里柔柔的，便捧了他的脸，轻轻在他唇上印了一吻，见他没反应，又拿头发去描他的睫毛。蒋长阳抿了抿唇，大手一伸，把他按下去，意思是不要捣乱。牡丹也就安静地躺在他身边，把头歪过去靠了他的肩头，与他静静相依。心里却又觉得奇怪，他睡了好一觉了，想来时间不会太短，也不知此时是什么时辰，为何没叫他去敬交酒五星盘献寿。蒋长阳反而跑来和他躺在一起睡午觉，想着便有些躺不下了，轻手轻脚地起了身，又替蒋长阳把屏风给掩上。宽儿和树儿听见声响，立刻进来伺候他梳洗，先寻了套银红色的锦绣襦裙给他穿了，又问他梳什么头，就随便梳个简单大方些的。牡丹将乌黑顺滑的头发就用手指捋了几把，低声道：什么时辰了？外头是不是已经献过寿了？我觉着我这一觉睡得够长的，已然申正了呢。还没有献寿，所以就没叫您。树儿的消息仍然很灵通，国公爷还没归家，一家之主都不在，自然不能献寿。夫人呢？牡丹讶异不已，蒋仲和蒋长阳、蒋长义一起出的门，儿子回了家，他却没回来，这是怎么说？难不成他们夫妻二人一起约好了的？淑儿笑道：夫人是未时3刻归的家，回来就往老夫人房里去请罪了，看着春风满面的，似是有什么好事。您要想知道是什么事，奴婢就去打听了来说给您听。国公爷吗？听说是被几个以往相好的拉去吃酒了，怕是要天黑才能归家。牡丹笑骂道：你当我是真闲得无聊，想操这些闲心呢？没事儿做了不是。他不想生事，却也知道自己在这里住着，
不能把手下的人给约束得太死，这样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自己不至于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舒儿便笑，知道您忙，不过如果真是好事儿，兴许晚上您就知道了的，哪用得着奴婢去问。说着让宽儿把镜子放到牡丹身后照脑后的发饰给牡丹看，您觉着怎样？很好。牡丹对他的手艺自来满意，只略略看了一眼就让宽儿放下了镜子，装饰得当，便歪在一旁看两个丫头做针线。才看宽儿把一件小衣裳的边给缝上，舒儿做了半只小鞋底，林妈妈就进来道：老夫人那边有请，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问您。雪已经停了，老夫人的院子里和台阶上俱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绿胶立在帘下，看到牡丹主仆几人过来，便笑着同里头道：大少夫人来了。宽儿扶着牡丹一脚踏上台阶，正要再上一级，突然一个趔趄就栽了下去，他灵巧的一撑，又站住了，可还没站稳，又是一滑，这下子倒是真的完全失了平衡，全速栽倒。百忙之中，他第一件事就是把牡丹的手给松开了，省得殃及池鱼。牡丹离他最近，下意识的要伸手去扶他，斜刺里被林妈妈一把将手给拉开，连带着人都被拉到一旁再反应过来，宽儿已经跌在了他刚才站立的地方，疼得龇牙咧嘴的，爬都不起来。牡丹不由后怕，若是他拉着宽儿，或是宽儿不放开他，说不准也给连带着拉一跤。林妈妈往前一看，那台阶上结了一层薄冰，且还有些松动，这样的冰最是滑人，一个不防就是一大跤。老夫人的房门外怎会有这样懒怠的奴婢？可是天寒地冻的，刚扫过雪又冻了上了冰时，是再正常不过。心下有些了然，不甘心吃了这个暗亏，便装作粗鲁不知规矩，咋呼呼的大声喊起来：我的天，大少夫人这是福大命大，幸亏的是宽儿这丫头打的头阵，老奴眼疾手快拉开了您，不然这会儿可怎生好。绿娇的笑容一半绽放在脸上，有半截僵硬了，赶紧命人拿了毡子来铺在台阶上，下去亲自扶了牡丹往上头去，殷切地问是否被惊吓着，又命人把宽儿给小心扶起来，就近送到厢房里头去看看是否伤到了骨头。此时老夫人等人已经听到了动静，都赶了出来，无比热情地对着牡丹嘘寒问暖。老夫人有些后怕地道：没摔着就好，不然蒋长阳怕是要把他这里给掀翻了天。杜夫人也道：真是福大命大，下人们也伺候得好，若是适才那丫头或是林妈妈反应慢点，这会儿单娘可救。说起来是谁这样粗心，除冰也不弄得干净些儿。我早就说过，这台面太过光滑，积了薄雪或是结了薄冰最是害人，要垫块毯子才好的。这不险些就出大事了吧。边说边看向萧雪溪，这些琐事早就是他在料理了，这回看他怎么说。杜夫人说的没错，这之前下了雪，国公府里各处要紧地方不是铺了毯子就是铺了稻草垫子的，为的就是防滑。萧雪溪刚接手时看到下人们甚至不用吩咐就主动做了，因不是什么大事，且也十分实用，他也就从来没管过。怎地今日恰恰老夫人的房前就没有？萧雪溪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下意识地先看了牡丹一眼，只见牡丹的表情淡淡的，也没看自己，也没看杜夫人，看不出深浅，略微想了一想，便顺着杜夫人的话正色道：母亲说的是我没管好下头的人失职了，险些酿成大祸，我先给祖母和大嫂赔罪。说毕竟然对着老夫人跪了下去，重重磕头。萧雪溪的反应可真快，牡丹暗自冷笑，却不多说一句话，只稳稳坐着，淡淡的看着这场戏。从前下雪的时候，他没在国公府待过，自然不知道这台阶到底铺不铺毯子。不过看今日映雪堂的样子，想来也不会是宽儿突发奇想，要不一时之间从哪里去寻稻草垫子呢？可不管是谁干的好事，总之这一次他若是不出了这口恶气，他就对不起腹中的孩子和林妈妈。宽儿的一片爱护之心，老夫人可从未见过萧雪溪如此低头服小，当下便冷冷地道：大节下的，什么事起来说？不就是底下人偷懒吗？给我重重的罚就是了。杜夫人说的没错，从前每当雨雪天，自己房前的台阶上都是铺了毯子的，所以更冷的天气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前些日子下雪时，这规矩也没变，怎地今日突然就没了毯子？分明里头不干净。萧雪溪便顺从的起身，对着牡丹深深一扶：嫂嫂，请你别和我计较，我没管好下头的人，险些害了你。多亏的是没有出事，不然我只怕是百死难辞其咎。原本他听见牡丹等人的惊呼，还巴不得牡丹倒霉，把肚子里那个小杂种给摔没了才好，可后来一想，多亏的是没出大事，不然他替毒妇背了这个黑锅，那可就真是冤枉了。牡丹此时方淡淡地道：三弟妹不必如此，
虽然是你在管事，虽然我们从前有过不愉快，但我想你应该不至于会起心害我和我腹中的孩儿，是不是？这话说得够明白，够直接，一下子就从技术性的问题扯到了恩怨人心问题上。萧雪溪此刻最怕就是把这账算到他头上，那他简直就要死不瞑目了。忙道：当然，我怎会起这种黑心？那我还是人吗？牡丹便扫了一旁看热闹的杜夫人一眼，继续道：可是这当差的人是不把一家子人都放在眼里呢。他的声音冷冰冰的。祖母这里家里人一日总要走上好几遭的。祖母年纪大了，我怀着身孕，行动都不便，这样的天气都不能闪失。可是这个人明明知道这些，一不听三弟妹的安排，把差事当好，二不听从夫人的指示，私自撤了毯子。我只能说，这奴才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敢存着这样恶毒的心思害祖母和我，还有蒋家的嫡亲骨肉，这不就是要彻查出气吗？萧雪溪听出些意思来，也不觉得牡丹的话有多难听，忙道：大嫂说的是，我一准儿将这事儿给查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是谁干的好事。牡丹淡淡地道：那我等着。不然，她低头抚着自己的肚子，我心里真是不平。刚才可真是把我给吓坏了，孩子都在乱动呢。说着就捂着肚子，痛苦地哎呦了一声。林妈妈大惊失色，赶紧扶住牡丹。怎生好？牡丹轻轻掐了她的手一下，只痛苦地皱着眉头不言语。林妈妈明白过来，脸上的焦急却丝毫不减，回头对着绿娇道：烦劳姑娘去请大公子来。老夫人不知真假，一叠声的命人将扶牡丹往她的床榻上躺下，又让人去请太医，然后开始愁眉不展。她再讨厌牡丹，再不喜欢蒋长阳，却也不希望这个孩子出事，然后蒋长阳和府里彻底闹翻，不就是怀了个孩子吗？这般的做事，萧雪溪暗恨，却记着自己的嫌疑还没洗清，不得不上屈尊于贵，前去嘘寒问暖。林妈妈防贼似的把她给挡在一旁，她也顾不得生气。杜夫人稳稳地道：母亲，这事儿不查个明白，府里怕要乱套了，不如先把人拿下，稍后交给大郎来办。你不是会查案子吗？现在就让你大显身手一回。老夫人回过味来，若是牡丹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得赶紧把自家撇清了才好，要送个替罪羊给蒋长阳出气才行。当下便道：你去办。想了想，觉得不妥，便看向红儿：你去办。红儿赶紧出去拿人不提。萧雪溪大吃一惊，果然是不得了，自己虽然极恨牡丹，可却只敢想，并不敢真干这好事，一准儿是杜夫人这毒妇要往自己身上泼脏水，且多半是早就把事情都安排好了的毒妇沉寂着许久，还说她老实了，谁知却是在背里搞鬼。这次可不比上次，一定是擦干净了，这一查必然要出大问题。可是他能说不让查吗？蒋长义必须在场才行。当下也急急忙忙地道：是，快去把大公子和二公子请过来。杜夫人冷冷地勾了勾唇角。蒋长义。等萧雪溪的人到了房里，蒋长义早就跑出去请太医了。他淡淡地看着躺在床上的牡丹，何氏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呢？次次都能逢凶化吉，手底下的人也真够忠心的。可不管何氏这次是装的也好，不装也好，总归萧雪溪这次都别想逃不掉。蒋老三啊，你以为你娶了这个高门贵女，你就一飞冲天了吗？做梦吧你！丹娘，丹娘，你怎么样？蒋长阳披散着外衣，疾步跑进来，满脸的焦急。牡丹一看到亲人，鼻子顿时一酸，眼泪汪汪，无限委屈地道：我肚子疼。蒋长阳一歪身子，在牡丹身边坐下，握了她的手，小心地道：你别怕，我已经让顺侯去请太医了，没事的。牡丹看到他虽然表现得好似很镇定，眼里却有慌乱，心中有些过意不去，轻轻抠了抠他的掌心。夫妻二人是早有的默契，蒋长阳立刻就明白过来，脸色却更难看了，厉声道：林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丹娘若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们也不必活了。林妈妈一声嚎起来，丢了牡丹，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请主君给夫人做主，严惩那起子黑心烂肝的东西，只要能去了这害人的东西，夫人和小公子好好的，老奴虽死不足惜。这算怎么回事？鬼哭狼嚎的，一开口就认定牡丹是被人害了，再任这件必说下去，还得了吗？老夫人使劲一顿拐杖，狠狠地道：胡说八道什么？把这不懂规矩的奴才给我拖下去。蒋长阳冷笑了一声：不劳祖母操心，我自己的人自己会管。我倒是想请教祖母，这是怎么回事？您让丹娘来说话，一到这里就出事儿了。祖母房里的丫头们可真是好本事。祖母，丹娘再不讨你喜欢，可她腹中的孩子也是蒋家的骨肉，不是她糊涂，
但这事儿必须得先把老夫人给毒死了才行。你放肆，昏了头吧，竟敢怀疑我！老夫人气得要疯，听蒋长阳这意思，竟是怀疑他容不下牡丹和牡丹腹中的孩子。可人是他让人去请来的，又是在他这里出的事情，当差的人也是他房里的人。他转头恨恨地看着杜夫人和萧雪溪两个不省事的东西。扫把星，祸水！当下大声道：红儿，人呢？还不赶紧押进来！要拿一个干粗活的小丫头，算得什么？红儿早就拿了人在帘下等着的，当下就命粗使婆子把那个倒霉蛋推了进来。蒋长阳皱着眉头道：祖母还是别吵了，这是怕丹娘不够不舒服吗？老夫人气得发抖，别人种的因，最后却是她在承受过。当下指着那叫木耳的小丫头，声色俱厉地道：毯子哪儿去了？说，不然打死你！这一回声音小了许多，木耳下的裙子都湿了，匍匐在地上颤抖着语不成调。不是奴婢，是彩帛姐姐先前失手把一盆子水给打泼在毯子上，奴婢去换，备用的毯子却不见了，奴婢只好去库房领新的。实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就惹出了大麻烦。蒋长阳淡淡地道：真是巧。彩帛是谁？萧雪溪的脸一下子煞白，回头狠狠瞪着自己身后早已被吓得啪嗒一声跪了下来的大丫鬟彩帛，冷飕飕地道：说是怎么回事？老夫人房里的用水是红儿或是绿娇或是任何一个小丫头端出去打泼了都不奇怪，可彩帛是她的大丫头，不但在老夫人房里做了事，还打泼了水，又扯上牡丹这事儿，可就有些说不清了。彩帛到底是在尚书府出来的人，是家女子身边得力的大丫鬟，虽然惊慌，说话倒也清晰。先前夫人们说话，奴婢和红儿他们在隔壁茶房里候着，不小心把裙子给弄脏了个脚，便要了一盆水略微擦洗了一下，去倒水的时候路太滑，就滑了一下，跌了一跤，把手肘都跌破了。奴婢真不是故意的，原本倒水这样的小事儿用不着她去做，只消喊个小丫头或是婆子去做就行，可偏巧当时就找不到自己的人，剩下的都是老夫人的房里人，她可不敢指使谁。谁会想得到这一跤跌了还偏巧就惹出这样大的事情呢？看似一切都是偶然和巧合，前后串起来没有任何破绽。萧雪溪说不清了，她只觉得自己的嗓子又干又痒，她抓住唯一一个可能翻盘的可能道：木耳不是说有替换的毯子吗？怎会突然不见了？我就不信那毯子会化成灰了。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透着一股子心虚，她惊慌地朝门外瞟着，蒋长义怎么还不来？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蒋长义对她有多么的重要。蒋长阳只管拉着牡丹的手低声安慰，看来不用他多事，萧雪溪先就急上了。毯子的事情不难查，马上就有人来说是萧雪溪之前下了个命令，倒是要干干净净的过节，所以拿去洗了，因为天气不好没干就没送过来。他真的也说过这话，又是他的错。萧雪溪差点没哭出声音来，他抱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问木耳：备用的毯子去了哪里？你都不知道吗？咱们家就这么2块毯子，为何不早早领了新的备用？分明就是夺揽失职。木耳哇的一大声哭起来：三少夫人饶命，奴婢不知道，一直都在那里放着的，也没人告诉奴婢说毯子没送来。但无论如何，他都是管这差事的人，粗心大意脱不掉干系。蒋长义怎么还没来？萧雪溪焦急地看着蒋长阳幽暗冷冰的眼神，老夫人厌憎的眼神，林妈妈等人恨不得把他撕来吃了似的表情，自知掉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中。他回忆起杜夫人回到家后的兴奋样，把丫头们全赶出去，一副和他和老夫人说悄悄话的神秘样，接着又引着老夫人说要请牡丹过来问话的鬼精样，再结合事情的经过，心里充满了被算计和陷害后的悲愤，恨不得扑上去撕烂这毒妇的脸，却自知这招行不通，因为他半点抓不住杜夫人的把柄。嘴唇抖了许久，方对着木耳吼出来：你什么都不知道，拿你干什么用？就是你害了大少夫人。杜夫人在一旁看得真是舒坦，凉悠悠的来了一句：罢了，新娘你也别急，下人有错一定会罚。虽是彩帛打泼的水，洗衣房那边也没及时送毯子过来，可到底也不是你的错，你原本也是一片热心。刚才你大嫂也说了，你们虽然从前有怨，可如今就是一家人，她相信你不会害她。你大嫂是个良善的性子，不会胡乱猜疑人，你就别担心了。说完这段话，看着萧雪溪哑巴吃黄连，想辩又无从辩起，气得两眼含泪，浑身颤抖的样子，杜夫人真是解气。不枉她精心算计谋划那么久，虽然说样样算计到如此精确，真是不容易，可是这老天爷也真是太助兴了。
他的运气真好，刚给蒋长忠争得那桩好亲事，接着就又收获了，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下子萧雪溪是别想择清了，这大房和三房的热闹有得看。可一回头，他对上了蒋长阳的目光，那种眼神他从来没从谁的眼里看到过，无法形容具体的感觉，就像是看死人一样。他不舒服的微微别过了头，看着老夫人道：母亲，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老夫人的嘴唇里挤出一句话：把这个懒惰的丫头给我打40军棍，连着他娘老子一起卖了。他的目光落在了彩帛的身上，始作俑者是他，给我打60军棍，也卖了。60军棍是要他的命。彩帛的头嗡的一声响，牢牢抱住萧雪溪的脚，低声哀求。萧雪溪不忍心之极，可是他自身也难保，因为接下来就是他的惩处。果然老夫人淡淡地道：我看三郎媳妇这些天也累了，就留在房里好好休息一段日子再说，从明日起也不必到我房里来请安了。轻轻就夺了萧雪溪管家的权，并且不要他再到这里来请安。萧雪溪不忿之极，一声就哭了出来，他憋屈的真厉害，喊冤都不能喊，说自己真没害牡丹，好像没人说他害牡丹，就是杜夫人都说的是，牡丹不会怀疑他。可是打死了彩帛，又夺了他的权，进了他族，这不是等于把这顶暗害牡丹未遂的帽子给他扣上了吗？杜氏，我要你死！这是此刻萧雪溪的脑子里唯一的念头。这是怎么了？蒋忠进门就看到了一场热闹，他原本以为会看到一家子就等着他一个人回来献寿，谁知会看到这情形，个个都仿佛死了人似的。萧雪溪竟然还在大哭，接着他就看到在榻上躺着的牡丹，立刻避嫌退了出去，往帘外站了，有些焦急地道：到底怎么了？谁都不说话，老夫人只好道：出了一点意外，大郎媳妇差点摔了一跤，动了胎气，正惩罚人呢。趁着蒋忠在理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牡丹低声同蒋长阳道：就说大节下的，我不想闹得大伙不舒坦，打这么多军棍必然是打死了的，我不想给孩子造冤孽，适可而止就好。有道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虽然没有谁真的全然无辜，但他没真的摔着，不想造杀孽。蒋长阳轻轻抚了抚他的手背：我有分寸。萧雪溪却突然喊了一声：这样说来，不只是这二人该打，好多人都该打。他冷笑着：没有毯子，台阶上结了冰，滑不留足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可是奉命去请大嫂来说话的人却丝毫不提这事儿，这中间只怕是有问题。大嫂，是谁去请的您？要烂大家一起烂，他吃了这暗亏，别人也休想逃了去。林妈妈沉稳地道：是一位嬷嬷去传的话，有些衍生，认不得姓什么。于是萧雪溪不依不饶的又要找这个人出来，一团乱麻。蒋长阳看到牡丹的眉头皱起来了，便道：总在这里吵吵嚷嚷的也不是办法，趁着天还没黑，先让人抬了监狱来，把丹娘送回房去，稍后太医来了也好看诊。众人岂有不依之理，当下便暂且把其他事情放在一边，忙着把牡丹先送了回去。蒋长阳不管他们怎么狗咬狗，反正这会儿萧雪溪只想洗刷清楚他自己，必然不会轻易放过其他人，那就先让他们咬着，他等会儿再来看结果，添上一把火。于是亲自扶着监鱼把牡丹送了回去。到了映雪堂，他就紧紧握着牡丹的手，坐在他身边，满脸的愧疚。他不信牡丹真的没事儿，一定是被惊吓到了的。不过打个盹儿的功夫，就差点出了大事。顺侯请的太医最先到，他晓得孙老太医年老跑不快，便请了孙老太医的嫡传弟子来。前头众人都不吵了，一起往映雪堂听消息。那太医便说是受了惊吓，动了胎气，要静养，开了药方。这里已经开了药方，最先往前头去请太医的蒋长义这才赶回来。杜夫人不咸不淡地道：你怎地去这么久？已然看过了，把人送回去吧。大节下的不好找人，他真是尽力了。蒋长义真冤枉，他不知道牡丹怎会突然动了胎气，只知道有人通知他赶紧去请太医，还想着是因为蒋长阳脱不开身，信任他呢，谁知道会是这么一摊子烂事。他看着恨不得扑过来哭诉，委屈到了极点的萧雪溪，隐隐有了几分明白。他不气不恼，想到今早得到的那个消息，心里说不出的痛快。杜氏，你且猖狂吧，最迟明日就有你受的，我要看着你痛不欲生的样子。蒋长阳把牡丹安置下，这才往前头去看事情的最新进展。牡丹听到外头的人都去光了，只觉说不出的清静，因见树儿扶着一瘸一拐的宽儿走进来，忙道：还不去躺着？虽然没伤着骨头，可是这一跤摔得结实，也够你受的。宽儿笑道：奴婢没事儿，就是破了点油皮。树儿笑道：有两桩事儿，说给您解解闷。
第一，您到今日为何请您过去？夫人去宫里头是寻丁婕妤，替二公子求娶丁婕妤的侄女儿为妻。丁婕妤许了一位13娘，因着这位娘娘和楚州后府的白夫人沾了亲，想请您过去帮忙打听一下这位13娘的人品。这位丁婕妤，牡丹曾听白夫人提过，算起来是白夫人的表姨，是个厉害角色。虽然膝下无子，只有个才10岁的小公主，但在宫中历经15年，仍然有宠。杜夫人这是想替蒋长忠添一份助力，蒋长忠虽然娶不上5姓女，可也能娶个沾亲带故的。蒋长忠频频立功，再添一门好亲也是在情理之中。牡丹便问：第二件呢？淑儿幸灾乐祸地笑起来：国公爷带回了一位美人儿，只是这会儿顾不上，一直被晾着呢。杜夫人和蒋仲不和，2位姨娘年老色衰，这回有热闹看了。牡丹吃了一惊，蒋仲外出吃这酒席，竟然就带了一位美人回来，什么意思啊？此时老夫人的房里已经乱成了一团，在下人们被赶出去之后，萧雪溪抱着能够拖下水的就都拖下水，尽量把杜夫人的人多拔出几个的原则，面目狰狞的在那里上蹿下跳，一忽儿在老夫人面前进言说谁脱不开干系，一忽儿又在蒋长阳面前道一定不能放过谁，要给牡丹报仇，一忽儿又在蒋仲面前委屈的哭，反正就是他真冤枉。蒋长义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热闹，但他无声的沉默就等于给了萧雪溪闹腾的勇气，于是他越战越勇，包括送信的婆子在内，七零八落的揪出了一大串人，谁传过牡丹的闲话，谁在映雪堂门口偷窥。总之在他说来，这些人都是居心叵测的，早就有人不怀好意的要害牡丹，字字句句都含沙射影的指向杜夫人。老夫人板着脸一言不发，觉得萧雪溪真是不识好歹。送信的婆子是他的人，人家是在院子里听了红儿的招呼，直接去映雪堂喊的人，根本就没经过这台阶，人证齐全，萧雪溪怎么也死死揪着不放。难道说他也想把自己给拖下水？他就不知道这事儿闹得大了，对大家都没好处吗？蒋仲烦不胜烦，一个头两个大。萧雪溪不服极恨牡丹，他早知道萧雪溪脱不掉干系，但是杜夫人只怕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可出于利害关系，他既不敢说是萧雪溪的错，也不敢说是谁的错，只希望能尽数推到下人夺揽失职上面去。只怕一个不小心，又传出治家不严的风声，彻底倒霉，进而又消了萧家的助力，失了蒋长阳的心。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他简直就是恨不得把头发都拔光了。而被萧雪溪攻击的杜夫人的眼里此刻没有萧雪溪，也没有蒋长阳和任何人，他的眼里只有坐在那里满脸烦恼憋屈之色，已然头发花白，开始现了老相的蒋仲。一想到金珠氏才在他耳边说的那个狐狸精，他的心就在滴血。这个薄情寡义没本事的男人啊，他当初怎么就瞎了眼，鬼迷了心窍，一定非要嫁他呢？20年他得到了什么？不过是一腔怨恨和一屋子的仇人，一个被惯坏了，时时刻刻都担心会被人算计送了命的儿子，还有就是午夜梦回之时的孤寂和冷清。他倒好，儿孙满堂，软玉温香，凭什么？他人模狗样却能继续享福，他耗尽青春心血却要独守空房，做梦。萧雪溪跳了一些，不明白为什么蒋老夫人和蒋仲都不肯站出来伸张正义，蒋长阳也是在一旁坐着光看戏不表态，不由越发生气，越说越激动。不过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口水话，没什么杀伤力，牵扯范围越来越广，听上去倒像是千方百计为自己狡辩，狗急跳墙乱咬人一般。蒋长义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他就知道不能对萧雪溪抱多大的希望，当初能在自家地盘上折在他手里的人，又能厉害聪明到什么程度去？少不得他亲自出马。于是蒋长义发了雄威，厉声呵斥道：蠢妇，闭嘴！你是要把所有人都安个罪名，给御史台的人找事情做吗？他这句话立刻得到了蒋仲和老夫人的支持，就是这种丑事闹大了，对大家都没好处，只夺了爵位，降了罪，谁又能得了好去？只是他们都有些胆怯地看着蒋长阳，他和他们不是一条心。蒋长阳却淡淡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看着蒋长义，他已经断定，就凭萧雪溪那水平，是做不出今天这个局的。还是杜氏，他这回还是拿准了老夫人和蒋仲的心理，烂也是烂在锅里，不能让外人知晓，所以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蒋长义被蒋长阳看得心慌，他觉得自从朝会散了之后，蒋长阳看他的眼神里就多了些什么，说不出来是什么，却让人如芒在背，非常陌生的感觉，就仿佛是看透了他一般。他微不可见地摆了摆头，怎么可能？那事儿天衣无缝，蒋长阳不可能知道。但当下事关牡丹，他得把话给说圆了才行。
于是他沉痛地拉着萧雪溪给蒋仲和老夫人、杜夫人跪下了。祖母、父亲、母亲，新娘骄纵惯了，没有任何分寸和规矩，请用家法教训她。萧雪溪不敢置信，眼睛瞪得溜圆地看着蒋长义，他竟然说让他们教训他。他明明和他说过，他们是一体的，夫荣妻贵，他不会对不起他。可是他明明受了这么大的冤屈，他竟然让人惩罚他，难道是打算认下这个错处吗？和牡丹是宝，他难道就是草？不，他才不肯！他尖声叫起来：凭什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做错了什么？要冤枉我，我不认！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算什么男人？竟会让人欺负！蒋长义的眼里闪过一丝寒光，重重地扇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他的头嗡嗡作响，眼花缭乱，半晌处不得声，只有眼泪哗啦啦地流。蒋长义看也不看他，朗声道：他无状骄纵是事实，但如果说他有意害大嫂，不要说他不认，我也不敢认。人贵有自知之明。他的声音一下降低，无限深沉。都是祖母慈爱，父亲教导，夫人仁慈，兄长提点，我才能有今日，所以我从来不敢忘记自己的本分。成爵、继承家业都和我没有关系，我所求的就是做好分内的事情，为国为家族绵延尽一己之力。他无限深情地看着蒋长阳，大哥和二哥是嫡长，也比我能干，我只希望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上一把，尽尽做兄弟的责任和心。新娘虽然骄纵，但这些大道理他是懂的，他不敢在这种事情上胡来的，若是他真敢，我就休了他。一句话，朱国公府的一切和他们夫妻都没什么关系，蒋长阳和牡丹不好了，也轮不到他，还有一个蒋长忠呢，所以他们完全没必害牡丹。当着婆家人挨了这一巴掌，萧雪溪只觉得所有的尊严都没了。他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挣扎着站起来和蒋长义拼了，可是他却听到蒋长义在替他辩解，同时也在替他自己辩解。他看到蒋长义不时瞟过来的威胁的眼神，他下意识地认为他还是低头继续哭泣的好。可听到蒋长义说要休了他的时候，他还是愤恨地咬破了嘴唇。蒋长阳的唇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来，他静静地看着蒋长义。虽然蒋长义说的合情合理，但这说辞，这做派，果然是在杜氏身边待的时间长了，耳濡目染，无师自通。蒋长义谦卑而讨好地看着蒋长阳，他不想招惹他呀，真的。拜托你老兄，别这样看着我笑，就算是你知道点什么，也别说。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不干，你也别干，成吗？我会回报你的。蒋长阳似乎是看懂了他的眼神，收起笑容，别开了眼睛。蒋长义轻轻松了口气，继续用小狗似的眼神可怜地看着蒋仲。他其实比这两个哥哥都对蒋仲更忠心，对这个家更爱，真的，他发誓。蒋仲的神色渐渐软和下来，这个儿子多懂事呀。原来还担心他收拾不住萧雪溪，会被萧雪溪和萧家骑在头上，如今看来，这个儿子也不是那么懦弱吗？难得的是，蒋长义是个识大体、体贴人的好孩子，好孩子啊！要是蒋长阳有他这么懂事，那该多好。蒋仲不由长叹了口气，都起来吧。既然是下人做错了事情，该严惩的就严惩，别再出乱子了。他看向蒋长阳和杜夫人，语重心长地道：有些不该传出去的话，就不要乱传了，不然全家人都没颜面。若是被有心人知晓，御史台参上一本，谁也得不到好。然后大手一挥，指点众人：新娘到底是失职了，你祖母惩罚你也不算冤枉，从你手里出的错，你就先纠正，先去把这些懒惰的奴才们给处置好，不许轻饶。都说不是他干的了，还是要惩罚他。萧雪溪不平之余，又听说要让他惩罚木耳等人，心情这才好起来。这个他喜欢。蒋仲又看向杜夫人，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淡淡地道：有人送了我一个鸡人，这会儿在外头候着的，你去把他安置妥当了吧。几十年来，他第一次用这种口吻让杜夫人做这种事，不知怎的，他觉得很爽快。杜夫人猛地抬头，眼神锋利如刀，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蒋仲让他做的是任何一家的男人都会吩咐女人做的事情，很正常，但在他看来，却是最后一点情谊和幻想都彻底断绝了。他紧紧地抿着唇，半晌不语，最终妩媚地笑了。好。言罢转身走了出去。蒋仲，从此以后，我再不会当你是我的夫，我只有儿子，没有丈夫。萧雪溪所有的委屈都不见了，他恨不得仰天长啸。妖婆，你也有今日。赏松香和在那个死人百香身上下功夫的时候，怕是没想到过会有今日吧。他早说过了，蒋仲的那两个妾室，甚至赶不上他父亲送出去的那些姬妾的1/10。
现在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个年方28的角色，怎会得不到蒋仲的欢心呢？将来枕边风吹一吹，由不得蒋仲不偏向三房。萧雪溪正在开心，便收到了蒋长义警告的眼神，意思是让他别太得意忘形，泄了行径。萧家选这个人不难，难的是巧妙地塞给蒋仲，总不能让儿媳的娘家给公公色美人吧，那是大笑话了，所以只能是通过旁人送。这上头花了不少心思的，一旦让人察觉了，就没了意义。萧雪溪收敛了神色，学着杜夫人的样子，庄严地转身往外走，准备大开杀戒。蒋长阳一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他想干什么，淡淡地道：三弟妹，丹娘和我说，别给孩子造孽，大节下的，没必要为难几个做不得主的下人，适可而止吧。三弟妹，他如果没记错，这还是他进门以来，他第一次主动和他说话。萧雪溪皮笑肉不笑的道：请大哥放心，我一定会按着祖母和父亲的意思来办，给您和大嫂出这口气。然后挺直了腰板往外而去。蒋长义忙追了出去，不许出人命。萧雪溪冷笑，出人命太正常不过，谁让他们有眼无珠，竟然敢拿大少夫人腹中的嫡长孙开玩笑呢？事情是牡丹闹起来的，蒋仲和老夫人都让他严惩，他就顺着这风吹一吹又如何？将来人家说起来，还不是因为牡丹这一跤？没见识的东西，只能看到眼前的那一小块地。蒋长义恨地笑了，哦，这么说来，你今日不弄死几个人，不让人见识到你的威风和狠毒就不算了。也行，你只管做，过后可别后悔。我忘了告诉你，大哥似乎知道了好些事情。他的声音很温柔，萧雪溪却忍不住摸了摸脸颊，还在疼。他刚才下那手真的很狠。他咬了咬嘴唇，不甘心地道：我知道了。蒋仲看向蒋长阳，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心虚和哀求。大郎，我准备把南边2个最好的庄子给你们，给丹娘压压惊。蒋长阳定定地看了他2眼，随即哈哈笑了。好呀，我的儿子只2个庄子。蒋仲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他又能如何？他叹了口气，大郎别这样刻薄，如今家里太难，等丹娘养好以后，你们就搬回去吧。以后没事儿就别过来凑热闹了。你知道我是心疼那孩子的，心疼倒是未必，心虚怕是真的。蒋长阳嘿嘿笑了2声，收了笑声道：下一次我再来的时候，就是给人送终的时候。言毕拂袖而去，有道是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老夫人一口气差点上不来，指着蒋长阳的背影对着蒋仲道：这个孽障，听听他在说什么。下次他再来的时候，就是给人送终的时候。这是咒他死还是咒蒋仲死啊？他承认牡丹出了事又没出这口气是让人憋屈，可是总不能不管这一大家子人的死活吧。不要说没出事，就是真的出了事，一个没成型的摊儿，能和这么多人的前程和富贵比吗？蒋仲的太阳血突突的跳，他有种非常不妙的预感，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杜夫人看着面前娉娉婷婷的美娇娘，年方28，雪肤花貌，高挑丰满，头上翠翘微微颤动，身上宝石蓝色的薄罗裙布满金线绣花，鹅黄色的五彩彩裤在罗裙里半隐半现，嫣红的裙带交结成花，显得纤腰不盈一握。可是雪白丰满的酥胸却差点把五彩盘金抹胸给撑破了，这样的身材偏生长着一张精致娇憨还带点天真孩气的脸，是个正常的男人都会觉得是个尤物。这么冷的天穿得这么薄透，怎么没冻死他？杜夫人恨恨地想。不过他要不穿成这样不知廉耻的样子，又怎能勾引了男人？下件东西。杜夫人沉默着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妖媚东西在脑海中里展成了烂泥几十遍啊几十遍。把它放在哪里呢？那美娇娘束手束脚地站着，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被冻得有些麻木了的双脚，垂着眼大气也不敢出。带她去怡秀楼。杜夫人最终连名字都没有问，也没和人说话，而是直接对着金珠发了话。金珠有些吃惊，怡秀楼离蒋仲的院子不远，夫人可真大度，口里却不做任何反对，只低头行礼应了事，朝那女子点了点头。跟我来。什么称呼都没有，因为杜夫人什么都没说，怎么称呼都是错。谢夫人恩典，奴婢告退。那女子迟疑地看了杜夫人一眼，蓦然给杜夫人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然后悄悄退了出去，显得进退有度。可是她越是懂礼，杜夫人就越是恨。半晌，金珠回来，只见杜夫人还独自坐在镜前，木然地对着镜子画眉，画了小山眉又擦掉，改画寒烟眉，去了寒烟眉又换月棱眉，如此反复再三。金珠沉默地拿了梳子，把杜夫人垂在榻上的乌黑长发从发尾梳起，一点点地梳通了，又往上梳。
杜夫人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清袋，用一种毫不在意的口吻道：“都问明白了。”金珠轻轻道：“是，叫做梅儿，是德郡王送的，会弹琵琶，会跳舞。说是今日宴席上，国公爷因为多喝了几杯，德郡王让他伺候国公爷，过后又说要送给国公爷。大概国公爷也是不想抹郡王的面子。德郡王，难怪的打扮得那么华丽。”杜夫人冷哼了一声。金珠虽然说得轻巧，实际上的情况却一定是这梅儿一定弹得一手好琵琶，跳得好舞，而且还吸引了蒋仲，所以德郡王才会让人去伺候蒋仲。蒋仲不想抹人的面子，天才知道，德郡王本是皇帝早前长兄的嫡子，他的大表哥本该是承亲王爵的，但出于许多原因，只做了这德郡王。他从不问朝事，生活奢靡得很，皇帝由得供着他。这样的一个人，他虽不曾放在眼里，却也不曾得罪过，怎会突然给蒋仲送人？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谁在和他作对？蒋长阳、蒋长义、萧家。杜夫人闭上眼睛，搜肠刮肚的想，听说是大少夫人求情，今日扯进去的人每人只是挨了20棍子。金珠半垂着眼，动作轻柔地给杜夫人揉着头，青葱似的手指从杜夫人的太阳穴上刮过，停住，又继续往上，再下来，又停住，然后陡然加大了力度。杜夫人嗯了一声，金珠唬了一大跳，颤声道：“夫人。”杜夫人有气无力地低声道：“对，就这样，用点力，头真疼。这2夜，夜里总是睡不着觉，总做噩梦，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金珠打起精神，果真就用刚才那力度用力给他按头。不多时，杜夫人竟就睡着了，金珠累得手都有些抽筋了。可是这感觉不错，她出神地看着熟睡的杜夫人，竟然忘了给杜夫人盖上被子。良久，蜡烛啪地炸了一声，屏风外传来一声机不可闻的声响。金珠惊醒过来，忙把一旁的锦被拉给杜夫人盖上。刚盖好了，另一个大丫头银玉就猫似的走了进来，扫了一眼踏上熟睡的杜夫人，低声道：“看着灯还亮着，还以为夫人没睡呢，不叫夫人到床上去睡吗？”金珠轻手轻脚地从榻上下来，轻轻吹灭了蜡烛，低声道：“刚睡着，何苦吵醒她来着？她这几日都不好睡。”二人肩并肩地走了出去。天刚蒙蒙亮，杜夫人就从噩梦中惊醒过来，只觉得全身都黏黏糊糊的难受，头更是难受的要死，仿佛有人拿了一把刀在里面绞。伸手一摸，数9的天，冷汗竟然把身上的里衣和被单都浸湿了。她素来爱洁，最不喜欢这种感觉，何况湿透的衣物一会儿就会变冷。来人！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嗓音很难听，嗓子又干又疼，仿佛是肿了。她病了，这是她的第一个反应。她不能病，这档口病了，人家说不定还以为她是给气病的呢。她挣扎着又喊了一声，声音里面已经含了严厉。金珠和银玉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目光闪闪的。夫人醒了。金珠上前去扶人，伸手一摸就吃了一惊，怎么都湿透了？夫人可有哪里不舒服的？银玉忙去找衣服伺候杜夫人换衣，又扶她到床上躺下。杜夫人扶着额头，难过的不想说话，一说话头就一抽一抽的疼。但她还是沙哑着嗓子道：“去给我拿点上次舅夫人送的丸药过来。”金珠捧了药丸过来，突然红了眼睛，哽咽着声音道：“夫人，奴婢去给您出气。”做什么？杜夫人虚弱的吼了一声。大清早的这个丫头要闹腾什么？金珠红了眼睛，低声道：“那边大清早的就让人去换床单，上头落了红。”杜夫人定定地看着金珠，突然意味不明的笑了，才笑了2声，皱着眉头捂住了嘴，使劲指着痰盂。银玉赶紧端了痰盂过去，她大吐特吐，辛辣的味道呛得她泪流满面，一直吐到胃里什么都没有了，她才靠在枕头上。真是恶心啊！原来德郡王送了蒋仲一个貌美多姿的处子歌姬，昨日刚闹出了那种事，他还记着要了这个女人。呵呵，叫人怎么说呢？王阿优啊，算你狠。夫人，舅老爷和舅夫人来了。出去端水的银玉又快速折了回来，杜夫人吃了一惊。虽然说节日里大家都要互相宴请走动的，可她是女儿，应该是她先回杜府去拜会才对。不对，如果是来走亲戚，杜家怎会这样失礼的大清早就跑来寻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她心惊肉跳地坐起来，颤着声音道：“快请，快请。”金珠忙忙地寻了披袍给她穿上，正准备给她挽头，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停在了屏风外。杜夫人烦躁的一把拨开金珠的手，很厉地道：“去外头候着。”然后扬声道：“嫂嫂快请进来。”话音刚落，独孤氏就不顾礼仪的一步跨了进来，低低地喊了一声：“妹妹。”
杜夫人看到他眼里含着的泪光，毫不掩饰的同情，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半空中。嫂嫂，怎么了？独孤氏含着泪，悲声道：妹妹，今早上你哥哥刚得到的消息，钟儿他……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透心的凉。钟儿他怎么了呀？杜夫人只愣怔了片刻，就狰狞地封住独孤氏的衣领，呲着牙道：他怎么了？他怎么了？独生子的死亡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天覆地灭。同是母亲，独孤氏可怜地看着小姑，冒着被窒息而死的风险，一字一顿，清晰无比地道：钟儿她没了。你胡说，你胡说！杜夫人发出一声惨厉的尖叫，她疯狂地提着独孤氏的衣领，使劲地晃。独孤氏差点喘不过气来，却仍然尽职尽责地大声道：是真的，谁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金珠和银玉听到叫声，冲了进去，七手八脚地将两人给分开了，牢牢抱住即将已经神志不清的杜夫人，低声劝慰。杜夫人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觉得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什么色彩都没了。独孤氏等人的面孔一团模糊，她终于支撑不住，晕了过去。她的钟儿啊，她的心肝宝贝，她所有的希望。她昨天才给他说了一门好亲，正在给他搬绊脚石呢，他怎么就突然没了？独孤氏忙叫人把杜夫人抬到床上去，使劲掐她的人中，又灌温水，叫金珠和银玉，你们俩不拘谁，赶紧去叫人请太医。他和杜迁二人一同进来，杜迁去寻蒋仲，他自来后头寻杜夫人，防的就是蒋家先知道消息，杜夫人身边没有人撑腰。真是造孽啊，大节下得出这种事情。蒋仲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听说杜迁一大清早就来访，心里也纳闷得很，但第一个反应就是杜夫人一定又告状了。不过一个鸡人，谁能管得着？他微微沈笑，伸出了脚。梅儿极有眼色地跪下，给他穿上了靴子，然后不声不响地立在了一旁，规矩的不能再规矩。可是蒋仲却看到了他雪白酥胸上遮不住的那点嫣红，不由心里微微一动。虽然他并不是有多喜欢这个鸡人，最初召他也不过是为了躲开那一屋子的烦心事，还带了几分报复杜夫人的意思在里面。可是昨夜他却在他身上找到了久违的年轻的感觉。梅儿是受过精心调教的人，立刻就察觉了他的目光，当下脸羞得绯红，轻轻拉了拉衣领，试图掩藏一下，但另一边却露得更多了。他越发惊慌害羞，蒋仲却收回了目光，蓦然起身走了出去。蒋仲上未见得杜迁，他请托了看顾蒋长中的人，也派了最亲信的人带着蒋长中的长随赶上门来先报信。一看到那长随身上带着的笑，蒋仲不用问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听来人说了因由，并告知蒋长中的棺木大概将在5天之内到达后，他麻木地看着脚下的方砖，久久不发一言。不多时，整个蒋府都知道了二公子蒋长中没了，而且死法很窝囊，他不是死在战场上，也不是死在敌人手里，而是因为酒后争执斗殴，被他手下的小兵一刀毙命。时间就在他最后一次立功后的第5天。杀人者连夜逃走，3天之后被发现被饿狼啃的只剩下了半个头和一只残缺不全的脚。很多人都作证说是蒋长中仗势欺人，先动的手，又说他平日里长期以来都在欺压众人，那个人是被欺负的最惨的，换句话来说，他完全是咎由自取。人分3、6、9等不假，可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更何况这个人本就是个无父无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莽汉，他怕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蒋长中的上级愿意让人长途跋涉把蒋长中的棺木押送回来，还专程派了个人来说明情况，已经是仁至义尽。蒋仲对杜迁等人的劝导和蒋长义等人的悲声没有任何反应。不管再怎么不成器，到底也是他的骨血，他难过。可是这样的死法丢尽了他最后的脸面，他也难过。但是没有时间给他缅怀和悲伤。老夫人乍闻噩耗，一口痰迷了，当时就翻着白眼晕了过去，上上下下都忙着灌参汤。景太医，他这个儿子必须得守在一旁尽孝。而杜夫人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疯似的找到他，要和他拼命。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他终于死了，你如愿了。怎么死的不是他？如果不是他一定要把蒋长中送去军队，蒋长中此刻还活得好好的。他当初那么哀求他，他始终就是铁石心肠。他好恨，好恨。蒋仲麻木不仁地任由他推打。蒋长义在一旁伤心的话都说不出来，而萧雪溪则拿了一方帕子掩着脸装哭，偷偷的看热闹，夫妻二人都不劝。倒是杜迁和独孤氏为杜夫人着想，他已经没了儿子，没了倚仗，怎能再和蒋仲撕破脸？当下二人拦的拦，劝的劝，硬生生把杜夫人拖回了房，自与他分析利弊，苦劝他节哀顺变不提。
杜夫人什么都听不进去，只是发疯似的嚎哭，哭到后面，她已经完全发不出声来，只是机械式的抽泣。她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哭，只是觉得悲伤怎么都止不住，弄得独孤氏和她一起哭，杜迁则是愁眉不展。长长短短的哭声传到映雪堂，听得牡丹直打冷战。蒋长阳问林妈妈要了些思绪给她塞耳朵，我出去看看。你就不要出去了，当心被疯狗咬。等会儿我先把你送回家去，此地不宜久留。又命林妈妈等人看好园子，收拾行李，不要轻易放人进来。杜夫人这会儿只怕是已经疯了，说不定会到处乱咬，还得防着旁人趁乱伸手。牡丹见她波澜不惊，沉沉稳稳的样子，不由有个猜想，便背着林妈妈等人低声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他人脉广，提前天把知道这事儿也不是什么稀罕的。蒋长阳不承认，我哪会知道，不过看惯了生生死死而已。好了，盖着被子再睡一会儿，外面的事情都不干你的事。说着给牡丹掖紧了被子。牡丹听话的闭上了眼。蒋长阳摸了摸她的脸颊，沉思着走了出去。蒋长忠的死法实在是很干净利落。太医正给老夫人问诊施针，蒋仲无限愁苦地坐在一旁，不知神思所属，就连蒋长阳走进去都不知道。蒋长义小心翼翼地喊他：爹，大哥来了。蒋仲僵硬地抬起头来看着蒋长阳，神色有些茫然。蒋长阳自顾自地坐了下来。人什么时候到？蒋仲的嘴唇微微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出来。蒋长义低声道：说是5日之内。二哥他好冤。他突然哽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蒋长阳冷淡地看着他，清晰地道：三弟请节哀，现在国公府里要靠你了。国公府要靠他，虽然是长久以来的心愿，可是蒋长义还是被吓得把眼泪和悲声都收了回去。他迅速抬起头来看看蒋仲，见蒋仲没什么反应，又迅速瞟向蒋长阳，随即又有些心虚地把眼睛瞟开，低声而清晰地道：大哥，现在我们该怎么做？蒋长阳沉声道：人还在路上，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就不能让他孤孤单单的回家，你要去把他接回来，让他去接蒋长忠。蒋长义迅速思考起来，还没开口，一旁站着的萧雪溪就使劲拉了他一把，暗示他拒绝。那个死女人遭到报应是活该，凭什么要蒋长义去接人，做那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蒋长阳却留下来在众人面前轻轻松松的办好。这么想管闲事，就自己去啊。蒋长义正在心烦，不知该不该听从蒋长阳的吩咐，被萧雪溪重重拉了这一把，更是厌烦，不由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昨日那种预感仿佛是验证了，蒋长阳一定是知道了什么，可他拿不准蒋长阳到底是怎么想的，知道了多少，又是怎么打算的。他只是感觉任他怎么讨好，蒋长阳似乎都不想搭理他。蒋长阳把他夫妻二人的小动作看在眼里，面无表情的道：你若是不想去也行，我先把你大嫂送回曲江池，我去。蒋长阳与杜夫人有仇，与蒋长忠从来不和，他都要去接了，自己这个从来都和蒋长忠关系很好的弟弟怎么能不去呢？哪有嫡长兄跑外头去接人，庶子弟弟却在家里撑门户办丧事的？那不是等于把他所有的野心都暴露在外了吗？杜夫人看到他撑门户在人前露脸，一定会把矛头对准他的，还不如躲到外头去接蒋长忠的灵柩呢。蒋长义忙道：我去，我去。蒋长阳淡淡的扫了他一眼，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那就马上准备出发吧，宜早不宜迟。蒋长义一想通这一节，就显得格外配合，赶紧让萧雪溪去收拾东西。夫妻二人先后回了房，萧雪溪便道：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呀，你是他养的，好不容易有了这机会，你却只会被他压着。蒋长义阴鸷的瞪了他一眼，狠狠道：蠢货，不懂就给我闭嘴。这事儿现在看来做得很干净，但如果在做的时候不小心被人看破了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噩梦。蒋长阳到底知不知道？到底知不知道？蒋长义烦躁的使劲扯了扯衣领。萧雪溪在一旁看着他，觉着他最近的脾气越来越怪了，整个人都阴沉沉的。到底不敢惹他，把无数抱怨的话憋在喉咙里，气呼呼的命人给他收拾东西不提。蒋仲见蒋长阳安排蒋长义做事，眼睛终于亮了亮，希冀的看着蒋长阳：大郎，你死者为大。蒋长阳板着脸不看他：丹娘不适合住在这里，我先命人把灵堂搭起来，我就送她回去。我已经让人去通知族里了，自会有人过来帮忙准备丧事。你还是去和夫人商量，先把目的定下来吧。蒋仲一听，不由黯然。蒋长阳这是看他可怜呢，不然怎会在昨日发生那种事情之后，扔下那种狠话之后还肯管他？
让蒋长义去迎蒋长忠的灵柩，怕也是要把事情都扔给蒋长忠的打算。只要这里的丧事一铺陈开，蒋长阳就不会再出现在这里。这样不行，自己已经摸了一个底子，不能再失去蒋长阳。蒋长阳虽然每次说话都说得很难听，态度也强横，可是他关键时刻总是向着府里的。这说明什么？他面恶心软，而且也大度实体。蒋仲猛地站起来，你是长兄，这些都是你的事情，你怎能把他们都扔给祖里和义儿？义儿他懂得什么？得寸进尺。蒋长阳眯了眯眼睛，一声不吭地看着他。蒋仲与蒋长阳对视片刻，最终败下阵来。他和蒋长阳就是这样了，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这个儿子已经不是他的儿子了，再也无法挽回。他颓然坐倒，有气无力地朝蒋长阳挥了挥手。蒋长阳看了看才醒过来又开始大哭的老夫人，起身走了出去。不过一个时辰，在闻讯赶来的蒋家族人的帮助下，灵堂很快就搭了起来，一切事务有条不紊地迅速开展起来。蒋长阳趁着没人注意，静悄悄地带着牡丹等人回了曲江池别院，然后一连几天都在家里关着门陪着牡丹说话。杜夫人不吃不喝了2日后，终于重新打起精神，开始喝药进食，沉默着精心给蒋长义挑选墓地，准备丧事和陪葬品。萧雪溪看到他这样的情形，很识相地躲开他，不敢招惹他。第5日的清晨，蒋长义终于把蒋长忠的灵柩接了回来。蒋长义心神不安地看着杜夫人，杜夫人的反应有些异常。蒋长忠的灵柩到了之后，先前哭得肝肠寸断的他，此刻反而没有掉一滴泪，而是在蒋长忠的棺木前站定了，扶着棺木低声说话。他很想知道他到底和蒋长忠在说什么，可是却没勇气凑上前去听。他在路上跑了2天才接到蒋长忠的棺木，陪着走了3天，3夜2日，没有一时过得舒坦。他总觉得那黑沉沉的棺木里头有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看，一想起这个他就极为不舒服。他对着萧雪溪摆了摆下巴，去劝劝母亲。萧雪溪十分不情愿，为什么要他去劝？但周围好几个亲眷都看着的，由不得他不去。他将浸过大蒜汁子的帕子在眼睛上试了试，眼泪立刻喷涌而出。他这才走上前去扶定了杜夫人，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哽咽着道：母亲，人死不能复生，您节哀顺变吧。二哥在地下有知，一定也不愿意您这样伤心。死女人，我看你还怎么害我？怎么让我给你背黑锅？报应来了吧。杜夫人不理睬他，继续絮絮叨叨地说。萧雪溪听得清楚，杜夫人说的是：钟儿，你放心，我知道你死的冤枉，我不会让你就这样白白死了，成了别人心的。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不要，我也要给你报仇。萧雪溪暗里切了一声，这仇怎么报啊？明明是那个草包自己不济，招惹了冤家才断送了性命，人都被饿狼吃得差不多了，且那人就是个光棍，难道还能杀他全家？杜夫人真是疯魔了。不过他转念一想，杜夫人这话是不是意有所指？是不是说蒋长忠的死其实是有人背里下手的？他没听家里人提过要对付蒋长忠，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蒋长阳了。他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惊了一跳，要是大房成了绝，我一定没有好日子过的。萧雪溪趁着间隙把听来的话同蒋长义说了，他原本以为蒋长义会说几句安慰他不用怕之类的话，但蒋长义反而很沉默。沉默了许久，方问他不在的这几日，萧家可来过人了？萧雪溪道：不曾，先前使人来说过，要下午才来。蒋长义便盯着他道：等到人来了以后，你想办法让你大哥和我单独见上一面，不许任何人来打搅。萧雪溪皱眉道：没说谁来呢，你怎知他一定会来？蒋长义不耐烦：你按我的话先准备好就是了。萧雪溪满腹疑虑，却也只得去安排。到了下午，萧家果然是萧月溪和吴氏过来吊唁。萧雪溪见娘家人来了，心情极好，主动陪着吴氏安慰杜夫人，可任他们怎么说，杜夫人都是一言不发，只低着头烧纸钱。二人却也不气，只当是在看笑话。杜夫人越不理睬他们姑嫂，他们越是热情洋溢。一个死了的公主的女儿，一个被丈夫厌弃还死了独子，什么都没了的女人，看你还怎么狂啊。萧月溪则和蒋长义关在一起说悄悄话。萧月溪有些鄙夷地看着蒋长义：你瞎担心什么？我说过不可能有人知道，就一定不会有人知道，你只管安安心心的，别自己就先乱了阵脚。因见蒋长义还是愁眉不展的样子，方道：他可是和你说过什么了？或是做了什么让你担忧的事？蒋长义道：那倒是没有，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担忧什么？胆小鬼！
灰兔子就是灰兔子，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这样瞻前顾后，怕三怕四的。萧月溪忍了忍，方道：你还记得你二哥是为何去军中的吗？蒋长义道：当然记得，当初蒋长忠在狩猎会上出了大丑，这才会被蒋仲强行送去军中。而在那件事中，他还记得杜夫人和老夫人都怀疑是蒋长阳报复他们做的手脚，故意陷害蒋长忠。记得就好，我怕你已经忘记了。萧月溪冷冷的一笑。蒋长义豁然明白过来，杜夫人因为蒋仲送蒋长忠去军中，已然恨透了蒋仲，那么他对始作俑者蒋长阳又会有多恨呢？萧月溪这是要他在杜夫人和蒋长阳之间加一把火，让他们去斗个你死我活，他好坐收渔利呢。可是蒋长阳有那么容易上当，容易斗倒吗？萧月溪冷淡地扫了他一眼，你父亲最看重的人就是他吧？他说他不成爵，他就真的能不成爵吗？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你什么都没占着，有他在前头横着，你就永远都言不正名不顺。我们已经把能做的都替你做好了，剩下的你自己总要出几分力才行。记住，他的声音拖得很长，带着教训的口气，要有分寸，要顾大局。你看，我们明知道你二哥的功劳都是假的，只要轻轻一戳，他就会原形毕露，杜家和他们母子都会倒大霉。为何我没有这么做？因为牵扯出的人会很多，你家也脱不掉干系，你二人自然也得不了好，所以我才会用这样干净利落的法子，明白吗？学着点儿。什么东西，不过是个被人强了的东西罢了，在他面前装什么世家公子，装什么高人？蒋长义心里暗恨，面上却半点都不显，仍然恭敬地道：多谢兄长指点，受教了。萧月溪微微皱了皱眉头，我听说你前些日子对新娘动了手。蒋长义忙擦了一把冷汗，那是因为情势所迫，他当时上了杜氏的当，在我祖母和父亲面前闹得实在不像话，我怕闹出更大的事情来，所以只有。萧月溪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淡淡地道：你要记得你说过的话，不然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告诉过父母亲，老人家最是心疼新娘，若是再有下次，叫他们知道，我也不好劝。不就是警告他，如果再有下次，就要让萧尚书出面来教训他吗？蒋长义暗恨不已，唯唯诺诺地道：不会不会。萧月溪这才高高仰着头道：好吧，就是这样了，我去和你父亲打个招呼。蒋长忠先前的功劳都是假的，这件事必须寻人提点一下蒋仲才是，让蒋仲对杜家深恶痛绝，越讨厌越好。蒋长义满脸堆笑地引他出去，我送你过去。二人从院子里经过，遇到一拨人，都是勋贵子弟，萧月溪下意识的就想躲开，蒋长义偏热情洋溢的和那群人打招呼，那群人的眼睛齐刷刷一下子全看了过来，在萧月溪的身上打了几个转，纷纷围上来和二人打招呼，有人去拍萧月溪的肩头，萧月溪厌恶的一缩，大发雷霆，挥袖而去。他去得老远了，蒋长义还在后头同人家赔礼道歉。阴了几天的天，终于在下午时分露出了点阳光，可是临近傍晚的时候，突然又暗了，接着又飘起了鹅毛大雪。灵堂里冷冷清清的，杜夫人累极了，扶着棺木坐在地上，眼神空洞地看着蒋长忠的灵位，紧紧抿着嘴，一言不发。蒋崇刚送走一个重要的客人，一想到那客人说的事情，他的心里就犹如有一把火在熊熊燃烧。他气势汹汹地冲进灵堂，迎面就看到杜夫人正悄悄拭泪，背影瘦弱孤独。对着蒋长忠的灵位，他的气势立即弱了下来，默然站立了片刻，挥手叫一旁不敢出声的仆从下去，然后走到杜夫人面前，僵硬地道：人死不能复生，你爱惜身体。杜夫人不理睬他，眼泪流得更厉害了。蒋忠的嘴唇动了动，发现自己和他再也找不到第二句话可说。他默然叹了口气，准备转身离开。你心疼不心疼忠儿？杜夫人突然悠悠地来了一句。蒋忠沉默片刻，有些不耐地道：是我的骨血，我怎会不心疼？杜夫人仿佛没察觉到他的不耐烦，只抬起头来，一字一顿地道：他是被人害死的。蒋忠有些头痛，肯定是被人害死的，这还用问吗？杜夫人仿佛着了魔一般，有人在背后捣鬼，使半子害了他，他死得冤枉。蒋忠忍无可忍，怒道：当然有人在背后捣鬼，多亏的是因为酒后斗殴，若是因为冒功领赏被捅破激起兵愤，死的就不只是他一个，全家都跟着他倒霉。杜夫人犹如被电击一般，张着嘴看着蒋仲：你的意思是说他死得好？羞得胡搅蛮缠。蒋仲烦躁地想把屋子给烧了，指着杜夫人道：你听着，你和杜家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了，这种事都做得出来，好大的胆子。
钟儿就算是这次不死，日后迟早有一日也会被你亲手害死。倘若你本分点，我看在我们20年夫妻的份上，你还能做你的国公夫人，安享天年。若是再胡来，休怪我无情。杜夫人直直地看着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无情？你要把我怎样呢？我为什么这么做？都是你逼的。疯婆子！蒋仲彦恶地扫了他一眼，转身迅速走开。杜夫人笑够了，扶着蒋长中的棺木坐下来，低声道：钟儿，你听见了吗？你爹说你死得好，死得好啊。他嫌我们拖累了他，你想不想要国公府啊？我给你。蒋长义拖着一身疲累回到房里，也不同萧雪溪打招呼，径自往床上躺了，默默地想心事。他该怎么办？萧月溪的话听的吗？还有杜夫人，听他和蒋崇说的那个话，怕是察觉到什么了。如今他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等他一缓过气，说不定又要闹出什么事来。萧雪溪刚确定了一桩事，见蒋长义进来，就喜滋滋的想靠过去和他炫耀，可他看也不看，自己就躺上了床，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心里就有些不满。你在想什么？蒋长义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俨然一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样子。萧雪溪猛地推了他一把，不高兴地道：我有事要和你说。蒋长义厌烦地往里让了让，他在想，萧家人瞧不起杜家人，可是杜家人既然能替蒋长中做手脚冒军功，那就说明他们家还没过气，虽然功亏一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下了决心一定要摆弄他，大概还是可以做到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10个自飞。这桩婚事并不算就把他和萧家牢牢绑在一起了，可以想象，若是他倒了霉，萧家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扔下他，任他自生自灭，左右凭着萧家的权势，萧雪溪不难再谋得一门亲事。自己不能腹背受敌，萧月溪的话听不得。蒋长阳若是要这个位子，根本用不着等到蒋长中死了以后再来捣乱，他只需要一开口，微微露出点意思，蒋仲就会双手把这个位子送上去。所以自己只要稳稳当当地，不要出其他岔子，招惹蒋长阳，就完全不必担心蒋长阳会和自己过不去，不然蒋长阳也不会让自己去接蒋长中，他却不露面。想通了这一节，蒋长义微微松了口气，回头看向萧雪溪。什么事？萧雪溪见他看是看自己了，但那眼神是心不在焉的，表情还有些古怪，不由生气起来，耐着性子有些娇嗔的去扯蒋长义的耳朵。我的小日子有6、7天没来了，你听明白了吗？他的肚子里指不定也揣着一个了，他也有了骄傲的资本。放开！蒋长义的声音冷得像冰。这个贱人，先是当着全家人的面骂他没出息，又跑去娘家告他的状，现在还想揪他的耳朵。把他当什么了？萧雪溪唬了一跳，随即样样的松开了他的耳朵，生气的起身坐到镜子前，黑着脸一言不发。蒋长义却慢慢的笑了，走到他身边，扶着他的肩膀道：你说什么？你的小日子没来？萧雪溪扭了几扭，不理他。他拉起萧雪溪的手，轻言慢语：生气了？我刚才在想大事儿呢。萧雪溪撅着嘴不理睬他。他温柔地拥他入怀，好话说了一箩筐，见萧雪溪转嗔为喜了，方道：记着，以后不许再随便对我动手动脚的，什么时候都不行。那次我对你动手，你哥哥已经说我了，虽然我是为了你好，但还是让你在你娘家人面前丢了脸。难怪的刚进来时脸色那么难看，萧雪溪的心里就有些惴惴。是下头的人乱嚼舌头，但你以后也别再对我动手。蒋长义道：我疼你们母子还来不及，我们要过一辈子呢，又怎会舍得动你？见萧雪溪笑了，方轻轻道：让人来确诊一下，寻个机会把这事儿告诉祖母和父亲，让他们高兴高兴。萧雪溪应下不提。蒋长义便盘算着要寻个机会去找蒋长阳说说话才是。第2日午后没了客人，他便寻了个空，接着问候牡丹的身体，去了曲江池找蒋长阳。蒋长阳爽爽快快地见了他，根本不问他国公府的事情，只随意提了些琐事。蒋长义百般试探，最后终于放了心，他的推论是完全正确的。蒋长阳心高气傲，根本不屑要这个国公府，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国公就是他了。他当然不会傻到把萧家要做的事情说给蒋长阳听，只模棱两可地表示现在只剩下他们兄弟俩，希望能互为臂膀，互相依持云云。蒋长阳淡淡一笑，并不言语。蒋长义发现他再也不愿意单独面对蒋长阳了。他被蒋长阳高高的俯视着，被萧家人当作摇尾乞怜的狗一样，高兴就赏点骨头，不高兴就踢一脚，这种感觉非常不好。他只有变得更强大，才会改变这种现状，不然就算是如愿以偿得了世子之位，也还是一样的养人鼻息。
因此在萧月熙让他去替闵王办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去了。回到家，又在老夫人和蒋仲面前拼命表现不提。至于杜夫人那里，自然也是毫不放松的让人给盯着。过了些日子，萧雪溪确诊，果然是有了喜，夫妻二人不由满心欢喜，只等着寻个合适的时候说出来。这个机会最好是在蒋长中下葬那一日最合适，看不把杜夫人刺激的，最好得了失心疯才好。他觉得杜夫人疯了是最好的，若是死了，他要回家守孝不说，蒋仲还会续弦，再生几个兄弟出来可怎么好？因此杜夫人疯了就是皆大欢喜，这样就是最顾全大局的处理方法。烛光摇曳下，自得知消息后就一直卧病在床的老夫人看着面前半旧的小衣服和小鞋子，忍不住老泪纵横。她最疼的孙子啊，就这么没了这小衣服和小鞋子，还是当年她亲手给蒋长中做的，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杜氏还留着。老夫人，您身子本来就不好，别哭坏了身子。老汤陪着她一道流泪，低声劝慰她，又递过一块帕子。老夫人拭了拭老泪，打起精神道：你说你想给钟儿看一门冥婚？原本最恨就是杜夫人，可是此刻伤心人对伤心人，看着也没那么可恶了。更何况明日蒋长中就要下葬，由不得他不心伤。杜夫人红着眼睛低声道：是，可怜他孤苦伶仃，也没留下一男半女，就这样绝了后，我100年之前好歹还能给他烧点纸，待我100年之后，怕是坟头都要长草。说着泣不成声，哭倒在地，有个人陪着他，我也放心些。靠蒋长阳肯定是不可能的，不过蒋长义忠厚，应该不会放任不管。老夫人默然想了片刻，道：你先去安排吧，寻个合适的人家，多出点钱也不要紧。这些日子一直留在房里伺候的老汤见杜夫人被人扶了出去，方殷勤接了红儿地上的汤药，亲自为老夫人喝药，低声道：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是可怜。二公子也真是，弟妹都有了人家，他自己却是。老夫人明白他们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过继一个孩子到蒋长中的名下，继承香火。可是他们这一支不是就此断绝了香火，断然没有从其他支系过继的道理，那就只有从蒋长阳或是蒋长义那里打主意。蒋长义家还没动静呢，蒋长阳啊，那是嫡子长孙，再看看他们夫妻俩的那样子，怎么可能？再说了，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老夫人轻声叹了口气，道：再说吧，不急在这一时。老汤见好就收，不再言语，只盘算着改个日子去看看杜夫人给的那块墓地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偏巧第二日给蒋长中发丧的时候，萧雪溪就晕了过去，请太医一诊断，就诊出了滑脉。在这当口，添丁真是一件大喜事，蒋仲和老夫人都格外欢喜，只觉哀愁都去了一大半。蒋长义偷看杜夫人，却见她只是木然站着，没什么反应，不由得很是失望，看来还是得从她身边的人下手才行。好像金珠最得信任，一定知道不少秘密。晚上一家子人正围在老夫人房里说话时，金珠捧着一对金镯子过来，倒是杜夫人听说了喜讯，送给三少夫人的礼。顿时所有人脸上的笑容都僵硬了，蒋仲便叫金珠把那对金镯子放下，把人给打发了，却沉默着不说话。蒋云清立刻行礼告退，自回房去绣嫁妆。因着蒋长义的死，她作为妹妹要齐衰1年，不便议嫁，但这门亲事却是板上钉钉子的，故而也要早做准备才是。蒋长义见状，便也主动告辞，说是要回房去看看。萧雪溪带的众人都去了，蒋仲才拿了那金镯子仔细查看，可金镯子就是金镯子，规规矩矩的，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有些疑惑，自二人那日决裂之后，反倒没见杜夫人闹腾过，安安静静的，半点动静都没有，便问老夫人。他说要给钟儿看一桩冥婚。老夫人点了点头，提了提杜夫人的意思。我看他的样子，似乎是还想给钟儿过继一个儿子，继承香火。我使人看着的，这些日子他果然一直在办这件事。听说看了好几家，有益于王侍郎家去年病死的二娘子。只要杜夫人还想着这些事情就好，他也有些怕他会破罐子破摔。蒋仲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又忧虑了，继承香火，送这金镯子来，怕是想打萧雪溪腹中这个胎儿的主意，不然怎会直接送到他面前来。他想了想，便道：他有这个念想也好，下次他若是再提起，母亲就同他说，待孩儿生下来再说，这事儿急不来，让他耐心等着。老夫人念了声佛，叹道：按说义儿也是在他名下的，只可惜他自己先和人家闹得不愉快，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我觉着我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了，想过几天安生日子。蒋仲这些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蒋长阳看来是指望不上了，只有蒋长义。但现在就算是他上表，杜家也不会同意，还是得再缓缓才行。
蒋仲沉默许久，道：再过些日子又再说。老夫人剧烈的咳嗽起来，好容易才顺了气，有气无力地道：早点定下来吧。说到底，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他们杜家现下可没资格管。蒋仲叹道：话虽如此，可是钟儿刚刚入土，现在就急着办这事儿，未免也显得太薄情。缓缓对大家都有好处。老夫人叹了口气，流泪道：我们家怎会就到了这个地步？蒋仲无言以对，母子二人黯然良久。蒋仲方道：过继的事情暂时不要和一儿他们提起，省得又要乱。现下先办好钟儿这件事罢。老夫人自应下不提。转眼入了2月，天气一日比一日暖和起来。蒋王两府联姻，以蒋长中配王府王女二娘，两家人互通婚书，设计告知死者，择良时石骨合葬。从此蒋长中有了配偶，不再是孤家寡人。杜夫人总算是放下了一桩心事。而牡丹自将金不言定下的花悉数交割，算清款项后，就把方圆的一应事务都交给雨禾去打理，只隔3差5让人去看看有什么需要，他这里大力支持而已。随着月份增大，他的肚子越发显得比旁人的大，很是辛苦，由不得他在家中安心养胎。饶是如此，他还是咬紧了牙，不敢偷懒，每日总要在园子里散步1个时辰以上，此外一切如常。这日傍晚时分，蒋长阳从兵部出来，刚跨上马背，就听身后有人好声好气地喊了一声：蒋郎中。蒋长阳回头，却是杜迁，知他无事不登3宝殿，又因他不曾在自己面前摆所谓舅父的谱，便也下了马，行礼到杜侍郎。杜迁便道：我得了一瓶西域好酒，无人能知是何品种，你是从安西都护府来的，想来必然见过，所以略备薄宴，请蒋郎中一同前去鉴赏。什么赏酒，不过是借口，也不知杜家寻自己何事。蒋长阳略微思索了一下，笑道：在下孤陋寡闻，只怕会让您失望。哪里会，哪里会。杜迁听他的意思，竟然是答应了，不由高兴万分，殷勤在前引路。蒋长阳便让人回去给牡丹报信，倒是自己不回家吃晚饭了。牡丹听说是跟了杜迁去的，不由猜疑起来，杜迁找蒋长阳89%是为了成绝的事情。现在蒋长中已经没了，只有一个蒋长义，没什么悬念。只不知杜迁找蒋长阳是赞同蒋长义成绝呢，还是要撺掇着蒋长阳和蒋长义争上一争。说来，杜夫人自蒋长中死后，除了给蒋长中操办那场冥婚外，似乎还没什么动作，莫非他已经认命了？听说如今萧雪溪在国公府就是横着走，何府上下就没一个敢招惹他的，就是忍让如蒋云清也都多有不满，却没听说杜夫人与他闹过不愉快。蒋长阳却也迅速，不到1个时辰就已经回了家。牡丹迎着了他，笑道：怎地这么快就回家了？原本也不过是有事才会坐到一处，说完就走了，谁有心情陪谁喝酒谈心？蒋长阳先洗了手，轻轻抚摸牡丹凸起的肚子，笑道：小东西今日可听话。牡丹幸福地道：有些皮，早上踢了我好几脚，这会儿却是不动了，约莫是睡着了，只怕夜里又要踢我，有些晨昏颠倒。蒋长阳便笑话他：我家媳妇最知道小东西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着。说了他也不懂，牡丹懒得理睬他，只笑问：杜迁找你何事？蒋长阳沈笑：杜氏真是有个好哥哥，再恶毒的人也是有人疼的。酒过3巡，杜迁竟然起身对他下拜，替杜夫人请罪，求他将来成绝后对杜夫人稍微垂怜一下。他只是对着旁人恶毒，又不是对着他的至亲骨肉恶毒，自然有人疼。牡丹皱眉：杜家什么意思？明知咱们说过不成绝的，莫非还怀疑你心口不一？蒋长阳道：自然是试探，我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即便是圣上问我，我也不会答应。他拒绝以后，杜迁便透消息给他听，倒是如果蒋长义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是男孩，就要过继给蒋长中，就算不是，将来也要把嫡长子过继给二房。换而言之，这就是杜家同意蒋长义顺利成绝的条件。蒋长义自是不知会不会应允，但可以想象萧雪溪一定不依。牡丹沉思片刻，道：我觉着杜家的态度有些奇怪。原来杜夫人有多仇视他和蒋长阳自不必说，包括他肚子里的宝宝，那个恶毒的女人都不肯放过。如今杜家主动找上蒋长阳，竟是求和一般，莫非真是杜夫人示威，所以不得不让步。他觉得杜迁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杜夫人的性格规律。蒋长阳的心情不是很好，轻轻叹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不必管他们。牡丹敏感：什么意思？这事儿只怕谁也讨不了好，好戏还在后头。蒋长阳摇头，寻了一卷书，道：不要想了，我读书给孩子听。牡丹遂收了心神，笑着靠过去，
读得好听点儿。怎样才叫好听？蒋长阳轻轻弹了他的额头一下，又忍不住在他唇上亲了一口，柔声道：不如摘些竹叶来，我吹夜笛给你们听。牡丹笑道：好呀，吹10首，首首都要好听。蒋长阳叹道：你当我是专门做这个的呀？随便一张嘴就是一首，哪有那么容易？牡丹咪笑着道：在我眼里，你就是做什么都很容易。蒋长阳闻言，不由心里一动，捧定了牡丹的脸，静静地盯着他看。牡丹眨眨眼，微笑着就等他说几句情话来听听，他可是如他的愿，吹捧他了呢。偏生蒋长阳认真看了他一回，捏了捏他的脸颊和下巴，促狭地道：又白又圆，好似一个银盘；又软又滑，好似一团面团。牡丹心中那点旖旎顿时当然无存，气得使劲掐了他腰间的软软肉一把。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吹20首。蒋长阳夸张的求饶。会吹断气的。某女凶悍的咆哮：我不管，不吹满20首别想睡觉。某男胆怯的求饶：夫人，我错了。宽儿和淑儿在帘下听见，捂着嘴偷笑了一回，自去摘了洁净的竹叶奉上，在帘下搭着听了回夜笛。第2日傍晚，蒋长阳刚回到家，顺猴就迎了上来，低声道：查出来了。前些日子，二公子的灵柩才归家不久，刘子书就曾经找过杜迁。没2日，杜家就派了人去安北都护府。果然不出他所料，杜迁如此作为，多半是查到了什么。今日试探自己不过是第一步，之后必然还有后着。萧家自以为天衣无缝，谁知还是被景王的人给盯上了。这回杜家和萧家算是彻底结上仇了。只是这刘畅最近未免也太活跃了，什么地方都有他的身影，什么事他都要插一脚。蒋长阳沉吟片刻，道：让人盯着点儿，让人去和潘二爷说，让他明日在西市米记订上一桌席，请刘子书聚一聚。顺侯立即飞也似的跑了出去，直奔楚州后府去寻潘荣不提。刘畅低头转动着手里的琉璃盏，嫣红的葡萄酒在里面折射出红宝石一般的光彩。他微微眯起了眼睛，唇边露出一丝意味不明的笑。蒋大郎要请我。潘荣笑道：是，就在你这米记，你可要把最好的东西都备上，别丢了我的面子。刘畅冷嗤：你有什么面子可言？当年在我面前还能随时算计撺掇一下我，如今跟着他就只会摇尾巴。潘荣怒了，抓了一把干果往他脸上砸去。那是你自己没本事，眼红啊，嫉妒啊，那就拿点手段给我看看。若是值得我跟在你后头摇尾巴，我也摇。有本事这话你当着他说啊。刘畅挥袖挡去干果，一口饮进杯中的酒，淡淡地道：开个玩笑而已，你发作什么？这会儿他招惹蒋长阳做什么？吃饱了撑的。他自去岁投靠了景王之后，真是享受了一回被人看重的感觉。经过1年多的经营，如今已然有了依附自己的一群人。这群人与当初他那群人不一样，个个都是手上能出点活的，十分的用。他也不再像当年那样愣头愣脑，凡事只求当时痛快，不问最终结果，总给人当枪使。每行一步之前，总要左右思量，回头张望，事情要办成，还要随时防着自己被人撇开当替罪羊。一句话，谁要死要倒霉都行，就是不能是他。到底是多年的狐朋狗友，他没说出的那些话潘荣都知道。潘荣叹了口气，有些同情地看着他：你这辈子就打算这样混了？有关清华郡主的流言满天飞，他这顶绿帽子锃亮锃亮的。刘畅有些心烦，皱着眉头道：不这样又如何？你告诉蒋大郎不必请客了，他要问什么我都知道。你这样告诉他。潘荣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蒋长阳的神色。刘子书说事关你家人，他正是因为考虑到你不方便出面，所以一并替你解决了，省得最后倒拖累了你。你轻轻松松看热闹之时，不要忘了感谢他。蒋长阳淡淡地道：得了，他哪有这么好心，不过是按着别人的示意办事而已。这都是景王的意思，萧家与闵王本是一派，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杜家就算是不能成为景王这一边的，也不能成为闵王那一边的。而刘畅若非如此，他只怕是巴不得国公府越烂越好，最好缠得自己焦头烂额才解气。这倒是实情，这二人心里憋着气叫着劲呢，心里这疙瘩这辈子怕是都去不得了。潘荣叹了口气，不提刘畅的事情，只说正事。你打算怎么办？不打算管了。蒋长阳默然道：就这样吧，不如早点烂了，兴许还能活命，不然只怕死都算轻的。蒋长义最近做的事情越来越离谱，竟然靠上了闵王，不如早点翻车还好一点，也省得最后落下个谋逆的罪名。有这样不省事且还没感情的家人，就是拖累。
潘荣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做深沉安慰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因才有果，不干你事啊，不干你事。蒋长阳一掌拍开他的手，少来，我让你去取的东西呢，在这里。潘荣嬉皮笑脸地从怀里摸出一个蜡丸来。我们还要等多久啊？那人现在是越来越猖狂了。蒋长阳小心将那蜡丸接过藏了，低声道，还不到时候。你放心，此仇一定得报。潘荣收起笑脸，神色间很是有些怔忡。若是大仇得报，他在父母妻儿面前也算立的一个人了。牡丹问上门来探望他的蒋云清，这么说，你三哥和三嫂都同意把孩子过继给你二哥了？这个孩子是要由夫人亲自教养的。蒋云清轻声道，是。三嫂开始的时候也不同意，闹了好几日，可后来又同意了。这些日子，夫人送了许多补品过去，一个孩子就能换一个爵位，从此正经成了嫡支，得到诰命，似乎是比较划算的。毕竟这样的机会不是轻易能得的，孩子却随时都可以再生。而且他听雪姨娘饶舌，倒是如果他们同意了杜夫人的条件，就可以省下许多烦心事，最起码不用担心发生牡丹摔跤那样的事情。二房的继承人不用他们操心，杜夫人自己也会操心。喏，这些流水样送来的补品不就是证明吗？不过雪姨娘也说了，这东西只怕三少夫人不敢吃，不过正好卖钱。牡丹轻轻抚着自己的肚子，如果是她一定舍不得。休要说是把亲生骨肉送到仇人的手里去，就是迫不得已，不得不放弃，她大概也会肝肠寸断，怎么会舍得？蒋长义倒也罢了，他念想着那个位子不是一日两日，又是男人，正当青春年少，今后不知还会和多少个女人生多少个孩子，反正他是不会吃苦的，享乐完毕就等着抱孩子，自是无所谓。可萧雪溪是他怀胎10月，辛辛苦苦养下的骨肉呢，怎么也舍得，那身份地位就这么吸引人。这人和人果然就是不一样。因见蒋云清的神色有些茫然，便笑道，怎么了？这回大事已定，府里应当安生下来了，你该高兴才是。他记得蒋云清和蒋长义关系一直都非常好。蒋云清轻轻叹了口气，勉强一笑，是呀，是好事。在他看来，蒋长义这么答应了杜家的要求，实在是有点太急了，又不是不知道杜夫人是什么样的性子，他很难想象杜夫人会对这个孩子真心实意的好。想到这里，他又轻轻摇了摇头，蒋长义约莫是想着成了绝，自不怕杜夫人，他们夫妻都不急，自己替他们急什么？牡丹见他笑容勉强，知他担忧，却也不愿意告诉他蒋长义是个什么东西，只道，我和你大哥给你的天庄已经备好了的，只等一到时候就送过去。听汾王妃的意思，汾王府是什么都准备好了的，只等蒋云清这一年的期衰过去，就立即上门一亲，飞速把人娶回家。蒋云清闻言，绯红了脸，却也没扭捏的说什么推辞的话，大大方方就谢了，话也多了起来。原本依着父亲的意思，既然都说定了，便早日上表请旨，再选个好日子，请了宗老们过来，开祠祷告祖宗，把这事儿知会大伙儿。可是夫人说了，现下二哥刚去世不久，他的身体也不好，既然已经说定，也不必这么急。牡丹听蒋长阳大概提过一下这事的始末，不由在脑海里浮现出4个大字：缓兵之计。杜家多半是还没搜集齐全证据，待到杜家首肯那一日，怕是要天翻地覆。但两边都不是好东西，关他什么事呢？3月里，吴19娘生产，得了一个7斤重的女儿，母女平安。牡丹使林妈妈备了礼去恭贺，林妈妈回来道是崔夫人病了，主持喜3宴的是李满娘。林妈妈和几个跟了自家主人去贺喜的相熟的老仆闲聊了几句，都道是崔夫人先前太过担忧，有些神伤，导致在吴19娘生产之后的第2日就病得起不来床了。这不过是客气点的说法，其实就是崔夫人期望太大，一心想抱孙子，结果得了个孙女。且在19娘有孕的时候，她也曾让一直伺候着的碧水去伺候李姓，可李姓没收，镜子搬去了外书房，吴19娘也没有主动给她添置房里人，相劝的意思。崔夫人就有些不高兴，可到底想着少年夫妻情浓，且如今要靠着吴19娘的地方还多，就忍了下来。可生的是个女儿，李姓还是顾我，亲女儿夸妻子，变本加厉把碧水也给打发了出去，她就头疼了，添个房里人又不是要生孩子，怎么就容不下呢？原来世家女儿也不是那么好娶的，不贤惠，偏生她这个婆婆一贯让19娘做主惯了，还什么话都不好说。这样一来，当然要病。牡丹便想，李姓和吴19娘年纪还轻，又是第1胎，日子还长着呢。崔夫人这一病不打紧，就是病给客人看的，等于变相的打19娘的脸。
19娘那般暗里要强的性子，只怕也是要神伤的。多亏自己的婆婆不管自家房里事，真好。咱们主君当初那样难听的闲话都不怕，自不会在乎您生什么，只求平安就好。可见这福气不是乱生的。林妈妈把这个视为崔夫人当初残害牡丹的报应，颇有些幸灾乐祸。牡丹回头去想当初的事情，就觉得如果崔夫人当初没有来那一出，自己这会儿哪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便决定若是有机会见着崔夫人，不必再那么冷淡。时光匆匆，又到了牡丹盛开的季节。今年没人办牡丹花卉，但因为盆景牡丹的顺利交割，还是引起了一场小轰动。有人上门重金求花的，蒋长阳都让牡丹回绝了，只推他要生产，没有精力去管，怕出次品。牡丹虽不明其意，但还是按着他的意思办，也没包方圆给谁，只偶尔借给相熟的人，此外就是按着人头收钱，开放了几日的方圆。杭州的牡丹比京中的开得早，吕方从杭州使人送了信回来，道是卖给金不言的花一切安好，花开之日轰动杭州，又道金不言超出他想象的富裕，还得了个什么封赏，跟着金不言日子真好过，言谈之中很是有些沾沾自喜，颇有想要大展拳脚大干一场的意思在里面。牡丹笑了一回，只恨自己不是自由身，空羡慕而已。转眼入了夏，这一年的气候比哪一年都热，才进5月就已经很热，牡丹将近9个月的身孕，翻身都困难，整日里恹恹的，又不敢用冰，只能是捧着个大肚子，困难的躺在水泄的碧纱橱里，由着人给打扇子，借着水上那股凉意才能勉强熬过去。虽然稳婆是早就请好了住在家中随时备用的，但王夫人远在千里之外，到底也没个正经能挡事的人盯着。岑夫人瞧着心中焦急，便与蒋长阳商量，由他来照顾牡丹。蒋长阳这些日子很有些心神不宁，自是求之不得，感激的应了。牡丹这里备产，那边萧雪溪也是将近6个月的身孕，人人都说她不显怀，肚子又尖又紧实，必然是个男胎，倒是牡丹那个大肚子，多半是个女儿。可这种事情谁说得清？万一她生的是个女儿呢？这杜家是不是要无限期的拖下去啊？拖得越久越容易出错，萧雪溪就有些焦虑不安，与蒋长义商量后，便连连催家里人给蒋仲施压，不管是男还是女，都要先把这个位置给坐稳了才安心。虽然一旦成立后，这孩儿就再不是他们的，可自家的亲骨肉，再怎样也不可能亲不过杜夫人。只要好好的待，好好的养，这孩子将来心里还不是向着他们的。这样一想，萧雪溪越发迫不及待起来，觉着家里人催蒋仲动作都迟缓了些儿，便亲自腆着大肚子去见老夫人，委婉表示自己的意思。老夫人一直卧病在床，就没好过，这会儿已经是没什么精神头了，强打着精神听他舌灿莲花的说了一回，便道：你说的是，反正迟早就是那么一回事，不如早点办妥了。当下便让人去把蒋仲叫来，让他上表。他们在这里商量好了，这才让人去和杜夫人说，原以为杜夫人会找借口搪塞过去的，偏生杜夫人爽快的应了。那就早点办吧。一时大家都觉得好轻松，萧雪溪和蒋长义都激动了。这个5月注定是个燥热难安的5月，帘幕重重，上好的龙涎香在银鎏金香炉里袅袅绕绕，越发演得上头那个人的神色晦暗不明。蒋长阳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头不动，身不动，眼不动，就连呼吸也都从未改变过频率，仍是那么平静淡然，仿佛皇帝让他等这1个多时辰，不过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而在他身边的蒋仲就不一样了，虽然站姿也还挺拔，可是额头上早就浸出了汗，里衣更是早就被汗给浸透了。明明是初夏的天气，他就是觉得这大殿里头真冷，紧紧贴着背脊的湿里衣，仿若是一层冰，源源不断的把他身上的热量吸去。他站的时间远比蒋长阳的更长，从等候召见到现在，已经过了2个时辰还有余。等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心中有鬼，所以备受煎熬。他想，如果皇帝再不开口说话，他大概支持不下去了。就在他摇摇欲坠，咬牙苦苦支撑的时候，上面那个人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朱笔，淡淡地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个道理难道你们不懂？声音虽然听不出喜怒，但总归不会是很高兴就是了。蒋仲暗暗叫苦，却又平添了几分希望，倘若蒋长阳接下了诸国公府，家里人的际遇定会比现在好上许多倍，至少是要比蒋长义继承爵位要好得多的，心思就又活泛起来。他这一迟疑，蒋长阳便已经跪倒在地，朗声道：回禀圣上，是臣无能无才。蒋仲暗里叹了口气，闭了闭眼，跟着跪下，却是一言不发。皇帝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对父子，反问蒋长阳：你无能无才，所以不想成爵，宁愿让给幼弟？蒋长阳沉声道：是。
皇帝便问蒋仲：“你的儿子你最清楚，你也觉得大郎无能无才？”蒋仲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应了是，分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说不是，那也是他瞎了眼。正在犹豫间，就听皇帝冷冷的嗯了一声，接着一双眼睛冷厉地横扫了过来，不由又热得出了一层大汗，又冷又热，冰火两重天，简直不知身在何处了。慌乱之下，只能是下意识地撅起屁股，踏着腰重重往下磕头，上牙和下牙磕成一片。皇帝犹如看小丑一样地看着他。朕亲自指派的直方司郎中，竟然是个无才无能之辈，真是笑话了。蒋仲到底也不算蠢死，颤抖着声音道：“臣无能，谁都没错，错的人就是他就对了。”虽然这样，但汗水却是越发多了起来，顺着额头不断往外涌，很快就把面前的地砖上给弄了亮晶晶的一滩。蒋长阳皱着眉头看了看他，提高声音道：“圣上，臣不孝。”皇帝淡淡的扫了蒋长阳一眼，沉默不语，良久方道：“这是你们的家事，既然你家的人都没意见，朕又何苦做这个恶人？”又看向蒋长阳：“蒋大郎，你果是真心？”蒋长阳镇定地磕了一个头：“望圣上成全。”皇帝再无多话：“准了。”退下，神色样样的，一副不想再多看他二人一眼的模样。蒋仲与蒋长阳磕头行礼，准备告退，在起身的时候，蒋仲竟然一个趔趄歪了下去。蒋长阳无声地叹息了一声，手臂从他肋下穿过，稳稳夹着他走了出去。到的外头，蒋仲方才站稳了，有些惴惴地道：“大郎，虽然这爵位是蒋长阳自己不要的，可是这一刻，他却觉着是他辜负了蒋长阳，夺了蒋长阳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蒋长阳垂着眼，并不看他，直到我让人来扶你出去。大郎，蒋仲想喊住大儿子，蒋长阳却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得远了。殿内，皇帝稳稳当当的重新又握起了笔，扫了一眼跪在地上认真擦拭蒋仲汗水的内侍，漫不经心地道：“这对父子可真有趣。朕就这么可怕吗？”一直隐形人一样的少公公在一旁磨琢磨，微微笑道：“其实奴才觉着最有趣的人是蒋郎中，敢对着圣人直言不讳说自己不孝的人，满朝文武恐怕也只有他一人了。”皇帝道：“他这是拿准朕不会治他的罪呢。说起来，蒋长阳的不孝真是不孝，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落。”少公公笑得越发灿烂。蒋郎中这是知道圣上圣明，更何况他略微顿了顿，他那个脾气牛一样的，只怕就是圣上要治他的罪，他也还要死赖到底不认的。有谁见过和牛说前头去不得，牛就不去了的？就算是硬要去拉，也得费些力气呢。死赖到底，对，可不就是赖皮吗？朕怕的是一心想要爵位的，还真不怕一心不想要爵位的。皇帝哈哈大笑起来。蒋家父子二人一同出了宫门，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各回个家。蒋仲骑在马上，恋恋不舍地目送着蒋长阳的背影，最终使劲磕了马腹一下，打马归家不提。却说蒋长义听说蒋长阳也被宣入宫中了，只当皇帝那一关过不掉，不由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可还不方便表露出来，看什么都不顺眼，简直度日如年。来回走了无数回，突然站住了，小心翼翼地从书桌下面的暗格里摸出一只小巧精致的瓷瓶来。瓷瓶里有一些残留的药粉，他嗅了嗅，唇边露出一丝笑。新近得来的这东西本是想留着关键时刻用的，可现下若是宫里头又起了波折，他也不得利用这东西做点事情了。吱呀一声，萧雪溪扶着肚子走进来，满脸的不高兴。都去了这么久了呢，你说会不会又出什么乱子？蒋长义不高兴地横了他一眼。休要胡说，能有什么乱子？来啦来啦！一想端庄稳重的采莲兴高采烈地奔了进来，对着二人倒头便拜：“恭喜世子爷，恭喜夫人！”哎呀呀！萧雪溪和蒋长义互相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一个大大的笑容。蒋长义到底是低头拂晓多年的人，很快就稳住了，笑道：“乱叫什么？当心被人听见了笑话。”采莲笑道：“不怕，国公爷回来了，倒是圣上准了，请世子爷和夫人去老夫人房里说话呢。”萧雪溪忙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装扮，觉着这身半旧的家常襦裙实不合适这个大喜的日子，忙道：“带我换身衣服。”蒋长义一把扯住他：“换什么换？让人笑话，就这身过去就好。荣辱不惊，你父母没教过你吗？”萧雪溪憋气，旁的是家女，人家都说是家教第一，没人挑错，偏蒋长义最爱说的就是你家里没人教过你吗？真是气死人了。可他今日说的却没错，那就这样吧。二人一路受着注目礼，感觉分外良好，云淡风轻的到得房里。蒋仲道：“
我请人看日子，到时请了宗老们，开了宗祠祭告祖宗吧。杜夫人淡淡地道，不必请人看了，大后日就是好日子，到时候最好记得当着宗老们把答应过我的事情说一下，请大家做个见证。随即把目光放在了萧雪溪的肚子上，神情专注无比。萧雪溪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肚子上，可转眼他又觉得这个孩子是个有福气的，便骄傲地挺了挺肚子。杜夫人注意到了他的小动作，唇边露出了一丝微笑。孩子6个月了吧？真是快啊！萧雪溪无比骄傲地点了点头。杜夫人侧过脸，笑容更深了。到了祭告这一日，老天爷都仿佛感受到了众人的好心情，阳光灿烂无比。一大清早，国公府就热闹得不得了，包括杜夫人在内，众人都换上了华丽的新衣。蒋仲更是穿得一丝不苟，笑嘻嘻地和宗老们说话。大郎有要紧差事，不来了。国公府的事情，众人都是有数的。如今这爵位即将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庶子身上，由不得人不暗自嗟叹，却也没人那么没眼色，非要管人家的家务事，便都热情洋溢地围着猝然一新的蒋长义说些恭维话。蒋长义看着祠堂里头层层叠叠的蒋家列祖列宗的灵位，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和不踏实感。这感觉他只在梦里有过，下意识的他回头扫了一眼杜夫人，杜夫人神情肃穆，衣着光鲜，怎么都不像是会闹事的样子。他微微松了口气，只要先把这一关过掉，以后又再慢慢细说。吉时到了，有人提醒了一声，人也到齐了。蒋仲忙敛了神色，正要开动，就听杜夫人突然一大声哭起来：钟儿，钟儿，我可怜的钟儿，你死得好惨，死得不瞑目，可那害死你的人却夺了你的一切，在这里人模狗样的要成绝了。众人大惊，纷纷看向杜夫人。只见杜夫人刷刷刷把身上套着的那件华丽的呢金披袍给扯了，露出里头的素白袍子来，挣扎着往前冲列祖列宗睁睁眼吧。残害手足，大逆不道，不仁不义，天理不容的畜生也能继承家业吗？胡说八道什么？把夫人给我请下去。蒋仲脸色大变，蒋长义的脸上闪过一丝狰狞，眼看着有人朝杜夫人扑过去了，他方捂住脸大哭起来。这样的情形，杜夫人是早就预料到了的，她猛地从头上拔下一股金簪来对着自己的喉咙，尖叫道：谁敢碰我？蒋仲，你果然想要逼死我吗？是在这里说，还是要上公堂，你自己选。他余威尚在，又有这个由头，自是没有人敢去强行扶他了。蒋家族人嗡嗡议论起来。蒋仲只当杜夫人是在无理取闹，在发疯，可他也相信自己如果强来，杜夫人一定会刺下去的。大好的日子，他不想闹成这样，可又有点小心思，既巴不得把杜夫人的疯展示给众人看看，以后再有什么意外也说得通，可又觉得实在是丢脸，害怕节外生枝，不由一个头两个大，只得好言好语地道：我不是什么都答应你了吗？你别这样，放下金簪，有事好说。蒋长义趁隙西行到蒋崇面前哭道：求父亲收回成命吧。知道母亲心疼二哥，见了今日的情形，难免心中郁闷成伤，但这样的罪名儿子实在担不起。他哭得伤心极了，一副嫡母发疯，一再退让，还是受了大委屈的模样。可他与蒋仲这个不知情的却是不同，他心里有鬼，由不得他不胆战心惊，急速寻思该怎么利用手里那个瓷瓶让杜夫人闭嘴。杜夫人眼里闪现出强烈的恨意，抬脚往蒋长义的面门上踢去，喝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这样的话我又岂敢乱说？今日就要扒了你的皮给大伙儿看看，你踩着你哥哥的白骨往上爬，夜里头有没有做过噩梦？蒋长义赶紧低头大哭，躲开了这一脚。萧雪溪先是懵了，随即尖叫：夫人神志不清了，快把夫人扶下去。但宗祠重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来的，萧家跟来的下人并没有几个在里头，多的人是看蒋仲的脸色，蒋仲都怕杜夫人会刺死他自己，他们又何必上赶着去，所以他尖叫也只是尖叫罢了。众人这时候才回过味来，就有宗老问蒋仲：这是怎么回事？他疯了，给钟儿的死刺激的，还以为他养好了呢，结果又发病了。蒋仲脸色凝重地瞪着杜夫人，郑重警告他：杜氏，他此刻真是恨透了杜夫人，这女人原来打的主意竟然是这个。他决定此番若是过得去，定要叫他有生之年都别想再踏出房门一步。杜夫人不理他，只是环顾众人大声道：众位尊长，我没疯，我清醒得很。今日我要请各位做个见证，见证一件庶弟为了成绝害死兄长的惊天大恶事。这一家老小明知他的恶行，却偏还纵着他，他呲了呲牙，有证据之所以这时候才说出来，就是唯恐他们家害我，不是随便说说，是有证据。
为成爵而兄弟阋墙，手足相残，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果真是真的，这一家子算是玩完了。这蒋长义平日里不哼不哈的，看着挺软善的一个人，原来手段这么厉害。不管真假，众人看向蒋长义的神色就有些复杂了。蒋仲狰凝着脸，噔噔噔冲上前去，一脚踹倒杜夫人。这种话都说出来了，竟然是要害了全家人吗？他不怕他死，他要死就死了吧，死了才干净。杜夫人任由他将自己踢倒在地，只抬起头望着他冷笑：你害怕了？迟了。他轻轻地笑：阿仲，你这回麻烦大了，你就算是打死我这事儿也瞒不住了。我和你说过的，你不肯，我没有办法。我天天都梦见钟儿在我眼前喊阿娘，我疼，我冤枉，你可有梦见过他？他不会的，他只记得他自己，只记得他那个娇滴滴的小贱人。蒋仲被他笑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悲哀难堪地看着杜夫人，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呢？他一定要所有人替蒋长中陪葬吗？不管是不是真的，他都不允许。他略微一定神，反剪了杜夫人的手臂，将她托起，打算亲自送她下去。又朝众人行礼道歉，以杜夫人病了为借口，请众人先回去，改日又再另行祭告云云。诸国公府自来就是最有威信的一支，虽然现在示威，却也还没倒。蒋崇发了话，国公府的下人来请，众人虽然疑惑，也想看看热闹，却不好死赖着不走。杜夫人凄厉的笑，犹如夜宵在叫：你们全都眼瞎耳聋了吗？呜，他的嘴给蒋崇捂住了。萧雪溪大着胆子道：夫人神志不清，快去请太医来给夫人诊病，直接当疯子关了吧。外面传来一阵喧哗，杜迁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后头还跟着蒋家惊慌失措的门房家仆等人。他淡淡的扫了众人一眼，不满地看向杜夫人，原本商量的不是这样，他这样倒是解恨痛快了，可怎么不替他和杜家想想？说好先收拾蒋长义，然后再另外找法子收拾萧家的。杜夫人有些心虚的别开了眼睛，但是随即又抬眼坚定地看着杜迁。既然已经撕破了脸，难道退让能让他们退步吗？别傻了，他要叫蒋长义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再说了，他刚才可没提萧家。兄妹二人很快交换了眼色，杜迁皮笑肉不笑地上前轻轻扶开蒋仲的手。到底是20年的夫妻，有话好好说。接着就对蒋家族人行礼致歉，倒是自己情非得已，不得不闯到这里来，实是失礼，真是抱歉云云。可是他的人却把去路给堵死了，谁都别想走，也别想进来。这下子众人就算是想置身事外，不看这场闹剧也不行了。萧雪溪抱着肚子又急又慌，双腿发颤，站也站不稳，稍一定神，便捂着肚子哼，要往外头去搬救兵。杜夫人冷眼瞅见，不由冷冷一笑，并不阻挡。蒋长义自不会坐以待毙，他立刻站起身来往杜夫人面前行去，一边彬彬有礼地朝杜夫人行礼，一边暗里朝杜夫人晃了晃那个瓷瓶，口里却说得极其委屈：母亲容禀，如果您是不想要我成爵，我不成就是了，何必害人？闭嘴！谁是你母亲？你这个贱种也配？我若是早知这一日，根本就不该让你来到这世上。杜夫人根本不看蒋长义手里的瓷瓶，只看着蒋仲。让我来告诉你钟儿是怎么死的。这个人为了成爵，买通与钟儿有私怨的人，借酒后斗殴杀死钟儿，许那人重金并逃性命，过后又将人灭口喂狼，自以为天衣无缝，谁知却被人看到。到了这份儿，蒋仲不会傻的还看不明白，他敢这样大闹，必然是有备而来，不管真假，他都不想给人围观。他发疯似的转动着所有的脑细胞，希望能找到一条活路。他抢在杜夫人的话前大声道：我们回房去说，还是不要外人在前的好，关起门来细说吧。杜夫人又如何肯依他？冷笑道：你怕什么？你不是觉着是我疯了，胡说八道吗？让大伙儿也看看听听，我是不是胡说八道？夫人您太过了，原本这些事我是不想说的，可您逼得我没法子了。蒋长义痛苦地从怀里摸出那个瓷瓶来，沉痛地大声道：不知夫人还认得这个瓷瓶吗？里头装的是能让人心悸发作的药。死去的百香可是跟着夫人做下不少好事，刚巧的，她什么都告诉我了。您别逼我。呸！杜夫人啐了他一口唾沫，冷笑：装不下去了。什么瓷瓶我认不得，百香与你勾搭成奸，你弄死了他不说，还要借他的名字诬陷人，死无对证，他怕什么？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来，倒是你，上头写的明明白白。蒋长义无限哀伤地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夫人您自来精于算计，杜家舅舅手眼通天，弄点假证据除掉一个人也不在话下。不见证人，如何能让我信服？倒是您，
我人证物证都在。您给老夫人下药，趁隙使人诬告大哥不孝，又杀百乡灭口，现在又来害我。您再恨父亲，也不该害这么多人，拿证人出来啊，一定是见不得光的。他才不怕。你胡说！杜夫人大吼一声，你害怕了就诬陷我。这二人都有些心虚了，却都想努力证明对方是坏人，说的话不可信，但蒋仲却已经差点晕了。心悸，这家里头有心悸之病的人只有一个。蒋仲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勉强控制住颤抖的身体和心神，强作镇定。是家务事，我们进屋去说，别让人看笑话。又命人赶紧把宗老们送走，他改日再登门一一赔罪。但已经有人不想走了，他只得硬干杜迁的神色也渐渐变了，疑虑地看着杜夫人。他还隐瞒了他什么？倘若只是冒领军功的事情，他自有法子应对，但如果是其他事情，他可就太被动了。他看了看周围围观的蒋家族人，直觉还是让这些人走得好，便默许了蒋仲的行为。待到外人一走干净，蒋长义就站直了腰，淡淡地道：夫人，你何必赶尽杀绝？就算是儿子媳妇，平日里有什么不能让您满意的，您也不该拿蒋杜两家人的声誉和前程来开玩笑。您不满意的，只管提出来，儿子连亲生骨肉都愿意给二哥，还有什么不愿意给的？父亲您说是不是？潜台词就是惹急了我，大家都别想落了好，不如求和吧。正当此时，外头一阵尖叫，不得了了，老夫人昏死过去了，三少夫人摔跤了，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牡丹虽知纸包不住火，迟早有一日会爆发出来，却没想到会闹得这样大。任何人都低估了杜夫人的毒和狠，包括杜夫人的娘家，只怕都不曾想到。蒋云清嚎啕大哭：嫂嫂，求大哥去看看吧，府里无人做主了。老夫人出了事，萧雪溪流产，蒋长义和杜夫人的恩怨都得缓一缓。结果就是没等太医到达，老夫人就一命呜呼，闻讯赶来的萧家人暴走，要追究杜夫人和蒋长义的责任。然而杜夫人早就趁乱跟着杜迁一道没了影踪，她屋子里的小件贵重东西什么都不剩，其余摆设和带不走的全被砸烂，还放了一把火，众人看到的就是一个冒着烟的院子。再接着，蒋长义大概也是料到了下场蒋仲不会饶他，萧家势必要抛弃他，什么官职前途都是浮云，于是也完了失踪，去了哪里都不知道。蒋仲把自己和死去的老夫人关起来，不见客，不发言，不管事。萧家的仆妇四处搜找蒋云清，要他给个交代，去伺候萧雪溪。蒋云清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能有什么交代？幸亏老夫人身边的绿娇去报了信，这才有雪姨娘护着从角门跑出来求助。雪姨娘哭道：原本没脸来寻大公子和少夫人，可是出了这样的大事，我们不来和你们说，就是我们的不对。打断骨头连着筋，蒋长阳可以不管，但别人一定会认为他是个刻薄寡毒、不孝不仁之人，从而背了骂名。牡丹暗忖，这事儿既然闹得这么大，不可能隐瞒得住，国公府必然保不住了。他只担心会不会给蒋长阳的对手以机会，趁机攻讦蒋长阳。当务之急就是要先通知蒋长阳，然后准备给老夫人守孝，便吩咐先扶蒋云清母女下去休息，让人去寻蒋长阳，马上准备校服等物事。蒋云清和雪姨娘流着泪被人扶了下去，林妈妈见牡丹苦思冥想，很是伤神，恨得咬牙，便劝道：由得他们去烂好了，您是快要生产的人，能怎么着？牡丹揉着额头道：那能怎么样，还不是得先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准备着，让大家把不紧要的差事都放下，赶紧的做校服。没多少时候，蒋长阳便使人回来，让牡丹安心，先把孝带起来，其他的事情都不要管，交由他去处理。于是牡丹便使人把别院里的一应华丽的陈设统统撤下，挂起白灯笼，又拔了头上的簪钗等物，换了素服，派人去通知何家。傍晚时分，岑夫人和何志忠、大郎等人就赶了过来，替牡丹理事，又出主意，都怕国公府的一摊烂事会牵连到蒋长阳。还没商量妥当，又有人回来报信，说是蒋长阳去了国公府，和萧家的人交涉好了，萧家人接了萧雪溪，抬了萧雪溪的嫁妆走人，老夫人的灵堂已经布置好，让蒋云清回去奔丧，至于牡丹，让他明日清爽了再过去。来人又透了消息给牡丹知道，倒是蒋仲连夜进宫请罪，要休妻。牡丹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来蒋仲把他自己和老夫人关在一起，就是为了写休书。休妻就能把他择出来了吗？他是不是睡着没醒啊？休妻的根由是什么？让他不敢把杜夫人做的那些事扯出来，也不敢把蒋长义和萧家干的好事扯出来，最多就是能从别的方面找杜夫人的麻烦，比如不孝不慈之类，把家乱的责任全推到杜夫人身上就对了。
他呢，很可能对着皇帝喊都是他治家无方，但心里一定会认为他是没错的，错的就是杜夫人和萧家，还有蒋长义。这一夜，蒋长阳自是没回来。何志忠则是考虑到蒋家出了这样的大事，只怕很多人都会避之不及，便领了几个儿子前去帮忙，忙里忙外的，很是尽心尽力，得到为数不多去吊唁的人的一致好评。第二日清早，众人连夜赶出丧服，上上下下都换了，牡丹强撑着过去应了一回卯。因着还早，没客人上门吊唁，偌大的一个灵堂里，只有面如死灰的蒋仲、面无表情的蒋长阳和蒋云清三人，空荡荡的，好不冷清凄凉。整个国公府笼罩着一层阴霾的气氛。牡丹根本跪不下去，就是由人扶着鞠了躬，烧了些香烛冥币之类的，就坐到后头去休息。见着眼睛哭肿了的绿娇和红儿，这才又知道了后续。萧雪溪要与蒋长义一决，杜夫人昨日出了诸国公府，就直接去了浮云观出家，现姨娘昨夜投环自尽，而蒋长义仍不见所踪。而蒋仲昨日去了宫中，也遇到了杜迁和萧尚书，得到的消息是皇帝去了芙蓉园，一个都没见，也就是说到现在谁都不知道会得什么下场和惩罚。从午时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吊唁，人很少，多数人都在观望，不会主动来招惹这个嫌。始终不见焚王府的人，雪姨娘难过担忧的要死，蒋云清的神情如同槁木一般。出了这种丑事，诸国公府虽然还没被褫夺爵位，但已经是绝对败了，名声没了。蒋云清除了小四对他感兴趣这点以外，可以说是任何优势都没有。这亲事还没谈成，似乎就已经黄了牡丹，也拿不定焚王府会怎么想，想安慰蒋云清都无从安慰。可到了傍晚时分，焚王府终于也来了人，还专门派人到后头去慰问牡丹和蒋云清，众人这才把心稍微安定了。但坏消息不断，弹劾蒋仲和杜迁的奏折雪片似的飞上去，还有人趁机攻讦蒋长阳，这中间有多少是受萧家指使的，姑且不必说，但皇帝始终没表态。第10天的时候，皇帝终于想起来这桩事，于是杜家和蒋家都倒了霉。杜迁被罢官，蒋仲最可怜，爵位没了，国公府没了，寿田和其他的啥都没了，蒋长义的官职功名自然也没了，可他始终不见影踪，所以论罪不论罪都是一个结果。这样的情形下，老夫人自然不可能得到风光大葬，跑到浮云观去躲起来的杜夫人也没得了好。杜迁因为心疼他，想替他撑腰，结果因为他之前的隐瞒和当时不留余地的做法惹了一身骚味儿，他自己却跑了。杜家人的心里自然有气，故而他使人去探望杜迁的时候，独孤是没收他的东西，也不肯见人，还说了几句很不好听的话。他从前辛苦累积下的所谓贤惠什么的，都成了过往云烟，只剩恶名。没有多久，他便病了，只剩一口气吊着，不死不活，身边只有金珠一个人服侍。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不知为何，蒋长忠冒领军功一事和他的死因并没有闹出来，或者说朝廷对这件事没有明确的说法和定义。牡丹问蒋长阳这是为什么，他不相信皇帝这么好糊弄，杜迁和蒋仲都还罢了，萧家居然没受到任何影响，不合常理啊。蒋长阳想了许久，最终也没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谁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想的呢？兴许他就想看到这样的结局。至于萧家，蒋长阳相信迟早会倒霉，而对蒋长阳的攻讦其实没多大作用。蒋长阳本来也要替老夫人守孝，这个官此时元也不能再做，索性专心守孝去了。加上皇帝也一直留中不发，不表态，又有景王、潘荣、焚王府的人在一旁帮忙，此事闹腾了一段日子后便不了了之。蒋仲彻底蔫了，热孝期间他不能喝酒，也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老夫人的灵位前，看着空空落落的庭院发呆。然而就是这空空落落的庭院，他也住不了多久，只等老夫人一落葬就要搬出去。老夫人很快落葬，牡丹的孕期也踏入了9月。这一日，她还在睡梦中，肚子就疼了起来，于是由林妈妈等人扶着进了产房，在早就备好的稳婆的指导下准备生产。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即便是四处挂着的白布帐幔和白布灯笼，也丝毫不能掩去初夏的明媚和灿烂。傍晚时分，牡丹生了一对龙凤胎，儿子是哥哥，女儿是妹妹。虽然不曾足月，但一切都平安顺利，孩子的哭声非常响亮。牡丹从睡梦中醒过来，睁眼看到的就是蒋长阳宁静恬淡的笑容。他握住他的手，低声道：我给孩子们取了名，儿子叫正，女儿叫贤。牡丹稍一思索，点头应下，名字很好。他左右张望，不见孩子，便笑，把孩子抱来给我。那什么出乳不是说很关键吗？总得想法子给孩子弄点下去吧。
蒋长阳轻轻一笑，我看过了，长得像我，便叫人去把孩子抱进来。林妈妈撅着嘴回来，倒是蒋仲守在一旁的，孩子睡着了，他不让抱。蒋长阳的眉毛竖了起来，起身往外走。牡丹苦笑，蒋仲这是专门来给他们找麻烦的吗？这人这一辈子都弄不清自己的位置啊。不知道蒋长阳怎么和蒋仲说的，也或者他根本就没什么都没说，反正没多少时候他就把孩子抱了过来。蒋长阳的动作很笨拙，僵硬的不得了，总怕一不小心就碰坏了臂弯里的奇珍，脸上却带着满足的不得了的笑容。牡丹是顺产，人又年轻，加上之前一直在锻炼身体，精神还好，便在林妈妈的帮助下坐了起来，招手叫她把孩子递给自己，并不问蒋仲如何。蒋长阳也知趣的不提，只在一旁用一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孩子的脸蛋，力图证明孩子哪里都长得像他，简直一模一样。因为是双胞胎的缘故，孩子很小，被捆成了2个又小又直的小卷筒，唯一露在外头的就是那张又红又皱、长着胎毛的小脸。兄妹2人一直都在呼呼大睡，牡丹盯着看了许久，也没看出什么地方长得像蒋长阳，真是难为他言之凿凿的讲长得像他了。便笑道：眉毛几乎没有，头发不好啊，还有好小，好像没有秦三娘生的那个大，也没阿欣的女儿大。这不是眉毛是什么？蒋长阳不满，谁家的孩儿刚生就能看得出来头发好不好？他的儿女头发不好也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比别人的长得好。至于孩子有些小吗？一次生俩，能不小吗？但是他的孩子，看看吧，他长得这么高，牡丹也不矮，还能矮了去。是，你说的对。牡丹忍笑，决心满足他刚做了父亲的喜悦和快乐，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抱着孩子端详了一会儿，他开始感人。你守了一天也累了，去休息一会儿吧。蒋长阳含着笑，我不累，有了孩子还不忘自己，牡丹真是好。你不累也要去休息。牡丹红了脸，他要喂奶，他能留在一旁吗？2个人的时候当然又是另说，可现在屋里有其他人呢。蒋长阳坐了一会儿，心里有些明白了，样样的走了出去。牡丹立即让林妈妈帮忙，林妈妈不赞同，明明请了最好的乳母，2个乳母都是又白净又丰满，尽职尽责之人，她还瞎折腾什么这个当口，专心养好身子才是正理。牡丹耐心的解释，是我生的孩子，却没吃过我1天的奶，不像话。她自知自己根本没法子满足2个孩子，但最起码也得吃上几天吧。怀着的时候觉得很想腹中的孩子，可是生后见了面才又发觉更想，哺乳什么的也可以增进母子之间的感情，是不是？林妈妈心里却又有另一层打算，按着牡丹的指使，替她清洁后带着点小的意道。可是孩子们都睡着的呢，刚才蒋仲不就是以不要影响孩子睡觉为借口，阻拦着让别抱过来的吗？这会儿他也会，总不能给弄醒吧？牡丹只笑不语，顺手抱了身边的弦儿，可又皱起了眉头。怎么说呢，在娘胎里的时候，弦儿抢不过这儿，明显小了一圈。看着他皱皱的小脸蛋，牡丹竟然舍不得把女儿给弄醒。好吧，刚出生的婴儿吸奶是件力气活，就由身体强健的哥哥来替妹妹效劳喽。牡丹便把弦儿给放下，盖上了小被子，抱起这儿来，对着他的小耳朵轻轻一弹。屋子里立刻响起了响亮的哭声，这儿一张小脸红的简直不能再红呀！林妈妈心疼的如同割她的肉，要从牡丹怀里接过孩子去哄。牡丹含着笑，并不给她，只轻轻抚摸这儿的脸颊，轻声哄着。不一会儿，这儿停止了哭泣，牡丹这才艰难地操作起来。一个不会喂，一个不会吃，但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前进着。如此折腾再三，她总算是有了点反应。到了傍晚的时候，2个孩子都尝过了亲娘的奶。牡丹对这事儿乐此不疲，有2个备用粮库，她不用担忧自己的奶够不够，孩子们会不会饿着，更不用半夜时候起来哺乳，所以很随意，很惬意，很轻松。林妈妈却觉着她仿佛是小孩子过家家，玩上瘾了，不方便告诉蒋长阳，便把这事儿告诉岑夫人，实指望岑夫人劝劝牡丹。岑夫人听了，淡淡地道：算什么呢？他自己的孩子，他爱怎么就怎么。从前大郎刚生，我也亲自喂养过的。林妈妈讨了个没趣，自是在没什么可说的。转眼到了该洗三的时候，原本蒋长阳和牡丹在蒋家还没出事之前曾经商量过要隆重操办的，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快，遇到这种事情就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凡事从简，否则就要被口水给淹死。就不通知其他人了，就自家人一起吃顿便饭就好。蒋长阳很内疚，只是委屈你和孩子了。牡丹只是笑，没什么委屈不委屈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他握住蒋长阳的手，那些都是虚的。
最起码我们一家4个人还完完整整的在一起，这个可是什么都换不来的。他自知蒋长阳刚做了这个直方司郎中没多久，就因为那个朱国公的事被迫退了下来，心里必然不好受，蒋长阳却没他想象的那么难受。不论什么事，听你一说总是有好的一面。其实这个关口我躲开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他轻声道，我把袁19举荐给景王了。牡丹打起精神，那好呀，袁先生没有犯倔吧？这是给前程，按说普通人都不会拒绝，但袁19那个脾气却是说不清楚的。蒋长阳笑道，他说好，他不在朝中，很多事情都不似从前那般好把握，有袁19在景王身边经营着，将来再回去的时候会轻松许多。牡丹就松了一口气，看这样子，他是早就打算好了的，原来真的不用他替他操心。转眼到了洗3这一日，何家众人早早来了，也没怎么弄，就是一丝一丝给孩子洗了个澡，坐在一起吃了顿再简单朴素不过的家常便饭。可是出乎意料的，刚收了碗碟，臧嬷嬷就奉了焚王妃之命来了，送了新生儿一对赤金打造的长命锁，4端锦缎。礼物不是很重，只是寻常，但是在这个时候让人送礼来表示不忘之意，确实让人很高兴。臧嬷嬷这里刚走，李满娘又与吴19娘协同而来，都带了重礼。吴19娘丝毫没有生产不久的妇人那种圆润样，看着清简不少，看了新生儿一回，把目光落在这儿的身上，脸上闪过一丝怅然，叹道，你真有福气。李姓待她很好，但她就是个暗里极好强的人，生了女儿，不用人说她自己就已经非常不好受了，更不要说是有了崔夫人那样一个婆婆，因而她便是硬生生把自己给逼成了这个样子。今日本来李姓劝她莫来，既然心里不舒服，又何必呢？可是她却和李姓生气，觉着李姓这意思是说生了女儿就低人一等，出门都不好意思了，于是偏要顶着来。你也有福气啊，先开花后结果，你那女儿又乖，体子又好，不似我这2个，看着这么小，真是急人。牡丹知道吴19娘的心结所在，压制着不让自己在她面前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只找些其他话来说，不管怎样，吴19娘肯亲自上门来看她，就是一份人情所在。可牡丹没想到的是，她这个话在吴19娘听来还是有些炫耀的意思在里面。于是吴19娘接下来的表现就让牡丹有些不舒服，也不知道吴19娘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一直就不停地安慰她，让她莫要为蒋家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烦恼，不管那些人的名声有多坏，人家都晓得蒋长阳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又说李姓当时也很担心，上下打听，意思是蒋长阳这件事，李姓也在中间使了不少力气，又隐隐透出李姓升了职的意思。李满娘便拿话去拦，吴19娘却装作不懂，笑道，不管怎样，就凭你家这位的本事，将来指不定比现在还要好，不会受这件事影响的，所以你莫要担忧了。她呵呵地笑着，一副极热心体贴的模样，但那语气和笑容看着就让人不舒坦。总之就是小孩子之间的较劲，我这件比不过你，总有一件要压过你。牡丹开始有点不舒坦，随即又想自己实在是没必要和吴19娘计较的。吴19娘到现在满打满算也没满20岁，她却是前世后世加起来30岁的人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理性的情是要记的，于是一笑而过。程表嫂吉言，我这里先谢过了。吴19娘见她笑得开心，自己反倒觉得有些无趣。正当此时，李满娘提出要走，她也就借坡下驴，很有礼貌地告退了。李满娘瞅了空，和岑夫人悄悄道，让丹娘莫要往心里头去。19娘平日里没这么小心眼，只是这些日子受了气，有些想不开。崔夫人听说牡丹一口气生了一儿一女，突然之间就儿女双全了，于是气得病又加重了几分，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给吴19娘脸色看，但这样病着，几乎不过问孙女儿的大事小事，本身就是给脸色看了，谁受得了？岑夫人淡淡地道，谁会和她计较？要真计较得起这么多，早就不来往了。李满娘微微一笑，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送走李家的人不久，潘荣和白夫人也来了，还分别带来了2个人的礼。注：有同学提醒我，祖母丧，孙子只需守1年的孝，但我前文给写了3年，实际上当时我翻了资料，说是承仲孙即长房长孙要服斩衰3年，但却没有注意到，其实是明清以后才这样实行，之前都是承仲孙为祖父服斩衰，祖母就没有提，所以这里特意声明一下，改过来。这是景王送的，等出了孝，用这个给丹娘做身衣裙。潘荣把1对玉璧和1对金钗，4匹文采华丽的贡品辽宁端端正正放在蒋长阳面前。他是无限同情蒋长阳，若是被很亲近的人拖累了，
那也没话可说。可这是只有恨和算计，却偏偏被没感情的所谓亲人给拖累了，那才是真让人郁闷的吐血。蒋长阳淡淡一笑，替我谢过殿下了。因见潘荣刻意的讨好样，不由失笑。不许这样看着我，我没你想的那么难。潘荣盯了他一会儿，笑起来。好呀，还以为你会很难受，想安慰你几句，谁知你却享受得很。你是把这个当作放假，享受天天陪着妻儿的日子了吧？说着就很没形象地歪倒在榻上，叹道：你倒是享福了，可是我却累极了。殿下让我传句话给你，本不该用俗事打扰你，但他着实离不得你，还要你背里替他使把力。蒋长阳早就想到景王不会放他轻松，便道：我要请你帮我找个人。蒋长义就这样莫名没了影踪，不是回事，是死是活，总要知道个结果才是。潘荣摸着下巴沉吟，说来也奇怪，老三那样的性格，平日里来往的就都是些酸人，没见几个痛快的。偏生他一跑没了影踪，还躲得这般痛快，影子都找不到。他找不到是正常的，可是自蒋长义失踪那日开始，蒋长阳就一直暗里布置了人手在寻，竟然也寻不到，奇怪了。蒋长阳道：正是如此，所以一定要找到他。潘荣找不到，不是还有景王吗？想来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景王不会拒绝。行，我明日就重新布置人手，一定给你把人寻到。潘荣贴在蒋长阳耳边轻声道。萧家又有动作了。二人嘀咕了许久，潘荣方才笑道：你这里大概不会太清静的，应该还会有人来。我不耽搁你了，这就要走的，如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到点不归家，总是不太好。蒋长阳便叫人往里头去请白夫人，又笑话潘荣：你如今变化大得很吗？人家都说你浪子回头了。潘荣嘿嘿直笑：你不是和我说要惜福吗？我就算是不为我自己考虑，也得为两个老人和阿欣还有孩子们想想吧。要是将来人家说阿景、阿瑶听人家说他们的父亲不如阿正和阿贤的父亲，丢脸的紧。阿瑶是他的小女儿，他只比潘景还要想得紧。经常倒是他混账点，只要潘景有本事，人家也不会把潘景怎么样。可是女儿就不同了，人家一提起这漂亮小姑娘有个混账爹，那可是亲事都要受影响的，所以他一定不能行差踏错。说到这里，潘荣不胜感慨，我真是没想到蒋家伯父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想当初，他们谁不怕那个板着脸，看着威风凌厉，什么都讲究规矩和正统的蒋仲。临了，最没守好规矩的人就属他了。自己要是蒋仲，不如一头溺死在马桶里才干净，偏这位老人家竟然好意思跟着蒋云清一起搬到这里来住着。身边长随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潘荣脸一红，咽下后面的话，哪有当着人家儿子说父亲坏话的？哪怕这个父亲再不是人呢？蒋长阳淡淡地道：当初的事情不要再提，我只想着不要让自己也成这样的人就行了。走，我送你出去。他记忆中的父亲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大家都在变，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变的人只有王夫人和方伯辉了吧？可见要保持自己的本性，让自己不断提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潘荣有些后悔，讪讪地出去，接着白夫人、夫妻二人一同告辞而去。蒋长阳目送这二人的车去远了，便往里头去瞧牡丹母子。时至中午，岑夫人等人都往后头歇息去了，他以为牡丹大概也在睡，可刚进门就看见林妈妈领着宽儿和舒儿在收拾东西，什么珠玉锦缎、描金漆球、银葫芦子等小孩玩的东西，林林总总的摆了一桌子，无一不精美，无一不是好东西，不由感了几分兴趣。这是谁送的？阿欣拿来的。牡丹没回答他，林妈妈却是脸色微变，支支吾吾的嗯了一声。和宽儿舒儿加快了收拾东西的速度，蒋长阳心中生疑，却不好当着下人的面细问，便回头看了看牡丹。牡丹正在逗弄两个孩子还木木的，没什么反应，眼神也有些呆呆的感觉。其实逗着真是半点都不好玩，可是他看着就是心疼，觉着就是好看，谁叫他是做娘的呢？没法子啊。蒋长阳轻轻叹了口气，那天他刚生了孩子，他觉着他真好，没有生了孩子就忘了他呢，可这才几天啊，他就原形毕露了，眼里没了他，连他问话也没听见。若是从前，他一准儿早就出声打招呼了。他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儿，正在黯然神伤，就听窗外有人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蒋叔好，却是被冷落了许多天的甩甩支棱着翅膀，探头探脑地偷窥他，不难看出那讨好之意。蒋长阳的心情好了起来，受冷落的人不只是他一人啊，还是有人记得他的，那是知鸟好吧。于是他大声招呼宽儿，天气热，别忘记给甩甩洗澡，小东西怪可怜的，这2日都没人理睬吧。我都没看到他，喂好了呀，别饿着，
别可着，看看他的小水瓶里有没有水。宽儿是个呆，条件反射的先应了好，然后又后知后觉地道：没有的，奴婢才看过，有水的。昨日才给他打水洗了澡，因怕他怪叫吵着正郎和贤娘，故而不敢太让他往这前头来。蒋长阳一听，又觉得有道理了，现在不比从前没孩子的时候，这甩甩发起疯来的时候，最爱怪叫尖叫，要是吓着孩子可不是玩的，当下又改了口。那今日怎地拿到前头来了？牡丹终于注意到了他，便笑道：他还算乖了，是个小精怪。约莫是觉着这几日有些不同的，一来就试探着叫牡丹真可爱，我回了他后，就一直在外头探头探脑，鬼鬼祟祟的张望，这么久就发出过几声，都是叫我的。我怕把他惹得兴奋了，吵着孩子，就没怎么理睬他，他也就安静下来，一直到你来了，他方才和你问好呢。就让他这么着吧，放在后头孤零零的怪可怜的，这样放些日子，他就懂得分寸了。说起这个来，他倒是有这么多可说的了。蒋长阳闷闷地哦了一声，靠过去看了看两个孩子又在闭眼打瞌睡了，不由郁闷得，怎么又要睡了？我觉着就一直在睡。牡丹笑道：他们都在生长呢，当然要睡，多睡才好。就他什么都知道。蒋长阳看了一会儿，要伸手去抱阿贤，哄阿贤睡觉，却给牡丹给止住了，让他躺着睡，别抱成一个落地响。虽然咱们家不愁没人抱，但不能养成这个脾气。蒋长阳又郁闷地收回了手，陪着这母子三人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这两孩子今日可吃得好了，睡得可好了，牡丹感觉如何了之类的话题。不时的又瞟瞟林妈妈，这几人怎么还不走？可怜林妈妈心里有鬼，被他盯得冒了一层细汗出来，匆匆忙忙的将东西收拾干净了，抬着箱子要走。蒋长阳偏偏起身道：慢着，这气球做得不错，就留下来玩玩。林妈妈皱着一张苦瓜脸，偷偷瞟了牡丹一眼，牡丹点点头：你们辛苦了，下去歇歇吧，有事儿我会叫你们。林妈妈忙道：老奴去让乳娘过来把孩子抱过去，要是不小心闹个别扭什么的，总不会惊吓着孩子。牡丹笑道：不必了，就让他们在这里睡，乳娘昨夜辛苦，让他们休息一下也好。林妈妈犹自不放心：那要是孩子醒了，您就叫老奴。一边说一边又偷看蒋长阳，简直就是一步三回头。知道了。牡丹叹气：这林妈妈吧，这2年好日子过多了，反倒没有从前在刘家的机灵劲儿了。本来没有鬼的事情，经她这样一瞅一瞅，遮掩了又遮掩的，蒋长阳本来没感觉的都要有感觉了。是谁送的？蒋长阳把那漆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这漆球只怕宫里头的那些皇子们用的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打磨的一丝不苟的，还描着金漆，拿在手里又轻巧又漂亮。送这种东西又是白夫人和潘荣一块送来的，潘荣不提，林妈妈等人一副做了贼的模样，不用问他也能猜出几分来。牡丹一笑：你应该猜得到的。蒋长阳便挑了挑眉：秦三娘。他和阿欣不熟。牡丹接过他手里的漆球，在手里抛了几抛：是做得不错。蒋长阳一把夺过去：那就是吴17娘了，我记得她和阿欣交好。牡丹斜瞅着他：你真的猜不到是谁？蒋长阳把那漆球扔到床铺最深处，闷闷地道：我怎么猜得到是谁？牡丹一声笑起来。蒋长阳有些恼羞成怒，面上仍然做着淡淡的样子：你笑什么？我猜不到有什么奇怪的。牡丹变脸了笑容，正色道：是刘畅送来的，我本不想收，但又觉着如今这情形，你与他是难免要来往的，正常送礼，正常交往才是正理。若是不收，让阿欣带回去，反显得没气度，所以做主收了下来，等你来处理。没和林妈妈他们细说，倒叫他们提心吊胆了一回。蒋长阳没说话，只探手又把那个漆球抓了出来，在手里转了几转，淡然地道：你处理得极妥当，既然他能想到恭贺我们，那我自当改日送他一份大礼，绝不白收他的礼。他送多少，咱们就收多少，只要他送得起。刘畅不会是真心，送这礼就是给他心里添堵，他越不受，刘畅越欢喜。既然如此，不如次次都收，反手再送回去，心里堵的人反倒是刘畅，他倒要看看刘畅能送多少次，难不成他生10个孩子，刘畅还能送10次？听说刘畅最近新得了一个美人，正好以这个为由头送礼过去。想到这里，蒋长阳不厚道的想笑了：你安排就好。牡丹根本不放在心上，只偷瞟着蒋长阳，见他上挑的眉头已经放平，自知他已然不放在心上了，不由偷乐，却见蒋长阳也偷偷瞟过来观察他的神情，二人的目光一时躲避不及，直直撞上，都有些傻傻的。牡丹最先忍不住大笑起来，蒋长阳恼羞成怒，
猛地往前一探，一口咬在他的嘴唇上，恨道：叫你笑。却见牡丹睁大了黑白分明的凤眼，妩媚流光，静静地看着他，心中不由一荡，齿上的力气就小了，却又被一点丁香小舌软软的、滑滑的，轻轻舔过唇齿，所过之处如上云端。不自觉的，蒋长阳的手捧上了牡丹的脸，张嘴准备开吃，哪怕是根本吃不着，不能吃，尝尝味道也好呢。咳咳，有人在外头极不正常的咳嗽了2声，二人俱都吓得惊魂出窍，迅速收回各自的作案工具，正襟危坐。牡丹垂头假坐给孩子拉被子，蒋长阳一本正经，神色端肃地往外看去。但见窗外安静得很，人影全无，只有一只探头探脑的鹦鹉，小眼珠子瞪得溜圆，蹲在银架子上，随着午后的清风荡啊荡。这个小鬼东西！蒋长阳大恨，弹起身去，对着甩甩比了个很凶狠的动作，随即又觉得好笑，被一只鹦鹉偷窥调戏了，总比被人给撞破了的好吧。甩甩惊恐地缩了缩脖子，发现他是逗自己玩，便学着他的样子，怪声怪气地哈哈了2声。蒋长阳好气又好笑，以后我们俩单独在的时候，不许他在外头。牡丹收了一本正经的样子，捂着嘴笑起来。不要说，这样偷偷摸摸，想要却又得不到的感觉，真的挺不错的。二人没笑多久，真的来了人，宽儿倒是原始九领了一群人过来，请蒋长阳出去。方伯辉家里的几个儿媳也结伴而来恭贺，这会儿正由岑夫人出面招待着，马上就要过牡丹这边来。蒋长阳只得别了妻儿，夫妻2人各自招待客人不提。无巧不成书，傍晚时分，大家都以为没人会来了的时候，却又迎来了远客。来的是方伯辉家里的一个姓高的管事，并几个家人，足足拉了一车礼品。除去若干给孩子准备的衣物玩具，再有就是给何家人、汾王府、方家人的礼品。主君和夫人一切安好。那高管事禀明了方伯辉和王夫人的近况，方作揖恭贺道：这可巧了。因着不知是男是女，主君和夫人便各自准备了一套，这回正好用上。可见小公子和小娘子都是非常有福之人。接着说了一串吉利话，他们很早就出发，路上丝毫不敢耽搁，指望能抢在孩子出世之前把东西送到。虽说还是迟了，但恰恰的赶在喜3这日到，不能不说又是福分了。老高你们辛苦了。蒋长阳已看完了方伯辉和王夫人的信，让人送往里头去给牡丹看，打赏了众人，却又十分小心，毕竟王夫人已然是嫁了方伯辉的，万里而来，不好叫人说厚此薄彼，生恐方家的人会有想法，忙忙的让人去和方家说道，表示今日情况特殊，招待了饭，就让人过来请安送李方家人，倒也大方，连连说不必这么客气，众人远道而来也辛苦了，让高管事第2日再去方家也不迟。蒋长阳很高兴，大家都互相体谅尊重彼此，这亲戚才能做得长。晚上一对小包子吃饱喝足，由乳娘抱了去歇下，牡丹与蒋长阳这才命人拿了王夫人和方伯辉带来的礼物细看。因见里头有2匹印花印金铃，花色奇巧，不由想起高管事曾说这东西是当地一位商人送的，颜色艳丽了些，王夫人穿不上，所以带回来给牡丹看是否能用上。蒋长阳便捡了稍次的一匹橙黄的蓝色印花印金铃道，这块衣料的色彩略轻浮了些，不比这个蓝色印金的来得端庄雅致，正好配你，不妨添点香料珠子之类的送去刘家，你看如何？其实这印金铃是很不错的，牡丹还没见京中谁家女眷用过这料子。他理解蒋长阳要送新奇去压刘畅的心思，这属于他们男人之间互相的较劲，便无所谓的道，只要娘不怨你把他给的东西拿了胡乱给人就好。蒋长阳也不是个好人，这东西到了刘家又怎会落在那美人手里，多半要被清华给劫了的，还要给刘畅惹祸。蒋长阳便笑了，给我的东西自然是由着我处理，便叫林妈妈进来，让准备一个礼盒。林妈妈听说是送给刘畅的礼，不由惊讶极了，看向蒋长阳的眼神中又多了几分佩服敬重之意。这神色他没掩饰，明明白白落到蒋长阳眼中，蒋长阳心里头受用之极。刚好把礼盒收拾好，淑儿便进来道，熊大嫂请娘子示下，老太爷那边有2个不懂规矩的奴才冒犯了老太爷。牡丹沉默不语，蒋长阳板了脸，怎么回事？他这府里还真没出过什么不懂规矩的奴才，蒋仲一来就有不懂规矩的奴才了。却是因着有远客至，下人们晚饭后没事的都去听高管事说安西都护府的奇闻异事，道路上的见闻。蒋仲住的院子里也有2个小厮去听，听了回来就在外头说笑，于是吵着了在拜佛诵经冥想中的蒋仲。蒋长阳一听就知道某人这是心里酸，不由冷笑了2声，起身去看蒋仲。蒋仲背对着他跪坐在老夫人从前供奉的那尊佛前，
闭着眼睛，专心专意地低声诵佛念经，一副超脱出了红尘的样子。蒋长阳也不催他，只静静地坐着等他念完佛。蒋仲是临时客串的，业务不熟，鼓捣了几下就歇下了，回头死气沉沉地看着蒋长阳，有气无力地道：有事，似是万事皆休的样子。蒋长阳也不和他绕弯，也不提小厮得罪他的事情，直截了当地道：您近来越发爱这佛理了。蒋仲的眼里就闪过一丝苦涩，他落到这个地步还能如何？在这佛像前跪着，总比傻傻的对着一个空荡荡的园子好得多。蒋长阳淡淡地道：今日我请托了人去寻三弟，我想着无论如何总要有个结果，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若是被人利用上，可是再没可以拿来输的了。蒋仲明白他的意思，蒋家没给他任何好处，却连累他把他辛辛苦苦挣来的拱手交了出去，还饱受攻讦，谁会服气？谁心里会好受？蒋仲垂着眼想了一会儿，道：你看着办就好。我本想仅只去边疆戍边杀敌，哪怕就是做个士卒。这话分明是试探自己，再傻也不可能不知道皇帝根本不会理睬他。蒋长阳没接他的话，只道：现下亲娘的终身大事最要紧，一个成为笑谈，还随时可能被人拿来当箭靶的父亲，其实是蒋云清的拖累，这样的亲家，只怕汾王府为难。对于蒋长阳来说，则是养活自己不难，难的是日夜相处，避而不见，不可能，自己若是搬出去住，又是大不孝。蒋仲的心里苦涩到了极点，彻底打消了心中最后一分残留的希望。他轻轻地道：我近来心中颇不安宁，总觉得从前做错了许多事情，唯有在佛前才能得到几分宁静。听说你有个好友福缘在法寿寺，我打算去那里住，向他讨教一下。蒋长阳有些意外，却又释然，随即点了点头。我替你安排。不管蒋仲是真的觉得做错了，或是没有做错，他都当蒋仲是真心觉得做错了，所以才愿意顺着他的意思退这一步，成全其他人，所以不必再在这上头纠缠扰了自己的心情。到了这一步，父子二人再无其他话可说，面对面的坐了一会儿，各个散去不提。第二日，蒋仲果然叫了蒋云清和雪姨娘过去，说了自己的打算，然后有2个老成的家丁陪着，带了简单的行李，由蒋长阳送到了法寿寺。蒋长阳重重给了法寿寺一笔香火钱，自回家不提。永和坊的一所宅子中，刘畅一手举杯，一手轻轻打着拍子，半睁着眼看着面前且歌且舞的美人。美人如妖，妖如细柳，柳随风动，妖娆自现。薄纱青裹下的胴体半遮半掩，分外迷人。歌声清越，媚眼如丝，饱含了无数的情意，千丝万缕的缠向刘畅。一曲终了，刘畅叫了一声好，让赏彩缎2端，明珠10颗。旁边一个云髻高耸的凤眼美人见状不依，撒娇地扶了银鎏金酒壶给刘畅斟酒。婢妾敬主君，祝主君心想事成。乖，也赏你明珠10颗，彩缎2端。刘畅轻轻捏了捏凤眼美人白嫩的脸颊，又将手在她怀里揉了几把，抬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样的惬意生活他已经过了一段日子，如果不出所料，将会一直过下去，而且会过得越来越好。秋实小心翼翼地在帘外探了探头，叫了一声公子爷，风月坊来人了。刘畅立刻收了轻薄之色，正襟危坐，2个美人立即行礼，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不多时，秋实领了一个看着老实巴交的灰衣仆从走了进来，那仆从十分恭敬地给刘畅行了礼，道：我家主君新近得了一个好厨子，做得好驼峰，请4成去游取江池，并品尝美味。刘畅叫秋实看赏，笑道：董大，累你跑这一趟，不知尊主近日可好？那灰衣仆从娴熟地将秋实递过的沉甸甸的荷包收了，笑道：也没什么，还是一样的好，前几日还与楚州后府的潘世子一道赏荷花来着。刘畅略一沉吟，打发了董大，进屋换了衣服，上马自往曲江池而去。这日恰逢休沐，天气又好，曲江池边游人如织，水面上画舫如云，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刘畅到了水边，远远就看到一艘大船遨游湖中，格外引人注目。略微等了一会儿，自有人摇了小船来，将他载去，送至景王的大船上。景王宽衣博带，神情闲适，颇有几分名士风流的意思在里面，正与手下一群文士打扮的人谈笑风生。见着刘畅，笑吟吟地受了他的礼，寒暄了几句，命人将刘畅引入座中。刘畅一看，那里只有少数几个人是他认识的，绝大多数人是平时彼此相闻，却从不曾交谈过的。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都是景王身边宠信倚重之人。他再看，不见那新收的原始酒，不由心中有了几分窃喜，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又新上了一层台阶？于是举止动作更加谦恭，让人挑不出半点错来。
不多时，各式精美菜肴流水似的送将上来，其中一道水晶驼峰被装在飞凤纹银鎏金盘子里，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传说中那道景王要与众人共享的好菜了。景王率先动了筷子，招呼众人。地方狭窄，不谈尊卑，都动起来。众人也不客气，纷纷跟着下注，随即赞不绝口。景王富贵之人，不贪念口舌，略略动了几下，就放下了筷子，指着面前一碟新鲜快鱼，和颜悦色地道：“子叔，听说当年你宴宾，潘荣与曾蒋成风比赛飞刀快鱼，蒋成风的技艺当为一绝。孤却不曾有这机会亲眼目睹，今日这等盛会，他却有笑在身，真是遗憾。”刘畅的心头突地跳了一下，风轻云淡地笑道：“他的技艺的确是神乎其神，平日里偶然提起，还有好些人称道呢。只近年来，却是不曾听说过他有此闲情雅致了。”景王微微叹了口气，说起来，他也真够倒霉的。余下的话就是摊上了那么混账的一家子。众人便都七嘴八舌说了些话，都是顺着景王的意思夸赞蒋长阳的。刘畅心头微动，面上只带着淡淡的笑，既不符合也不反对少卿。有一艘画舫靠近，上头坐了10来个华姿艳艳的歌姬舞女，鱼贯上了船，跪伏在景王面前行礼毕，各自取出带了的丝竹乐器，弹唱舞蹈起来。众人喝得半醺，看美人的眼神就有些迷茫了，只碍于景王在，不敢放肆。刘畅却是只敢略略沾唇，随时随地都关注着景王这边的动静。因看到景王虽然一副十分投入的样子，对美酒佳肴却只是浅尝辄止，不由越发谨慎。没有多少时候，景王起身更衣，刘畅略坐了坐，谎称不胜酒力，也跟着出了席，站在景王必经之路上，规规矩矩地束手候着。果然，没多少时候，景王就使人过来道是他不胜酒力，要歇歇，让众人尽兴。这便是景王体贴人的地方，他在，大家都吃喝不好，玩不尽兴，不如放开了去，让人玩个够。来人传了话，回身往后行，往刘畅身前站定了，行礼道：“刘四成倒是个知机的，请随奴才来。”笑吟吟地领了刘畅往船的另一头行去。景王独坐在窗前，淡淡地看着湖光水色，听他进去，并不回头，只道：“前些日子你立下不少功劳，辛苦了。”刘畅沉声道：“属下不敢居功。”景王笑了：“你可不是孤的属下。”语气却轻飘飘的。刘畅却认真对待了：“殿下教训的事，臣记住了。刘子书啊，刘子书。”景王哈哈大笑起来，回脸对着他，语气很柔和：“赐座。”就有人立即给刘畅搬了个小锦墩，刘畅挨着半边屁股坐下，挺直腰背，听景王后续。景王缓缓道：“还记得去年的牡丹花会吗？”“记得。”刘畅的声音有些怅然，他怎么可能会忘记呢？景王却又不说牡丹花会的事情了，突然跳跃到了正事上。蒋成风很能干，替姑办成了好几件想办却不好办的事情，而且做得非常漂亮。他略微顿了顿，器重地看着刘畅：“你们二人各有长处，是姑的膀臂。”刘畅一时有些受宠若惊了，诚惶诚恐地道：“臣……”景王微微一摆手，打断他的话：“听说你曾见过蒋三郎？果然是为了这件事。”刘畅早就想好了的，不慌不忙地道：“那是蒋家刚出事的第2日，他来寻我，求我救他一命，因当时不知会如何后续，便做主将他藏在了招福寺。这些日子忙碌，竟是忘了给蒋家送信过去。是不是真的忘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景王淡淡一笑：“你做得对，可这人不过是个小虾米，没有任何作用，送还给蒋成风，反而是给他增添烦恼，怎么处置都不妥当。他知道的那些事情，若是被人利用，再沸沸扬扬的闹腾开来，反倒坏了人的名声。你酌情办了，然后知会一声吧。”刘畅有些后悔了，蒋家的那些丑事再闹出来，能做的也无非就是影响蒋长阳的名声罢了。名声不好，碍着人家用人，早知如此，他就不该多事。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却也只有硬着头皮应下，心中又有些微嫉妒。蒋长阳有什么好，值得景王替他考虑的这么细？饶是如此，答应的可是半点都不含糊，爽快得很。景王仿佛知他心中所想，亲切地道：“听说你到现在还没子嗣，这是个大事，该抓紧的要抓紧。”刘畅心里又乱了几分，更多的却是安定。景王这个人有个好处，你替他卖命，他绝对亏不了你。也许他表面上虽然爱看臣下和睦一片，但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却是希望他们彼此之间永远都交不了好的，这样才会所有的事情都瞒不过他。好吧，区区一个蒋长义算得什么？刘畅辞过景王，走出船舱，淡淡扫了一眼热闹的不得了的酒席，也不过去与众人打招呼，径自踏上小船往岸边而去。
先去了米记，把手里急需处理的事情统统处理妥当，轻轻松松的起身，伸了懒腰，正想着今夜又该去哪里过夜，秋实就进来道：老夫人身子不爽快，请公子爷早些归家。刘畅微微皱了皱眉，3天2头都在吃药，怎么就没点起色？他口里虽然如此说，但也知道戚夫人这病多半是被清华给气出来的，心病还需新药治，不然什么灵丹妙药都治不好。秋实轻声道：蒋家送了礼去恭贺，给郡主撞上了，郡主这会儿正在拷打府中下人呢。后一句没说出口的话就是又在大闹了，戚夫人受不住了，这才叫他回去管人的。刘畅莫名其妙，又有些发怒，恭贺我什么？有人送礼，他闹什么？越来越疯癫了。他怎么说清华都可以，秋实可不敢说，只是垂了手在一旁道：也是恭贺您添丁进口。啊呸！他的后宅早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他几乎就不在里头过夜，清华郡主更没有什么添丁进口一说，这就是赤裸裸的给他添堵。蒋长阳真是闲得发慌了。上次他苦求潘荣送东西过去，听说东西收下了，一直没什么动静，他心里还有些奇怪，真的就大度到了这个地步？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刘畅烦躁地扯了扯衣领，突然想到景王让他可以抓紧了的话，便狰狞了脸色，轻轻地道：好，我就回去瞅瞅。近些日子以来，清华郡主打人打得上了瘾，而且喜欢在一旁亲自观行。越是倔强的，他越是想把人给弄得鬼哭狼嚎，听着惨叫求饶声，看着凄惨相，他才会觉得痛快。而过了这最初的瘾，他就会突然失去了兴趣。刘府里的人都晓得他的这个变态嗜好，每触了他的逆鳞挨罚，往往会往死里喊，做得万分凄惨，这场责罚也就会尽快结束。原本这个方法屡试不爽，但今日却有不同，清华郡主打的都是刘畅院子里伺候的人，越是得他宠信的越是倒霉。任你喊破了天，他也眉头都不动一下，只要他们招认，刘畅心添这个儿子在哪里，不说出来就要活活打死，这场折磨无边无际，早有受不住。又有亲戚在戚夫人房里当差，还有几分薄面的人就偷偷送信去求戚夫人来救场。戚夫人早就听不下去了，少不得扶着丫头来阻拦，反被清华郡主一顿抢白。戚夫人忍不住冷笑道：皇后娘娘都不敢要你去请安了，你还不收敛？添丁进口是好事，你有什么值得气的？自己不会生，也不许旁人生。休说有男有女，就是女儿花花的，你也生半个给我看看。你是好人，除了刘畅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你的女儿花花又在哪儿？你寻半个给我看。你自己不能生，怎么也不见你让人生半个。这一句话算是捅了马蜂窝。清华郡主一杯浓茶泼在戚夫人的脸上，直转过头叫人给我狠狠地打，打死了有我。所以刘畅回家的时候，戚夫人也在大闹，既不许人给他换衣服，也不许人给他擦脸，要顶着一头一脸的茶汤之子湿哒哒去魏王府请魏王和魏王妃评理。清华则是犹如一只饿着肚子急需觅食的母老虎，恨不得把他给撕来吃了才解恨。这副鬼样子出了门，日后只怕是别想再出门了。刘畅恨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也不拦戚夫人。我是没脸去，娘去吧，若是王爷和王妃想管，也正好替我解了这难题。他还顾惜面子，戚夫人倒是顾不得那么多了，要他再过上半年这样的日子，他连命都不剩了，可怜他的妻儿啊。戚夫人一阵催心催肝的疼，当下就道：他魏王府交出这样的女儿都没有不好意思，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不了你的脸，要丢也是丢刘老贼的脸，就是他弄进来的扫把星。凭什么刘老贼躲清闲，受罪的人恰恰就是他和刘畅二人。当下果真命人备了言子，径自往魏王府去了。刘畅抚了抚额头，回头再看那里暴跳如雷要来揪秋实问话的清华，不动声色地把秋实给护住了，淡淡地道：我在这里，你到底想怎样？冲我来。清华站定了，一双形状美丽的眼睛此时里面全是怒气和恶毒，他涨红了双颊，额头上的青筋一股一股地跳着，喘息了几声，颤抖着手指指着远处泥地里一堆捡得稀烂还闪着金光的布料，恶狠狠地道：刘子书，我问你，这东西是怎么回事？贺谁的喜？贺的又是什么喜？添丁进口，我这个主母怎么不知道？你眼里可还有我半分？刘畅淡淡的怜悯的高高在上的看着他，自然是贺我的喜，恭贺我添丁进口。我家里只得我这一根独苗，我年龄不小了，妻儿死了，你又生不出来，我总得想想法子，不然无人继承家业，什么富贵风流都不过是几十年的功夫，眨眼间就什么都没了。这个道理就连村妇都知晓的，你出身高贵，不会不懂你，你混账。他为什么生不出来？他不明白吗？
清华郡主眼里的泪差点控制不住地掉下来，他拼命忍住了，抬手去打刘畅的脸。刘畅竟然不让，生生受了他这一耳光，也不还手，冷冰冰地看着他，语气不疾不徐。你失态了，你身份高贵，又是圣旨赐的婚，不管是谁得了一男半女，总归也要叫你一声母亲，谁也越不过你去，你说是不是？清华郡主原还指望着他能和他如同从前那般狠狠打上一架，互相撕咬几口，说不定还能有几分情谊回来。可是他看着刘畅冷冰冰的眼神，听不出任何情绪的语气，纹丝不动的身形，他突然非常想笑。于是他果然也哈哈大笑起来。刘子舒，你好，你好得很。刘畅偏头看着他，眼神晦暗不明。我一直都是这样，清华，只是你不明白我而已。我这个人吧，对于踩在我头上的人，从来就没有半点胃口，你不明白吗？他从前待他真心的时候，他把他当成路边的野草，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等到他又重新意识到他的好时，他还是把他当作路边的野草，想怎么踩就怎么踩。他踩他，他也踩他，有什么错？就算是从前讨厌何牡丹，觉得何牡丹配不上他，他也没想过要娶她。男欢女爱，两厢情愿的事情，就那样维持着不好吗？可是他不明白，他一直还是想踩着他，他怎可能给谁踩一辈子？清华的眼里只有恨。刘子舒，我拖死你！我不好过，你这辈子也休想如意。只要有魏王府在一日，他就不敢把他怎么样，哪怕就是他生了别人的儿子，他打碎了牙齿合着血吞，也得把那孩子养下来。刘畅仿佛没有听见，转身走到被清华郡主剪碎的那对闪着金光的布料前，抓起一点来对着光看，随即轻轻摇头。这么好的布料，真是可惜了。他微微眯了眼，我记得这京中至今尚未见着这么精巧的料子呢。给你用是稍嫌花哨了点，不过嘛，他意味深长地笑了。转而去抠因为被狠狠踩过而陷入泥地里的珠子，多么好的珠子啊，洗洗还是能用的。这香料吗？倒是可惜了。他专心专意地蹲在地上挑起珠子来，还把秋实叫过去。傻了，还不过来替爷接着。秋实战战兢兢地看着清华郡主要吃人一样的眼神，抖着双腿走了过去。清华郡主盯着蹲在地上煞有其事挑珠子、擦珠子的主仆二人，突然觉得还躺在刑杖下呻吟的那些人没了任何意思。他冷笑，见人生的贱种，无论如何都是抬不上台面的，你爱生多少就生多少罢。随即一拂袖子，带着手下一群人去了。刘畅淡淡地扫了那群被打得鬼哭狼嚎也没出卖他的人，欣慰地道：每人赏彩缎5端，医药费从我这里支领。把这些珠子洗干净，另外再添上些好香和精致的首饰，送到永和坊去。秋实一愣，随即低低地应了一声。他突然觉得永和坊的那对姐妹花好可怜，还没享上几天福，就要飞来横祸了。刘畅抚了抚身上的灰尘，站起身来看着天边如同镶了金子一般的火烧云，久久不发一言。就在秋实以为他会一直这样站下去的时候，他突然起身往屋里走了。老夫人回来告诉我一声，刘成才大概是收到了风声，所以这一夜号称直宿，没回家。所以戚夫人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揪他的胡子，而是把屋子里不值钱的东西给砸了个粉碎。刘畅翘着腿，静静地坐在榻上，看他砸得上气不接下气，累得几乎要跌倒了，方才上前扶着他。别砸了，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东西，砸坏了还要另外出钱买，岂不是又要再心疼一回？不划算。戚夫人想笑，最终却是哭了出来。魏王称不在，魏王妃称病，魏王四王妃见了他，却只有轻飘飘一句话：清华已然嫁了的，她有不对的地方，只由得您这个做婆婆去管教，我们绝无二话。然后又叫人给她送药，她是缺这药才来魏王府的吗？她要能管下这个皇家赐下的儿媳，她还能顶着一头的茶汤来这里丢自己的脸？戚夫人差点没把那个药盒子当着四王妃的面给砸了。她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刘畅有一下没一下地抚着她的肩膀，也不是全然没有作用的。以后怎样？戚夫人的眼睛放出光来，你再不想个妥当点的法子，我们家要绝后了。刘畅却又不说了，淡淡地道：我们家没脸，他们家也没脸的。圣上指的婚，爹爹近来也从不曾犯过事，他会体恤老臣的。戚夫人心里有了几分希望。是呀，这样下去，圣人也会觉得丢皇家的脸的，总不能叫老刘家绝后吧。他心中定了，这才注意到刘畅的脸已经肿了半边，不用问，自然是清华干的好事，不由心疼的咬牙切齿。刘畅却道：没事儿，我不疼。他还嫌他打得不够重呢。一夜无话，第二日刘畅顶着那半张肿脸继续出门干活。昨日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有人同情他，有人讥笑他，他都没半点反应，只做没听见，专心专意的等清华郡主发动。果然，不到傍晚就有消息传来了。刘畅那时候还和许多人在一起做事，秋实气急败坏的进去，贴着刘畅嘀嘀咕咕的说了几句话，然后刘畅脸色大变，随着也和上级告了假，匆匆忙忙离开了。主仆都是一副极力掩盖的样子，但经不住众人是敏感的，又都深谙这对夫妻间的故事，下意识的就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了。刘家呀，必然又是出乱子了。不要小看男人的好奇心，对于这些同僚家中例如妻妾争锋，谁家养着母老虎，母老虎如何发威的事情都十分感兴趣。于是就有人千方百计的去打听，这一打听不要紧，吓得众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清华郡主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发指，一对美丽的姐妹花竟然被硬生生割去了耳鼻，截断了头发，打断了双腿。如果说之前清华只是作风有问题，小恶而已，如今她就是大恶了，成了宗室贵女果然轻易取不得的有力证据之一。却说刘畅虽有心理准备，但却不曾想到清华郡主残忍到这个地步。他只看了地上昏迷不醒、全身血淋淋的那对姐妹花一眼，就忍不住呕吐了。清华郡主稳稳高坐着，见他进来，淡淡的吩咐人将冷水泼在那对姐妹花的身上，把她们弄醒。姐妹花痛苦迷茫中，骤然看到刘畅的身影，拖着残腿艰难朝他爬去，求他救命。原本黄鹂百灵鸟一样婉转动听的嗓子，此刻却是字字血泪，美丽的容颜犹如地狱恶鬼，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惨字所能形容的了。刘畅有一瞬间非常想逃走，但他终是忍了下来。他没有和清华郡主起任何冲突，只命人将那对姐妹花抬了，送到法寿寺的养病方去，出高价请人治疗护理不提。清华郡主一拳打在棉花上，愤恨地想追去把人给弄死了才满意。可若是其他如私宅之类的地方，他上还敢去闹，而养病方他却是晓得轻重，最终也没敢去。这事的结果导致刘畅在那段时间里出门做客，身边再无人敢奉承，所有的女人都当他是洪水猛兽，离他1丈远还嫌不够。若是有人被主人命令去伺候刘畅，便只是苦苦哀求，宁愿死也不肯，都只恐出了清华郡主逆鳞，和那姐妹花的结果相比，死了都算轻的。这件事的传播范围很广，下到京城的百姓，上到京城的王公贵族，就没有人不知道的。而且还添了新内容，就是那对姐妹花其实当时都怀了刘家的子嗣，可是给清华这个恶妇给硬生生打得没了。魏王府装聋作哑，刘家父子没骨气，硬生生把这件事给忍了下来。那几日刘成彩上朝，同僚们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背里议论当年刘成彩惧内，不得不喝童子尿，如今刘畅同样惧内，真正是父子。有些和刘成彩不对付的，就拐着弯的问，刘成彩自然不承认，可越是不承认，越是被人笑。饶是刘成彩脸皮再厚，也不得不称病避开。同期有几个宗室女到了适龄年龄，你配朝中大臣家的儿郎，都被男方已有恶疾或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给拒绝了，人家宁愿晚几年成亲，也不愿意娶宗室贵女，事关皇家尊严。于是这事儿传到了宫中，皇后再召魏王妃入宫，狠狠训斥了一顿。大意是刘成彩身为6部尚书之一，是国之栋梁，不该受此委屈慢待。如果再不收敛，落到皇帝耳中，休想得了好。这里要说明一下，魏王府自来就与闵王一派走得比较近，皇后看不顺眼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只是一直也没找着错处。这次是借清华的事情发作，下次说不定亲自出面骂人的就是皇帝了，饶是再护短，魏王府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得不出面处理，派了4王妃上门给戚夫人赔礼道歉，又狠狠训斥了清华郡主一顿，再三表明立场。偏清华郡主对娘家也有想法，她同样也觉得委屈，觉得娘家人不体贴她，不替她着想，要不然怎会让刘畅有这种胆子带她。但凭魏王或是他长兄肯出面吓刘畅，刘畅的狗胆也不会如此大。因此清华郡主先还抱着希望对上门的4王妃诉苦，4王妃却不是她的亲娘，只是嫂子，对她频频给家里添麻烦十分不耐烦，听她反过来还怨怪家里，简直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又能有什么好话，一个劲儿的劝清华要恪守妇道，尊夫重孝。好话说了一箩筐，清华却认定了这满朝上下善妒的人不止他一人，那些贱婢的命和他是不能比的，休要说只是毁了容颜，就是打死了又能如何？便道，我都活不下去了，还谈这些虚的做什么？能当饭吃吗？你们的日子倒是好过，1年到头又有几人来看过我，问过我的死活？既然你们不能帮我，不管我，我便自己为自己打算，又有什么错？4王妃气的发誓再不管清华的事情，拂袖而去。清华郡主也不理睬，郁闷的默然坐了半晌，
决意进行第二个报复计划。他请太医看过，倒是这几日正是最佳受孕时机，少不得要动一下，谁都靠不住，还是儿子才能靠得住。于是收拾了，命人抬了言子，自出门去寻乐散心不提。却说魏王府并不是只来骂骂清华郡主就算了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四王妃在给戚夫人请罪，痛斥清华的同时，魏王府二子也亲自请了刘畅去喝酒谈心。刘畅自那年和魏王府生分后，和魏王府的关系不远也不近，每年孝敬魏王府的钱却是不少，因而两人见面还有几分熟人。他感伤地道：我也是没法子，早前琪儿死了。说到琪儿的死，魏王二子心里也有数，但这样的事情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只是听刘畅这样当面锣对面鼓的说出来，有些过意不去，便假意叹道：那孩子福薄，杀子之恨不共戴天。刘畅心中暗恨，叹道：他进门也有2年了，总不见一男半女，没事儿还总和我提从前的何事，动不动就与我置气，不许我进门。我是想着若是能有个儿子养在他名下也是一样的，可谁知他却一点容忍不下，每日里总是胡来，他身边跟来的侍女已是暴病死了好几个，这样下去有违天和。隐隐晦晦的是说清华在床子上有些不良嗜好，身子也不好，怕是那次堕马摔坏了。这胡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魏王二子最清楚，不过自家妹子干的好事，脸皮也有些紫胀，便顾左右而言他的劝。这夫妻二人总有一人要服软的，他的性子我最清楚不过，只要你肯服软，他须臾也就心软了。刘畅口里应了，道：听说长兴坊有家小酒肆自酿的三乐姜不错，还做得一手好羊肉，我要去散散心，不知您。魏王二子见他心里还堵着一口恶气，少不得还陪着他一起去。二人的马行至长兴坊那家酒肆，还未入座，就碰着了一个来买三乐姜和羊肉的下人装扮的小厮。刘畅见着那小厮十分惊奇，你怎会在这里？那小厮见着他也十分惊奇，认真行了礼，道：家主自上月就搬到这里来住了，因为家事繁忙，故而没有知会您。刘畅高兴起来，兴致勃勃地同魏王二子道：是我原来一个好友，前些年出了远门，此人博学多才，是个十分难得的人才，既然碰上，不如去寻他喝上一杯。魏王二子有些犹豫，刘畅便不高兴起来，说他先前说的话都是假话。魏王二子无奈，就想在哪里都是喝酒，今日之事关键是要哄着刘畅才好，便也就跟了去。才到的刘畅这个朋友的宅子外头，还未与主人打招呼，就见隔壁邻居有人探头探脑的出来看，看见几人就忙着缩头，太过慌乱，险些夹着了自家的头。魏王二子尚未反应过来，就见秋实发了一声喊，招呼身边几个人猛地冲上去揪住那人的衣领。原来是你这厮，你家主子欠了我们公子爷的钱，就这样逃了，你还想往哪里逃？那人面如土色，张嘴要喊，嘴已然被堵住了，三下五除二就被秋实等人给按翻在地。刘畅那个有人出来问询，刘畅便淡淡的笑，这人的主人欠我许多钱，寻他许久不见，谁知却躲在这里。钱是小事，但我却咽不下这口恶气。然后对着秋实道：罢了，我们人少，谁晓得这是家什么人，里头又藏着些什么人，怕是要吃亏，不如。话音未落，他那个友人就自告奋勇地点了10来个小厮，道：我来帮忙，我最清楚，这里不过就是个有钱人家，没什么要紧。魏王二子闻言，便也自告奋勇，我也带了人的，听凭你使唤，替你出这口恶气，便轻车熟路的让人去把四处的门和矮墙给围了起来。刘畅微微一笑，彬彬有礼的一躬，如此有劳二位了。于是一群人气势汹汹的杀了的进去。这院子外头看着一般，入内之后看着也一般的很，不过一个小小的庭院，用青石板铺陈了，又种了几棵桃李之类的果树，正如一个普通人家，毫不起眼。有3两个年轻俊秀的少年廊在廊下玩耍，见状觉着不妙，起身要往里头跑，却早被人如狼似虎的给按住了。第一件事就是堵住嘴巴。紧接着厢房里有人听见动静出来相看，打头的正是清华郡主身边抬檐子的人，一瞧着这阵势，晓得是躲不过了，索性叫都没叫，就要跪倒，却被秋实抢先一步给揪住了，低声喝道：冤有头债有主，不想倒霉的都给我老实点。随即一瞅，房里停着清华郡主的檐子呢，另外几个抬檐子的个个吃得嘴油汪汪的，目瞪口呆的看着他。不等那几人反应过来，便把刚才捉到的几个人往里一推，从怀里掏了锁出来，把门锁了，不忘低声道：乖乖候着，有你们的好处。刘畅瞟了一眼，根本不管，直往里头直走。
魏王二子敏感地发现有些不对劲，有些想溜，出言试探道：奇怪了，这些人怎么仿佛个个都挺怕事的，竟然没人喊半声的？不然坐着这么多人，我们未必能闯得进去。不想死的自然不敢喊。刘畅不动声色地道：看到您河王府里头人的气度，还敢胡来吗？这些人都是欺软怕硬的，根本就不劝他拦他，可有可无的样子。回头却又对着他另外那个所谓的友人笑。这笔钱还以为是烂账，可今日运气好，若是能收得回来，我少不得要重重谢你。魏王二子虽不稀罕那几个钱，却放下了心，便道：少说几句，当心让里头的人听见风声逃了。众人尽量悄无声息地进了二重院子，才发现里头别有洞天，却是一个精致的园子，流水小桥，假山亭阁，修竹翠柏，荷香阵阵，安静清雅得很。稀奇处却在于一个人影全无。秋实从外头进来道：听说还有第三重院子，从竹林后的月亮门进去就是了。于是众人一眼走进竹林，果然看到一道小小的月亮门，走得近了，还能听见里头的男女调笑声，言辞放荡淫秽之极，见或又有几声或高或低的高叫呻吟。进来的都是男人，个个都不是好人，便都挤眉弄眼起来，个个捋袖子抬胳膊的，恨不得立刻冲进去，好生看上一场好戏才行。别人倒也罢了，秋实的双腿却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他下意识的就想后头缩，那里头是什么人，他再清楚不过。这会儿刘畅痛恨清华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自然巴不得清华丢尽了丑才解气，可是将来呢？他若是还想在刘畅身边待下去，就不该多看这一眼。刚往后头挪动了几步，就被刘畅冷冷地扫了一眼，只得硬着头皮指挥众人把周围的路都给堵死了，来个瓮中捉鳖。一切安置妥当，众人方才往那间房门紧闭的屋子前站定。刘畅抬腿一脚将门踹开，甜腻的催情香的味儿和着一阵惊呼随之扑了出来。众人兴奋的如同饿狼见了血食，呼啦啦直往里头冲。一个青衣婢女面色潮红的从纱幔后头走出来，见状一声尖叫出来，里头传来清华郡主的斥骂声：怎么啦？没规矩的东西！魏王二子一听这声音，再熟悉不过，惊得一个机灵，转身就要往外走，却被刘畅给拉住了，皮笑肉不笑的硬生生把他给拖了进去。接着刘畅干脆利落的一脚踹翻了纱幔后头的六曲屏风，六曲屏风应声倒下，活色生香，让人流鼻血的一幕无可遮挡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蜀锦第一上，四处洒落着男人女人的衣服鞋袜肚兜裙子腰带等物。一张方圆约1丈的大床上，4个年轻体壮貌美的男人，他们或坐或躺或趴或跪，姿势不一，但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个个都不着寸缕，脸上还来不及收回嬉笑讨好的神色，眼里就有了恐慌。他们的正中是钗横发乱，脸色潮红的，满脸愤怒，同样不着寸缕，半侧着身子正准备坐起来的清华郡主。这一切只不过发生在2个呼吸间，快的魏王二子来不及思考，来不及避让，屋里的5个男女更是来不及抓到一块遮羞布，把丑态全部暴露了出来。清华郡主的反应很快，华地揪了一个已然吓得目瞪口呆的男人挡在自己的面前，可是他却挡不住床上四处散落着的各种房中密用之物，众人只用看，只用闻，就可以想象得到刚才的战况是何等的激烈投入。一女遇4男，众人都是目瞪口呆，简直不知道脸上该放出什么样的表情才好了。魏王二子无地自容，话都说不出来，只恨不得有条的缝给他钻进去躲起来才好。他想往外让，却被刘畅带来的人和他那个所谓的友人带来的人给堵着，进不得退不得，心里不由窝了一重邪火。静默片刻，刘畅暴怒的声音炸雷似的炸了出来：我要杀了这没廉耻的淫妇！他发疯似的拔了身边人的刀，高高举起冲了过去。求生是人的本能，清华的4个男人反应过来，裸身四处乱窜，哪里还顾得了丢丑不丢丑？可是房门早就被堵死，他们又能往哪里逃？刘畅狞笑着，一刀砍在离他最近的一个男人的身上，血光四溅，那男人发一声喊，双眼往上翻，昏死了过去。刘畅抬步向另一人走去，还未靠近，那人就已经咕咚一声倒了，身下流出一股淡黄色的骚臭液体。另外2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紧紧贴着一个，跑过去抱着正在手忙脚乱抓衣物往身上套的清华郡主，又哭又喊：郡主救命！刘畅杵着刀仰天大笑，无限悲凉地指着清华郡主：看看你找的都是些什么下贱货色，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今日先杀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淫妇，然后再以死谢罪。话音未落，刀锋闪着寒光朝清华郡主一刀劈下。清华郡主又慌又急，也还是觉得有些羞耻的，把那2人往刘畅跟前一推，急吼吼地喊道：二哥救我！
他还没活够呢，他不想死。魏王二子背对着他，举了袖子掩着脸，一言不发。清华郡主却已经扑到他跟前了，紧紧抱着他的腿，颤抖着声音道：刘子舒害我，你要为我做主。他设计害我。想了想，又改口，就许得他找旁人，就不许我找。头皮一紧，却是被刘畅给抓着头发往后拖，接着冰凉的刀口就贴在了他的耳朵上。难道他要割了自己的耳朵？清华郡主惊觉不妙，伸手拼命护住耳朵，声嘶力竭地喊道：刘子舒，你敢杀我，你全家陪葬！二哥，难道你竟然要眼睁睁看着你嫡亲的妹子被人杀死在你面前吗？啊！耳朵一热，一股暖流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真的要杀了他，他以为他会晕过去，但事实恰好相反，他竟然没有晕过去。再不争气，也是他的亲妹子，也是魏王府的女儿。魏王二子果然也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清华死在他面前的。他放下遮脸的手，抓住刘畅的手，脸带寒冰。做人需留3分余地，不要太过分了。这件事魏王府会给你一个交代。辛苦把他引来此处，为的不就是要让他亲眼目睹清华郡主的丑态吗？难不成还要当着他的面割了清华郡主的耳朵，毁了清华郡主的容颜？是呀，您息息怒吧，有话好好说，闹出人命不是耍处。秋实和刘畅的那位友人此刻也扑过来劝刘畅。刘畅见魏王二子已然看破自己的行径，便扔了手里的刀，冷冷地道：做人需留3分余地，这话要教他。我事事忍让，他却总嫌不够。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是抱了必死的决心了。不怕死还不要脸面的人，你能拿他怎么样？刘畅此刻明明白白表现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姿态。他要当着魏王二子的面杀了清华，是不怕死，更不怕得罪魏王府，把一群人引来看了清华的丑态，丝毫不为自己戴了绿帽子而有丝毫要掩盖的意思在里头，那就是不要脸。可见他的决心有多大。他有备而来，底气还这么足，看来今日之事断难善了。魏王二子目光微闪，决定先让步。你先回家去，这里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刘畅冷笑，当他是3岁不懂事的孩童吗？等他一走，这里把这院子里的相关人等统统弄干净了，捉贼拿赃，捉奸拿双，淫妇在此，奸夫又在哪里呢？当下便道：满意？他做了这样事情，怎么我都不满意？看在多年的情分上，我就给大家留个体面。只是这几个贱人我要带走，不慢慢弄死了他们，难消我心头之恨。至于他吗？他瞟了瑟瑟发抖的清华一眼，嫌恶之情溢于言表，我从此再也不想看到他。他一口浓痰吐在了清华郡主的脸上。刘畅口里说给大家留体面，带了那几个男人就走，其实根本就没打算走，不借着这个机会把事情做实在了，过后还怎么谈价钱？再说成功的勒索，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达成，如果超出对方的能力水平太多，明显就是做不成，所以他也并不敢把魏王府逼得太急了，他只是命人把几个奸夫赤条条的被绑了，扔到第2重院里去晒太阳，他自己则带了人到水边树荫下赏景纳凉去了。那着凉喝着茶，却又使人来和魏王二子道：听说前些日子有人给圣上进言，倒是如今民间不贞不孝之风愈烈，建议朝廷做表率，怕是要抓几个典刑。这并非空穴来风，确有此事。魏王二子自知此事理亏，也没法子赶他走或是反驳，自家又是做不了主的，便派了人回魏王府去送信，问府里的意思。清华郡主在侍女的帮助下，抖抖索索地把衣服穿了，勉强整理出个人样来，就挨了魏王二子几个大耳刮子，骂道：魏王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干净了，你怎么不去死？清华郡主忍住耻辱，哭道：难道那些个公主们就是干净的？仁惠公主还把情夫的娘当成正经婆婆伺候呢，不过是他们有人撑腰，没人敢欺负他们罢了。她现成的例子还有好多，谁不也是自己养着2个美少年，也送了驸马2个美人的吗？怎么到了她这里，她就该死了？魏王二子气得没话可说，人家不管怎么做，那都是没叫人给抓着把柄，也没放到台面上来啊。有谁给丈夫带着娘家人一起抓着奸了？没有，只有她还是一女4男。要命啊！但这时和他上品德教育课明显不是时候，魏王二子忍了又忍，道：还扯这些作甚？已然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余地了。刘子舒断然是不会再忍耐下去的，如果不依的他，最后难免要惊动宫中那一位，到那时抓你做了典型整治，全家都要受牵连。一子落错满盘皆输，哭也没用。清华郡主收了泪，静静地道：他一直待我都不好，一直想尽法子折磨我，他这些作为都是骗人的，
就这样便宜了他，我不服。一定是谁出卖了他，不然刘畅怎会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在这里？等他查出来，他一定要把那个人挫骨扬灰。那你要如何？魏王二子有些不耐烦了，你不说你要怎样，我怎么和他谈？清华怔怔地看着窗外，窗外阳光灿烂，却已经不能再照在他的身上，他要如何？他想要很多，但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刘畅死。但是能不能呢？不能。他早就看出来了，只有他对家中有用，他才有选择的权利，一个对家庭没有任何作用，还会给家里带来麻烦的人，无论男女，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冷静地做了选择，让他还我的钱，其他你们自己谈。我还希望别放过刘子舒，他是痞吃人不吐骨头渣子的恶狼，就算是你们不对付他，他总有一日也会对付你们的。魏王二子没有说话，看了他一回，轻轻叹了口气。不用他提醒，只要有机会，魏王府也是不会放过刘畅的，只是清华吗？刘家回不去了，魏王府也回不去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小院子养病幽禁到死。将近1个时辰后，魏王府派了一个头发都花白了的老嬷嬷来，目不斜视地从那4个奄奄一息的男子身边走过，也不和刘畅打招呼，径直入了内。刘畅认得那是魏王妃的心腹，也心知这事儿除了刚好碰上的魏王二子外，其他人是断然不会亲自出面的，便坐在树荫下稳稳当当地等着里头传完话再通知他。这次倒是没让他等多久，魏王二子很快就出来和他谈条件了。魏王府要面子，不要这事张扬出去，刘畅要的是彻底摆脱清华，婚姻自由。于是双方一致认定，清华之所以会有这种超乎寻常的举止，是因为得了失心疯。为了不耽搁刘畅，不拖累刘家，由魏王府出面禀告宫中，2人和离，以后嫁娶各不相干。清华的嫁妆全数归还，刘畅还大方地把他给清华的聘礼也悉数给了清华做医药费。但只是清华的嫁妆竟然少得出乎人的意料，他只剩下无数华服钗还罢了。至于那4个奸夫吗？他们不该再活在这世上。事情谈完，各回个家。刘畅回头看了一眼清华紧闭的房门，觉得大快人心，一个缠绕他多年的噩梦终于解决了。可是只快乐不过一瞬间，他就突然觉得很累，很没意思，原来人生不过如此。第2日，魏王府的人把清华的东西悉数搬了个干干净净，并告知他清华的病很重，已经送到骊山附近的一个小庄子养病去了。又过得2日，两家人手续交割清楚，戚夫人欢喜的要命，立刻谋划着要给刘畅另说一门好亲，问他心中可有所想，他一定想法子替他促成。刘畅却淡淡地道：随便吧，只要魏王府1日不倒，他就休想说着好亲。急什么？急了也白急。戚夫人重新掌握了大权，生命活力也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便张罗着要整修房子，又要给刘畅添人，最好是在新附近门前先添2个良妾。传宗接代是大事，他被一只独大的清华给吓怕了，人还未进门就想着要怎么压制。刘畅有些厌烦，便道：先把玉儿和娇娘接回来吧，您要是无事，就把娇娘放在身边亲自教养，将来他才好说一门好亲。戚夫人应了，犹自不肯收手。刘畅便道：听说老爷子的外室生了个儿子，到底是咱们家的骨血，也接回来吧，成日放在外头不像话。这条老狗，老没良心的，他怎么不去死？戚夫人目瞪口呆，接着就要死要活，倒是没心思去管他的事情了。刘畅淡淡地道：你怕什么？这份家业都是我挣下的，还怕他能和我争了什么去？就这样定了，先让人收拾出房子来，明日我就派人去接回来。你这个小没良心的，怎么帮着外人对付我？既然知道，为何不早些告诉我，非得孽种生下来了才说？你这是故意要气死我。戚夫人哭得肝肠寸断，男人3妻4妾实属正常。刘畅瞥了他一眼，母亲不愿意，以后他的事情他要自己做主，谁也休想再替他做主。尽管从前他也经常这样劝牡丹的，可是落到自己身上，戚夫人自然不愿意，谁愿意眼里心里天天戳着一颗刺？除非是疯了。刘畅便体贴地道：那我就不让人去接了，您呢也别多管这件事，就让人好好养着他。咱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做起事情来总是觉得费力，将来他若是长成了，能够给我搭把手也是好的。这话未必是真心，但不期然的，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何家几兄弟来。戚夫人犹自不肯，刘畅不耐烦了：我的事情你少管，好好享你的福，难不成你还想过从前那种日子？言毕拂袖而去，这件事做完了，他还有正事要做呢。公子爷，咱们去哪儿？秋实小心翼翼地服侍着刘畅上了马，偷眼觑着他的神情，
有些拿不准他现在到底在想什么。暗里忍了这么久，布置了这么久，终于顺利收网，他重新得了自由身，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还是这样一副阴晴不定的样子？真是奇怪啊。转念一想，谁戴了绿帽子会高兴呢？秋实也就万分同情刘畅了，服侍的越发谨慎不提。去招福寺，刘畅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崇义坊的招福寺是刘家长期供奉的，因此刘畅刚一入寺，就有知客僧笑吟吟地迎了上来。刘畅也不与他废话，指了指秋实手里提着的食盒，道：我来看我那个朋友。知客僧亲自引他入了后寺，三拐两拐进了个幽静的小院子，取钥开门，放他主仆二人进去，又亲自落了锁，命一个小沙弥在外守着不提。秋实轻轻敲击了几下门，许久，里头方有人低声道：谁？是我。秋实咳了一声，吱呀一声轻响，门被打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扑鼻而来。刘畅皱了皱眉，从袖中掏出一方洁白芬芳的丝帕，掩住了口鼻，眯着眼睛往里望去。一个年龄与秋实差不多大小的小厮从里头走出来，笑得眯了眼，给刘畅磕头：小人长寿，给公子爷请安。刘畅嗯了一声，朝着里头抬了抬下巴：怎样？长寿小声道：还好，安安静静的，整日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然后一直不停的写，再就是问您什么时候来。昨日半夜才睡，这会儿还睡着呢。要不要小的去把他唤醒？不用，你和秋实把这些酒菜布置好。刘畅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确认屋子里那股不新鲜的味道散去后，方才抬脚进了门。这房共分2层，蒋长义住的是里头那间，刘畅竟自打起了青布帘子，抬眼往里看去。但见靠墙一张小小的僧床上，蒋长义蜷成一团睡在上头，脸色苍白，眉毛紧紧锁着，看上去无限愁苦。刘畅默默想了一会儿，轻轻咳嗽了一声，蒋长义犹如一只受了惊的兔子，猛地坐起来，惊慌失措地朝他看过来，看清楚是他，方才重重叹了口气：是你，我等你好些天了。刘畅同情地看着蒋长义，其实蒋长义从始至终都算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就算是蒋家事情未发，杜氏避其锋芒，蒋长阳彻底淡出诸国公府，萧雪溪刚有了身孕，总之一切都还很美好，充满了希望的那段日子里，蒋长义对人也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谦恭有礼，要说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就是脸上的笑容多了一点，衣着稍微讲究了些。可那个时候真的是神采飞扬的。现在呢，所谓相由心生，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总是无形之中就散发了出来，和穿什么没有关系。时值盛夏，蒋长义身上穿着件淡青色的纱衫，料子是好料子，剪裁也很合身，但他却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颓废绝望的气息。刘畅看到他，就想起自己刚被迫娶了清华时的情形。他就算是穿戴着最华贵的衣饰，骑着金玉锦缎装饰的宝马，做出最意气风发的样子，他还是能从别人的眼里看到同情和轻蔑，特别是牡丹。蒋长义敏锐地察觉到刘畅在打量自己，他抖了抖袖子，姿态从容地从床上下来，整理了衣服头发，确认自己的样子可以见人了，方静静地道：他们是不是找到你这里了？既然躲不过，就面对吧。他一直都是弯着脊梁做人的，这一次要一直直到底。蒋长义不是傻子，他只是投错了胎。刘畅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道：清华与我和离了，我备了好酒好菜，想找个人一醉方休。这倒是好事一桩，只可惜不能恭喜人家和离。蒋长义一愣，随即笑了：为何不去寻潘荣？我记得他才是你最好的朋友。虽然这样说，还是洗了手，跟着刘畅往外头行去。二人分宾主坐下，刘畅打发走秋实等人，亲手给蒋长义斟酒，随即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有些心情，有些事，不能和最好的朋友说，也不能和父母亲人说，却可以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喝完酒才发现蒋长义看着面前的酒杯不动，他还怕自己毒死他呢。刘畅笑了：你猜我要是把你交给你大哥，他是巴不得你死了呢，还是希望你活下去？蒋长阳早就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了，不肯放过自己的人不是蒋家人，而是杜家人和萧家人。蒋长义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淡淡地道：我大哥的心思我从来猜不透，不过我猜你今日来是来要我的命的。刘畅哈哈笑起来：蒋老三，你真的太可惜了。他使劲拍着蒋长义的肩头：别怕，我可是个好人。蒋长义没有吭声，他刘畅若是好人，这世上就没有坏人了。痛快，许久不曾痛快地饮过酒了。刘畅又自斟自饮了3杯，方道：你自己扪心自问，不管我这个人如何，从始至终待你就一直都挺好的吧？
要不然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来找我，就是因为你知道我是个好人，这里有你一席之地。是也不是？蒋长义扯了扯嘴角，顾左右而言他。我姨娘怎样了？刘畅道。死了。那天晚上就投环自尽了，蒋家族人不肯让他入葬蒋家祖坟，蒋大郎另外给他买了块墓地，是他的管家和你家那位雪姨娘妹子一起操办的。他顿了顿，有些不情愿的道，你大嫂请人给他做了法事。蒋长义的眼泪流了满脸。蒋家族人为何不肯让现姨娘入葬祖坟？原因自不必多说，一是国公府倒了台，二是因为现姨娘的出身低，三还是因为被他给拖累了。而现姨娘之所以死得这么干净利落，就是为了不让她有后顾之忧，想要她活下去。这么多年以来，她虽然没有亲手抚养过她，但是她的全身心都在她身上。从刚懂事时远远看到的那种担忧的眼神，到她长大后在她面前发誓要让她过好日子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蒋仲没给过她，杜夫人更不曾给过她，只因为她是这世间天生就比人低一等的数字。为什么她的姨娘死了，杜氏却没死？刘畅默然看了他一眼，也不劝他，还是埋头喝酒。等到蒋长义不哭了，方道：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人生自古谁无死，人生自古谁不怕死？蒋长义轻轻颤抖了一下，苦笑道：我想见我父亲一面。他没问究竟是谁要他死，反正他只知道，倘若刘畅真的要他死，此刻的他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不如顺从点，也许死了还能和现姨娘埋在一起。刘畅微微皱起了眉头，一脸的不情愿。蒋长义看了看他的神色，心中暗叹怕是不成了，只可惜不能当面和蒋仲揭穿有些事情的真相，便道：如果实在不便，见我妹妹云清一面也是可以的，她是个好女儿家，不会乱说话的。刘畅没好气的道：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我怎么去见她？叫你大哥大嫂知晓，又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她到底想干什么？蒋长义沉默了。刘畅道：我听长寿说你这几日一直在写东西。蒋长义小心的回答：是，实不相瞒，我以前也曾替萧家办过几件事，我这个人记性一直非常好。你收留了我，我无以为报，所以想把自己知道的都记下来给你，万一你能用得上。刘畅暗笑，蒋老三抛诱饵，想换命了。不过就凭蒋老三这级别，哪会知晓萧家和闵王什么要紧的东西？可是他又微微皱起了眉头，蒋老三那个时候可是萧家的女婿，也许一些事情萧家人不会太防着他，他又有心，那就说不定了。刘畅心里这样想着，面色却淡淡的。我不图你这个，我当时就是看你可怜。你就是写这个？蒋长义拿不准他到底感兴趣不感兴趣，一咬牙道：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那一日事情太乱，我走得匆忙，好些事情没来得及和他说清楚，请你成全了我这个心愿。我死了也不会怨你的，只记得你的好。刘畅面不改色地点了点头。行，把你写的东西都给我。蒋长义果然起身从枕匣里取出一叠纸来，挑出一个叠成方胜的递给他。这个务必交给我父亲。余下的部分犹豫了一下，还是递到了刘畅的手里。有用无用，你都留着吧。刘畅可有可无地收了，抬了抬下巴。酒冷了。蒋长义看了看那杯酒，大杯。我想晒晒太阳。成日里被关在这屋里，窗子都不敢开，就是想晒晒天阳。刘畅爽快地道：行，要沐浴要穿新衣都行，想吃什么也别客气。就是女人，虽然麻烦点，但也不是不行。他真是个好人啊，这么难的要求都能替一个蒋大郎的兄弟做，那些都不必了。蒋长义心乱如麻，平时觉着不怕死的，可真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要面对死亡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哪怕就是有太阳晒，有好吃的，有美人，那又如何呢？终究还是要死。于是他太阳也不晒了，颤抖着抬起了那杯酒。刘畅愉快地欣赏着蒋长义要哭不哭，透着绝望和死气的样子，假装他面前这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贪生怕死、狡诈又卑鄙的人，其实是蒋长阳。蒋长义放下了那杯酒。我不想死，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他和刘畅没有深仇大恨，他直觉假如刘畅真的想要他死，不会这样捉弄他，只会让他不知不觉就死了。刘畅轻轻摇了摇头。但是有人想要你死，蒋长义必须死。他狡诈地笑了。当然，如果你愿意换种方式活下去，又忍得住痛，愿意毁了这张脸，也不是不可以。他轻轻推出一张纸，看看这个，想清楚了再和我说。卖身契。他如果按了手印，以后他就是个只有名没有姓的奴才，生死都要由着刘畅，
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蒋长义想也不想，挥落了那纸契书，冷笑：我好歹也算是出身公卿之家的子弟，毁容与你为奴，亏你想得出。他干脆利落地喝了那杯酒。他为何苦苦挣扎？不就是不想过那种养人鼻息的生活吗？走到这一步，却要他掉入更深的泥淖中，他不如死了才干净。这点骨气他还是有的。刘畅痞懒的一笑，刚才还说什么都听我的，这会儿就翻脸了。啧，好个公卿之家的子弟，还算有点骨气。不是毒酒。蒋长义眨巴着眼睛，姓刘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刘畅淡淡地道，过2天有一对胡商要回波斯。蒋长义这会儿反而不敢相信了。为何？因为我是个好人呀，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要积德。刘畅捏了捏袖子里的东西，笑了。蒋长阳矮，你家的丑事可全都被我晓得了，你亲弟弟亲笔写下来的呢，以后可好玩了。刘畅神清气爽的策马缓行于街上，风吹过街边的槐树，吹落一地槐花，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气，惬意的笑了。谁能想得到呢？蒋长义写给他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交到景王手下那群能人手里，竟然也能找出些蛛丝马迹来。他不想立功都难。秋实在一旁觑着他的神情，凑趣儿道：公子爷要不要去米记？昨日刚寻了一个色艺双绝的来，听说是跳得好舞。他压低了声音，还是个雏儿。刘畅一本正经的摇头：公子爷，我如今忙正事儿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顾着玩？走吧，答应给蒋三郎做的事情也该做了。秋实道：去法寿寺吗？他是认得蒋仲就在法寿寺的。刘畅一睁眼：去那里干嘛？去取江池，直接就给蒋仲，多没意思啊。他早就想往曲江池蒋长阳家里跑一趟了。曲江池蒋家别院，蒋云清和雪姨娘围坐在牡丹房里，探着头看一对吃饱喝足的小包子吐口水泡泡。雪姨娘不胜感慨，这日子过得可真快，立刻就要满月了，只可惜这满月宴做不得。那有什么要紧，周岁的时候做得热闹一点也就是了。牡丹倒也没那么在意，只顾着欢喜，她终于要解放了。成日被关在这屋里，又是盛夏，真是闷也闷得死人。这般天气，最好的去处就是约了白夫人、岑夫人等去方圆纳凉享福。蒋云清认真打量了一回，笑道：嫂嫂，人家都说双生子像，为何他兄妹2人却不怎么像？2个孩子都裹在粉蓝色的襁褓里，月子里的孩子一天一个样，现在2人都已经褪了胎毛，白胖起来，把脸上皱巴巴的皮肤给撑开了。兄妹2人长得的确不像，这儿个子大，看着虎头虎脑的，长得更像蒋长阳，只要一哭就是震天响，脾气大得很，一旦发作，非得牡丹哄才会乖，什么乳娘，什么蒋长阳，统统靠边站。贤儿娇小些，虽则还小，但那眉眼看上去就和牡丹极像的，哭起来也斯文得多，不拘是谁，只要抱着温言哄上一哄，也就乖了。这儿霸道些，难怪的在我肚子里时就抢得厉害些。贤儿就是个省心乖巧的，乖得让人心疼。就是你大哥抱着他不舒坦，他也只是略略皱皱眉头，哼哼2声，放下就乖。偏巧这儿，只要略微一不舒服，就要嚎啕大哭，实在是个霸道的主儿。牡丹无限怜爱的轻轻触了触2个孩子粉嫩的脸颊，他闲来无事，早就把这兄妹2人从上到下给仔细研究了一回，一卵双生的差距当然大。雪姨娘微微一笑，男孩子的性格还是霸道点的好，这儿的性格恐怕还是像大公子多一些的。牡丹一忖度，随即笑了。蒋长阳面上不显，实际上可不就是这么个霸道的性格。倘若没有经过生活的磨练，王夫人的后天教育培养，也是个无法无天的。这儿仿佛是知道众人在说他，懒洋洋的打了个呵欠，闭上眼睛睡着了。贤儿却哼了起来，要人抱他起来游玩。牡丹刚伸手，雪姨娘就抢前一步，将贤儿抱了起来，四处游走。少夫人您歇着，虽则要出月子了，但不是还没养好吗？哎呀，小囡囡笑了。牡丹一笑，也由得雪姨娘。蒋云清母女自搬到这里住以后，分外殷勤自觉，特别是雪姨娘，总怕惹了自己和蒋长阳的厌烦，万般小心，千样谨慎，不让他做事，他反而觉着不自在。既然如此，且由得他去。淑儿从外头进来道：外头来了客人，要见孩子，主君让抱出去给客人看看。牡丹便问：是谁来了？要留饭吗？蒋长阳把这对孩子看得如珠似宝的，不是那个人，绝对不会轻易抱出去，只恐会被惊着。今日巴巴的让人抱了出去，只怕是什么要紧。客人淑儿的眼神微微一闪，随即笑道：奴婢也不知道，娘子想要知晓，奴婢送人出去后回来禀告。牡丹与他多年主仆，焉有不知他是有意隐瞒，便道：
把孩子包裹好，抱出去吧。不用牡丹吩咐，林妈妈亲自领了乳娘，小心翼翼地护着一对宝贝走了出去。雪姨娘和蒋云清之机又陪牡丹说了一会儿话，借口不打扰牡丹休息，告辞而去。淑儿送客回来，方低声道：“是刘畅。”牡丹微微皱了眉头，他来干什么？蒋长阳的礼送过去的第2日，就传出了清华郡主折磨刘畅姬妾的事情。蒋长阳当时还骂刘畅歹毒，借题发挥仁义说起来，就是因他送礼去尚书府，才导致清华发飙的。又说刘畅此番发作，必不会轻易了事，定然要彻底摆脱清华了。果不其然，接着刘畅和清华郡主的事情就闹得沸沸扬扬起来。虽则他终是摆脱了清华郡主，但付出的代价着实也不小。坊间人提起他来，个个都叫他绿相公，这样难听的话都传到了他这个深居简出的妇人耳朵里，更何论是朝堂上。刘畅那个人心高气傲，顶着这顶帽子会舒坦，指不定肚子里汪着一汪什么坏水呢。蒋长阳也是，心里明明讨厌刘畅到了极点，干嘛还把孩子抱出去献？却说林妈妈护着2个孩子到了前院，老远就听见2个男人都笑得哈哈哈的，其中一个自然是蒋长阳，另一个嘛，听着就有些古怪了。这声音化作了灰，他都是不会忘记的，不是刘畅又是谁？略微定了定神，精神抖擞的命身后众人，不得失了礼数。众人应下不提。然则蒋长阳却并没有让他们出去的意思，早有乌三和顺猴在一旁接着，每人抱了一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了进去。于是里头就只剩下了蒋长阳的笑声，听不到刘畅的声音了，兴许是有的，不过一定很轻，反正林妈妈没听见。不过片刻就把孩子送了出来，让送回房去。林妈妈只看乌三和顺猴的表情，就知道刘畅就是找上门来自找不痛快的，于是高高兴兴地护了孩子回去不提。却说这会儿厅堂里的2个人表情都很虚伪，蒋长阳是极力压制着得意和炫耀，装得云淡风轻，一派的沉稳大方。他一想到刘畅刚才看到那对孩子时的表情，就格外开心。刘畅是极力压制着心中的愤恨和嫉妒，也装得云淡风轻，一派的沉稳大方。他一想到刚才那对孩子粉嫩可爱的模样，心里就痛，就有些忍不住想胡思乱想。他承认他是自找没趣来了。略微坐了一会儿，到底看不惯蒋长阳得意的样子，收拾了心情，起身彬彬有礼地道：“殿下希望你我2人尽释前嫌，携手共进。我是真心的，多谢你前些日子帮的忙。”大言不惭的把他干的好事全都推到蒋长阳送的那礼物上去了。蒋长阳也道：“你多虑了，我从来就没放在心上。但愿你以后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女子，白头偕老。我也要谢你帮忙，把我家3弟的书信送了过来。他人在何处？”他也真耐得住，这会儿才问起人来。如果不是自己提起景王希望2人携手共进，他只怕都不会开这个口吧。刘畅的眼皮稍微抽了一下，沉痛地道：“真是不幸，我没见着人。这信是他托了人送过来的，怕是很紧要，我须臾不敢耽搁，就赶快送过来了。”蒋长阳扫了一眼脊上那封火漆封得严严实实的信，道：“送信的人呢？”蒋长义要写信给自家人，偏还请托刘畅，这中间就有些奇怪了。刘畅又叹气：“好啦，我当时是也不知道是他送来的信，等到发现是这么一回事，再去找人，哪里还能见着影踪？不过人是在崇义坊附近，你不妨使人去打探打探，兴许能找到一点消息也不一定。”蒋长阳垂下眼讥讽的一笑，起身送客：“如此，真是太感谢你了。改日我在背里登门拜谢。”他如何又不明白刘畅这是做给谁看？就是做给景王看。看吧，他刘畅可是厚着脸皮主动的登门求和来了，如果不配合，闹出什么矛盾，可是他蒋长阳小心眼。刘畅消息送到，心愿已了，也就不再耽搁，干脆利落的起身告辞。他有些得意，以蒋长阳的聪明才智，又如何不会知道蒋家的丑事全都落在自己手里了呢？但他这一招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却又是让蒋长阳抓不住，只能心里暗自郁闷抓狂。可在景王那里，蒋长阳却是欠了他天大一个人情。蒋长阳送他到门口，回来取了那封信，反复揣摩。信是写明送给蒋仲的，信封上的字也的确是蒋长义的字迹，火漆也封得严实，仿佛从来没有人打开过一般。但是这是什么人送来的？是刘畅。如果他没猜错，这里头的信刘畅必然是先观赏过了的。他略微想了想，呼喊乌三，陪我到法寿寺一趟。蒋仲看完蒋长义的信，半晌无言，良久方道：一直没找到人，并没有想把蒋长义的信给蒋长阳看的意思，反而害怕蒋长阳提出要看。
蒋长阳只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又是那些烂账官司，根本无心去管，只道信是刘畅送来的，说是在崇义坊附近，已然着人去打探了，只不知还能不能找得到。蒋仲长长叹了口气，假如你找到他，你会怎么办？蒋长阳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他潜意识里认为蒋长义这辈子大概都不会再出现在众人面前了。刘畅特意跑这一趟绝对不会是偶然，崇义坊附近一定能找出点什么来。蒋仲陷入沉思中，乌三锤着手进来，小声道：崇义坊附近一个空院子里找到了小八的尸体，死了5、6天了。蒋长阳尚未开口，蒋仲就已然变了脸色。小八死了？果然看仔细了，小八是蒋长义的心腹长随，那日跟着蒋长义一道跑得无影无踪，既然他都死了，蒋长义又能得了什么好？乌三有些鄙夷，怀疑什么也不能怀疑他们的办事能力，没有确定的事情怎会拿到主家面前来说？当下便十分肯定的道：没有错，就是小八。也不告诉蒋仲凭什么这么肯定的，但那语气就是不容置疑的。蒋仲白了脸，可知道是谁干的？是萧家？是杜家？还是谁？他恨过蒋长义的，但此刻他明显又是心疼的。乌三看了蒋长阳一眼，见蒋长阳面无表情，便道：现在还不知道。蒋长阳起了身，我去看看。蒋仲忍了忍，起身道：我与你一起去。蒋长阳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你去了也不起作用，我去就行了。语气里的不耐烦和轻蔑毫不掩饰，他是个无用的人。蒋仲一怔，随即重重坐回蒲团上，垮了肩膀。他失神地看着面前的佛像，有10万个为什么要问佛祖，但实际上佛祖是不会回答他的任何问题的。他若是想知道有些事情的答案，还不如去问已经做了女官的杜夫人。蒋仲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蒋长阳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赶去寻了杜夫人。院子的主人和各家都排不上关系。乌三紧紧跟着蒋长阳，语速飞快，身上无伤，应是窒息而死。在不远处找到三公子的一截衣袖，衣袖上有干涸了的血，想来是凶多吉少。蒋长阳轻声道：不必找了，报官吧。乌三一怔，报官？那明显就是要敷衍了事了，难道就这样算了？这不是蒋长阳的风格。蒋长阳抬起头来看着他，眼睛又黑又冷。你还不明白吗？如果我再找下去，就是不知好歹了。你要相信，现在虽然没有任何痕迹，但找上几天一定会有证据指向萧家或是杜家，刘畅也脱不掉干系。但如果我们再顺藤摸瓜，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到时候怎么办？刘子舒用心险恶。乌三略略一想，也就明白过来，这事儿明显和刘畅脱不掉干系。刘畅敢大拉拉的找上门去，说明他有恃无恐。他的后台是谁？如果没的那个人的授意，他根本不敢这样做。那个人兴许是为了替蒋长阳绝后患，但办这事儿的人是刘畅。不管证据指向谁，事实就是事实，最后骑虎难下的人反而是蒋长阳。所以不如什么都不做。蒋长阳抬眼看着天边的晚霞，轻声道：生死有命，无论如何，我们都只当他已经死了，蒋家再无此人。过的几年，给他立个衣冠冢，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乌三重重地点了点头，却又忍不住想，蒋长义真的死了吗？倘若自己是刘畅，会不会让蒋长义死？但乌三毕竟不是刘畅，猜不到刘畅的心思。把小八好生安埋了，罢蒋长阳翻身上马，打马回家。马儿行到曲江池附近时，暮色渐渐浓了，他停住马，抬头眯缝着眼睛看向天际，太阳犹如一个暗红的蛋黄，沉沉地挂在天际，看似热情万分，实则冷漠而无情。不管怎样，刘畅到底是做到了，他的心情很不好。饿了吗？牡丹敏锐地发现蒋长阳的心情很不好，却没有问他是怎么回事，只殷勤地给他夹菜舀汤，笑吟吟地和他说这儿的脾气有多坏，贤儿有多乖，又和他商量，人家都说从小看大，3岁看老，这儿虽然还小，却不能纵着。蒋长阳听他絮絮叨叨，煞有其事地说了半日，心情不由慢慢好起来，笑道：还没满月的孩子，你怎么教？怎么纵着他了？哭闹总是因为不舒服才哭闹，难道就任由他哭不管他？你矫枉过正了，这时候就瞎操心，当心变成一个老妈妈。牡丹便笑起来，我不瞎操心，你如何能笑？蒋长阳轻轻叹了口气，拥他入怀，却不提刘畅的事情，只低声道：小八死了，三弟虽然没找到，但大概也是凶多吉少。也不一定。牡丹静静地伏在他怀里，轻声道：不是没找到吗？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无论如何总得继续过日子。
他自知蒋长阳和蒋长忠、蒋长义等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但心理上总归认为那是和他有血脉关系的人，出了事或多或少都会不舒服，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蒋长阳的情绪会这样低落，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多半还是为了官场上的事情。蒋长阳揉了揉他的头发，绽放出一个笑脸，说的是，总得继续过日子，而且要过好。这件事暂时别和云清说，过些日子又再看。牡丹道，我知道。蒋云清和蒋长义的感情好，即便是知道了蒋长义做下的那些事情后，他口里虽然不说，但心里仍然是牵挂着蒋长义的安危，念着蒋长义对他的好。和他说了，也不过就是让他伤心而已，何必呢？第二日，蒋长阳照例早早起身，打了一趟拳，刚擦了身子，还没穿好衣裳，留在法寿寺伺候蒋仲的小厮就在外头候见了，而且急得很，片刻都等不得。蒋长阳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急匆匆的去了，片刻后使人来同牡丹讲，他必须得马上去一趟法寿寺。林妈妈低声抱怨，据说是刚开了房门就冲了出来的，也不知道又是出了什么事。这清修了也3天2头的闹腾，不让人清静，也不知修的什么禅。牡丹道，怕是病了。蒋仲本来接连遭受打击，心绪就已经和常时不同，昨日听说了蒋长义的事情，只怕不会好受。年纪大了，心情不好，突然病了也是有的。但中午时分仍不见蒋长阳回来，倒是袁十九的妻子荣氏抱着女儿桂娘，亲自送了4套自家做的小衣裳，并1盒子也是出自自家手里的糕点过来。见着了牡丹，笑得眉眼弯弯地道：“2个孩子快满月了，小德做不成满月宴，也没什么可送的，就送点自家做的东西来。”牡丹忙命人接了，逗了袁家桂娘一回，陪同他们母女看过这儿和弦儿，就命乳娘把孩子抱下去逗弄，他2人喝茶聊天。荣氏见左右无人，低声道：“我家19郎让我来传句话，3公子的事情莫要管了，且由德官府去查即可，别插手，仔细别上了当。”又在牡丹耳边机不可闻地说了几句话。这甩不脱的牛屎绿苍蝇。牡丹微微眯了眼，起身行礼道谢：“我替大郎谢过袁先生。”荣氏道：“谢什么？这般客气就见外了。你可曾见过19郎谢过你们？”牡丹想到袁19的别扭样，哈哈笑起来。桂娘可千万别学了他那脾气去。荣氏也笑：“我时刻警惕着的，女儿家要是生了那脾气，可不要嫁人了。”却也不久留，用了1瓯茶汤后便告辞离去。牡丹便叫硕儿去外院看看，今日跟着主君一起出去的是乌总管还是顺侯？不拘在家的是谁？请他来，我有话要说。蒋长阳安排事情总是让他放心，这2个得力的基本上都会留一个在他身边，很少有全带出去的时候。不多时人来了，却是乌三。牡丹便把荣氏刚才关于蒋长义的话说给乌三听。昨日主君也没和我说具体要怎么办。袁先生是个好人。乌三感慨了一回，又微微得意的道：“您放心，公子爷昨日就已经吩咐过了的，报官就由官府管。”牡丹放下心来，叹道：“可知法寿寺又出了什么事？派个人去看看，若不是大事，请主君回来一趟。”还得把荣氏透露的另一个消息赶紧告诉蒋长阳，却是不方便让人传话，得把人寻回来才是。乌三敏锐，肃了神色道：“马上就使人去。法寿寺那边听说是昨日去了一趟浮云观，回来就把自己关起来，今早开了门，第一句话就是说要落发出家。下边人做不得主，只好来寻公子爷。”牡丹无奈之极，老爹要落发出家，做儿子的再不情愿管，也得摆个姿态给人看，苦苦劝上许久，劝不住了，方才伤心欲绝的放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规矩和孝义。且不谈蒋仲是否真心，蒋长阳会装到什么程度，这一时半会儿的确是回不来的。天降要黑，蒋长阳方才归家，入了内院，但见廊下灯笼点得整整齐齐，四下安安静静，就连往日经常听到的孩子哭声也没有，更不要说是有下人的身影。到的正房门前，淑儿站在帘下，安安静静的行礼问了好，替他打了帘子。宽儿正领着小栗子布置饭菜，牡丹起身迎上，面容沉静，脸上浅浅淡淡一点温柔笑意，恰到好处。回来了。蒋长阳突然就觉得饿了渴了，一种平和温柔由心底升起，渐渐笼罩了全身，眼角眉梢和四肢百骸也随之柔和松懈下来，他就回了牡丹一个同样温和的笑回来了。孩子们呢？吃饱喝足睡着了，贤儿有些溢奶。牡丹随手接过蒋长阳脱下的外袍，自衣架上取了家常穿的米色纱袍，递在他手里，看淑儿伺候他洗手净面。待得蒋长阳这里准备完毕，饭菜也布置好了，夫妻2人都极有默契的不提杂事，只专心吃饭。须臾饭毕，这人撤了，
换上茶汤，牡丹打发走下人，方道：如何了？蒋长阳知道他是问蒋仲，不由揉了揉额头。这回看着倒似是真的，也不晓得去浮云关都说了些什么。下边人讲吵是没听见吵，但出来的时候就有些走不稳，脸色不对，骑在马上走了神，竟然险些从上头摔下来。听说那个也是病了好些天。罢了，且由他去。袁十九带了什么消息来？牡丹道：无非就是担忧你被束着手脚，被刘畅给算计了，说刘畅这些日子刚立了个功，不知从哪里打听来，圣上在服用一个据说是延年益寿的丹方，现下景王府正在千方百计寻这个丹方的配方。他想了想，抬眼看着蒋长阳：袁先生传这个信，会不会是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可是这样的事情未免太冒险了。从前景王看中蒋长阳，固然有蒋仲和方伯辉的原因在里面，但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手下的人脉广，许多消息来得快，而现在蒋长阳的这种状态对他来说相对是很不利的。他相信蒋长阳如果一定要动用关系网弄这个丹方是能弄到的，可是风险实在太大。虽说风险与机遇并存，但从私心里他只希望他有机遇而无风险。蒋长阳轻轻按住他的手，镇定地道：不必担忧。袁十九的意思恰恰不是要我抓住这个机会，而是怕我去抢这个机会，所以才提前提醒我。我费尽心力才从那种地方出来，遇事宁愿站在前头，也不愿意再躲在后头。牡丹细细一想，渐渐明白过来，不由轻叹一口气。但只怕还是会寻你的，这个度不好把握呢。这事儿冒的风险大，还费力不讨好。做吧，做好了吧，现在算是奇功，将来却必会被忌讳。蒋长阳前内卫头的身份太过敏感，从职位角色上来说，景王都弄不到的东西，他却能弄到，未免显得太能了些。从人品上来说，皇帝对他有提携之恩，且十分信任，他却反过头去算计皇帝，未免太忘恩负义了些。这样一个人立在身边，换了是谁都会坐不住。可如果不做，或是做不好，又怕景王嫌他不尽力，怀疑他观望，只要刘畅那样的人稍稍一挑拨，又是一桩麻烦事。蒋长阳微微沉吟，如果真的要我做，这个事情是推不掉的，无论如何都得答应下来，而且还得认真尽力的去做。毕竟已经站了队，回不了头，不尽力，不做好，又怎能表忠心呢？可是这个功劳却不只是一个人想立功，想抢功的人很多。只要把这个功劳让最想立功的那个人抢了去，他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那么谁是最想立功，最想抢他功劳的那个人呢？蒋长阳摸了摸下巴，现成的就有一个。蒋长阳想到此，便有些坐不住了，和牡丹打了声招呼，很快就去了外院，与乌三等人商量到下半夜方才躺下。第二日清早进来看了牡丹和孩子一回，陪着牡丹一起吃了早饭，照例又往法寿寺去劝蒋仲。如此接连好几日，牡丹都觉着太过父子情深，可以交差，让人没话可说了。他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还是坚持不懈地往法寿寺奔跑。他是什么人，和蒋仲是什么样感情，牡丹清楚得很。他便猜，他大概是借着劝蒋仲的名头往外头跑，去见一些不方便见的人。要不然守着校部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总往外头跑，家里外人来往不断，算什么？倘若这次蒋长阳能够顺利解决了这桩事，也算是蒋仲立下功劳一件了。转眼到了孩子满月这一日，又不比洗30，冷清得很，没有外人上门，就是白夫人也只是遣人送了点东西过来，本人没露面。蒋长阳也是早上陪着吃了一顿饭后就又出去了。岑夫人等见着这种情形，都怕给牡丹添麻烦，用了早饭就回了家。于是这个午后就显得格外冷清，只有蒋云清和雪姨娘陪着牡丹，带着2个孩子在庭院里坐了坐。但因着蒋仲闹着要出家的事情，谁也不敢表露出开心的样子来，因此坐了一会儿也就散了。遇到丧事，孩子满月不能办喜也就算了，可是父亲却都有半日不在家，林妈妈非常不满，对蒋仲又生了一肚子的气，表示没见过这么做的人。牡丹也不便解释，却真是觉得蒋仲这次是有些冤枉的，而且做得很及时，他和蒋长阳都非常需要蒋重做这一回。蒋长阳苦劝蒋仲不要想不开，劝了将近半个月后，终于放弃不再劝了，告诉牡丹定下来了，后日剃度要去崇圣寺，今日就已经搬过去了。牡丹诧异万分，崇圣寺，他以为蒋仲当初选择法寿寺，又在法寿寺住了这么些日子，想必真正出了家也还是会留在法寿寺，谁知道却是要跑去崇圣寺。可转眼却又想到了崇圣寺的昙花楼，便轻轻叹了口气，是他自己的意思。蒋长阳转头看向窗外，说是从那里开始的，就从那里结束。
虽然蒋仲没有和他明说，但想来蒋仲和杜夫人之间是把许多事情都彻底说开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没有人得了好，怨恨再多也无用。只是不知宫里头的那一位，得知蒋仲的这个决定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年年都去的昙花楼，怀念的一半是人，一多半却是从前艰难不堪的岁月，讨厌憎恨折磨了那么多年。与其说是因为那个人的死，不如说是因为艰难岁月里蒋仲的背叛让人刻骨铭心。金不言搅在里头，被闵王和景王推磨似的混乱了那么久，最后真相出来了，先说要见，临了也始终没见，只给了金不言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封赏而已，也就是不再是商人的身份，有个没实权的官身，其余也不见他对金不言有其他什么补偿或是内疚之类的感情。把蒋仲带在身边，一边欣赏着蒋仲的卑微恐惧和哀乐，一边物尽其用，到了老了不耐烦的时候，才重重的一脚踩下去，还不给个痛快的。皇帝实际上是个最小气不过的人，若真能想得开，也算是好事一桩。牡丹从后面轻轻抱住蒋长阳的腰，把头贴在他的背上，低声道：孩子也满月了，抱去给他看一眼吧。还有雪姨娘和云清那里，还是该让他们去道别的。你这是多此一举。蒋长阳笑了起来，倘若六根已经清净，尘缘已断，他又如何会见？倘若佛心不够坚定，你这样一打扰，不是害了人家不能潜心向佛吗？话虽如此说，第二日还是让人抱了2个孩子，领了雪姨娘和蒋云清一道，去了一趟崇圣寺。蒋仲剃度之后，日子平滑如水，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随着夏日的消逝，皇后却病了，虽经精心调治，却总也不见起色。接着，先是宁王妃秦阿兰的母家兄长出了事，而且罪名很惊悚，在军粮里动了手脚，被下了狱，很是牵连了一批人，未几又在狱中畏罪自尽。因与上次王家的11郎的死法又是一样的，朝野上下顿时议论成一片。这种情形下，宁王不得不请求辞去尚书省左仆射的职务，以便专心为皇后嗣己，却得到皇帝的温言抚慰和赏赐。一时之间，众人都有些拿不住了。紧接着，素来康健的景王在中秋节宫宴上突然吐血晕倒，景王府打死了一个素来得宠的姬妾和20多个伺候的下人。此后景王日日在家养病，风花雪月都不赏了。大家都在暗里传言，景王这个病其实是按着一个据说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单方炼丹服用，结果用出毛病来了。于是好些炼丹服丹的人很是提心吊胆了一阵。皇帝对于景王这个病格外的紧张看重，不但派自己专用的御医上门去给景王瞧病，还赏赐了许多珍贵的药材。皇帝开了这个头，上门探望景王的人就多了起来，但景王大多数时候都是静养不见的。9月重阳节，闵王御前失仪，激怒皇帝，被廷杖罢职，闭门思过，非诏令不得出入宫门。一夜之间，就有好些弹劾闵王贪赃枉法的奏折雪片似的冒了出来。这还不算，第二日就又有一批弹劾宁王的奏折送了上去。皇后的病情在这个时候突然加重，正当人们以为宁王会按着从前的性子退后一步，再次请辞尚书省左仆射时，他却态度十分强硬的反击了，一举拿下了俨然已是闵王口舌的萧尚书的堂妹夫，新任安北都护理终结。30多条罪名中，又有没变的粮食掺杂在军粮中的情节，俨然是要替七兄洗刷冤屈，替自家人证明的样子。于是又牵扯出了一串人，萧家好几个子弟倒了霉，差点没把萧尚书给扯进去。皇帝心平气和地看着，不偏不倚地处置，只是下手毫不容情。表面上看来是宁王更占优势，但实际上闵王和宁王各自都是有苦说不出，没有谁讨了谁的便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们下去一批，又春笋似的冒出来一批，只是这些刚起来的人，到底不似从前那样泾渭分明，各有各的小盘算。不过吵闹了许久的朝堂，倒是终于有了片刻安宁。而这个时候，天上已经开始飘小雪了，腊梅也开了。冬至的时候，皇帝也在朝会上打起了盹儿，老态疲态尽显。于是，一股要求立储的声浪迅速袭遍了朝堂，有要求立嫡的，也有要求立长的。皇帝态度暧昧。过的几日，宁王突然病倒，立嫡的声音渐渐小了，立长的声音又大了起来。风向就在嫡和长之间换过来换过去，还没分出胜负呢。皇帝也龙体欠安了，并把京城的防务交给了刚刚病愈的景王。至孝至纯的那个人，名义上还是宁王，但病中的皇帝最信任的人却不是他。形势已然悄悄起了变化，景王现在只欠一个表现才华和能力的机会。外面的风风雨雨并没有给牡丹带来多少困扰，蒋长阳有足够的能力为他撑起一片天。从顺利把查找丹方的任务让刘畅如愿以偿的抢过去之后，他仿佛在突然之间就闲了下来，除了每日早晚固定在外院待上2个时辰以外，其他的时间都留在了陪妻儿上。
他们的日子过得平静而清闲，一家4口其乐融融。看着耐心的逗弄孩子，满脸安宁的蒋长阳，再看着一天比一天懂事，越来越可爱的孩子，牡丹有一种感觉，前世离他已经很远很远，远到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印象，他已经忘了自己前世是什么样子。转眼就进了第2年的春天，守孝期满，牡丹与蒋长阳商量着在方圆设了一次家宴，招待至亲好友，答谢大家1年来的关照。没敢请太多的人，只给何家、蒋家一些亲近的族人，李家、方家、潘荣夫妻、袁十九夫妻以及蒋长阳的几个亲近的好友下了帖子。那1日，李姓独自前来赴宴，吴十九娘没露面，过后才知道吴十九娘又有了5个月的身孕，占卜号脉看运象都说是男孩，正在家安胎呢。接着蒋长阳守制期满复职，牡丹忙着打理各色人情往来，忙乱中汾王妃1年1度的春宴帖子也送上了门，请牡丹和蒋云清去京郊的玄都观看桃花。臧嬷嬷笑眯眯地道，王妃年纪大了，没从前那么爱热闹，请的人没从前那么多，可也不少。最近朝中风云诡谲，皇后病得拖着一口气，迟迟不肯落下，皇帝则是时好时坏，精神起来可以骑马拉弓，不精神的时候又要连夜照御医，没有谁的日子好过，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减少了宴会，缩减了宴会规模，女眷们也减少了串门的次数。汾王妃虽与皇后的关系不错，但在这一次的立储事件中，却没见汾王府替谁发过声音，一贯的沉默，保持中立，两不想帮，两不得罪。故而他家这个春宴牡丹也是赶去的。再说了，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还是为了蒋云清。牡丹便让淑儿去请蒋云清来商量，打算穿什么，首饰可有合适的。国公府倒霉以后，蒋云清算是第1次正式出现在这种场合中，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必须认真严肃的对待。虽然汾王妃和陈氏没有反悔的意思，但汾王府家大业大，人口众多，是非口舌也多，他的这次亮相直接关系到以后众人对他的观感逆境中挺得直腰，别人自当敬重3分，若是先就软了，又怎能怪别人去踩你呢？蒋云清有些为难，想和嫂嫂商量。他现在的情形尴尬得很，他本就不是长袖善舞的人，从前的时候好歹算是国公府的女儿，有所依仗，现在国公府没了，他不过是依附哥嫂生活，在这样的场合中难免就有些失措，底气不足。刚接到帖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考量，他自知衣着打扮要得体才好，可这得体2字却是最难把握。穿得明丽，只怕引人注目招口舌，穿得太素又恐被嫌弃。牡丹明白他的顾虑，微微一笑，你皮肤白，举止端庄，其实什么颜色都好，只是咱们刚刚满校，不好穿得太过明丽，可也是不能太素的。我觉着前几日裁的那几套春衫都不错，款式大方典雅，料子也是极好的，不拘哪一套都很合适。穿什么都是次要的，关键看他们家的想法。蒋云清轻轻叹了口气，主动说起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不瞒嫂嫂，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慌，不知道会落到什么地步，最怕就是他们家改了主意。可是后来和你们住了这段日子，慢慢的心中定了，就觉得也没那么可怕。若是他们家还愿意，我自当遵守诺言，若是他们家不愿意，觉着我的身份地位不配，那也没什么。左右，他抬起头看着牡丹羞涩的一笑，左右哥哥嫂嫂不会卖了我，过日子怎么都是过，只要心中安生，苦我也是吃得的。牡丹见他通透，心中很是高兴，你能这样想就更好了，既然如此，还怕什么？平时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就是什么样子，有你哥哥在呢，咱们的腰还能挺得直。略微停了停，我和你哥哥商量过，这门亲事不拘成或是不成，我们都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出门，你的顾虑不要太多。一个谢字太轻，我只记在心中，不说了。蒋云清扬眉笑起来，嫂嫂要穿什么？说到这个，牡丹立刻兴奋起来，我有好几个主意，就是拿不定，趁着这儿和贤儿在睡觉，你帮我看看，去把你的也拿来，咱们定夺定夺。于是让树儿和宽儿搬了衣服首饰出来，在身上比比划划，嬉闹着把一对镶嵌了色色的金雀钗插在了蒋云清的发上，又拿起一对白玉镯子套上了他的腕间，这个最配你那套翡翠色的衣裳，清新又明丽。玉镯和金雀钗都是极好的，蒋云清下意识的就想推辞，转眼就又笑了，吃住都在人家这里，万事都是人操心，给了就接着，推辞干嘛？来日方长，是好意就受着。遂第一次完全放开了手脚，和牡丹嘻哈起来。蒋长阳回到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欢乐的场景。房里四处散放着衣裙，首饰盒子半开，几个女人提着衣裙在身上比比划划，叽叽喳喳，笑成一片。牡丹倒也罢了，她多数时候都是快乐的，
最难得的是蒋云清脸上的笑容，竟然是他见到他以来最开心的一次。蒋长阳就站在帘下静静地看着，不想出声打扰他们。小栗子像一只欢快的蝴蝶，跑过来看看这个，又跑过去看看那个，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又好奇又欢喜。转眼间看到帘下立着的蒋长阳，笑眯眯的就想喊，却见蒋长阳朝他挥了挥手，示意他别惊动牡丹和蒋云清，转身走了。等到姑嫂二人终于敲定了衣裳，牡丹方注意到天色不早了，不由得呀了一声，道：什么时辰了？主君回来了吗？小栗子忙道：主君回来了的，见忙着就又出去了。蒋云清赶紧告辞，牡丹送他出去，让人去请蒋长阳准备摆晚饭，自己走到隔壁去看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已经睡醒了，坐在乳娘怀里玩布老虎。看到牡丹进来，不约而同地扔了手里的布老虎，伸手要牡丹抱，嘴里清晰地喊着娘。贤儿坐得离牡丹较近，牡丹先伸手抱过了她，亲了亲她的脸蛋，问乳娘：孩子们吃得好吗？乳娘尚未回答，这儿却已经不满地大叫了一声，呲着两颗小白牙，一双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牡丹。这儿也想要娘抱。牡丹微微一笑，伸出另一只手将她接过去，也亲了亲她的小脸蛋，这儿方才满意了，咯咯地笑起来，一只手毫不客气地去推另一边的弦儿。贤儿静静地看着她，坚定地把头靠在牡丹的胸前，一动不动。别推妹妹，你是哥哥。牡丹含笑把这儿那只霸道的手给拉开，两个孩子已经9个月，性格差异越来越大，这儿一贯的霸道，贤儿却也不怵他，只是这儿到底占了体子好，已经长了2颗牙，贤儿却只长了1颗，个子也明显的要小些。蒋长阳进来，见状笑道：两个墨人精又在抢娘，你娘哪抱得动？过来一个。毫不客气的就把这儿给抱了过去。这儿严重不满，蹬着胖腿，瞪着眼睛，盯着牡丹伸出手，瘪着嘴要哭。牡丹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就是不抱他。这儿无奈，只得嚎啕大哭以示抗议，声音洪亮，眼里却没有泪。这样的戏码隔上几日就要演上一回，夫妻二人已经见惯不惯。蒋长阳一手拍着他，自顾自地和牡丹说话：刘畅升官了。做了什么？牡丹扫了乳娘一眼，乳娘早已经退到了角落里，并不敢听二人说话。蒋长阳道：吏部考公司员外郎，和刘畅原来任的司农4成一样，是从6品上阶，但是那意义完全不一样。不过从刘畅立的那个大功劳来看，得到这样的奖赏也正常。牡丹沉默了一会儿，道：他的日子想必不会好过。吏部是萧家父子的地盘，萧家和闵王、魏王是穿一条裤子的，刘畅这个当口进去，必然会是眼中钉肉中刺，稍有行差踏错就会灰溜溜的被踢出去。想要站稳还是不容易的。想到自己刚进兵部时遇到的那些刁难，蒋长阳点了点头。景王这个时候让刘畅去吏部，固然是奖赏，但也不乏试探刘畅才能的意思。刘畅若是此番能站稳了，将来的仕途才算平稳，倘若他站不稳，那又是另一说了。吃晚饭时，夫妻二人都有些沉默。牡丹想的是刘畅的事情，他是不希望刘畅越来越厉害的。那厮又爱抽风又记仇，若是某日突然又抽了风，倒霉的就是他这个小家，只可惜在这件事上，他是没有其他法子了。他抬眼看着蒋长阳，见蒋长阳显然也是在想事的样子，便轻轻戳了戳他。在想什么？蒋长阳微微一笑。我在想，这次朝中变动起来的人，多数都不是武姓的人。看来圣上是早就想动了。武姓在社会上影响力极大，不但自诩门第高贵，一女难求，多年以来他们的子弟门生在朝中更是形成了一股十分巨大的力量。他们之间有矛盾，却也有共同的利益，每逢关键时刻就会拧成一股，甚至可以和皇帝打擂台。可以说，每一次拥立的后面都能看到这些世家的身影。这样的情况是每个君王都不想看到的，但迫于形势，他们又不得不妥协。妥协过后，只要想有所作为的君王都不会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见牡丹有些不明白，蒋长阳便低声分析给他听。当年最盛的是王氏，也就是后族，在圣上登基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太子妃也姓王，只是太子去得早，所以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接着宁王2度与秦家联姻，更是和秦家绑在了一起。吴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站在谁那边，但把吴十九娘这个偏支嫡女嫁给李姓，本身就是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路。有3大姓的支持，宁王又做得极好，但皇帝却迟迟不肯立嗣。牡丹突然明白了过来，王家如此作为，本是想再保险一点，但恰恰就犯了皇帝的忌讳。从始至终，皇帝的心里就一直防着他们的。世家崛起，皇权必然旁落，
从另一方面来说，皇帝大概也不想自己的继位者再受这些所谓的世家望族掣肘。蒋长阳轻轻叹了口气，王家用心良苦，但那个时候圣上还身强体壮，所以闵王和萧家才能有机会起来，乃至于现在，甚至可以和这三家相抗衡。闵王和萧家做的事情，皇帝怎会不知道？睁只眼闭只眼，是因为他需要他们，乃至于在闵王和萧家示威的时候，他还会在后头推一把。牡丹沉思良久，道：那么白家呢？白家的人虽然与吴家、秦家都有来往，沾亲带故，但白家在这件事中和其他四家比起来，态度实在是太淡然了。蒋长阳微微一笑，白家这些年人丁不旺，是最没落的一家，家主韬光养晦，恐怕是想见机行动。正如景王，他论先天条件，远远不能和名正言顺的嫡子宁王和太子死后就成了老大的闵王相比。他的身后更没有世家支持，有的只是一群从底下辛辛苦苦爬起来的人，想要成功就必须韬光养晦，见机而行。现在这个机会算是终于来了，等到闵王和宁王两败俱伤之时，就是他翻身之日。你是早有成算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表哥去寻你，你才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宁王。牡丹放下筷子，撑着下巴看着蒋长阳眨眼睛，我们当初能成，其实也是沾了这个光吧。宁王的温润和纯孝其实不完全是做出来的，他的性子是软弱了一点，还儿女情长。这三家现在撑着他，将来也会霸着他，但这天下却不是姓王，也不是姓秦。蒋长阳扫了牡丹一眼，大言不惭地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说到咱们俩吗？我若娶了萧雪溪，又怎能放心用我？放心用义父？单为了这个原因就同意我和你，那也是不可能的。除了萧雪溪，还有其他合适的人吗？所以呢，主要是因为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啪！牡丹拍了他的手一下，嗔了他一眼。知道你最厉害。听他说了这一回话，倒是把刚才流畅升官带来的烦恼冲淡了不少。只是将来李姓怎么办？蒋长阳顺势按住他的手，笑道：你别担心了，刘子舒若有那个能力一直往上走，按是按不住的，要就是我一直压着他，让他翻不了身。他不惹我，我也不惹他。牡丹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一有机会，他一定会惹咱们的。还没怎么呢，不就已经惹过咱们好几次了吗？要是能把他一次给收拾乖落就好了。刘畅就是那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啥。但目前为止，刘畅也没从他手里得了好去。蒋长阳笑而不语，牡丹这个咱们真是深得他心。刘畅不管怎么闹，他和牡丹都是一起的，让人嫉妒，让人眼红，感觉其实也不错。蒋长阳目光怯怯地看着牡丹，灯光下的牡丹美得炫目，肌肤白嫩水滑，从前略显瘦削的身子，如今却是鲜浓合度，摸着又暖又软又滑。想到黑夜里那种妙不可言的触感，他的手就顺着牡丹的手臂往袖子里慢慢摸上去，指尖下牡丹的肌肤微凉，却又透了温暖，又嫩又滑，实无言语可以形容。牡丹被他摸得心口一缩，心神控制不住地荡漾起来。二人的目光对上，就有些分不开。蒋长阳轻声道：你吃好了吗？我今日有些累，想早点安歇。自出校以来，他每就爱说他有些累，想早点安歇，其中的暗示不言而喻。但他却不想这么快又接着生孩子，也不想胡乱吃药伤着身体，故而总是算着安全期拘着他的。牡丹对着蒋长阳比平时黑亮幽深了数倍的眼眸，脸微微红了，身上的皮肤也有些发热发烫。偏又握了筷子，拿巧道：没呢，光听你说话去了。你不再吃点？门口轻轻一响，舒儿和宽儿低声说了几句话，蒋长阳忙收回手，不吃了。他想吃的不是这个，而是另一张嘴，饿了，恨不得马上就能吃。被他目光炯炯地盯着，牡丹再好的胃口都吃不下去，须臾放了筷子，命人进来收拾了，回头看着蒋长阳嫣然一笑。今晚天气好，没风，咱们抱了孩子去园子里消消食。蒋长阳万分不愿，却没理由拒绝，他每日早早出门，傍晚归家，总要陪陪孩子们的。夫妻二人一同去抱了孩子，在院子里散步消食。蒋长阳有些心不在焉，说了好几次2个孩子的眼皮长，怎么这会儿还不睡觉？牡丹心中暗笑，故意道：玩高兴了，不想睡觉也是有的。蒋长阳立刻道：那可不好，到了该睡的时候就要睡。不等牡丹回答，就叫乳娘把孩子送回去睡觉，半点商榷的余地都没有。夫妻二人一前一后的走回去，因着心里都想着要做坏事，气氛就有些异样。一进门，宽儿和舒儿就感受到了，当下默默把热水送上就退了出去，都没问要不要伺候。丫鬟太会看，眼色其实也不好。牡丹有些恼羞成怒，去揪蒋长阳的眼皮，
一定是他满脸的淫荡让人看出来了。蒋长阳其实也觉得有些尴尬，但他脸皮厚，更觉着牡丹恼羞成怒的样子可爱，厚着脸让牡丹揪眼皮。你揪吗？揪了帮我洗。牡丹顺口回答。我帮你洗。你帮我洗还差不多。才开口他就后悔了，某人已经开始给他解衣服，还一本正经地回答。好，听从你的吩咐，我帮你洗，可不许羞。牡丹赶紧捂住了，去推他。去，不要你洗，快去洗你自己的一起洗。蒋长阳坚持不懈，扯开了牡丹绯色的外袍，露出凝脂般的尖头来，顺势轻轻咬在了她的肩头上。听到牡丹骤然加重的呼吸，他的眸色越发深了起来，拉她的手去摸着她，暗哑了声音，不容拒绝地道：你帮我洗。牡丹红了脸，机不可见的轻轻点了点头，头刚点下就被猛地抱了起来，送入了净房中。蒋长阳微微红着脸，把一把水壶递到牡丹手中，眼睛亮亮地看着她。水声响后不久，屋子里传来发簪撞击在瓷枕上的叮当声，叮叮当当，犹如乐声，又如清泉砸在石上，良久不绝，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绵长响亮。宽儿和树儿微微红了脸，拉起被子捂住了耳朵，只当那是风吹动了水晶帘子。京郊玄都关的桃花自来都是极有名的，每年春天盛开之时，红霞烂漫，映着蓝天白云，端得美如仙境。只要是家境稍微宽裕点的老百姓都会约了来看花，更不要说是京中的王公贵族和文人远客。汾王妃把春宴办在这么一个地方，虽然是喜欢热闹，却也不想因此打扰了别人的雅兴，故而只是选了桃花林的一个角落，用布帐隔了充作宴席场所。喜欢清静的，自可以在里头赏花饮酒；若是爱热闹，也可以出去自由自在的闲逛。风气开放，早到的年轻女客坐不住，扶了侍女，将扇子半掩着脸，三五成群的在桃树下说笑，见着行人便议论一回人家的容貌举止，寻些开心热闹。有那没经过人事的少年郎，见了这种情形，总是会羞得脸比桃花红，越是如此，越是被笑，每每总是落荒而逃。牡丹和蒋云清到的不早也不晚，刚好也被参观了一回。从下车开始，一路都是人，都是眼睛。彼时蒋云清的手里全是冷汗，他甚至有些想逃走。他感觉得到无数双眼神各不相同的眼睛盯着他们，上下打量，其中很多便是来自汾王府的女眷们。到了里头，在座众人除了汾王妃还是一贯的温和稳重，就连陈氏脸上也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蒋云清微微叹了口气，国公府自己不争气，可怪不得别人轻视，但他心里还是忍不住多了几分屈辱。可看到牡丹笑着给众人行礼问好的样子，他突然就冷静了下来。牡丹的笑容热情大方，行礼的姿势无可挑剔，但从始至终她的腰都很直。一个人的内心会真实的流露在细微的动作上。虽然说人家都看的是蒋长阳，牡丹有底气，可蒋长阳不也是自己的哥哥吗？蒋云清就有些失笑，是怎样就怎样，事情已经发生，日子还要照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这门亲不成了。以牡丹和蒋长阳的为人，自然会给他另外寻一门好亲，大不了嫁得远些而已。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值得担忧害怕的？他竟觉得前所未有的放松，笑容也自然而然地绽放开，腰也挺直了，眼神也不飘忽了。行礼过后，一一回答了席间众人的问候，不管别人的态度如何，他的态度语气都很得体大方，不卑不亢。汾王妃在一旁默默看着，微微颔首，回头问陈氏，觉着气度竟是又比从前更好了。你觉得呢？小四本来就弱，若是他的妻族强一点，他以后的日子也要好过一点。可是蒋家现在这情形，陈氏不是没有想法，可禁不住小四喜欢。他轻轻叹了口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固然娘家名声清白那是最好，但媳妇想着，这人若是拥有的太多，反而不易珍惜。只有这样的，知道失去的滋味，知道冷暖，才会惜福。汾王妃扫了儿媳一眼，淡淡地道，你这样想，怕是这门亲就好不了了。陈氏莫名，为何？他可没说错。之前若不是因为小四是这个样子，蒋云清国公府庶女的身份也远远配不上，更不要说是如今。要蒋云清真心喜爱小四，那不太可能，虽然他希望，但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有，那图什么？从始至终要的不就是一个感恩吗？不知恩不感恩，就不会对小四好，心有旁骛，这日子怎么过？汾王妃见他不明白，耐心地道，从前主要是因为小四喜欢他，还因为他的处境不好，蒋家人一心想成这门亲事，所以咱们千方百计让他看到好处，让他自家同意，心甘情愿来照顾小四，说到底也有些迫人的意思在里面。现在呢，多数人看着他是不如从前了，但你我知道内情的都应清楚，国公府倒了，蒋长阳没倒，
现在他跟着哥嫂，情形反而比从前好，再没人破他。虽然未必有咱们家的富贵，但要寻个年貌相当的，那也不难。蒋长阳不会不管他的。冯王妃是真的心疼小四，考虑得很长远。若是陈氏以为蒋云清嫁进来是自家给了多大的恩惠和体面，常日用这个压着，处处高人一等，蒋云清那个性子，只怕这对婆媳就要生怨了。小四又是那样子，貌合神离，这日子还怎么过？他和冯王活着，自然能镇着，可他们总不能守小四一辈子。等到他们闭了眼，冯王府其他人到时候也未必会管，好管小四的事。而蒋长阳明显又是会越走越高的，硬拼不怕，怕的是软刀子。这话陈氏不爱听，当下便不高兴的道：早前就说好的，他们家还想背信弃义，欺负小四。娘，我可不答应。敢毁冯王府的亲事，吃了雄心豹子胆了。难道人家主动上门来说大不般配，你还能怪人家不体贴？冯王妃的目的达到，面上却不显。我不是说他家要这样，他不懂事，蒋长阳夫妻还会不懂事。但我是想着，倘若他心思活泛，就算你非得要我也不要。这夫妻比不得别的，得同甘共苦，倘若只能共富贵，不能同贫贱，拿他何用？不如给小四一个老实丫头，任揉人捏更妥当。当下便吩咐婴儿，去把何夫人请过来和我说话，你去伺候蒋家的亲娘子。婴儿会意，更觉冯王妃真是用心良苦，这门亲事冯王府有绝对的掌控权不提，蒋长阳和牡丹也自是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人，但兴许蒋云清这些日子好过，会有另外的想法也不一定。这个时候去试探蒋云清，弄清楚他的真实为人和品性，最是恰当不过了。却说牡丹和众人见过礼后，就坐下来和白夫人等几个平日交好，都是做了娘的说话，谈的都是孩子。蒋云清在一旁听得无聊，却也只好正襟危坐。他不似牡丹，平日很少出门，基本就没朋友，相熟的只有冯王府的几个年轻娘子。可是这样的情形下，他也不愿意主动去寻人家说话，只怕被人当作是阿谀奉承之辈。婴儿笑嘻嘻的过来，行礼问了好，便说出冯王妃的意思，请何夫人过去说话。牡丹赶紧起身，把蒋云清托付给白夫人照料。婴儿忙道：交给奴婢照料好了。找自己说话，多半是为了蒋云清的婚事，就算是冯王妃不主动问起这事儿，他也要找机会问清楚的。牡丹给了陡然露出紧张神色的蒋云清一个安慰的笑容，把树儿留给蒋云清，只带了块儿去见冯王妃。婴儿便含笑问蒋云清：蒋娘子怕是不喜欢听夫人们说这些，奴婢伺候您过去看看花。蒋云清犹豫地看了白夫人一眼，白夫人点点头：我在这里等你。蒋云清也就放了心，带了香橙和树儿一道，跟着婴儿漫步进了桃花林。牡丹笑着感谢冯王妃的关心，孩子挺好的，他们祖母的信也才收到不久，他很好，问您安，本想亲自给您写信，只是当下乃多事之秋，所以王夫人不敢写。冯王妃心知肚明，接上牡丹的话头，知道他好就放心了。他一去，我在这京中竟然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吵架的人，平白寂寞了许多。话锋一转，问起了蒋云清，今日见着他似是换了个人，倒比从前大方爱笑了。牡丹微微一笑，却不能说是因为蒋云清摆脱了那个窒息的环境所致，只能道：跟我们住在一起，大概是因为我爱说爱笑，他也跟着学了。冯王妃点点头，小娘子爱笑点得好。从前我觉着他有些沉默严肃了，可又不好说，现在可好了。我年纪大了，就喜欢爱笑的年轻人。牡丹听他的意思，就明白亲事还是作数的，只是自家是女方，不能主动开口相问，免得跌了身份，还是得等冯王府主动开口才好。当下也只是表示赞同。陈氏在一旁听着他二人说闲话，绕来绕去，就是不说到正题上，不由有些急了，轻轻扯了扯冯王妃的袖子。冯王妃却只是笑，抬头远远看到婴儿望着他笑，方放松下来，笑道：看，急了，长嫂如母，你同丹娘讲。陈氏也就客客气气的表示，小四年纪大了，蒋家也满孝了，是不是该商量一下亲事怎么办了？都有些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能做到的一定做到，不必客气等等。牡丹笑吟吟的听陈氏说完，笑道：我们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就希望妹妹风风光光的出门，衣食无忧，有人疼爱，能过好日子就够了。又委婉地表达了蒋云清的意思，家里出了事，很感激王妃和夫人雪中送炭，但也怕牵累了府上，反而不美，心中不安。若是没有之前冯王妃的敲打，陈氏一定会认为蒋云清感恩戴德，惶恐不安都是应该的，但现在他的想法就有些不同了。当下道：我们是信守承诺的人家，那些事情和孩子没有关系，他进了门，我自当善待于他，不会让他委屈。牡丹便诚心诚意地感谢他。
云清这孩子是个死心眼，认准了的事情轻易不会变。若是将来他认死理钻牛角尖，还要请夫人教导他，间接地表达了蒋云清没有起过其他心思。既然这门亲要做，似汾王妃和陈氏这样的人，自然更喜欢一个一心一意的坚贞女子。陈氏也是个认死理的，当下郑重其事地答应了，气氛很融洽，汾王妃就高兴地笑起来。那就请媒人上门吧，丹娘你看什么时候合适？却又补了一句，我看年纪都不小了，宜早不宜迟。牡丹会意，最近朝中不稳，皇后又是吊着一口气，自然要早点定下来才妥当，当下便道，我们长辈不在了，我没经过事，日子就由王妃定吧。汾王妃很满意牡丹的态度，含笑道，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我和汾王商量过，我们年纪大了，这桩婚事就想求个热闹稳当，所以打算请楚州后夫人做大媒，你看如何？汾王府不是不能请到更显赫的媒人，把这婚事办得更隆重一些，可从长远考虑，以蒋云清和小四现在的处境，所求不过一个安稳恰当，并不需要事事拔尖，招了人急。楚州后夫人，牡丹微微沉吟，这个人却也恰当。楚州后府在京中属于中等偏上的人家，不显眼，却也绝对不没落，与这桩婚事刚好契合。且楚州后府与蒋长阳、汾王府历来交好，对双方的情况都极其了解，有什么事都能得到很好的沟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体贴的考虑。陈氏见牡丹沉吟不语，以为他嫌媒人不够显赫，忙道，我们的意思是觉着楚州后府和我们两家一直都是有来往的，彼此知根知底，有什么事也好商量。牡丹忙笑道，正觉着王妃体贴呢，楚州夫人那是再好也不过的人选，现实在这里，给了再大的体面，也得看撑得起撑不起，不然反倒是笑话。汾王妃满意的笑了，聘礼我们是早就备下了的，稍后就把单子先给你看过，你也好准备。这便是他体贴的地方，国公府不在了，蒋仲又出了家，蒋云清的嫁妆就是个问题。汾王府这样的人家，时也不指望蒋云清能带多少陪嫁去，可是面子情总是要有的，先让牡丹知道聘礼是些什么，有多少数目，就是让牡丹心里有个数，照着准备嫁妆，大家面上都过得去，不存在谁吃亏谁占便宜的问题。文音之雅意，固然是汾王府真心求取蒋云清的一片心意，可女人的嫁妆丰厚与否，直接关系到在婆家的立足和脸面。若是就将汾王府的聘礼做了蒋云清的嫁妆，蒋云清先就矮了人一截，就算是汾王府的人口里不说，心里也要瞧不起蒋云清，更瞧不起她的娘家。老夫人留了一些首饰，自己也赚了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着何用？不如结个善缘，更何况这个人到底也是蒋长阳的血亲，本身也知情识趣。牡丹微微一笑，脆生生的道，聘礼单子先不急，等到正式送婚书的时候又再说。新娘的嫁妆一直就在准备着的，到现在也差不多了，没什么问题。听他这样欢快而肯定，轻描淡写的说了蒋云清的嫁妆问题，陈氏与汾王妃就交换了一下眼色，看向牡丹的眼神就又有了那么一点不同。很多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蒋云清与蒋长阳不是一起长大的，本就没什么感情，收留善待已属不易，牡丹还这样爽快，愿意给他撑起脸和腰来，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汾王妃就觉得牡丹是一个大方有远见的人，她温和地握了牡丹的手，和善地道，好孩子，大郎有你这样一个媳妇，是前辈子修来的福，行善积德是有回报的。别的不说，这样的做派传出去，谁不说他们夫妻一个好字？我都是跟着王妃学的。牡丹趁势拍了汾王妃一马屁，她有蒋长阳，又何尝不是前世修来的福？汾王妃亲切地捏了捏牡丹的脸颊，笑道，瞧这嘴甜的，好好，我家小四将来说不得还要你们照顾了。然后开诚布公地和牡丹说起了自家的打算，又约好媒人上门的时间，方才到自己乏了，放了牡丹出去。牡丹回到座中，蒋云清微红着脸探寻地看过来，他便微笑着轻轻点了点头。蒋云清再一抬眼，就见汾王府的女眷们知道了消息，打趣的含笑看了过来，就再坐不住了，将丝帕在指尖绕了又绕，垂头盯着脚尖，头也不敢抬。白夫人见状，心里明白了几分，低声问牡丹，可是成了？牡丹含笑点了点头，低声道，听说要请你婆婆做大媒，暂时别说出去，等到真定了又再说。白夫人轻笑了一声，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说着却又忍不住含笑打量了蒋云清一回，见蒋云清的脸已经红得滴血，忙道，罢了，我寻个借口与你们一同告辞了吧，再坐下去小姑娘要羞死了。当下果真找了借口，与牡丹一同携了蒋云清，别过主家，登车而去。牡丹拉了蒋云清，细细将刚才汾王妃的话说给他听。
将来焚王妃和焚王100年后，你们肯定是要搬出去另过的，但小四的情形异于常人，他们这一房人丁又单薄，少不得要靠大家拉拔。所以焚王妃的意思是，你们成亲以后就在府里住，和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日后也好互相帮衬。只是一开始你肯定是男的，再亲的血缘关系也要有感情做基础，才好开口求人。刚开始的时候，蒋云清虽则一定会很难，但从长远看，这样的磨合对他只会有好处。蒋云清轻轻吁了一口气，靠在窗边轻声道：嫂嫂你放心，再难也不会比从前更难，乐天之命既无忧。似你和大哥这等夫妻，这世间又有几人？多的是互相折磨的怨偶。他的心思单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自有他的好处所在。他微微红了脸，飞速瞟了牡丹一眼，我刚才在桃林里见着他了。牡丹大感兴趣。怎样？自国公府出事以来，他就没见过小四，听说老夫人出殡那日，人也是去了的，但南客在外，他又大着肚子，故而不曾见着。也不知小四最近有没有新的进步。蒋云清的声音犹如蚊子哼哼，也没怎么，就是笑了笑，然后就被人叫走了。婴儿说是要比从前合群了些。先是婴儿试探他毫不客气地把先前和牡丹说过的话说给婴儿听了，婴儿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接着他就见着了小四，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门亲事一定能成了的。牡丹看到蒋云清娇羞的样子，微微松了口气。她不知道这门亲事到底好不好，也不知道小四能不能当好丈夫这个角色，但见蒋云清的样子，跨过最初那段难熬的日子后，仿佛就已经全数放开，一副乐天之命的样子，这样娇羞的表情也不是没有感觉的。好吧，但且祝福蒋云清就是了。再不济，日常温饱都是不成问题的，儿女大了也就熬出头了。姑嫂二人才回到家中，就见雪姨娘怯怯的，却又满怀期待的迎了上来。蒋云清就红了脸，寻了借口躲了。牡丹含笑道：恭喜姨娘了，没人过几日就上门。雪姨娘大喜过望，双手合十，低声念了几声佛，接着就又想到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嫁妆怎么办？虽则当初老夫人下令替蒋云清准备嫁妆，但那时候当家的是杜夫人和萧雪溪，准备成什么样子也没个具体的说法。接着树倒猢狲散，两个当权人各自拿了值钱东西跑了，也没人去追查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办完老夫人的丧事，到了搬出国公府那一日，母女俩都是看着的，就没剩下些啥。就算是剩下了什么，论理也是蒋长杨德，虽说再是女也该有一份嫁妆，但如今他们全都靠人家养着，万事由人家张罗，能开什么口？雪姨娘刚刚飞扬起来的眉毛就蹙了起来，牡丹看在眼里，索性一次性让她把心放回肚子里去，便道：就是这样一个妹妹，又是嫁入王府，嫁妆的事情马虎不得。等成风归家，我们商量好了再请姨娘过来参详。雪姨娘自知身份，她哪里敢参什么详？牡丹无非就是给她体面，让她放心罢了。当下眼眶就有些发潮，微微哽咽着道：让大公子和少夫人费心了。我想说几句表忠心的话，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只得道：将来亲娘不会忘记你们的体贴的。牡丹点了点头，自入内去换衣服看孩子不提。晚间蒋长阳归家，牡丹便和他商量，嫁妆丰厚才挺得直腰，说得上话。小四前头有四子等人比着，自有定制，这聘礼自然也不会丰厚到哪里去。我想着不拘他们拿多少来，我们都全部给亲娘。另外除了咱们原来说过给她的天妆，再把老夫人给我的那一匣子首饰都给她，我再备下些好衣料和香料，天天加加也就够了，不说要压人一头，最少也不会让人轻视。你看如何？蒋长阳本就不在乎这些，懒洋洋地听他汇报完，道：你安排就好，我放心得很。明日我去崇圣寺说一声，就定了吧。从玄都关回来后的第4天，汾王府的媒人就上了门。牡丹便以长嫂的身份开始替蒋云清操劳婚事。和汾王妃陈氏所考虑的一样，她行事尽量往稳重的体的方向上走，不说把事情做到人人满意，但也是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双方都爽快，也是知情达理的，很快就把有关事情给商量妥当，把婚期定在了当年的9月。尘埃落定，雪姨娘吃了定心丸，对蒋长阳和牡丹十分感激，蒋云清则是敬重之余，又多了几分亲近。暮春时节的曲江池，烟柳如云，名花似海，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这日天色将晚，游人渐稀，夕阳斜斜地挂在天边，在水面上洒下一片跳跃着的碎金，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金光里，一艘画舫从远处不急不缓地驶来，搅散了一片金芒。蒋长阳和福元和尚坐在画舫上，正自站得难舍难分。蒋长阳拈了白玉棋子，
轻轻落下，得意洋洋地看着眉头紧皱的福原笑。和尚，总算赢你一回了吧？福原不语，皱眉沉思良久，终是松了眉头，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然后轻笑，若是能让施主欢颜，贫僧就是再输10次也不是不可。我不入地狱，谁入？蒋长阳的眉毛好看的挑了起来，指着一脸慈悲样的福原，对着一旁观战的潘荣又笑又叹：和尚输不起呀，明明就是输了，偏还说是让我。潘荣摇着把扇子，披着件石青色小团花袍子，敞着胸怀，惬意地躺在一旁的榻上，眯缝着眼睛道：这和尚面白心黑，和尚眼中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就如这棋子，白棋子里头定然是白的，黑棋子里头定然是黑的。潘柿子外头是花的，里头也是花的。福原抓起一粒墨玉棋子，眯了眼睛对着阳光仔细地看，连声称赞：好宝贝啊，好宝贝，和尚一直就想要这样一副棋。蒋长阳一把夺过，仔细收了起来：是我岳父给的，你若是想要，也去寻个岳父送你，我里外都是花的。潘荣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和尚，不做和尚好处很多的，要不要试试？福原并不以为意，含笑道：世子，做和尚好处很多的，要不要试试？切！潘荣白了他一眼，也还没享够福呢，小心我家阿新听见你说这个话，拿刀砍你。蒋长阳慢悠悠地道：阿新就在隔壁坐着的，要听见早就听见了，却没拿刀来砍我，猜他是巴不得福原说动了你，他和孩子的耳根才清净。潘荣猛地坐起来：谁说的？让人去问。却听仓房的木壁被人从那边轻轻敲了几下，碾玉一本正经的声音传了过来：世子爷，夫人说她什么都没听见。潘荣厚脸皮的做得一壮：看吧，我就说他没听见，这会儿正忙着和丹娘领孩子呢。众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牡丹和白夫人斜倚在隔壁的地毯上，闻声相视一笑。牡丹舒服的轻轻叹了口气：我就说难得休沐，又逢好天气，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才松快。看吧，都欢喜了。白夫人笑道：是许久没这么松快了，改日去我那里一起淘胭脂，不如去芳园坝，那里的花多，牡丹花再过2日就到盛放期了，到时候我制了酒，请你们过去玩。牡丹将爬到自己身边的这儿给抱住，招呼众人：怕是快到岸了，收拾一下。正说着，砰的一声轻响，船身微微晃了晃，一个婆子在外头笑道：禀夫人们，船靠岸了。好快。白夫人坐起身来整理衣饰，却听有人问道：敢问蒋郎中是在这船上吗？接着有人答了一声，船板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众人透过香妃竹帘子看过去，只能看到4、5个青色的身影急匆匆的舱门前闪过，停在了隔壁。隔壁传来几声响，很快就听不见任何声息，仿佛突然之间天地间都静了下来。牡丹骤然绷紧了那根弦，飞快地冲淑儿使了个眼色，淑儿一闪身出了仓房。白夫人也紧张，弯腰抱起女儿，坐正了身子，和牡丹交换着眼色，两个人的神色都有些紧张。淑儿很快进来，轻声道：在门口遇到了顺猴，倒是让女眷们不要乱走，一会儿就好。牡丹松了口气，低声道：什么人？淑儿茫然地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再度响起，踏着船板渐渐去得远了，一个仆妇探头进来笑道：郎君们请夫人们准备下船。接着潘荣和蒋长阳说话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警报解除，牡丹轻轻擦了一下手心的汗，吩咐乳娘抱好孩子，和白夫人携手走了出去。福原和尚已经先下了船，骑上驴慢悠悠的去了。蒋长阳和潘荣站在船舷边低声说话，见众人出了舱门，便含着笑迎了上来。蒋长阳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孩子们托付给他们潘氏叔，我俩马上跑一趟芳园。这个时候去芳园？牡丹探寻的看向蒋长阳，蒋长阳低声道：圣上让人传了口谕来，要那株金腰楼，马上就要。说着瞟了一眼岸上，牡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但见岸边立着2个青衣汉子，牵着4匹马，目光灼灼地望着这边。皇帝怎会知道自己的芳园有金腰楼？为嘛这样急？莫非又是和金不言的事情有关？牡丹的手心又沁了一层冷汗出来，却不敢多问，埋着头紧跟着蒋长阳下船上马，马儿走了好几步，才敢回头去望。但见潘荣和白夫人抱了弦儿和这儿，一起站在船头上看着自己这个方向。潘荣的脸上还带着嬉皮笑脸的神色，眼神却是多了几分肃然。穿过启厦门，直上大道，马蹄声沉闷地砸在黄土硬地上，一下又一下，重复周始，落在牡丹的耳里，冰冷而坚硬。他忍不住偷偷看了看蒋长阳，正好对上蒋长阳关切的目光，他对着他骤然一笑，
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牙齿映着夕阳光，小小的闪了一下光。牡丹突然就放松了，回了他一个不好意思的微笑。他答应过要相信他的。天边最后一缕晚霞落下的时候，牡丹和蒋长阳领着2个青衣人停在了方圆的门口。蒋长阳利落地甩蹬下马，把手伸给牡丹，一边接他下马，一边回头望着那2人道：就是这里了，起花包装，再用车送到宫中，再快也少说要3个时辰左右。那2人利索地下了马，脸色虽不好看，语气却还客气。蒋郎中，3个时辰太久了。蒋长阳很爽快地道：自当尽力，2位请。众人一路前行，雨禾得到消息，匆匆忙忙赶了出来，见状惊疑不定，看看那2人，又看看牡丹和蒋长阳，满脸都是疑问。牡丹顾不上安抚他，匆忙吩咐，立刻让蛮子他们几个拿了工具竹筐草绳，去园子里起金玉满楼，动作越快越好。雨禾应了一声，匆匆忙忙的自去安排不提。牡丹和蒋长阳就在前头引路，领着那2人去了金腰楼的所在地。此时方圆中多数牡丹花都已经盛放，虽已天晚，但在暮色下却有另一种别样的美。牡丹却注意到那2人目不斜视，多余的表情一丝一毫都没有。到的地头，金腰楼已经开了一朵大达1尺的花冠，重叠如楼，由800多瓣粉红色、黄色的花瓣夹杂着组成，异常美丽。阿桃打了灯笼过来，牡丹轻轻拖着那朵硕大华美的花给这2人看，这就是金腰楼了。他的声音有些微颤抖，这一去，这花怕是再见不着了。蒋长阳在一旁轻轻握了握他的手，以示安慰。那2人细细一看，面色终于有了些许松动，年纪稍轻的那一个低低叹息了一声，好花。年长的那一个却是淡淡地道，动手吧。蛮子等人移栽花木是有数的，锄头挖下的方位很讲究，只恐伤着金腰楼的根，但这样一来，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那年长的汉子有些不耐地道，快一点，再快一点。又问，让人套马车了没有？催命吗？尼玛，突然找上门来抢人家的东西，还嫌主人家没伺候好，手脚不够快。牡丹的心头突地冒起一股怒火来，勉强笑着温言道，这位爷，快不是不可以，只是怕伤了根，移栽不活，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许多功夫？那个人淡淡的扫了他一眼，仿佛没听见他说话一般，只看着蒋长阳。等不得3个时辰，花的死活不要紧，关键的是一定要赶紧送到宫中的贵人面前去。蒋长阳沉默着点了点头，大步上前接过蛮子手里的锄头，对着金腰楼根旁的泥土使劲挖了下去。一下又一下，借着灯笼的光，牡丹能清晰地看到被挖断了的根白生生地露在泥土中。她轻轻闭了闭眼，握紧了拳头，安慰自己说，还有2株小的，多养几年就好了。蒋长阳的动作果然快，很快就把金腰楼周围的泥土挖松了，扶着金腰楼，轻轻一用力，就把金腰楼连着一团泥土拔了出来。牡丹亲自将软绸包好金腰楼的树叶花冠，沉默着让人把它放在竹筐里装好，淡淡地道，可以了，请问2位还有什么吩咐？那青衣汉子根本不在意牡丹的态度，照旧忽略了他，只看着蒋长阳。马上装车，刻不容缓。蒋长阳利索地指挥了蛮子等人将花抬出去，装车，上马，赶路，前后不过花了2刻钟。可怜雨禾连句话都没和牡丹说上，莫名其妙的就又送牡丹出门了。牡丹只来得及和他说一声，看好门户，没事儿。那2人便已经赶着马车走出了老远，还是你周到。牡丹接过雨禾递过来的兜帽披风，匆忙打马跟上蒋长阳，挨近了他，与他并肩而行。蒋长阳回头看了他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腿，低声道，还担心你会冷，雨禾这丫头真不错。夫妻2人沉默地跟着马车，紧随那2人一同回城。到了启下门外，城门早就闭了，那2人分了一人上前，大声喊了几句话，很快就有人开了门，验过腰牌，放几人入城。牡丹以为他和蒋长阳就此可以回家了，正要开口，却见蒋长阳轻轻拉了拉他的缰绳，示意他跟着他走，于是又跟着那张马车长驱直入。一路上有人来问，却总是被那青衣人的腰牌一晃就给晃走了。一行人直行到丹凤门外，方才停了下来。车刚停稳，立刻就有人迎了上来，当头一个中年内侍和那2个青衣人说了几句话后，便尖着嗓子指挥人团团围住马车，小心地把那株金腰楼抬下来，在10多个火把的照耀下解开包裹着的软绸，仔细检查无误，方抬了往里头而去。这算是交差了吧？牡丹轻轻松了一口气，扫了一眼宫外侍卫刀枪上闪耀着的寒光，悄悄地朝蒋长阳略微靠近了些。此时那2个青衣人方才回过头来望着蒋长阳，露出了一丝笑容，为首的那个抱拳笑道，
蒋郎中辛苦了。蒋长阳把目光从丹凤门外众人身上收回来，笑得比他还灿烂。李将军辛苦。那人笑得越发灿烂，都是为了办差，多有得罪了。转身朝牡丹行了个礼，彬彬有礼地道：李某是个粗人，有不当之处，还请嫂夫人包涵。前倨后恭，安的什么心？牡丹心中暗自诧异，面上不显半分，稳稳当当的回了二人一个礼，笑道：李将军客气。那李将军也就不再管他，转而对着蒋长阳大声道：怎么办？这差事还不算完，要等里头传了消息出来才算。要不委屈蒋郎中抗力，就在这直宿房里歇歇。蒋长阳从善如流，女眷跟着，不便之处怕是要烦劳李将军帮忙协调一下。李将军目光微闪，笑道：好说好说，这边请。边说边将牡丹和蒋长阳引到了附近侍卫轮班休息的地方。到的门外，蒋长阳让牡丹在门外站着等，他自己与那李将军一道进了直宿房。不多时，有10多个虎背熊腰的侍卫笑嘻嘻地走了出来，从牡丹身边经过时，放肆地盯着牡丹看，根本毫无半点见惯了贵人官长的宫位的小心谨慎，反而有几分张狂。牡丹很久不曾被人这样放肆地打量了，心中十分不喜，只将兜帽往下压了又压，尽量往阴影处躲。幸好这群人去得快，蒋长阳也很快就走了出来，引牡丹往里头去。都是一群粗人，气味重，你忍忍。累吗？很久没这么骑过马了，腿有点疼。你呢？牡丹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家舒舒服服的泡个热水澡，然后靠着蒋长阳好好睡上一大觉，我吗？再来10次也撑得住。蒋长阳微微一笑，低头把条长凳收拾干净了，放在窗边通风处。来坐这里。牡丹坐下去，轻轻放松双腿的肌肉，抬眼看向灯下坐着一直沉默不语，只顾打量他们夫妻二人的李将军。李将军见他看过来，轻轻一笑，半开玩笑地道：蒋郎中倒是体贴。蒋长阳没心思回答他的话，只微笑作答，然后在牡丹身边坐了下来。牡丹眼尖，很快就发现他腰间系着的玉佩荷包不见了，便悄悄扯了扯他的袖子，指了指。蒋长阳不语，半晌方低声道：你以为人家做的舒舒服服的房子，为何会轻易让与了你我？牡丹失笑，低声道：还以为你面子大，用不着这个。若是前些日子，不是我夸海口，的确用不着。蒋长阳挑了挑眉，声音越发低沉到近乎听不见。现在这些人里头，我只认得一个，其余都是陌生脸孔。难怪他觉得刚才出去的那群人太放肆，原来是刚来的。这样匆忙的要进妖楼，又换了守卫，多事之秋，牡丹担忧地盯着脚下的青砖地，无意识地伸了一只手，借着披风衣物的遮挡，紧紧揪住了蒋长阳的袍子。蒋长阳扫了一眼对面正在沉思发呆的李将军，悄悄伸手把牡丹的手给握住了，不动声色地挪了挪身子，好让他靠着他。牡丹累极，几乎就要靠着他睡过去，却又碍于有李将军二人在一旁看着，不敢太出格，只怕人将来笑话蒋长阳，只得苦苦忍了。每当困极，就暗暗掐自己一下，硬挺着。那李将军直挺挺地坐了一会儿，也在灯下打起了盹儿。牡丹方放心大胆地靠着蒋长阳闭上眼睛。蒋长阳替他拉紧了披风，陷入沉思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得一阵细微的喧哗，丹凤门沉重而暗哑地响了起来。李将军立刻坐直了身子，一双眼睛金光四射，飞快地往外头去寻人来问：怎么回事？蒋长阳立刻推醒牡丹，低声道：怕是出事了。牡丹残存的睡意顷刻间就如潮水般散去，一颗心七上八下的，煞白了脸看着蒋长阳。坐在活火山口是会死人的，自己和他说这些做什么？是欠缺考虑了。蒋长阳自责地抿了抿嘴，轻轻抚了抚牡丹的手：别怕，我猜大概是皇后。话音未落，李将军就大步走了进来，满脸的悲痛状：皇后娘娘病天了。牡丹惊异地看了蒋长阳一眼，迅速垂下眼睛，起身站好，做出哀容。也不知道那朱金妖楼和刚死去的皇后有没有一点关联。他忍不住异想天开，皇后病重，突然想看盛开的金妖楼，皇帝想起年轻时的快乐时光，决心成全妻子的心意，所以才紧急挖了这株金妖楼送到皇后的病榻前。皇后看了金妖楼后，心满意足闭目而去。又或者金不言千方百计搜罗天下牡丹，是因为昙花楼死去的那人其实喜欢牡丹，最爱的就是这金妖楼和玉妖楼。皇后临终有要求，小气的老皇帝拿金妖楼给他看，让他自己闭嘴，不过并没有多少时间让他胡思乱想。很快天色放亮，李将军过来与蒋长阳轻声说了几句话，蒋长阳便领了牡丹往外走，准备回家。皇后死了是大事，少不得要好生准备一回。
眼看着周围没人跟着盯着了，牡丹方低声问蒋长阳：“这个李将军？”蒋长阳低声道：“他现在干的活儿就是我从前干的活儿。”难怪的这两人之间的气氛那么古怪，说是不尊重吧，彼此又都不跨过那条线，说是尊重吧，那人明显就想压着蒋长阳一头。蒋长阳呢，又略微带着那么一点点不屑。牡丹轻轻哦了一声，又八卦地道：“你说我那株金腰楼是给皇后看的吗？”蒋长阳瞟了他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金腰楼我不知道是不是给皇后看的，但一定是圣上要的。”说着又沉默了。牡丹不敢打扰他，他想的事情和他想的事情完全不同。比如说，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关于金腰楼的官司，而蒋长阳满脑子想的都是皇后厌弃对朝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事，如何自保，如何立于不败之地。夫妻二人回到家中，天已大亮，乌三等人正翘首相待，远远看到了人，就赶紧迎上去牵马引路，低声汇报：“您让办的事情办妥了。潘世子和白夫人一早就派人过来打听消息了，要不要让人过去说一声？只怕很快京中各府就会得到皇后薨了的消息，但现在很多人还都不知道宫中发生了什么事。还有昨日自己让潘荣想法子给景王帝消息，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形现在如何了。”蒋长阳略微沉吟了一下，决定亲自跑这一趟，叮嘱牡丹：“你回去安排事情，我去把孩子们接回来。”牡丹本想叮嘱蒋长阳小心一点，到底是什么都没说出来，只站在门口目送着蒋长阳带着乌三等人去得远了，方回身打起精神，命管事们来听吩咐，把家中红红绿绿的东西一并撤下，该收的收，该藏的藏，别碍了人眼睛。没有多久，蒋长阳领着2车人回来，这儿和弦儿是乳娘领惯了的，一夜不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该吃吃，该睡睡，只是见了父母格外高兴罢了。牡丹来不及哄孩子，就匆匆忙忙安排蒋长阳出门。皇后死了，百官要齐集举哀，有的是要忙的事。皇帝因为夫妻情深，再度病重不起，紧接着仁孝的宁王在皇后灵前哭得吐血病倒，那凄惨样真是听者流泪，闻者伤心。景王要在皇帝面前4级表孝心，又要在死去的嫡母面前尽孝，还要照顾受不住打击吐血病倒的兄弟，忙里忙外，简直就没个歇气的时候。可他偏就是个3头6臂的人，有人故意找了好些茬儿，都被他不动声色地按了下去。一转眼，皇帝的病有了起色，朝中的风又开始转风向了。皇后死了，暂停娱乐嫁娶，大家都很无聊。恰恰这一年又不是一个好年，南方大旱，灾情十分严重。京城的老百姓最大的娱乐就是站在街上数流星般朝皇城冲去送急报的一马是第几匹。茶余饭后的话题也就是皇后的丧礼办得如何，又怎么热闹，哪个贵人长相咋样等等。牡丹的方圆也受了很大的影响，没人买花看花了。与何来汇报方圆的情况并核对账目，不胜感慨。看花就在这几日，往年时节里光是数人头看花，每日就要进账许多，今年的花眼瞅着更好，谁知却遇上这样的事情。若是不能看花，卖花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去年蒋长阳让减少方圆的生意，牡丹又有身孕，方圆并没有定出多少花去，两头都拉不起来，竟然是折本了。牡丹沉着地道：“这种事情也是没法子的，且也是暂时的，明年情况自会好转。牡丹花折了，就让大伙儿把果树给饲弄好。既然南方大旱，那么果子必然会涨价，不说卖多少钱，拿去做礼物送人走亲戚也是好物。”雨禾应下，把他给正儿和贤儿做的2双鞋拿出来。正郎和贤娘一转眼就要学走路了，这2双鞋是专做了给他们学走路的。牡丹含笑接过来看，俱都是活泼可爱的虎头鞋，鞋底软硬适中，针脚细密，看得出做的人花了不少功夫，便笑道：“偌大一个园子管着，让你一个人管着，就已经很费心，还要给他们做鞋。顺儿，去瞧这儿和贤儿是否睡着的，抱过来玩。还是雨禾姐姐面子大，娘子平时是轻易不抱出来给人瞧的。”顺儿笑嘻嘻地打趣了雨禾2句，自去引了乳娘，把2个孩子抱过来玩。玩了近半个时辰，就有何家派来的婆子来问牡丹和蒋长阳今日是否能过去吃晚饭，好叫大郎来接。这是昨日就说定了的，牡丹不知为何会特意又让人来跑这一趟，且以往说要回去，夫妻俩也就一起去了，并不是每次都有娘家人来接。便道：“要去的，待到郎君一回家，我们就过去，让大哥不必跑这一趟。”雨禾一听，匆忙起身告辞：“方圆那里离不得人，奴婢这就回去了。急什么？我让你住2日，谁敢多话？许久没有去看过风大娘了吧？”牡丹笑嘻嘻地扫了舒儿等人一眼，示意他们退下去。好容易来一趟，就这样急匆匆的，
娘也不过去看，是怕谁把你给吃了，今日就跟我一同过去，省得风大娘说我把你藏起来了。原来贵子同雨禾说好的期限是1年，可眼瞅着就是整2年了，贵子仍然半点消息都没有，雨禾却是成了老姑娘。由不得风大娘不忧心雨禾的婚事，近1年来尤其催得急。他们是下人，原也不敢自作主张，可是风大娘在岑夫人面前却又与常人不同，故而早早求了岑夫人，又请托牡丹，一门心思就想给雨禾配个好亲。只雨禾心里有了贵子，死活不愿改变心意，故而竟是千方百计躲着自己的亲娘，长年累月都躲在方圆，匆匆进一次城，做完事情便又跑得无影无踪。雨禾为难地道：我来的匆忙，没给他备礼，去了要被骂，下次再去好了。纯属借口。牡丹一挑眉，难道你能一直躲下去？他要的是你去看他，要你什么礼？自家的亲娘，他又不是不讲理的，你就和他说清楚呗，省得他生闷气。有好些话，外人总是不能替你们母女讲的。去就去。雨禾咬了咬牙，抬眼看着牡丹，欲言又止。还是问贵子的消息。牡丹无奈而同情的轻轻摇了摇头，雨禾的大眼睛里迅速起了一层薄雾，飞快地垂下眼，默然无语。牡丹探手握住他的手，只觉他的手心一片冰凉，不由心疼道：主君曾让人去打听过，有人见过他，却只是在半年前。牡丹顿了顿，越发压低了声音，不过请人查过，人犯中倒是没有他的名字。说过贵子是去报仇，假如他落到官府手里，就一定会有名字记录在案。可也说不准，他兴许没落到官府手里，直接就送命在仇家手里了。雨禾垂着头，半晌无声，梁九方抬起头来，沙哑着嗓子道：罢了，我再看看罢。轻轻叹了口气，脸上漾起一个甜美的微笑。许久不曾伺候您穿衣了，今日就让奴婢替您梳头穿衣罢，可以吗？牡丹着实找不到话可以安慰他的，只得扬笑道：我那天还和他们说你最是会配色，现下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要素淡，却又务必要叫人觉着好看，不然我不饶你。雨禾抿唇一笑，取了镜子过来，打开镜符，自精心伺候牡丹梳头装扮不提。宽儿和顺儿听见声响都来帮忙，故意打趣道：好容易才让娘子不嫌我们笨拙了，可雨禾姐姐这一回来，又趁得我们笨拙起来。雨禾含着笑，毫不客气地指挥他们做事，如此再三，总算是冲淡了雨禾眉间的清愁。少卿，蒋长阳归家，刚进屋换了衣服，何大郎果然就来接人了，竟似掐着点一样。蒋长阳吃惊道：大舅兄今日是怎么了？以往也没这么信过，还特意上门来接。牡丹笑道：我也觉着奇怪呢，先前还特意派了个婆子来问，仿佛特别怕咱们不去一般。这要不是平日就来往的紧，人家还以为我和娘家闹矛盾了呢。正说着，何大郎走了进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把2个孩子接过去，抱在怀里蹂躏一番，随即压低了声音道：的确是有事，李家父子想见成风，只是不方便上门来寻，求了爹娘帮这个忙，虽则不说是为了什么事，但亲戚面上无论如何都推不得，可爹娘又怕你们为难，我来就是特意来告诉你们，你们看着办。不管李家求的是什么，以李家父子与何家多年的情谊，从何家人的角度来说，自是希望在不损伤牡丹和蒋长阳的利益下，能帮就尽量帮这个忙，可到底这个事还是要由蒋长阳去做，少不得要先和蒋长阳说好。牡丹闻言就看向蒋长阳，他曾经问过蒋长阳，假如宁王不能上位，李家父子会有什么结局？蒋长阳想了许久，说他也不知道，关键是看李家怎么想的，打算跟随宁王到什么地步。万一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如果李家人自己的想法不变，别人就算是想帮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现在李家主动找上门来，无论如何都要听听才是。蒋长阳也笑道：不就是见一面吗？先见了人又再说，帮得上自是要帮，帮不上那也没法子，走吧。可以说宁王现在的境况绝对不好，自王皇后薨，宁王在陵前痛哭至呕血病倒，皇帝也不过是让人上门看望了2次，他自己就没露过面，这态度与当初景王病倒时的大相径庭。李家父子这个时候上门，不过就是2种可能，一是替宁王谋算，2就是替自家打算。但不拘是哪一种情形，他都要见李家父子一面，尽了亲戚间的这份情谊。大郎见他爽快，由不得喜上眉梢，笑道：我爹就说成风豪侠，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得到妻子家人的夸赞，蒋长阳略微有些不好意思。其实也分人的，要是李信可恶的要命，看他会不会去。车到了何家门前，风大娘在门前候着，一眼瞧见躲在牡丹身后的雨禾，只做不曾瞧见，笑嘻嘻地同蒋长阳和牡丹行礼问好，然后低声同牡丹道：
人已经到了的，李家爷俩在书房里，有老爷子陪着吃茶，景姑爷直接去书房。崔夫人在后头坐着呢。看来是全家出动了，这还是那件事之后，崔夫人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出现，怕是有给自家道歉赔礼的意思。其实这事又何必呢？这两家人的关系远也不在崔夫人一个人的身上。牡丹轻叹了一声，把话传给蒋长阳知晓了，便把雨禾推出来交给风大娘。她平日总替我管着园子，轻易脱不开身，难得来这一趟，你们自去说话，不必跟在前头伺候了。我娘那里，我去和她说。风大娘笑嘻嘻地谢了牡丹，淡淡地瞥了雨禾一眼，低声道：跟我来。转瞬瞧不见牡丹等人的身影了，立时就竖起眉毛，瞪着雨禾一只大手就揪住了雨禾的耳朵，死丫头，我看你倒是给我飞上天去。周围几个小丫头就痴痴地笑起来，雨禾要面子，一把摔开她的手，气得脸都涨红了，怒道：你再揪我就走了。咦，果然长翅膀了呀。风大娘越怒，转头骂一旁看热闹的小丫头们：看什么看，手里的事情都做好了。顿时吓得那群小丫头作鸟兽散。牡丹远远看着这一幕，不由也跟着笑起来。却见薛氏站在廊下不显眼处，朝着她招手：丹娘，你过来，娘让我和你说几句话。牡丹才往薛氏跟前跨了2步，就见荣娘和英娘一道出来，联袂与她行了礼，笑道：祖母想2个小宝贝了，让我们先把孩子抱进去呢。言毕从乳娘怀里抱了这儿和弦儿，笑嘻嘻的先往后头去了。薛氏笑道：这2个丫头越大越没规矩，一手拉了牡丹，低声道：李家表舅母是来赔礼道歉的。牡丹一翘嘴角，事情过去了几年才想起来赔礼道歉，依我看她不如不跑这一趟还要好一点。薛氏也笑：何尝不是呢，大家伙儿本来已经淡忘了这事儿，可一瞧见她却又想起来了。不过兴许人家以为不跑这一趟难以表达诚意，娘的意思是既然来了就不必和她过不去。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崔夫人那时候想必从不曾想过会有这么一日。牡丹道：我知道，这事儿从前不是撕扯清楚了的吗？不看一个看一个，娘都让他进门了，我不会不懂事儿。薛氏笑道：知道你不会，可看着他那样子，只怕也不是真心，憋屈的厉害，也只是和娘随便说了2句，当时糊涂什么的，只怕也不会认真给你一个小辈赔礼。倘若他说了不得听的话，做了不好看的表情，就当没听见没看见就是了。晓得。牡丹挽了薛氏的手臂：嫂嫂这一向辛苦。姑嫂2人亲亲热热地说着话进了院子，老早就听见众人的笑声。走到帘前，只见英娘蹲在屋中，将个彩纸做的小风车放在唇边使劲地吹，这儿和弦儿都高高举着手要风车，这儿的口水淌了老长，声音又尖又亮，弦儿略微斯文些，却是2只手紧紧抱着这儿的胳膊，一副生怕他抢去的样子。众人齐都开怀大笑，岑夫人指着英娘笑骂：你这个做大表姐的实在可恶，明明有2个，偏只拿1个出来引人。英娘调皮的大笑：2个都一起拿出来，怎能瞧见这好戏？边说边又往弦儿面前送了送，弦儿大喜，这儿大怒，又是一场好闹。2个小魔星吵得耳朵嗡嗡直响。牡丹含笑走进去，扫了岑夫人身边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崔夫人一眼，施了个礼，笑道：许久不曾见过表舅母，表舅母安好。崔夫人的表情越发不自在，端坐着受了牡丹这一礼，挤了又挤，方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来，不咸不淡的道：我这一向身子不大舒爽，近来才好些，想着许久没出门走亲戚了，便出来走动走动。本来大家都知道他为何不来，也没人要他解释，他自己倒先解释上了。可惜一说到他一向身子不舒爽，最近才好些，在场众人便都心知肚明是为了什么，于是大家脸上都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来，觉着他是自寻烦恼。可这表情看在崔夫人眼里，不由又是一阵气闷，便又添了一句：早就想来看看这对孩子，奈何就是不便。然后拿了2个红包在这儿和弦儿面前晃：乖孩子，来拿舅外祖母的见面礼。荣娘和英娘便拉了2个孩子，教孩子叫人。崔夫人仔细看了一回，突地笑道：这弦儿是妹妹吧？怎比这儿小了这许多？该好好补补才是。生的时候有几斤？有1岁了吧？足足的14个月了，双生子，小时候个子都小一点，大了自然就好了。岑夫人心里就不高兴了。谁都知道19娘的长女姐儿生下来有7斤多重，体子好，个子也就大。19娘和牡丹前后脚生的孩子，崔夫人怎会不知道2个孩子有多大？分明是眼红，故意埋汰这对孩子的个子小呢。有这样求人赔礼道歉的吗？
李姓父子好，那给李姓父子好脸色看也就够了，可没必要把崔氏放的臭屁全给揭下不是。他自己知情识趣点，服个小也就装聋作哑过去了，这样找事儿是嫌闷得慌呢。哎呦，我送点果子过来，谁想就遇到贵客登门，正好混顿饭吃。只见甄氏打扮得清清爽爽地走进来，笑眯眯地在众人面上扫了一眼，飞快接上了崔夫人的话头，给表舅母请安。姐儿喜三的时候就听说您身体欠安，我们本想去问安，都不敢打扰您。幸亏的是好起来了，要不然过段日子19娘生产，您又病着，家里就剩下表叔和行之2个大男人，可怎么办才好？说完又没事似的和岑夫人行礼问好。今日我娘家送了些新鲜果子来，带些来给爹和娘尝鲜。崔夫人气得打颤，把甄氏恨得出油。她就知道来了是来受气的，这甄氏她哪里痛就踩哪里，人都知道她为何生病，不就是为了19娘生了女儿吗？之所以渐渐好起来，也是因为19娘又有了身孕，人家都说是儿子。19娘再生产，她又病倒，这不是诅咒19娘再生女儿是怎么的？真是实在是太毒了。崔夫人虽然生气，到底没忘记自己今日来是来做什么的，也不管岑夫人和甄氏在话家常，皮笑肉不笑地道：三郎媳妇，你其实多虑了，不怕你们笑话，19娘这孩子到底出身名门，是有真本事的，我把家给她长着，她管的那个好，就算是我病着，她生产，那家里也乱不了套。果然不是小门小户的女儿可以比得的，她这一句话就把在场所有人都骂进去了。在座的人都比不得19娘，除了娘家家资丰厚点，其他可都没做官的，不是小门小户是什么？岑夫人本来想制止甄氏，让她不要多嘴惹事的，打个圆场也就过去了，可一听崔夫人这句话，当下就冷笑了，侧开脸假装没听见，只逗2个孩子玩，顿时就冷了场。崔夫人还没爽快完，就见众人的脸色都与适才不同了。先前众人看着她虽不算友善，但还都带个笑容，这会儿却是明显的冷淡了，特别是岑夫人，此刻都不肯看她一眼。当下心头突的一下，有些后悔，可又觉着她是没说错，本来小门小户的女儿就是不能和高门大户的女儿比嘛，要不然那些贵人怎么都千方百计就想娶个5姓女，但又实在是后悔了，就想找点什么话来说，便厚着脸皮夸赞牡丹：丹娘这一项可好，看着身子骨倒是比从前好了许多，这身装扮也真气派，这对孩子也真是生得粉妆玉琢，聪明伶俐，儿女双全，真是难得的福气。牡丹微微一笑，托表舅母的福，丹娘的身子骨极好，孩子嘛，我原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福气，当初只盼着母子平安就已经是大福。真是惯会看眼色，一瞧岑夫人的表情，就晓得自己过分点也没不会挨骂，当下便在一旁挽了牡丹的手臂，笑吟吟的夸：丹娘的性子自来谦虚，这福气可不是乱生的。小门小户的女儿若是有福，也同样做的贵人官夫人，被人求；高门大户的女儿若是没福，给她金山银山也守不住，还不是要求人。话锋一转，斜斜瞟着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崔夫人道：说到这一双儿女，不是我们夸口，真的是极难得的福气。我当初年轻不懂事，一心就想拔个尖，但接着2胎都是女儿，我那个哭呀，月子里就生了病，还是娘的性子温和，一直宽我的心，这才有了和烈。说到底，这人还是要人厚才有厚福。要说这真是最是的理不饶人。明显着崔夫人在意19娘生儿子还是生女儿，她偏就指着这个说，一脚一脚的踩。崔夫人气得要死，她除了子嗣这是不满意以外，这一向就顺风顺水惯了的，从前到何家，谁不捧着她？就算是后来吴19娘当家理财，可也是把她这个婆婆供起来的，就没慢待过。这何家果然是小人，一招得势就嘚瑟起来了。怎么就忘了从前求他们家的时候？当下就红了眼圈，无限委屈，只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就是做错了一件事，可那也是没法子，被何家人给逼的，怎么就不能体谅他这个做母亲的一颗心呢？好吧，小不忍则乱大谋，今日要求着人了，还不是得由着人家踩踏，他便狠了狠心，一闭眼睛道：我。却听岑夫人低低咳嗽了一声，沉声道：三郎媳妇，客人面前你嚼这些有的没的做什么？幸亏的是自家亲戚，换了旁人岂不是要笑话你轻狂，笑话我们和家人没规矩？娘批评的是，瞧我这张嘴，真是从善如流，飞快的捂了嘴，往崔夫人面前一蹲到了个万福，笑吟吟地道：表舅母快别和我计较，我就是个粗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比不得19娘文雅细致，行事有分寸。崔夫人又被他这个道歉气的抓狂，勉强按捺了心神，干巴巴地道：晓得你的脾气，不和你一般见识。
甄世民嘴垂头一笑，是呢，表舅母一向高瞻远瞩，岂是我能比得的？牡丹眼瞅着这要变成冷嘲热讽专场了，忙笑道：几日不见，三嫂都会拽文了。甄氏意味深长地道：丹娘，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都是会变的。今日我卑微，明日也许我就高高在上了呢。所以啊，待人要厚道。崔夫人再坐不下去，便红着眼睛站起来道：我不舒服，想先回去了。话音一落，就见何家女人们一窝蜂地围上来，一群女人把崔夫人给团团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说个不休。一个焦虑地说是既然病了就更不能走，要去请太医；一个担忧地问是哪里不舒服，请他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一个又热心地说是别忙着走，让人去通知李元父子，不然出了门出事儿怎么办；一个又娇憨不懂事地问他可是生气了，饭都没吃就走，等会儿怎么和李元、李姓交代。吵得崔夫人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烦不胜烦。他就知道他今日是走不得了，不管何家女人怎么待他，他都得在这里坐着忍着，不然他就是不服人尊敬，故意挑事儿。崔夫人前所未有的憋屈，前所未有的伤心，怎么会到这一步的？他都说他不来，19娘偏偏说这么大的事情要让何家和蒋家出10分力，自家人也得拿出诚意来才行，把这个心结给彻底解开了，日后才好长久来往，关键时刻不靠亲友还能指望谁？偏巧李元也就听信了19娘的话，让他跟着一起来。早知道会这样，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来这一趟，心里就有些埋怨19娘无事找事，平白叫他受这委屈。岑夫人见崔夫人的脸色果然像是病了一般难看，忙制止了众人的叽叽喳喳，笑着拉了他在自己身边坐下，温言道：可是哪里不舒服？说到底，咱们两家人这么多年的情分，也不是随便一两件事就可以打消的。你养了个好儿子，又有满娘帮衬着，这亲戚是断绝不掉的。你自来心细，爱往心头去。孩子们有不懂事的地方，别和他们计较。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只管说出来，别闹到前头去，平白给男人们添麻烦，叫他们不安心，万一影响了大事，那可就不好了。他在岑夫人口里就成了那个不懂事、无理取闹、不看势头的无知妇人，哄小孩子一样的哄着他。人家不看他的面子，而是看李姓和李满娘的，倒衬得岑夫人多么的懂事大度。崔夫人内伤的呕血又使劲咽下去了，被气了这一回，他总算是清醒了几分，到底是和从前不一样了。从前只有何家求他的，现在却是他在求何家，不就是低头服小吗？这种事情他从前不是没做过，做的也不少，只是没想到是求何家。罢了罢了，就当何家不是何家，求谁不是一样的求。想到此，崔夫人重整旗鼓，脸上堆满了羞愧，低着头道：原是我不好，没脸来见你们，心中有愧，难免疑神疑鬼。阿岑你别和我计较。然后颤巍巍地伸手去拉牡丹，红着眼圈流泪道：好孩子，从前是我对不起你，我和你表舅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怎么都无所谓，可是你表哥可怜，他还年轻，他没有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帮他。何家众人究竟到行前，见了他这180度的大转变，不由面面相觑。牡丹被他拉住了手，湿腻腻的怪难受，又听他扯上这个什么理性对得起对不起的话题，就觉得腻味，不露声色地把手抽了回来，笑道：表舅母言重了，从前的事情我早就决意忘了，不提也罢。程峰是个光明磊落之人，他若是能帮表哥，断不会坐视不理，您大可放心。崔夫人拭泪道：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是想说几句贬低自家的话，到底还是说不出来，便转而看着岑夫人：阿岑，我一不小心又在你面前耍小孩子脾气了，倒叫孩子们笑话。到底是官夫人一回过位，一拉下了脸面，脸皮果然就够厚，圆转自如。什么耍小孩子脾气，近50岁的人怪说得出口。岑夫人无奈地和牡丹对视了一眼，叹了口气，递了杯茶过去，顺着他的口风道：喝点茶润润嗓子。到底上年纪了，这小孩子脾气耍多了也叫小辈笑话。崔夫人点头称是。你表哥就经常骂我，满娘也说过我却总是改不掉，以后我一定记着，都是抱孙子的人了呢。岑夫人彻底无言了。刚才家里女人们出言挤兑崔夫人，无非就是看她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识趣，要在众人面前拈酸拿乔，并不是真的要和她算什么旧账，要不然她根本就不能进这个家门。而崔夫人之所以还敢拿乔，则是想着和家人多年的老交道，断然不会坐视不理，且向来摆谱摆惯了，拉不下脸，含着一口气不肯服输而已。现在该软的软的，该给的承诺也给了，自没有再闹下去的必要。于是都偃旗息鼓，埋头喝茶的喝茶，吃果子的吃果子，瞬间安静下来。
大人们各怀心思，有的忧愁，有的憋屈，唯一不知愁的只有这儿和弦儿，由他们大表姐当宝贝似的搂着，一会儿给这个，一会儿给那个，逗得落落直笑，简直乐不思蜀。崔夫人瞧着，到底眼里露出了几分羡慕，又忍不住担忧，19娘这一胎一定要是儿子才好。这种诡异的情形一直维持到吃晚饭时方才好了些。晚饭时开的内外两桌，女人们在内院招待崔夫人，男人们则在外面招待李元、李姓父子。因着不是平日里走亲戚，而是有要事压在心头，情况也异于平时，大家都没心思说笑，很快就吃完，放下了碗筷。崔夫人到底记挂着大事，只略微用了半碗饭就放下了碗筷，然后坐立不安地竖着耳朵听外头的动静，每每听见脚步声，总是又期盼又担忧地看向门口。岑夫人眼瞅着他的急样，有意要亮他一亮，叫他好生担忧一回，偏就不让人去外头打听消息来给他知晓，还拉着他东扯西拉，天南海北地说一气。崔夫人刚吃了一回教训，不敢怠慢他，少不得要打起精神对付，可心里又着实挂着外头，一心挂几处，正是烦躁不安，勉强撑着了。幸亏外头很快就散了，蒋长阳要进来拜见岑夫人，李元和李姓也要进来拜会众人，于是便约着一道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崔夫人乍见帘子被掀起来，立时全身僵硬，一双眼睛死死盯住了门口。谁想先进来的人是何志忠，何志忠照旧的一脸笑容，朝他不咸不淡地点了点头，自去抱这儿和弦儿，坐到一旁逗弄去了。紧接着才是李元，对上他焦虑的目光，面无表情地转过头，朝着岑夫人客气：“给你们添麻烦了。”崔夫人急的：“这男人吧，好歹你给个暗示，这样面无表情的，算什么？”于是他又去看紧接着进来的李姓，李姓的脸上也是没什么悲喜，平平淡淡的，径自就给岑夫人行礼问好了。这父子俩怎么就一点都不懂得体谅人呢？崔夫人气的又把眼去看蒋长阳，蒋长阳倒是看了他一眼，主动抱拳行礼：“这位是表舅母吧？您安好。”崔夫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蒋长阳，不由得带了几分挑剔去打量，最后得了一个结论，到底是个行武出身的，又黑又高又壮，论到长得斯文白净，论到风度翩翩，还是要数他家李姓更出色。再想到蒋长阳此人从小就是个没人疼的，被生父抛弃，孤儿寡母，也不知受了多少罪，不然也不会一个公卿子弟，却娶了牡丹这个嫁过人的商家女。突然间心里就平衡了，脸上就露出一个笑容来：“安好，安好。”蒋长阳见他笑得古怪，心中呐喊，却也没心思和他一个寻常妇人计较这许多，也就不再看他，转而恭恭敬敬地去和岑夫人行礼问好，又同薛氏和甄氏见礼。牡丹上前给李元行礼问好，李元梅从前精神了，鬓角添了几丝灰白，从前那个精明能干、雄心万丈的宁王府长史，如今看来却似是突然老了一般，十分和蔼亲切。许久不见丹娘，一直牵挂着的，见你如今过得好，表舅也就安心了，谢表舅关心，丹娘一直很好。这话牡丹相信，李元不同崔夫人还是很顾念亲友的。表哥许久不见，表嫂和姐儿可都安好。牡丹回头对上李姓，心情就有些复杂。算起来他是很久不见李姓了。上次蒋家出校请客时，李姓只是匆忙去了一趟，只在前头饮酒，不曾去后头，他没见着人。此番见着，李姓比从前清瘦了许多，人也黑了，可见这段日子过得极辛劳。也不知道今晚他们谈得如何了。这群男人的脸上竟然一点都看不出来。都好，你表嫂让我问你和孩子们好。李姓的目光飞快地从牡丹的脸上掠过，停留在这儿和弦儿的身上，脸上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变戏法似的从袖子摸出2个玩偶，递给2个孩子：“叫表舅，叫了就给你们。”这儿和弦儿歪在何志忠怀里，歪头看着他只是笑，既不伸手去接东西，也不叫他。李姓轻轻叹了口气，温和地摸摸2个孩子的头，把东西递过去，叹道：“2个孩子都挺好的，只可惜不认识我呢。”牡丹便诚心诚意地道：“等到表嫂生产，我再领了孩子们去看他们小弟弟。”他这一刻真的是希望59娘能生个儿子。李姓微微一笑，轻轻点了点头，此外再无多话。少卿，李元见已然全了礼数，便起身告辞：“我们不宜久留，就此别过了。”于是领了崔夫人和李姓，悄无声息地从后门走了。崔夫人一出门，就迫不及待地问李元：“事情谈得如何？”事关全家人的平安富贵，由不得他不心急。李元疲惫地道：“现在还不知道。蒋大郎倒是热情，他们是替宁王穿针引线的，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家留一条后路。这样的事情非得寻个合适妥当信得过的人传信，思来想去，就只有蒋长阳最合适。
蒋长阳倒是答应了，可还得看景王肯不肯接过宁王递过的这个绣球。崔夫人的目光一暗，微微哽咽。真的就到了这个地步，再无转圜了吗？她是个常年在院子里打转的寻常妇人，许多事情隐约有数，可是论到细微处和大方向上，却是把握不住。她只知道，倘若宁王不成了，他们一家子都不好过。李姓见母亲忧愁不堪，心中不忍，低声安慰道：多半是能成的。景王最近固然得宠，春风得意，但皇帝并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意向，照旧还暗里抬着闵王一派，没人摸得透他到底想干嘛，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没有谁比谁好过。宁王虽失了帝心，但他身后还有三大姓支持，虽然吴家已经摇摆不定，但王家和秦家却是被牢牢绑缚住了的，这可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景王所欠缺的。倘若景王愿意与他联手，可以说是双赢的局面。只要宁王拿出足够的诚意来，景王又怎会不愿意？就算是宁王退后一步，侥幸保住了富贵，日后也是受制于人，自家就更不必说了，以后事事都要低人一等，低调做人。从前的荣光再不复存在，明明占着嫡子的身份，又有三大姓支持，还有皇后多年以来的经营，为什么要给人做小，不奋起拼个大的？崔夫人沉默许久，不甘心地道：殿下的性子还是太软弱了些，又不是。李元眼里闪过一道寒光，厉声道：闭嘴！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要说，这就是他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作为普通人来说，宁王的温润雅致无可指摘，简直不可多见，可作为皇位继承人来说，就太过软弱纯善了点。倘若是能有点闵王的霸气毒辣，景王的忍辱负重和谋断，这天下还愁吗？只可惜，终究是差了一点。可是赌输的人又何止是他一个？见他脸色难看，崔夫人不敢在这个时候触他的眉头，讪讪地闭了嘴，心里却是不服气。转瞬又活动了心思，问李姓：蒋大郎这个人信得过吗？李姓正满腹心思，闻言惊讶地道：怎会信不过？蒋长阳为人端方，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想到走这条路的，倘若蒋长阳都信不过，真不知道该找谁去做这件事了。蒋长阳若是做成这桩事，在景王那边也是一个大大的体面，自然有他的好处。而蒋长阳受了益，休说还有这层亲戚关系，就算不看亲戚情面，也不会薄待他们，这正是互惠互利的事情。蒋长阳又不是傻子，怎会不尽心尽力的去做？崔夫人却是想不到这些的，只道：我觉着你们还得另外再寻个妥当的人备着，多一手准备，否则临了他突然说不成了，那岂不是害死人？哭都哭不出来的。李姓大皱眉头，李元不置可否地道：你怎会有这种想法？莫非你刚才在后堂看出什么来了？也倒不是，我只是觉得知人知面不知心，何家实际没他们显示出来的那么大度。崔夫人撇了撇嘴：适才你们是没看着，何家的女人们恨不得把我撕来吃了才解恨，再三折辱于我，我几番忍不住想走，可又担心小不忍则乱大谋，生生受了下来。我受点气没什么，只是你们小心些，别因为人家笑着就以为人家真的好。说到这里，他又有些怨恨，我说我不来，19娘偏要我来，让人家折辱出气都是小事，怕的就是人家看到我反而恨上了我，坏了大事。往日都说他聪明，这次却是大大的思虑不周。他有些怀疑19娘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故意让他来受这份气的。毕竟自19娘生了姐儿后，他明里暗里都让19娘受了不少气。只到底抓不住19娘的破绽，无法在儿子面前指责，只能说是19娘思虑不周。事关妻子和母亲，李姓谁都不好说，越说矛盾越大。当下低低咳嗽了一声，别过脸道：我还有事，先行一步言罢，打马往前头去了。见儿子去得远了，李元便沉了脸，疾言厉色地骂崔夫人：就你事情多，一定是你又行止不当，自讨苦吃。19娘说的一点都没错，以后两家人要长久来往，这些事情当然要撕扯清楚，不然总隔着一层不干不尬的，怎么来往？你受点气又怎样？当初人家受的气可比你受的气大得多，身为亲长却祸害人家的女儿，若不是我和行之满娘坐在前头，上门被打出去都是活该。我这辈子就是这样了，可是行之还年轻，在官场靠的什么？人脉。若是此番侥幸，将来少不得还要加强来往才是。你这个做娘的，就算是不能帮他，多少也多替他着想，别拖了他后腿。你再拎不清，不得儿子媳妇尊重，那就是自找苦头吃。崔夫人悻悻地咬紧了牙齿，却找不到一句可以反驳的，只自低头垂泪不提。心里却对19娘有了看法，大家出来的女儿能干是能干，可是心眼也太多了，
明明叫自己受了气，吃了亏，还全家上下都站在他那边，都说他好，说自己不对。但这气他就算是明白，也只能忍着，不能明白发作出来。吴家从前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所在，现在也还是，可以生闷气，却不能明着来。李元叹了口气，又道：不是我说你，你带19娘过了，你是要养仇人呢，还是养亲人？来日方长，你急什么？你这样逼的是儿子，你的目光放长远一点好不好？凡事不留余地，吃亏的人是你自己。崔夫人抿紧了唇，侧头不语。老两口回到家中，就见19娘大腹便便地迎出来，一手牵着景儿，一手扶着腰，脸上堆满甜美的笑容，嘘寒问暖，一举一动实在是让人欲贴极了。李元道了声辛苦，交代了李姓的去处，笑眯眯地抱起景儿，边逗孩子说话边往里头去了，扔了崔夫人在外头独自与19娘相对。19娘坦然望着崔夫人一笑，若无其事地扶了她的手，含着笑亲亲热热地道：娘，事情办得可顺利？崔夫人目光复杂地看着19娘，良久方道：还算顺利。当着儿媳的面让她说出她在何家因为何事被骂，如何低头服小，这个脸她还丢不起。她的目光落在19娘的肚子上，殷切地道：好好养胎，别太辛劳了。太医不是说了，让你多多卧床休息吗？一天到晚都躺着实在不舒坦，想走动走动。19娘的眼里闪过一丝阴霾，她这一胎怀得不太好，原本身子就娇弱，景儿的个头又大，生的时候这时费了不少力气，本该休养年余再说，可被崔夫人逼着，她不敢歇气，没歇上几个月就又怀上了，难免3天2头总是有些不妥，吃了不少苦头，近1个月来才算是安稳了下来。可这期间她所受过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委屈却是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崔夫人本想要求她去躺着休息，可听出了19娘言语里带着的那一丝火气，也就沉默下来，转而不经意地道：今日我在何家见着了丹娘那对孩子，虽然伶俐漂亮，但个子比景儿同期的时候小得多，这算是间接的安慰吗？19娘轻轻嗯了一声，并无其他言语。崔夫人也就打发她：你去忙你的吧，不必管我。19娘顺水推舟，自回了房不提。不多时，身边陪嫁来同她说了崔夫人白日在何家的遭遇，言语间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她并不见喜乐，只淡淡地道：一报还一报，正是应该的。天色黑尽，李姓回到家中，但见屋里一盏小小的纱灯，19娘独自歪在榻上，一张秀丽的脸苍白憔悴，还带着些浮肿，秀气的眉毛微微蹙着，说不尽的孤独寂寞。心头突的一软，低低喊了一声19娘。19娘回过头，但见李姓直直地站在帘下，一双眼睛黑黝黝地看着她，一脸的疼惜怜悯，不由漾起一个笑容来，准备起身下榻。你回来了，饿了吗？给你留了热饭菜，我这就叫人去拿来。李姓快步上前扶住了她，弯腰给她套鞋子，轻声道：19娘。她待她不是不够好，可是总感觉隔着一层，似现在这样体贴的给孕期的她穿鞋子是第一次。虽然有丫头伺候，可到底是不一样的。19娘垂头看着李姓的动作，心头猛地一抽，又痛又痒，眼泪不知不觉流了满脸。她听见李姓说：19娘，你别着急好不好？来日方长，就算这一胎还是女儿，我也一样会待你好，我说的话算数。这个男人他心里什么都知道。19娘忍住眼泪，低低地说了一声：好，行之，你待我好，我也不离不弃。蒋长阳和牡丹并不敢和李家前后脚离开，一直等到暮鼓响起方才辞别何家众人登车归家。虽已是傍晚，外头的暑气还很重，就是吹过的风也是热的。2个孩子都嚷嚷着不舒服，软兮兮地趴在乳娘怀里没精打采的。牡丹在一旁拿了扇子给他们扇着，低声问雨禾：说的怎样了？雨禾气鼓鼓地抿了抿耳边的碎发，道：叫我下次别来了。母女俩都是倔脾气，各自拽着往反方向走，很快就谈崩了。风大娘不等到牡丹出门，就拿笤帚把她赶了出去。牡丹扑哧一声笑出来：风大娘这个脾气啊，人家都是人老了脾气就好了，她是越老越暴。不过终究也是为了你好，等熬些日子，不见你来，她自然就心软了，定要寻借口去看你的。雨禾轻轻叹了口气，抬眼看着窗外，落日的余晖射在道路旁的方墙上，又折射回来，刺得他的两眼发酸。他抬起手来，使劲擦了擦眼，低声道：这天怪热的。牡丹瞅了他一眼，蓦然把眼睛转开，笑着说起了其他事情。今年那株开出紫红色花的洛阳红养护的如何了？待到秋天要把它重新嫁接过，
日后兴许能成一个新品种。今年方圆的一株洛阳红发生了芽变，开出一朵迥异于其他花朵的花来，色彩呈紫红色，花心有不太明显的紫色茧绒状花瓣。只要养护得当，分离、嫁接、固定之后，就是一个新品种。雨禾听牡丹说起了这个，微微松了口气，打起精神道：那根枝头听您的吩咐特别做了记号的，李师傅一日要看2次。他睁大眼睛看着牡丹，他说就算是您的想法能成，也要5、6年以上才能出新品种。牡丹笑道：是呀，要不断选护才能稳下来，这日子漫长着呢。终我这一生，若是能从方圆多出几个新品种，也就心满意足了。一定能的。雨禾兴致勃勃地和牡丹说起这个事情来，总算是淡忘了刚才的不愉快。回到家中，2个孩子已经睡熟，牡丹打发乳娘抱了他们下去歇着。本想问蒋长阳事情的详细经过，可见一进门乌三就缠上了蒋长阳，只得缓上一步，自己散了头发先去沐浴。出来以后，一眼就瞧见蒋长阳躺在窗下的榻上，望着房梁上垂下的银香球发呆，不由笑道：还不去洗？发什么呆呢？蒋长阳翻了个身，望着他道：我在想这事最后会是个什么下场。牡丹接过舒儿手里的布巾，示意舒儿下去，自己擦着头发走到他身边坐下。说起来，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我早就想问你，总是没有机会问。蒋长阳接了他手里的布巾，替他擦着头发，低声道：我先和你说说那株金腰楼的事情，你就明白了。你可知道，当年的崇圣寺有2株牡丹最是出名，一是金腰楼，二是玉腰楼，号称金玉满堂。后来那人死了后，2株牡丹被移栽到内院中，可是不过几年功夫却都死绝了，很多人因此被罚。李花匠当时也是照料那花的人之一。说到这里，蒋长阳看了牡丹一眼，他并不是天生就哑的，他的舌头被人割了。牡丹打了个寒战，果然和昙花楼的事情有关。金不言千方百计搜集金腰楼和玉腰楼，果然是有原因的。蒋长阳继续道：皇后迟迟不肯落下那口气，为的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无非就是牵挂着宁王。那一日是到了油尽灯枯，孤置一柱，将从前的事情来和圣上说，实是为了打动圣上，顾念多年的夫妻情分，想想从前他也曾为他做了不少事，王家也曾立下汗马功劳。圣上口里说念着他的情分，让他安心养病，转手却让人送了这株花去给他瞧，说是让他看看外面的花有多好，早日养好病，好去赏花。可是皇后看到那株金腰楼，就惨笑一声，侧面向里不再言语，少卿宫女去看，已经咽了气。这才会有后来宁王在他灵前泣血的一幕。宁王是为他哭，还是为自己的无辜而哭，没人知道。多年夫妻走到这个地步，实是让人无话可说。生母被逼死，身为嫡子却不能成嗣，就算是宁王说他不怨恨皇帝，皇帝都不会信。牡丹沉默片刻，道：那么李家这个当口寻你，怕是想找一条退路了。蒋长阳赞赏的一笑：是，宁王正是因为看清楚了这个，所以才愿意退而求其次，与景王联手对付闵王。帝后这些年以来，基本上还算是相安无事，之所以皇后突然病重，且圣上这么决绝，还是和闵王去年突然推出金不言这件事来有关系。现在南方不是大旱吗？闵王正谋求让宁王作为钦差出面去赈灾，赈灾若是不利，宁王就彻底完了。要在赈灾这件事中弄点手脚出来，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现在的情形就是，宁王手里有景王想要的，景王手里也有宁王想要的，两者谁上位，多半还能留一线人情希望，但若是闵王上位，就是两家都铁定要倒血霉，所以合作的希望是很大的。至于今后，现在谁也说不清会如何。倘若宁王果然老实有诚意，景王胸怀大度，也不是不能平安终老，可是世事无常，谁又能说得清呢？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牡丹轻轻理着蒋长阳袍子上的褶皱，低声道：日后的事情万难预料，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周全了，不该多的嘴，不该插的手，千万不能做，免得招了忌讳。蒋长阳微微一笑：知道了，我只是做一个传话人，具体的条件还要两位殿下见面以后自己商谈，否则换了谁也不放心的。因见牡丹若有所思，欲言又止的样子，便笑道：你放心好了，李家父子不会拿一大家子人的性命前途开玩笑。李元纵是不能有什么大作为了，但李姓却不一定，只要他肯，景王连刘畅都能容的，又如何不能容的他？牡丹叹道：说的容易，就怕他中途改了主张，日后被人嘲笑没有节气。蒋长阳淡淡地道：就看他自己怎么想了，也要看两位殿下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步。若宁王退隐，
良禽择木而栖，他只是为了发挥自己的才智，造福天下，并不是出卖背叛，又何来辩解一说？前头还有太宗诛杀逆王于玄武门后，逆王手下之人纷纷改投太宗，成就一代贤臣的事情，怕什么？虽然如此说，牡丹还是有些担忧，但愿他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一夜无话，第二日，蒋长阳自寻了隐秘的途径，去见了景王，把宁王的意思带到。景王并不立刻就给回答，而是不置可否。蒋长阳和袁十九、潘荣商量之后，却一致认为，景王之所以不立刻回答，正是因为动了心，谨慎才至如此。多半观望上一段日子后，总是要主动接触宁王的。果然没有几日，宁王已经基本被定下去南方赈灾，只差一张圣旨的时候，景王便派了秦三娘来，让蒋长阳与李家父子接触，安排他与景王见面。为此，牡丹还感叹了一句：两亲兄弟，日日在朝堂上抬头不见低头见，要私底下见个面，还要绕山绕水的通过别人来传话。蒋长阳哈哈大笑。那时吃顿饭那么简单，双方都要先做好准备，把要谈的条件事先打好稿子，到时候才好谈呢。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最后算是见了面，并且勾搭成功。团结就是力量，宁王再度病倒，闵王自己挖坑自己跳，一步三回头的去了南方赈灾。但他又岂能成为这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少不得要玩点花样出来。但他就算是再凶猛，也禁不住谋算他的人多。才到了地头没几天，就接连发生了几桩大事。先是灾民暴动，接着当地驻军又发生哗变，他毫不留情的一一镇压，却又被灾民和军队中侥幸逃脱的人跑到了京城敲灯闻鼓，送血书，告御状，字字血泪，都说是他勾结当地官员，鱼肉百姓，大发黑心财。人都爱落井下石，都爱棒打落水狗，立刻就有人把他从前和现在干的若干好事抖将出来，甚至抖出闵王府暗里调了一大批存粮去灾区高价卖出的惊天内幕。御史台一帮人以云孝子为首，又跳又闹，说他暴虐无度，有违天和，总之能安上的罪名都拿出来说了一遍。一句话，不惩罚他，难以平民愤。萧尚书一伙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也提出不少异议，替他喊冤，两派斗得火热，闵王一派落了下风。在各方压力之下，皇帝又称病了，病了2天之后，下旨召闵王回来。在这个时候，从萧尚书府、闵王府以及闵王手下几个得力的人送出的信中途都被人调了包，都道是皇帝病重糊涂，景王和宁王勾搭成奸，灾区发生的这些事和朝中起的纷争，都是这二人联手干的好事。赵闵王回来的圣旨没起任何作用，犹如泥牛入海般毫无消息。这还得了吗？皇帝暴怒，他可不问闵王到底收到圣旨没有，到底是有什么苦衷，他只知道他的话任何人都必须听从，否则就是忤逆。于是又发第2道圣旨，这回有了动静，闵王答应马上启程，但是他水土不服病了，路上会走得很慢。他病了也就病了吧，好歹上路呗。可是他收拾行李就收拾了整整3天，扳指的钦差催促了几天之后，也跟着水土不服病倒了，再没有消息传回来。皇帝的疑心病发做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你要没问题，你干嘛总不回来？你病了也就算了，干嘛钦差也跟着病了？病了也就病了吧，怎么连消息都断绝了？分明有鬼。接着有内卫截获了萧家及闵王送出的密信，这封密信直接送到了龙案之上，然后又有人密报，表面上一直托病停留在南方的闵王，其实此刻已经乔装改扮，轻装往安北都护府奔去了。安北都护府虽然倒了一个李忠杰，可是萧家却在那里经营了许多年，在那一带的势力并不是轻易就可以瓦解的，这样鬼鬼祟祟的，这小子居心叵测呀。本着宁可错杀1000不可漏过一个的原则，皇帝果断下令内卫连夜突袭闵王府，搜出了无数违制物品以及违制兵械，带走了许多人。不过一夜，这些人经受不住内卫的严刑，交代出闵王早有谋逆之心，豢养大量死士，勾结朝中重臣以及军队将领，图谋不轨的事实及行为，牵扯了许多朝廷重臣，萧家首当其冲，皇室宗亲中，魏王府俨然在内。只要一揭开了锅盖，就有无数的人等着把证据呈上，然后添柴的添柴，点火的点火，煽风的煽风，都只为了把水烧沸，把锅里的东西煮熟。蒋长阳把早就搜集好的证据尽数交给了景王，完成了最后一击。闵王成了货真价实的谋逆，这样的情形下，闵王不想反也只能反了，反了也白反，他英勇的成了这一代皇子中谋逆而死的第一人。5大姓中也倒了萧家这一大姓，虽然没有死绝，但是萎靡不振是一定的了。皇帝死了一个儿子，心愿达成了一个，他想要千秋万代，但身体到底是不行了。景王临危受命，
前去收拾闵王留下的烂摊子。他摒弃了华府美食，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与灾民吃着同样的饭食，殚精竭虑，兢兢业业，平和近人。但在镇压闵王余部和谋逆的关键时刻，却又铁血无情，于是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以及豪强的主们的广泛称赞。于是他华美转身，成了呼声最高的贤人。立嗣不立嫡，也不立长，这回要立贤，就是身为嫡子的宁王也称赞他，竭力美化他。那一年的冬至朝会上，景王以压倒一切的势头，终于做了名正言顺的太子。宁王的病却是没有好转的迹象，缠绵病榻，等闲不出来走动，渐渐淡出了朝堂，几乎成了一个透明人。按照事先谈妥的条件，几大姓氏都不约而同地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向新任储君表达善意。新任储君安之若素，不咸不淡，不偏不倚，诸方心安。这一年的冬天格外的漫长寒冷，朝局变了又变，许多人起起落落，来了又去，有人欢喜，有人悲伤，有人得意，有人落魄，有人万念俱灰，有人雄心万丈。唯一不变的是那静静矗立在风雪之中冰冷沉默的城墙。转眼到了上元，又是3天无宵禁，3天狂欢。皇帝身体不好，新任太子为表孝心，动了自己的私库，在明德门外设了大型灯树，共点燃810盏彩灯，又在京中各处寺院道观四处施舍，为皇帝祈福，祈祝皇帝能千秋万代。有他带头，各家王公贵族不敢不表示，于是导致这一年的上元节灯火格外辉煌，格外璀璨，老百姓大饱眼福，端地是一副太平盛世的样子了。上元节前一夜，蒋长阳、牡丹带了一对小包子出门看灯，夫妻俩各自骑了马，并辔而行，将一对小包子塞在胸前，用披风裹紧了，沿街缓行。高高的灯树在夜空中闪耀着华美的光芒，老远就能看到，夫妻二人仿佛回到了姻缘初定的那一年。蒋长阳回头看着牡丹，眼里有笑，牡丹也回头看着他，唇角满是柔情。这一刻，他的眼里只有他，他的眼里也只有他，满街的华灯游人都是背景。但两个小包子却是断然不肯做背景的，这儿兴奋的一声大叫，就把父母从迷幻中召回了现实。牡丹温柔地看着蒋长阳一笑，最先收回了目光，低下头耐心地询问怀里的这儿。这儿要什么？这儿眨巴着一双黑黝黝的大眼睛，指着路边一盏兔子灯，清晰明亮地喊：兔子灯！贤儿也不甘示弱，扯着蒋长阳的衣服，大声喊：兔子灯！一对小包子已经可以说一些比较简短的词句，天性又是爱热闹的，这样的热闹正是第一次见到，少不得趴在父母的怀里欢呼鼓掌，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牡丹和蒋长阳一一满足不提，一家4口其乐融融，不要说是他们，就是身后跟着的顺侯、宽儿、树儿等人也是看得满心欢喜。正自欢喜间，只见前方一张徐徐行驶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有貌美侍女上前行礼：何夫人安好。牡丹定睛一看，却是秦三娘身边的丫鬟阿慧，她不由笑看向那张外表朴素无华的马车，低声道：是你家夫人。景王上位，不敢封赏，但聪明贤惠的前景王妃，现任太子妃却主动提出把秦三娘母子接进去，理由如下：秦三娘贤惠懂事有分寸，又孕育了子嗣，娘家亲姐段大娘在江南也替景王做了不少事，出钱出力，论情论理，都该给他母子一个名分。太子顺水推舟，赏赐太子妃若干财物，于是秦三娘成了太子府中的正六品应。这也就是新年后的事情。牡丹听闻消息后，也曾让人按里送去贺礼，却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天，秦三娘还留在外头。阿慧微微一笑：我家夫人等您许久了。牡丹便把怀里的这儿交给一旁的顺侯，下马与阿慧行至那张马车前。马车的帘子被打起，里头端端正正地坐着华服盛装的秦三娘。秦三娘微微欠了身，亲热地拉牡丹入内：快进来坐。牡丹也就上了车，笑吟吟地给他行礼道贺：恭喜你了。本来想亲自登门道贺，奈何总是脱不开身，待到能脱开身了，却算着你大概早就走了，不敢给你添麻烦。其实就是虽然景王如愿以偿做了太子，可皇帝还没死，该避讳的都要避讳。秦三娘自是心知肚明，匆忙还了礼，笑道：原本是前几日就要走的，只因我姐姐带了信说是要来看孩子，不得不后言向太子妃请求，带过了上元又去。今日便是来同你道别，从此深宫四海，再要见面是不容易了。说到这里，他调皮地朝牡丹一笑：已经不告而别一次，这次断然是不敢了。牡丹有些唏嘘，将来太子上位，秦三娘一个嫔位是断然少不掉的，若是孩子安然长大，不掺和进那些事情中去，他这一生也算是有了依靠。那时候谁又会想得到，这个躺在路边饿得奄奄一息的妇人会有这样一日。
牡丹沉默片刻，执了秦三娘的手，诚心诚意地道：我只愿你平安一生。在那样的地方做了那样的人，想要事事如意那是不可能的，唯平安二字就已经是最最难得的。秦三娘美眸微闪，稳稳握住他的手，沉声道：我却愿你平安如意，富贵荣华，子孙满堂。牡丹心中一动，抬眼看向秦三娘，秦三娘笑得如同天边的明月。我出来的太久，怕殿下去了找不到人会生气，这就告辞了。她不是太子身边最年轻、最美貌、最有才气、最受宠的，甚至很多人都瞧不起她的出身和经历，可是她的确以自己的力量博得了一席之地。上元的正日子，太子是要留给太子妃的，可是不拘是前1日或是后1日，他无论如何也会分点时间来陪他和他的孩子。对于从来知道什么是本分，什么时候该知足的他来说，足够了。一生平安，他能做到。牡丹目送着秦三娘的马车渐渐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心中唯有祝愿而已。蒋长阳策马走到他身边，笑道：已经走远了，还看什么？走吧，汾王府派人来询，倒是给我们留了位子，让去看热闹呢。牡丹翻身上马，将贤儿搂入怀中，跟着蒋长阳一道往那高高的灯树而去。在灯树附近的汾王府搭建的看棚里，还带着新嫁娘娇羞的蒋云清端坐在陈氏身边，偷偷往人群里张望着，一旦看到了蒋长阳和牡丹等人，脸上露出了开怀的笑容。陈氏见状，笑着捏了捏他的脸颊，带了几分毫不做作的怜爱道：看到哥嫂高兴成这个样子，明日请他们去家里吃酒如何？蒋云清毫不犹豫地点头，笑吟吟地道：小四喜欢这儿和弦儿。汾王妃闻言打趣道：什么时候也让他不用再去宝贝人家的孩子呀？蒋云清红着脸垂下头，斜瞟着坐在不远处频频回头朝他张望的小四，甜甜一笑。小四一愣，随即朝他毫不吝啬地绽放开一个大大的笑容。